刚才摔的时候，有个硬东西撞在腰上了。只是这葫芦太大了点儿，要是能小点就好了。再小点。到家门口了还磨磨蹭蹭，就知道吃，做点事儿就偷懒，一天时间才捡这么点柴火。你那死鬼爹娘走得早，要不是老娘从牙缝里挤出点吃食，你早就饿死了。是，多谢婶婶活命之恩。只要能活下来，吃点猪食，受点屈辱又算什么？蛇溪村周边全都是苦水，又苦又涩。家里有条件的会往里面加几片茶叶掩盖。这里面的水不苦了，也不知道这只葫芦究竟是什么来历，但从目前的神奇之处来看，绝对是一件宝贝。这是什么情况？大冬天的，所有绿叶子都被冻死了，更别说种子发芽。昨晚抱着小葫芦喝水，似乎洒了一些出来，当时没怎么在意。难道是溪水装进葫芦之后，就开始有了某种神效？二狗子，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躺尸。二狗子每天都要赶早起来煮猪食，帮堂弟烧洗脸水。只要他多努力干活，堂兄碗里就能多一块肉，弟弟的书包里就能多一支笔。以前我的梦想就是攒钱租地，当一个佃户。要是能娶到一个腰粗屁股大的媳妇儿，这辈子就值了。但现在嘛，当佃户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野心，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当上地主，就像村里首富黄老财一样，拥有几百亩地，娶5个媳妇儿，生10个儿子，隔三差五就吃顿肉。既然葫芦能让禾苗在阴暗寒冷的房间里生长，要不这次试试种到山上，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先种下去吧。希望葫芦能创造奇迹吧。这是他靠编草鞋卖偷偷攒下来的全部家当，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拿出来摸一摸数一数，心中特别踏实。小蛾子，你这么晚有什么事？猴子哥，你看，你快点吃吧，我要回去睡觉了，不要被我娘发现了。在大伯家这么多年，唯有这个堂妹把他当亲人看待，经常偷偷照顾。要是每个月能吃上2口猪肉，就算给人当奴做马，他也心甘情愿。杀千刀的，今天敢偷肉，明天就敢偷家里的金银。
娘供你吃，供你喝，养了你10来年，到头来还要偷老娘的钱粮，竟然养了你这么一只白眼狼！这是我自己的。要不是老娘当年好心收留，你早就饿死了。5岁父母双亡，6岁又死了唯一的兄长。从6岁开始，每天都要干繁重的活，活得比狗都不如。忘恩负义的是你们！是你们霸占了我父母的遗产！坏了，这是我一直积压心底密的秘密，从来都不敢说出半句。这些年来，我一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浑浑噩噩，任劳任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没良心的白眼狼，养了你10年，你现在要恩将仇报！这次大概是死定。住手！够了！可是，都是一家人，出了人命传出去，难免被人嚼舌根。大家乡里乡亲的，颜面上不好看，少不了还要吃官司。原来大伯并不是真关心二狗子的性命，而是怕打死人，传出去被人说闲话，还要花钱打点官府。二狗子，我把你从5岁养至今年13岁，作为你的大伯，我已仁至义尽。为我解开交换枷锁的那个你。现在外面冰天雪地，狗子一个人到外面，都死了。家里的事自有你爹爹和兄长做主，什么时候轮到你跟女子说话了？爹娘，能不能等到开春？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你的死活与我家无关。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每次喝了葫芦里的水，身上就有力气。大伯一家子的心思，我用膝盖也能想得到。把我扔到雪地里，给大伯家当了8年的狗，现在又要像条狗一样死去。手里有这只神秘的葫芦，只要熬过眼前难关，将来飞黄腾达，当上地主老财不是梦。只是眼前这一关，究竟要怎么熬下去？站在这雪地之中，天地间黑沉沉一片，不说没吃没喝，现在滴水成冰，没有树，没有房，没地方遮风挡雪，就算冻也冻死。我现在还有一身的事，如今唯一的生路是山上种的那一小片稻谷，在那里至少能有东西吃，还能捡点柴烧一堆火取暖。胸口肋骨不知道是不是断了，气都喘不上来，
真想就这样一汤了之。天亮时分，二狗子凭对未来的美好向往，终于爬到了山上。之前种的这些稻谷，吃不了几天，刚在的小果，必须尽快种更多的下去。幸亏现在下大雪，又正是过年，没人上山来，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这天寒地冻的，也很难扛下去。常年在山上打柴，这里的地形我熟。不远处就有个能避风的地方。这个石头窝子也不错，比住在大伯家还要舒服。这个肚子一点儿也不争气，每天都要吃2顿饭。听说有些牛马每天光干活，不用吃草料，还听说这世上有很多神仙，他们也不用吃饭。要是我也有神仙那种本事就好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正月15，元宵节。经过半个月的劳作，二狗子用木柴和稻草搭了一个小茅屋，可以遮风避雨。他已经在这片雪地里种下了半亩禾苗。今天已经是元宵节了，过了今天，所有人都要筹划春耕了，得把这些粮食卖掉，然后去找黄老财租一块地。时间不等人，晚一点全都被人租完了。这座山上不能久待了。昨天看到2个人在对面山脚下捡柴，当时让我提心吊胆很久。幸亏这地方地势高，冰雪溜滑，又全都是乱石，没几棵树。打柴的没有过来。若是被人发现，我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还长势极好，到时候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谁都不会放过我。而且这些山看似都是荒山，其实都是有主之地，不是谁想占就占的。三岔子镇距离蛇溪村20里，是二狗子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在二狗子的印象中，三岔子镇很大很繁华，有很多青砖青瓦的房子，有几10家店铺，集市里有很多人，很热闹。肉包子和糖葫芦，在我5岁之前还是吃过那么1、2回的，那味道真香，真甜。小伙子，你这稻谷怎么卖？25文1升。这些稻谷还不错，可以做种子。过手的每1文钱，我都牢牢记着，总数应该有775文钱。775文，猪肉80文，旧锄头300文，柴刀250文，盐100文，最后只剩45文了。听你大伯说，你一直闹着要分家单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黄老爷，我想从你这里垫租几亩地。如果他种不好地，到时候连租子都收不上。哦，你今年几岁了？我今年14岁了。黄老爷，你放心，我这些年每天都在地里干活，对于种地，我早就门清。你来的不巧，去年大家退回来的地，这几天都已经租出去了。没有地，我空有一只宝葫芦，却无法施展。一点也没有了吗？有1亩也行啊。
如果租不到地，这块肥肉就亏大了。能不能找个借口把这块肥肉要回来？确实还有一块地，不过这块地比较贫瘠，是刚刚开荒出来的生地，而且位置也比较偏远。你要不要？我拥有黄皮葫芦，冰天雪地的山顶上都可以种植，根本不用在意土地是否肥沃。蛇溪村周边的人都知道蛇口山这个地方。蛇溪起源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下有一石窟，如张开的蛇口，从蛇口中流出一股泉水，在蛇溪这条水源的上方，那里没有水，山上石头比土还多，无法耕种，一直都是荒山。不过去年村里出了一个不信邪的，人称老犟驴，劝都劝不住，非要去走口山开荒。当时在村里都传开了。且不说有没有蛇妖，开荒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蛇口山那种穷山恶水。果然，这头犟驴才干了1年，就把自己给累死了。老犟驴一共开垦了1亩荒地，还没来得及播种，现在租给你，头3年只要5斗粮食1年。如果你能在蛇口山上开垦出新的荒地，头3年免租金。多谢东家。时间不早了，吃完晚饭再走吧。大狗死后，大伯家从没让我同桌吃饭。二狗子，快坐下吃，饭都盛好了。吃菜别光吃饭，敞开肚皮吃，白米饭管够。多谢东家，我先走了。这次收获的稻谷有10几斗，装了满满3大袋子。每天吃1升，吃1升，这些谷子够吃小半年。这边1亩地也快收了，起码又能收40稻谷，只要不大吃大喝，今年1整年的口粮完全够了。得置办一条新裤子，还想买一口铁锅，没有锅，天天用瓦片炒稻谷，嗓子冒烟，嘴巴上火，下面还便秘。以前吃猪食都没上火，现在有吃有喝，反倒生出这么多毛病。人就不能过得太好，以后长期住这儿，草屋也要盖起来，这次要盖大一点。要是有余财，弄几块木板铺一张床，睡地上铺再厚的草也冷，还回潮。想去镇上卖粮买条裤子，可这么多稻谷摆在这儿，万一被人偷了怎么办？就算没人偷，山里的老鼠麻雀也会偷。能不能把稻谷也装进葫芦里，随身带着？里头已经装了大量的水，稻谷放进去，会不会被泡烂了？试试就知道了。心里想着稻谷，倒出来就是稻谷，一滴水都没有。想着水，倒出来就是水，一粒谷子都不带。就留这2袋，带去3岔子镇卖钱，缝一条裤子。大概是过完年关，大部分人家底都空了，只能把一些压箱底的物品拿出来售卖，卖儿卖女的也变多了。人牙子在人群中跟选牲口一样挑三拣四。你要缝衣服吗？
我想缝一件棉衣和一条棉裤，需要多少钱？手工费一共15文钱，棉花100文钱一斤，布料种类很多，看你选什么样的。印染过的布匹，价格要再加1-20文。我就用麻布吧。一共要用到9尺布，3斤棉，加上手工费，一共585文钱。好的，好的，你数一下，大概多久能缝好？585个，刚刚好。我和姐姐还有娘一起做，大概半天就好。木半山，少年，老夫观你根骨不凡，将来必成大器。先生是在跟我说话吗？当然是你，不过你虽根骨不凡，终究缺少高人指点，恐怕将一事无成。老夫今天先指点你认2个字。你看旗帜上这3个字，第一个木下有子，念作李，李。最后一个人在山上，念作仙。李半仙，旗帜上才3个字，我竟然认错了2个。原来你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半仙。少年，我观你天庭饱满，地主方圆，原本也是大富大贵之命，奈何，算得真准。要不是父母暴亡，家里有几十亩地，原本至少也是小富之家。唉，原来是本届的武秀才今日放榜，三岔子镇这边有人成功考上武秀才，不知道谁家的祖坟冒青烟，考上秀才老爷。秀才见官不贵，免徭役，减赋税，光宗耀祖。我也要学武，也要考武秀才。做你的春秋大梦。武秀才考试第1项，必须举起500斤巨石。你有这种天赋吗？竟然是堂兄张有良。李先生，我也想考武秀才，有办法吗？官府每年都会举办1次考试，交一笔钱就能参加考试。想要考取武秀才，必须学武。天机不可泄露，这钱我宁愿不赚。先生，您就行行好，再给我看看吧，我这里还有20文钱，都给您。我就向你泄露少许天机，你这命格贵不可言，只要能得名师指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远不是区区一个武秀才可比。本人乃是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我连仙家法术都会，区凡人武术不过是信手拈来。我虽是神仙般的人物，看不上世俗财物，视之如粪土一般，但你只是个俗人。俗人表达诚意最好的法子就是交情。首先要奉上一份拜师礼，举行拜师仪式，然后每年再奉上白银10两，上好的猪肉10斤，美酒2坛，精白的大鱼1段，肥鸡1只，大鹅1只。我并不是贪图你的财物，只是想看看一看你的诚意够不够。回到蛇口山得加快开荒，种更多粮食。
然后向李半仙表示诚意。长2丈，宽1丈，高1丈，虽然不大，但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睡草堆强多了。只要浇足水，半个月就能成熟收割一次，每亩地一次能收4室左右。收割完给核茶浇水，就能重新发芽，省种子又省时间。3亩地半个月收1轮，一茬能收12担左右，1个月收2次就是24担。就算按最低价10文钱1升来算，一掷有100升能卖1000文，1个月也能赚24两银子。床上铺了厚稻草，躺着特别舒服。这10几袋稻谷加上葫芦里存的，两边加起来起码有80石了，都是这大半年的收获。换成银两，向李半仙表示诚意，拜师学武，绰绰有余。就是把粮食运到3叉子镇卖掉，得花些时间。不能让人发现我用葫芦水种地的秘密，这条路必须堵死。等攒够了钱，就去找黄老财，看能不能把蛇口山的地买下来。买到手就是我的私人地盘，名正言顺把山围起来，不让外人上山。周掌柜，麻烦称一下。好嘞，临近秋收，粮价已经开始回落。今天的收购价格是1掷1600钱，16文钱1升，12等6升，合计得钱2016文。行，镇上就你们一家粮店能大规模收购，效率要紧，不计较这点小差价了。衣服定做一套夏天穿的，碗外和生活物品也该添置了，总不能一直用破瓦片和树枝吃饭。换了10两白银，就被收了500文钱，这种生意竟然比种地还赚钱。不孝子孙李半仙，坏了祖宗的规矩，无颜列祖列宗。最后向李半仙敬上一杯茶，从此以后二狗子就算是李半仙的弟子。你识得多少字？大概识得几百个字。识文断字是学习所有东西的基础，只能慢慢学了。从今天开始，为师便传你绝世武学，但为师我不喜虚名，你不得向外泄露跟我学武之事。好的，我一定听师傅的话。这本书乃是我老李家祖传绝世武学，就用这本书当做你识字的教材吧。今天先教你50个字，待你彻底掌握之后，再来找我学习50个字。等到你把这本书上的字学会，就可以对照着修炼，一举两得。多学会1个字，感觉又赚回来1个铜板，因此他学起来是一点也不敢含糊，不然这笔钱就亏了。用了2天时间，他已经把这58个字彻底掌握，能写能认会读。这次李半仙见他学得还挺快的，便教了85个字。接下来的日子里，二狗子每隔几天就能学会几10个新字。如此过了2个月，二狗子已经将那本书的第1个章节学完。不过他虽然认识这些字，但对于整篇文章的意义还是不怎么明白。是武道中人，他们通过修炼将天地间的元气引入自己的体内，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武道真意。先练有形者，脏腑筋骨血肉也，以有形之精微，培无形之元气。二狗子回到蛇口山，按照李半仙教导的方法，每天修炼。怎么回事？这么静不下心来？花了那么多钱，不能放弃。
想要练成绝世武功，就要克服一切困难，不能有任何退缩畏惧。3、2天练不成，那就练3、5个月。大概所有练武之人都必须经历这种痛苦吧。李半仙，花了那么多钱，功法还没练成，靠武秀才更是遥遥无期。哇，好舒服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突破吗？我二狗子也有今天！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呢？师傅说的没错，果然只要勤加修炼，必定能成。做我这一行，就要善于观察、揣摩人心，从各种细节中收集信息，主动发现潜在客户，然后再引客户上钩。有时候抓住一条肥羊，就能吃上好几年，甚至获益终生。三岔子镇还是太穷了，唉，大部分人恨不得把一个铜币劈成2半花。直到今年终于时来运转，遇到一个不通世事的傻小子，不但吃上了饱饭，还有肉有酒，哎，肥羊。今天该怎么忽悠这个便宜徒弟呢？那套所谓的绝世武学，我自己练过很久，什么鸟用都没有，纯粹是骗人的玩意儿。师傅，你来了，最近修炼可有进展？上次这小子来请教，似乎遇到什么难题来着，我忽悠了半天才哄过去。有进展，我终于修炼入门了。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要感谢师傅的教导。修炼入门？估计是少年人爱面子，好大喜功，把没有的事儿说成有，有丁点的事儿就吹上天。你现在拿起这块石头，捏成粉末给为师看看。我现在虽然力气很大，但要想捏碎石头还是不可能的。连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到，也敢妄言修炼入门，这个有点小。习武之人要戒骄戒躁，切不可狂妄自大，谨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师傅，我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待到你哪一天能捏碎石头，轻轻一纵能跳丈许高，便算是修炼入门了。你也别气馁，只要坚持不懈，终有一天会修炼入门，考上武秀才。今天继续抄书识字，先把这本书上的字认全了再说。这么点微末道行，在师傅那种神仙人物面前，一眼就能看透。说出来烦了师傅耳朵。自从被师傅敲打过后，
二狗子自深知天外有天，戒骄戒躁的道理。师父的实力竟已深不可测到如此地步，我一定可以的。以前每天只需要吃早晚2顿饭就行了，现在每天至少要吃3顿还不够，大部分时候要吃4顿。如果某天少吃几碗饭，修炼进度都会放慢很多。幸亏现在不愁吃，否则这武还真没法继续练下去。葫芦存过的稻谷跟普通粮食差别极大，只要吃过一次，绝对能感觉到不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稻谷为了储存方便，都收进了葫芦里，以后还怎么往外面卖？别人问起这个稻谷的来历，该怎么解释？三岔子镇距离蛇溪村不算太远，如果引起别人注意，还是能找到蛇口山来的。在没想到解决办法之前，暂时不往外面卖这种储存过的稻谷。如果把食物煮熟煮烂，搞成跟猪食一样，谁还能认出是什么东西来？不过也不能直接卖猪食，卖不起价钱，也不见得好卖。毕竟喜欢吃猪食的人应该不多。大力丸吃了我的大力丸，也许可以当成药来卖。以前镇上有玩杂耍的，卖过一种大力丸，也许自己也可以试一试。用白米肯定不行，别人吃了一辈子大米，肯定一口就能吃出来，需要往里面掺点野菜才行。除了不好看，味道还挺好吃的，软软糯糯，带着一些香甜，搓成丸子，晒干，一点药味都没有，味道还太好了点儿。就这个卖相，当成大力丸卖，可能很难让人相信。大力丸，大力丸，吃了我的大力丸，一口气上5楼。小小年纪不学好，随便弄了点东西就想来行骗，别人杂耍卖药的都会胸口碎大石。来来来，你也给大伙表演一个头顶开砖，胸口碎大石。这骗子，这人一看就像个卖假药的。你看，你看，人家卖假药的都能卖出去，我卖的是真药，反而没人相信。狗子哥。小蛾子，狗子哥，你现在有饭吃了吗？饿不饿？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家里还有些剩饭，我这就回去拿。我在蛇口山上店租了几亩地，现在有饭吃。那就好，有饭吃就好。狗子哥，听说蛇口山上有蛇妖，你见到了没有？没有，可能只是老人编出来的故事，吓唬小孩子的。哦，对了，你上次打了我二哥，二哥在家里哭了1天没出门，连学堂都没去。你也要小心点儿，我大哥说要打你，还说要见一次打一次。这是什么？大力丸，我在集市上买到的，据说吃了能头顶开砖，胸口碎大石。哎呀，你被人骗了，这一看就不像什么药丸，颜色不对，闻起来一点药味都没有。走，咱们找他算账去，把钱要回来。不去了，那人早就走了。我试过，味道挺好的，咱们就留着当零嘴吃吧，万一有效果呢？怎么样？香啊！走了。走了。哎，二狗，你来的正好，5天后随我县城一趟。好的，东家有什么事情吗？哎，这不秋收了，我也得去县衙上交赋税，人手不够，需要大家帮忙。东家放心，到时候我必定来。听人说县城里的房子有2、3层楼，还有马车，还有说书唱曲玩杂耍的。三岔子镇上的人没见识，不识得我的大力丸，拿到县城，没准就能卖出去。而且县城距离这么远，我卖东西也能随意一些，不用担心被人找上蛇口山。
得尽快攒钱，从黄老财手里把蛇口山上的地买到手，我心中才能踏实。按如今市价，1亩地能卖20贯钱，光我种的这3亩地至少得60贯，黄老财还不一定舍得卖。这次进城找机会跟黄老财提一下，能不能把蛇口山这块地卖给我？铜钱银两全部身家，才5贯多钱，我得赶紧去县城把大力丸卖了，好把钱凑齐了，把地买下来。黄老财，你要的粮食，二狗子给你送来了。哟，原来是二狗子呀！咋一看还以为是谁家的新郎官来了。小伙越长越俊了，这么高，该娶媳妇儿了。老话说得好，跟着婆娘困，一夜长3米，娶了媳妇儿更能长个。各位叔伯，我还小，没到娶媳妇儿的年龄，我才刚满14岁，现在就娶媳妇儿还是略早了点。张老爷，都是乡里乡亲的，神气啥呀？嘘，别乱说，人家现在是秀才老爷，咱们佃户可得罪不起。大家伙久等了，咱们先吃早饭，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平时在自家吃饭，过年都不见得能敞开肚皮吃一顿饱饭，每次都能混一顿饱饭，这也是佃户们喜欢上黄老财家干活的原因之一。黄老财收的租子，差不多有1多半要拿出来交纳赋税，而且眼前这些还只是总税额中的一部分，还要挑出最好的粮食，老老实实的送到县衙。如果逾期不交，县衙会派出一队官差下乡征缴，官差上门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你得小心翼翼的伺候着，稍有不如意，便是打人、砸东西、抄家，至少得脱一层皮。有点酸麻。这些技巧师傅从来没教过，只能自己慢慢揣摩，越走越有心得，不仅没累，反而越走越轻松。本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原来是赵大王，失敬。你可知道规矩？知道。赵大王维护地方安定，风餐露宿，实属不易，一点心意还请笑纳。不用说的那么好听，老子就是劫道的山贼。弟兄们，散了！这位赵大王虽是山贼，但也是个讲究人。我跟着东家在这条道上走了10来年，只要主动奉上钱财，他从不伤人。不仅如此，听说这一条道都是他的地盘，只要他收了钱放行，就没有其他人再劫咱们的道。这买卖其实挺划算。赵大王派2之色。蛇溪村到县城路途遥远，他们大早上出发，路上遇了一次山贼，又歇了2回，直到傍晚才赶到县城。这就是县城啊！这些乞丐欺软怕硬，专门欺负第一次来的乡下人。来福啊，咱们还是去老地方凑合着休息一晚，明天早上再去县衙。是。小哥，快进来玩呀！是，我下次再来。二楼，你怎么不进去呢？里面可好玩了。没想到你人小鬼大。别着急，等晚上我带你来玩，只要5个铜板，让你开荤。饭可以少吃2顿，大老远的不能白来了。今天晚上大家要轮流值夜，4个人一组，每组值1个时辰。我去药铺了。前段时间琢磨着往大力丸里加点药材，让大力丸吃起来有点药味儿，而且必须是吃不死人的药才行。谋财害命的生意我不干，要是这些药材还能有些足补强山的功效，
那就更好了。为此，我专门向师傅李半仙，他介绍了人参、黄精、灵芝这些滋补药材。不过生长时间长，价格昂贵。刚出炉的肉包子，皮薄馅大，快来尝尝啊！来，拿好，谢谢。你是要堕胎，还是治花柳？我不用堕胎，也没病。没病你来干啥？小小年纪不学好，染上了花柳病，还不敢承认。我没病，1天2包，内服外敷，20文1包。我没病，就想问一下，你这里有没有人参？人参？没有。别说我这里没有，整个鞍山县的人参大都在县太爷手里，顶多余下1、2株也被红安堂买走了。你去红安堂看一下吧。那黄芪总有吧？那打参呢？此物名叫肉苁蓉，生于塞外荒漠之中，大补肾阳，谁吃谁知道。我有一种大力丸，吃了能长力气，你这里要不要？不要。老伯，红安堂怎么走？哦，顺着这条街一直走，走到头就是了。哎，好，谢谢啊。别把人家的地给弄脏了。我要的培元固本丸现在有货了吗？正好，我们前几天又来一批，一共也只有10几粒。好，我要2粒。这个培元固本丸是什么药？这是本店秘制的药丸，强身健体，大补元气，尤其对于练武之人有极大帮助。怎么卖的？多少钱1粒？啊，这个药有点贵，10两银子1粒。10两银子1粒，我全部身家也才5贯钱。那个抽屉能给我看一下吗？人参多少钱1株？这一株是10几年的野山参，卖20两银子。原本是有2株的，前2天刚刚用掉1株。刚才那个培元固本丸里面就添加了人参。啊，这么贵，更加买不起了。不过，更要种人参了。也许只需要1年，我就能培育出10年份的人参。盒子里的人参籽全都给我倒出来称一下，3钱半，一共210文钱。再给我称一些黄金种子，这些种子本来也都是药材，买个1、2种不会惹人怀疑，但买太多就不合适了。对了，你们这儿收不收大力丸？人家觉得我是江湖骗子，只是开门做生意，以和为贵，没有当面斥责罢了。原本满怀期待，想要借此发财的大力丸，竟然1粒也卖不出去。哟，二狗子回来了，一个人偷偷摸摸去暗门子玩，脸皮薄，还不好意思跟我们一起去。东家，你蛇口山上的地卖不卖？啥？你想买？山上都是些石头，连水都没有，你买它干嘛？这小子几个月前连饭都吃不起，穿的裤子还露着屁股蛋儿，现在居然想买地。东家，反正那块地全都是石头，又不是什么好田，不如卖给我算了。不行不行，就算再差的地，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我也要孤城大地，一到9天，手举山川积云却为什么就没有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土地？挤什么挤？都给老子排好队！排好队！吵什么吵？大人，我们是来缴税的。缴税就赶紧的，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后面的都排好队。来了来了，大人，我这就给您搬进去。今天就此结束，明日再来。没办法，人家关老爷有规矩，他们只能遵守。
好不容易排到的位置，只能守在门口休息过夜。老财，我先去逛逛。去吧。你是要看病还是买药？你是这里的郎中吗？不像是郎中的样子，难怪生意差。谁敢让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子给自己看病？是啊，我就是回春堂的郎中。别看我年轻，我3岁识字，5岁学药，7岁学医，9岁学脉诀，18岁饱读医经。请你帮我看看这个。此物味甘性温，可益益气扁息，不中益气强身体，可列为上品。我手里有一些这样的药丸，想要卖给你，不知道你收不收？收，当然收，有多少要多少。你也吃一个试试。越嚼越香，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曾经吃过的某一珍稀灵物，果然很不错。你打算卖多少钱一粒？看他这么急着要，感觉还可以卖贵点，3文钱一粒，差不多150文以上，绝对是暴利。他不会直接拒绝吧？好，没问题。总共285粒，30文钱一粒。30文一粒？啊，你说的不是30文一粒吗？我懂了，卖300文一粒就太贵了。你的药丸虽好，还是不值这个价的。现在安商县最贵的培元固宝丸，售价1万钱。你的药丸虽好，比起培元固宝丸还是差了很远。我最多只能给你50文钱一粒，可以吗？可以。好，咱们就按50文的价格计算，一共285粒。50文钱一粒，合14250钱。这么多钱，能买多少丸头啊？二狗子，你可真是没出息！如果能娶到黄老财家的二闺女，看在自家闺女的份上，没准就能买到蛇口山了。人家可是村花，又是首富家的闺女，我一个小独户，高攀不起，只能痴心妄想罢了。将斗装满，上面抹平，就是标准的一斗。但很多小商贩售卖货物时，为了拉拢顾客，会在斗里装满之后，再在上面堆一个尖，多出来的算是赠送。所以时人都说无商不奸。快点儿，磨蹭什么？你们这些刁民，斗都没有抓满！都给老子老实点儿，倒满！哎，好，谢谢啊。二狗，你小子疯了！这么大手大脚，小心年底要饿肚子，连稀粥都喝不上。趁包子还热乎，快拿到包子铺去退掉，吃1、2个解馋就行了。你要是脸皮薄，不好意思，我陪你一起去退，大不了多说几句好话。来福哥，我储备了很多干野菜，过冬没问题。众人都觉得这孩子没父母管束，太败家了。太平年景还能勉强度日，一旦遇到灾年，第一批被饿死的就是这种人。不过事不关己，说多了反而成仇。又在这儿了，可惜了，可惜了。咱们好像快到上次被劫道的地方了吧？没事儿，赵大王很有原则，一趟路只劫一次。前面可是赵大王，他只有一个人，
我们一起动手弄死他！二狗，救我！救我！蛇口山的利益！他追上来了！二狗子，快跑啊！黄老财会不会反悔？那可是3亩地，价值60两银子。而且黄老财现在半死不活，救人任务顶多只算完成了一半。万一他没来得及交代土地的事，就一命呜呼怎么办？二狗，你救了我一命，石窝子里那3亩地，以后就是你的了。多谢，多谢东家。我可以给你2个选择，你可以选其中一项。一是把二闺女嫁给你，陪嫁20亩良田。爹。第二项就是我可以把整座夺口山作价800两白银卖给你，这800两白银不需要一次还清，每年只需要还40两，分20年还清。这2项任你选一项。这2样我都很想要，娶到整个蛇溪村人都眼馋的村花，还能得20亩良田的嫁妆，人才兼得。至于了。但这次进城，让我发现了更广阔的天地。我要买下口口山。好，从今天开始，守口山就算卖给你了，但必须每年还款40两白银，1两不能多，1两也不能少，不能提前还款。如果年底不能还清当年的40两白银，我将税收回蛇口山。等我伤势恢复，就与你一起去县衙立下契约。黄老财为什么要立这么一个奇怪的契约？考虑到我现在穷，一次性拿不出800两银子，分成20年还清，这一点我能理解。但又为什么每年都不能多还，不能提前还清？这就让我无法理解了。就是有点对不住二闺女了，希望她不要怨恨我，另外寻个好人家吧。以后省口山进出只能攀岩，反正我现在力气大，身手敏捷，难不住自己。以后我还要在山上盖一座大房子，把山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开垦出来，还要养点鸡鸭鹅。我记忆中还是5岁那年生日的时候吃过鸡腿，可惜山上不能养鱼，鱼肉也很好吃。这次在县城成功买到3种药材种子，肉苁蓉、人参、黄精，需要重新开垦一块地种植。如果能种植成功，今后就大量种植这些药材。粮食虽然是硬通货，但产量太大，自己吃不了这么多，一包包扛出去卖也没那么方便。现在葫芦里还存着100多石稻谷，每天吃3、4顿也吃不过来，只能做成大力丸，慢慢往外售卖。人参和黄青苗又长大了很多，唯独不见肉苁郎出苗。肉苁郎种植大概是失败了。二狗子回到头口山已经有2个月。这是什么？上次那个不靠谱的老郎中说这玩意儿大补，也不知道怎么个补法，干脆一起试试。
今年14岁了，也不算太小。要不要自己使点钱，请媒人给说个媳妇儿？村里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姑娘有12个，说哪一个更合适呢？杏花、荷花、翠花。小时候一起挖野菜、扯猪草的翠花嫁人了。黄老财家伙食真好，从来没见谁家姑娘长这么圆，走路一扭一扭，一晃一晃的。唉，可惜了。这是补太狠了，还是昨晚上在梦里急的？不对，今天的感觉跟往日完全不一样。哎，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怎么变得这么灵敏了？我的身体怎么感觉轻飘飘的？这是什么？这难道就是书中所说的灵气？我能感应到灵气了！这大半年里，李半仙把那本书当成启蒙课本，已经让二好子从头到尾抄了一遍。书上说，天地之间有灵气，任何生灵只要能将灵气纳入体内，都能强身健体、益寿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但普通人虽然生活在灵气环境中，却无法感应到灵气，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达到一定境界才能感应得到。一旦成功感应到天地灵气，便被称为感气。生死注定的来世在爱，等了太久，苦心无奈。这么少呀！哇，这么多！葫芦里的东西有神效，大概就是灵气更浓的缘故吧。修为突破，让二好子能感应到天地灵气，仿佛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既然这才是第一重，那前面修炼的功法又算什么？还有挖出这么多的肉苁蓉，也可以拿一根请师傅看一下，该怎么加工，怎么用。昨天晚上应该是吃太多补药上火了，但如果不是一次吃了这么多，今早也不一定能突破。这次突破，还是去向师傅请教一下才好，看能不能向师傅讨一门刀法、剑法之类的。小蛾子，鸽子哥，大伯家得了我父母的遗产，有几十亩地，自然不需要吃狗尾巴草，但供应张有良习武，开销巨大，日子过得也紧。收些草籽野菜回去，可以喂鸡喂猪，也能省下一点口粮。狗子哥，你也来挖野菜的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西湾田后面那里还有很多很嫩的野菜。哦，好的，谢谢你。我去镇上，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帮你买。我什么也不要，你别乱花钱，到时候又要饿肚子。好吧，我不乱花钱。这个世上，我大概只有小蛾子一个亲人了。今天看在小蛾子的份上，不打他了。这位少年，我看你根骨不凡，有人中龙凤之相。唉，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我话还没说完，你怎么就走了？又有10几天没开张了，现在的人又穷又精，还死抠，越来越难骗了。经历了社会的毒打，才深刻体会到二狗这小子真是个好孩子，尊师重道，好忽悠。我这铁口直断的招牌，看来是要砸了。李半仙，我来了。你最近修为进展如何？我能感气了。感气？功法中确实有感气一说，只是我本人连入门都没能练成，一直怀疑功法是假的，后面的内容都没太在意。
一本前人杜撰的假功法，我练了好几年，亲身证明过的。该不会真被这傻孩子练成了吧？你如何敢气呢？说来给为师听听。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娶媳妇儿。这些细枝末节不必说。就是今早起来，发现能感应到天地灵气了。空气中飘着许多小光点，就是那种在你身体里到处乱窜。不错，不错，但你仍然要戒骄戒躁，切勿骄傲自满。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一块小石头，你将它捏碎试一下。师傅，我捏不烂。所以你还得努力。不知道要修炼到猴年马月，才能拥有师傅这样的本事。你也别气馁，只要能学到为师一点皮毛，考上武秀才并非难事。弟子明白了。师傅，我想学刀法。刀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教你一些剑道倒也可行。想要学剑道，必须从最基础的剑招开始。你把这个拿回去，每天练习1000次。多谢师傅。对了，师傅，我刚才在集市买到一根这样的东西，摊主说是肉苁蓉，还请你确认一下。咦，还真是肉苁蓉。奇怪了，这玩意儿只在荒漠中才有，而且必须与特定的植株一起才能成活。为师最近在研究药象，这根肉苁蓉正好合适。不过还缺一坛酒当药引子。师傅，下次来一定记得给你买酒。山上开荒有很多杂草，种的妖鸡腿也有很多叶子，都可以用来喂鹅。等到明年，还能孵出一批小鹅崽子。鹅吃草，能下蛋，能看家护院，还能吃大鹅腿。2只鹅能卖不少钱。老板，这排骨咋卖？这就是俺不养狗的原因，省粮食还能看家，关键时候还能当口粮。嘿嘿。咦，今天好像没那么容易饿了。以前每天要吃4顿，今天只吃3顿，也没觉得太饿。这么算起来，吃些肉还能省下1顿饭，以后还可以10天半个月的吃1顿，感觉有点奢侈，但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练武就是要多吃肉，进展才快。气的总量比先前少了100余倍，但品质更高，更凝练，更强大。进入功法一重后，修炼中可以大量进食，由有形生无形，产生元气，再转化成真气。这种方法修炼进展最慢，略胜于无。天地间灵气稀疏，修炼大半天也吸不到几个灵气光点，进展也很慢，只略胜于第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服用蕴含丰富灵气的食物和药材，这种方法最高效。只是蕴含丰富灵气的食物本就不多，且价格昂贵，比如人参就能吸纳天地间游离的灵气，将其储存于体内。因此，生长年份越长，蕴含的灵气也就越多。幸亏我手里有黄皮葫芦，能提升各种物品的灵气浓度，否则就算拥有黄老财那样的家产，也消耗不起。这块石头起码300-400斤，现在总算能轻松举起了。
不知道还要修炼多少年，才能像师傅一样。快过年了，还欠黄老财40两银子，年底就得还。卖大力丸赚了14两，买酒买肉和孝敬师傅花了不少，现在只剩6两了。葫芦里存粮，够吃20年。稻田也改种人参吧，这黄金长得可真好。往大力丸里加点药材，带点药味，看起来更像回食，也许能更好卖。东西收进葫芦，品质就能提升。第1天最快，第2天还能提升一点，3天后就到极限了。这次进城买一双棉鞋。上次进城看到那些贵人老爷全都穿棉鞋，看起来好有气派。听说县太爷穿的那种长鞋子叫靴子，牛皮做的，上面还镶金线银线呢。又是一个6、7岁，我和大狗也是这个年纪就成了孤儿。去年也不是有葫芦，我大概也是这样死在路边。还有呼吸，没死。这一包粮食，你留着慢慢吃。能不能活下去，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虽说这伙山贼信用不错，但几10万钱能买1斤猪肉了。站住！别跑！别跑！哼，那帮山贼天寒地冻的，还出来拦路。至于跟山贼拼命，刀剑无眼，万一身上捅个窟窿，就亏大了。对这些乞丐真不能忍让，不然连衣服都会被扒光。你终于来了，我等得好辛苦啊！看来上一批大力丸已经用完了。你上次给我的大力丸还有吗？这次带了多少？这么多啊！好，我全都要了。咱们还是按上次的价格吗？好，就按上次的价格。这个价格我还算满意，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看来司马懿这家伙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过只要价格合适，合作也不是不可以。一共5695粒，50文一粒，一共284750钱。我给你一个整数，285两银子，怎么样？没问题。不过先别急，我还有2种药丸，你看一下。我第一次吃这个加强版大力丸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东西不一般。我只能感觉到这2种药效增强了很多，但具体哪些方面的效果还不确定，需要试验几次。
你如果不介意，这些算60文一粒卖给我，试验后确有奇效，我再加钱。2种药丸，每种50粒，共100粒，合6两银，一共白银291两。你再查验一下。我叫司马懿，以后还有大力丸都可以卖给我。哦，好的，我叫张二狗，以后还卖你。这辈子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钱，这笔钱足够买10亩良田，够佃户之家省10多年的开支。10亩良田，10几年开支，10几个黄花闺女，10个，要最大的肉包子。去，住店？我是来住店的。呸！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一晚上2两银子，你住得起吗？如果让你住进来了，这里面其他贵人老爷们脸往哪里搁？狗眼看人低。小伙子，你要买布料还是缝衣服？我想买一双鞋子。你要2脚定做呢，还是买现成的？就买现成的吧。有单布鞋、棉鞋，还有能防水的靴子啊！试试这双。不行，这双太小了。一双桐油靴子重达4、5斤，要卖1两银子，是普通棉鞋的好几倍。我要那双大的。客官，本店专门打造各式兵器，你需要什么样式的？我想要一柄重一些的剑，至少要10斤以上的剑。8斤以上的算是重剑，你到这边看一下。就这柄。要不要剑鞘？木质调剑鞘只要200文钱。不用。总算都买齐了。咦？爹，你看看这几罐铜钱，什么是大惊小怪的？不错，这就是百乱铜经。不知道，今天收的钱太多，我也是清点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件事情不要声张，也不要轻举妄动。这是一笔横财，但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小蛾子，你看，我给你买了些好东西。呀，好漂亮，给我的吗？当然给你的，我又用不着。狗子哥，你下次别买这么多东西了，以后没钱饿肚子了怎么办？就昨天，村西头的3肚子死了，饿死的，你拿去退了吧，不好吃。小蛾子别担心，我现在不会饿肚子了。黄老财已经把蛇口山的地卖给我了，还允许我以后慢慢还钱。真的？我大哥一直想买那块地，听说黄老财死活不愿意卖，没想到他居然愿意卖给你。你家有好几10亩良田，你哥非要买那座黄山干嘛？西西可能不知道，我大哥最近又买了些田地，现在我家有100多亩良田了。张兄，那我就先告辞了。捕头慢走，捕头慢走。官差怎么到你家来了？这个王捕头是大哥的朋友，来村里拿人的，顺道过来跟大哥叙叙旧。拿人？谁家招惹到官府了？哦，我忘记跟你说了，黄老财大儿子打死人，家属告到县衙里了。黄老财家出事了，我得去看看，我还欠黄老财几百两银子呢。让一让。黄老爷，二狗啊！黄老爷，别急，要不要我想点办法，提前把800两银子都还给你？不，绝对不行，还是按照原来的约定，每年40两，20年还清。我们明天就去县衙盖上大印。好。这次差不多一时大力丸就卖出200多两白银，
尝到了甜头，计划把葫芦里那200石粮食全都制作成大力丸售卖。进去吧。多谢，多谢。好了。爹，我没有杀人，我只推了那个乞丐一下。爹，我是冤枉的，救我出去，我受不了了。他们打我不给饭吃，还逼我喝尿。大人，行行好，孩子还小，不懂事。黄老爷，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手里还有些银子，可以借给你。以后就别叫我什么老爷了，我跟你爹同辈，如果看得起，喊我一声皇叔就可以了。借钱就不必了。如果有余钱，我可以把蛇口山脚下那些田地也卖给你。为什么？我们老黄家好几代人攒下来的基业，大概是守不住了。早知如此，当年就该砸锅卖铁，也要中应富贵习武，考个秀才功名。二狗，等你赚到钱，劝你一定要舍得钱财，去习武考一个功名。读书没用的，文秀才地位远远不如武秀才。过完今晚，他就15岁了。15岁的他拥有一座蛇口山，还有山脚下的50亩上好良田。如果没有足够实力自保，赚再多钱财也守不住的。决定今后把主要精力和财力都用于习武，考武秀才。来了，坐。看看这个，拿着，院里朝树结的，甜。谢谢师傅。二曹，快进来吧，外面冷。富贵哥，这包大力丸你拿着，对你的伤势恢复应该有点帮助。谢了，狗子兄弟。有心了，二狗。去，把里屋那包柿饼拿来。皇叔，我走了，你们保重。我总算是明白了一些道理，只要我变得更强，强到没有人能威胁我，就没有人能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感觉修炼进度还是太慢了。这2种丸药我出80文一粒，培元固宝丸只剩8粒，10两一粒。30斤重剑加140块5金铁片，这花费……爱你吗？天地间风雨忽然变，究竟都要回来。爱总会来，生死注定原来是在。我终于成功了！师傅，我能捏碎石头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好，不错，不错，能把石头捏碎，算是小有成就。不过，全凭一股暴力，仍然欠缺一些火候。
师傅教训的对，弟子这点微末本事在师傅面前，如同那什么萤火与日月争辉，已经很不错了，但仍需努力。你的基础剑势练得怎样了？我已经可以使用60斤重剑练习基础剑势。还不错，需要继续努力。当你能使用100斤重剑的时候，为师就可以传你一套剑法了。弟子一定努力。都卖光了，要等下次了。师傅，我已经能使用100斤重剑了。你真的能用100斤重剑？可以了。把你这柄剑给为师看看。好的。此剑声音清脆，品质倒也不错，你自己捡起来吧。师傅，你看我这样直刺对不对？师傅能不能为我演示一下？不用为师演示，你已经练得很好了。我这样刺真的没问题吗？要不，师傅你还是露一手，让弟子见识一下。不用了，为师已修炼至更高境界，早已无剑胜有剑，举手投足之飞花摘叶皆可伤人，执杖开外取人头颅，犹如探囊取物。此这等基础剑势，辱没了为师这双手。你的基础剑势已经练成，现在为师传你一套剑法。这是为师祖传剑法，博大精深，高深莫测。你拿回去要仔细研习修炼，不得懈怠。多谢师傅。不过，师傅从来没骗过自己。越是难以修炼，就越能证明这门功法非同一般。只要持之以恒地修炼下去，迟早会成功的。余下这些舍不得用了，算起来好像还是购买培元固本丸更划算。怎么回事？他娘的总是动个不停，还打个软啊！等了太久，苦心无奈。昨晚上的事虽然没吃亏，但也没占到便宜。二娃子事后反思，原因还是自己的剑法没练成，只会一些基础剑形，敌人乱动一下他就刺不中，必须再加快修炼进度。决定再去一趟县城，看看能否买到一些培元固本丸。他下山之后，一直都绕开大道，没让任何人知道他已经下山。二脚兄弟，你总算来了，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你看我的黄又稠白了好几根。不好意思啊，最近有点事情耽误了。这些先不说，那个加强大力丸你带了多少？之前卖了一些，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把你那些小伙伴都叫过来。好的，谢谢恩公。走吧，咱们等下少吃一道菜的钱，够他们生存好几天了。那些小乞丐好像都跟你挺熟的，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我每次少吃一道菜，把省下来的钱送给这些乞丐，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走吧。
听说鸿雁楼前段时间搞到一块百年鱼妖的肉，咱们也去尝尝味道。哟，原来是司马公子，里面请。奴婢拜见两位公子。听说你们这里弄到了百年鱼妖肉，给我来2份。二乔老弟，你喜欢吃点什么？我吃炖猪肉。好的。好，上1份炖肉。尝尝，鸿雁楼的厨子祖上可是给皇宫里当过御厨的。这就是百年鱼妖肉，难得一遇，你尝尝味道。你知道吗？据说这条鱼妖有300多斤重，就连这条鱼剩下的鱼鳞鱼刺也被洪安堂买走。对了，你跟洪安堂很熟吗？跟他们家的少东家认识，但来往不多。你有什么事吗？我想买培元固宝丸，但来了好几次都没买到。如果能买得到的话，这些银子全都买了。哦，这事儿啊，你要多少？我可以帮你买，没问题。真能买到这么多？不是说人参都被县太爷掌控，外面流通极少吗？话是这么说，但安城县除了县太爷，还有几家传承数百年的家族，早就根深蒂固。对于一些地下秘密交易，县太爷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你放心吧，明天早上到我的药店来取药丸就行了。那就多谢了。掌柜的，结账。客官慢走。竟然花费了18两银子，这么多银子可以买好几头猪了。仅仅是他吃掉的那一小片鱼肉，就要5两银子。二狗兄弟，今晚就住我那里吧，明早拿了药丸再走。不了，司马兄，我还有点事儿，明早一定去药店找你。那好，明日静候。好。18两银子，就这么没了。多谢，多谢，小事一桩罢了，不必客气。倒是你的大力丸还可以多送一些过来。如果你手里有其他珍贵药材不方便出手，也可以卖给我，我能找到销路。好的，不过手里暂时没有什么珍贵的药材，大力丸倒是还有一些，我过段时间给你送过来，还是换成培元固本丸。哎，客官你好，这次要一柄什么样的武器？我要打造一柄120斤的重剑。没问题，你需要什么材质？我们这里除了寻常的钢和铁，还有一种百炼铜精，只要往武器中加入少许，就能大幅提升性。百炼铜精是什么东西？百炼铜精这种材料是仙师用一些特殊手段将100斤铜反复锤炼，最后只剩1斤。这种材料出自仙师之手，里面带着仙气，你说好不好？哦，1斤200两，就打造一柄普通的铁剑使用算了，还不如买20粒培元固宝丸吃。哎，客官，你看这柄剑还满意吗？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小子，今天怎么不闯关了？我想让你试试我的剑。都别动，老子亲自杀他！好小子，有点意思啊！这把不算，是我的刀断了。你换一把刀再来。我还打不打？老子肚子饿了，回家吃饭，明天再跟你大战300回合。他才刚找到一点窍门。百段银晶，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百段银晶。刚才那位客官给出来的100两银子，竟然是百段银晶。爹爷爷，这人刚走没多远，我们要不要？住嘴！你以为人家不识的百段银晶就觉得好欺负？你没看到人家手里提一柄100斤重剑，比你拿烧火棒还轻松。老子警告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你也不小了，从明天开始传授你武器锻造法门。这一本百兵谱，你先拿过去看。
这是咱们家祖传之物，小心保管，别弄丢了。他在琢磨着以后如果有时间，要把悬崖上那些凸出来的石头全部削平，稍微平缓的地方还要种上荆棘。一粒药丸被炼化之后，相当于平时修炼10来天。至于师傅教的那门剑法，始终没有多少进展。这门武功果然高深莫测，太难了。东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找阿贵吃饭吧。二寡，你看那是不是赵大王？哎，是他。那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对，表示表示。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哎呦喂，我肚子疼，好像吃坏东西要拉肚子了。秀才老爷的车队，你们也要拦吗？啊呸！秀才算老几？反正所有人从这条道士过都得交钱。你这么多独轮车，就这么点银子，是打发要饭的呢？你不要欺人太甚！告诉你，我们家赵大王今天心情不好，最好是老老实实交钱滚蛋。早晚要灭了这群山贼。刁民，没吃饱饭吗？装这么满想累死官爷？重装！姚毅目的地西南边境修建城墙，为期1年，10个人里大约只有3个人能活着回来。东家仁义，张有良那老东西，针尖上削铁，克扣佃户，不是东西。现在1条人民卖多少钱？这得看年龄，青壮男子最贵，大概要20栋上好的稻谷，50岁以上的老弱只需要2栋稻谷。女子的价格还得看年龄姿色，最贵不超过20栋，便宜的几斗谷就能买。若是遇到灾年，价格还能便宜很多。那我出20坛，你帮我请一个大夫徭役的。东家真的愿意开出20坛的高价？没错，就20坛。东家，不用找别人了，让我去吧。阿贵，这可是苦役，有可能会死的，你没必要冒这个险吧？况且今年收成不算交完租子，应该还有100担余粮吧？唉，这也就是想今年风调雨润，收成不错，还要春缴纳户税，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19还能卖个10道，也没几年活头了。现在有一个卖20担的好机会，不去的是傻子。有这20栋粮食，我就能攒下1亩薄田。万一要是能活着回来，这20栋就是白赚的。好，尽量活着。这肉真好吃，是给我吃的吗？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他阿贵叔，这大过年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他阿贵叔，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要好好照顾你娘。过完年，二狗子，你看，二狗子也到了16岁，捉眉的对象之中，就有黄老财家的2闺女，李屠在的大闺女，张铁子家的老六，隔壁村的姓花，都是些腰粗腿壮、屁股大的好人家。只要他点下头，就能吃到全村最肥的肉。只是迫不得已，暂时只能打光棍了。他不想再被那些衙役呼来喝去，任意鞭打。要是娶一个媳妇放在家里，就好比让一只猫守着一条鱼。而且如果娶一个媳妇放家里，他黄皮葫芦的秘密也有可能会泄露出去。算了，还是再忍几年吧。眼看着武秀才报名的时间越来越近，想求助师傅。师傅，我手臂加上长剑，一共才5尺多长，无论如何也刺不到1丈之外的目标，这几招该怎么练？想要使蛮力刺中1个丈之外的目标，自然无法做到。外烧之外放，而不是蛮力。区区5、6尺的境界之后，只是你肉上度的真气外放，
而不是真气的极限。当以无间入有间，无形入有形，理解了吗？师傅，还请手下留情。咱们要不要换成一只鸡鸭试试？反正试完了还能吃，也不会浪费。这老乞丐死了，咱还得给他埋。放心，为师自有分寸，你且睁大眼睛看仔细了。哈！痛死我了！痛死我了！老神仙饶命啊！没看明白。老夫刚才隔空在你的肝脏上轻轻戳了一下，并无大碍，休息几天就能好。你刚才没看明白，为师在近距离为你演示最后一次，看仔细了。哦，你功力不够，高深的武学一时半会儿也难以理解。回去之后慢慢修炼参悟吧。记住，待你哪一天修为足够，你现在实力还太弱了，再等等。多谢师傅指点，我悟了。调动丹田中的真气，沿着经络运转，寻找合适的突破口，最后手击阴心包经上的劳宫穴。这真的是仙术！原来你真的是仙师，我不敢收你的钱了。什么仙术不仙术的，就是咱们师徒搞出来的杂耍。这是给你的50文钱，快走吧。师傅，我这样算不算真气外放？哎，真是朽木不可雕，真气外放哪有你这么蛮干的？你这样简直是一头蛮牛！你要懂得控制力量，要收放自如。谢谢师傅指点，我领悟了。他又悟到啥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丹田中储存的真气被消耗一空，用了3天时间，丹田中的真气才恢复到正常。还是师傅他老人家经验老道，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一次消耗1柄剑就得100两银子，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说，学习任何技艺都需要名师指路。二狗子就很庆幸自己得遇名师，这次向师傅请教，虽然没完全看明白，但也为他指明了修炼的方向。站住！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你能进的吗？乡下人真不懂规矩。我想问一下，出去！我是来报考的，我要报考。就凭你知不知道应该考些什么？该如何考？对啊，我就是不知道这些，便想来打听一下。滚！什么都不知道，也敢来消遣老子！有什么要打听的，快点问吧。我就是想打听一下，考武秀才该如何报名，怎么考的？我想要报名。报名简单，拿上你的户籍名册，衙门里就能报名。户籍名册应该去什么地方办理？除了这个，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哪有这么多废话？不懂的回去问你家大人，问你们村里正去。黄老，我是来求您帮个忙的。我现在已经不是李正了，管不了那么多事了。我想考武秀才。哦，考武秀才，你如果需要户籍名册，可以直接去镇上，积分那边直接就能办理。这样吧，我反正也是闲着，我以前与乡政也有些交情，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上名帖。哦，那就多谢了。乡政是个文化人，有文秀才的功名在身，一切面由我来交涉。见过乡政，这位是张二球，是我远房亲戚，想来咱们三岔子镇落户。你叫什么名字？回禀乡政，小人叫张二球。今年多大了？回禀乡政，小人今年16了。既至于武士，当勤勉不懈。多谢乡政。你这个不行，要到县衙盖章，缺了李正的画押。这个税单的印模糊了，重开。包家长的文书呢？保荐信呢？什么保荐？你连这也不知道，还报什么名？回去好好种你的地去。求求你了，能不能跟我说说？无论文武，参与考试必须有3名秀才联名保荐，才有资格报名考试。你上次要的培元固本丸，我早就帮你换好了。哦，这段时间忙其他的事情，差点把药丸的事情忘记了。什么事？能忙得连培元固本丸都忘记了？这可是几百两银子，你要是再不来，我可就摊墨了。唉，就是一些烦心之事。二高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一位兄长吃了你的药丸，修为大涨，已经准备要去考武举了，所以必须好好感谢你的。只有秀才才有资格考举人。你家兄长是秀才老爷？嗨，什么老爷不老爷的，就一普通秀才，武夫而已。你认识很多秀才吗？也不算多，家族中有8个秀才，
县城里有几个秀才也是相识的，总共也就认识10-20个吧。司马兄，大哥，想求你帮一个忙，包在我身上。明天我就去学政衙门帮你问一问。太好了，我在学政衙门门口已经等了3天了，他们就是不见我。我给门房塞了银子，他还是不见我。他们还把我的户籍名册给扔了出来。程歪嘴，又是这个程歪嘴，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你放心，保荐信我明天就能帮你要来，后天早上我陪你一起去学政衙门。司马公子早。四哥，哈哈，14弟你来了，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肯定给我带来好消息了。哈哈哈哈。嘿嘿，我昨晚在黑市里还真搞到了一株品相不错的人参，起码也有20多年药龄了。这株人参还真不错，我已经感觉到任督充盈发胀。等我把这株人参服下，应该就可以开辟气海丹田了。天下习武之人，谁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修得正果，成仙入道。你快要突破到炼气3层了，还得多亏了你帮我找来的这些药丸，价格便宜，功效又很不错。14，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些药丸从哪里买来的？停，收起你那颗贪婪之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现在这样就很好，何必杀鸡取卵呢？哎，我就是好奇问一下，你至于这么一板将眼的吗？我司马洪看起来像是坏人吗？我说小易，你真不打算习武，然后走武举路线？不去，我要成为一代名医，济世救人。学医是救不了世人，白白浪费了你大好天赋。咱们今天不谈修炼，你帮我弄几份武秀才考试的保荐信，我一个朋友要用，这是姓名与户籍。行，这事简单，你坐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就来。张有良，大力丸到货了，这次要多少？司马堂主，有什么事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家里的地租还没收上来，能不能赊几个月？行，赊给你100粒和10两银子。谢谢啊，先别急着谢，帮我写一份保荐信。没问题，帮谁写？三岔子镇张二牛。张二牛好像和你一个地方的，跟你还是本家，你们认识吗？见过几次，不太熟。站住！我进衙门报考，你还要阻拦吗？司马公子，你老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你让下人过来吩咐一声就行了。听说你这里不送银子就不能办事，甚至送了银子也不能办事。程歪嘴，你收人那几两银子不过是多逛一次青楼，打赏里面的粉头。你有没有想过，这几两银可能是铺百姓的全部家产，没了这几两银子，他们就有可能活不下去。公子教训的有理，以后一定痛改前非，实实在在做事。那你还愣着干啥？给人家办事啊！张兄弟一表人才，年少有为，是我看走眼了，以后多关照，常来喝茶。公子慢走，张兄弟，以后有时间过来一起喝茶吃酒。司马公子，多谢了，你还是称呼我司马懿就行。什么公子的，听不习惯。其实我平时也不喜欢跟衙门里的人打交道，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他们那个样子，想想就觉得恶心，跟躺在蛆虫堆里有什么区别？我开药店治病救人，不用跟他们打交道，自己赚钱自己花，所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自己的钱花起来心中踏实。站住！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一下，你手里还有这种铜钱或银子吗？你忍忍，快去补刀！小子，好狠的心！好小子，果然有些实力。不过蛮力再大，终究不过是武夫罢了。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修仙者的手段。嘿嘿，小子，仙家手段岂是你凡夫俗子能够奈何的？你竟然也是修仙者，道友，误会啊！你杀了道玄宗的人，你惹上大事了。看来你知道很多事。别杀我，我都说，我全都说。根据小胖子交代，道玄宗是个修仙门派，他家刀剑铺偶尔会帮道玄宗打造东西。既然人都死了，初风也省了事，但这场火未免太结实了。师傅，你有没有听说过道玄宗？怎么了？你可千万别跟他们接触，会掉脑袋的，甚至诛九族。为什么？所有宗门都必须获得官府批准，没在官府批准备案的宗派都是邪教，道玄宗就是这种邪教。师傅，还有一件喜事儿，我已经成功报考了，准备参加武秀才的考试。
私传修仙功法这事儿恐怕瞒不住了。只要去考试，肯定被人看出端倪。我想去试试，万一成了呢？二狗啊，为师最近准备要出一趟远门啊！师傅要去哪里？多久回来？为师要去昆吾仙山采摘几株仙草，少则3-5年，多则11年。你好自为之，切不可懈怠。弟子谨记师傅教诲。在二狗子身上也骗了不少钱财，是时候该走了。但最后一笔，你以后纵使修成绝世武学，也要低调行事，不要轻易在人前显露。更不要在外人面前提及为师的名号。为师向来淡泊名利，不喜外人打扰。师傅这种世外高人不显山不露水，反观自己取得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弟子明白了。师傅，你离开后，弟子修炼遇到问题该怎么办？此事确实很难，不过师徒一场，看你诚意可贵，老夫决定背叛祖宗遗训，将全套功法传授于你。多谢师傅。不过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若是白送给你，就是大不孝了。师徒之间谈钱就显得生分了，你只需表示一下诚意即可。师傅，大概要多少银子才显得有诚意些？钱财这等黄白俗物，身上留太多反而沾染了俗气，随便拿个100多两，表示一下诚意即可。弟子明白了。为师手里还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干脆也留给你做个念想。不过祖传的东西又不能白白送人。弟子明白了，需要付出多少诚意？祖传的东西，宝物有价，情义无价。以前别人出50两银子，我都不卖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14岁拜师学武，至今大约2年半。师傅他老人家果然也是神仙人物。至此，他生前怎么也练不成的那一套剑法，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爱你了，天地间风雨忽然变，有情有义的人都要回来。爱走回来，生死注定，原来是在原来就空虚无奈。最真心的爱，曾体验过，春去又来，只要死也能来。明天就是武秀才考试之日，他要去县城赶考。卖瓜子儿，1文1桶，让让，借过。嘿嘿，又要发财了。都让开，都让开！他跟我一起的，多谢司马兄弟。不用，我只是受兄长之托罢了。大周王朝安盆县武秀才考试正式开始，考试规则如下：第1轮，举重淘汰，绕场场1圈。司马东，那人是谁啊？你怎么把一个庄稼汉领进考场来了？我也不认识，我14哥非要我带进来的。什么时候考武秀才的门槛这么低了？连庄稼汉也来凑热闹。快看，那个穿粗飞衣的，就他也敢来举重，这小子是来搞笑的吗？就他那小身板，还想举500斤的石头。这一幕给围观诸人一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他担心被考官揪住辫子。此子力气不小，动作略显笨拙，但底子扎实的吓人。是哪个家族的？面生的很。其实对于二狗子而言，双手举500斤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背上的剑就有150斤。第1轮举重考核结束，通过者64人，淘汰者42人。通过者休息1刻钟，准备第2轮兵器考核。第2轮兵器演示，现在开始。跟师傅教的不太一样，感觉这么小的剑，跟大姑娘的绣花针差不多。剑法的评分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怪力小子又上场了。哎，那是什么？银板？这个少年是谁家的子侄？14，这就是你那个朋友。小小年纪就有了炼气3层的修为，此人真是天才。
还是炼气3层，这是谁家子女？藏的真深。以中。为什么才以中？我就说花架子没用，把地砸坏了有什么用？老夫司马刚，安城县尉，本次的主考官。你的剑法演示可谓一言难尽，让人不忍直视。可以说你丝毫认不懂剑法，才勉强不乱舞了一冲。还有，你砸坏考场青石地板，责令你赔偿白银100两。学生，认罚。全力出招吧，看你能撑住几招。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会小心点。考试继续，经5位主考官商议，张二镐本轮实战考核成绩为甲上。甲上满分。张二镐，你出手过重，需赔偿白银100两，可有异议？学生没有异议。因为这一次的考试，他还欠下了200两银子的债务。哎呦，我总算找到你了！我大伯想要见你。你大伯是县尉大人，他找我干嘛？我欠县衙的200两银子，今天就去还清。别紧张，我大伯很和蔼的，就是找你谈谈，没别的事。好吧，你先把这些大力丸清点一下，还有这株人参送给你。司马公子，4楼雅间请。大伯，张二镐已经带来了。你叫张二狗？回县尉大人，小名张二狗。你修为还不错，就是修炼不得其法，简直是乱七八糟。不知你师从何人？抱歉，家师有嘱咐，不能对外透露他的名号，还请县狱大人恕罪。既然不便透露，本官今天就暂不追究。不过私传仙法可是重罪，以你资质，若是能勤加修炼，将来大有可能再进一步，考上武举人也说不定。老夫可以推荐你进入正武堂担任教giáo，同时还可以继续学习。你意下如何？小民当然愿意，多谢县丞大人。好了，你且回去吧。要是能考上武秀才，就能免税免役，还能进正武堂，那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你昨天给我的那种人参，手里还有没有货？我可以出高价购买。没有了，那一株也是偶然得到的。张兄弟，你可有婚配？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堂妹，跟你年龄差不多，便想着给你们俩撮合撮合。哦，戏文里女扮男装，以妹妹许婚的桥段，现在还小，不想成家。该死，路堵死了，墙也这么滑。可恶！这次有贝尔来，你接下来。你天性最小，最灵活，你爬上去试试。圣人云：君子不立于危险之下。我不需要是成功爬上去，我给你20两银子，还请人给你做媒。圣人，君子安贫乐道，不易于区区银两打动不了我。行了，让你读书考秀才不是用来狡辩的，我自己上。小心点儿。你可不要死，你是咱全家人的希望。我们道玄宗原本是上古修仙界的大宗门，只要加入就能学习传承。你看，此符激发10步之外取人首级。你考武秀才，在那些官老爷眼里，你就是用来干活和背黑锅的。道玄宗随时欢迎。你刚才说不是符纸变成利剑，怎么隐身了？你在哪里？你还在吗？我在你身后。中了，我中了！尔等今后当勤勉忠君，报效朝廷。恭喜恭喜，张兄弟年少有为，原来咱们还是远房亲戚。哎呦喂，原来是二宝啊！沈娘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有出息的，不枉我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晚上都打不下来吃饭。多谢沈娘，离开这么多天，我还要回蛇口山看看。小蛾子，我在县城帮你带了一件小玩意儿，送给你。谢谢二狗哥，多谢秀才老爷，好人啊！
有人来过。看家护院方面，鹅比狗还要可靠。这一晚上他是横路都睡不着。要是有心人，万一爬上来了怎么办？大白鹅应该能成为一大助力，应该再加强点。剩下的这13只鹅大概是不会死了。让二狗子过足了自由飞翔的瘾，但从山下往上飞就很费劲了。上，喂！的领地意识很强，看家护院应该没问题了。经过这些年的培育，他现在拥有20年以上的人参数量，差不多7、8千株，一直没怎么挖。10几年要龄的则有好几万株。听说100年人参有奇效，再有8年。目前完全绰绰有余，只可惜这些多余的人参，他不敢拿到城里去卖。以前偶尔拿出一根10几2年的人参卖给回春堂，司马懿开心的像个孩子。其实还没有他家里的大鹅吃得好。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还挺对不住司马懿的，毕竟人家那么够朋友。唉，我们司马家种参那可是在悬崖边上，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收成少得可怜呐。只是这葫芦太大了点儿，要是能小点就好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你的死活与我家无关。若是被人发现，我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还长势极好。确实还有一块地，不过这块地比较贫瘠，是刚刚开荒出来的生地，而且位置也比较偏远。你要不要？木半山。一点药味都没有，味道还太好了点儿。就这个卖相，当成大力丸卖，可能很难让人相信。你的药丸虽好，比起培元固宝丸还是差了很远，我最多只能给你50文钱一粒。好，从今天开始，守口山就算卖给你了，但必须每年还款40两白银，1两不能多，1两也不能少，不能提前还款。你所说的灵气，我能感应到灵气了。道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教你一些剑道，倒也可行。多谢，多谢。小事一桩罢了，不必客气。倒是你的大力丸，还可以多送一些过来。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一下，你手里还有这种铜钱或银子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14岁拜师学武，至今大约2年半。尔等今后当勤勉忠君，报效朝廷。东家，这是100担稻谷，早就准备好了，只是蛇口山太高，我们送不上来。终于体会到了当地主老财的快乐。按照正常人的食量，这100稻能吃很多年。不过，如果换成培元固宝丸，按照现在的粮价，只能换到10几粒药丸。东家，要不要我想办法帮你把这些粮食调到山顶上去？不用了，
搬上搬下的太麻烦了，暂时先存在你这里。我干脆请些工匠在山脚下建一座大仓库，他又不能在人前直接用葫芦装粮食。现在自己有粮有地，干脆在山脚下盖一座大房子，可以临时居住，也可以用来储存物品。阿虎，现在正好是农闲时间，你帮我请工匠张罗一下盖房子的事情，工钱就从这100山稻谷里出。这只鸡你就留着下蛋，还能补贴点家用。你放心，这50亩地明年还租给你，地租仍然只收50%，不涨租。狗子哥，小蛾子，咱们找一个地方烤鸡蛋吃去。好呀。好香啊！狗子哥，你这么会烤鸡蛋，以前经常烤吗？以前没有鸡蛋，山里有鸟蛋呀。我跟你说，有好几次我把鸟蛋烤熟，剥开里面是那种成了形、长了毛的小鸟。啊？这样的你也敢吃吗？这有什么不敢的？都是肉，我连毛都不会剩下半根。知道你家以前养的猪为什么总是长不壮吗？为什么？因为好吃的都被我偷吃了。我想起来了，我娘还跟卖猪仔的吵了一架，说是把长不壮的病猪卖给我家。在二狗子心里，他只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其他那些攀亲戚的、称兄道弟的，都很假。多谢帮忙，一点土特产。肯定不是人参，自家腌的腊鹅，尝尝。客气。去正武堂报道，顺路我领你过去。那就多谢了。四哥，四哥，还带下酒菜，张兄弟送的。新秀才张二乔，正是在下，有事找四哥。这是你的腰牌，凭借这块腰牌可以借阅书籍，领取俸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成了教习，能免费查武学资料，交流学习。不过还是惦记起蛇口山的庄稼，偶尔来住。这已经是二狗子有生以来见过最多的书籍了。自古以来书籍都很珍贵。他拜师李半仙之前，眼里只有三岔子镇，县城都没来过。拜师之后才知道，安安县只是大周王朝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县，但仍然所知不多。此刻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大周王朝共有9州36府186郡，下辖数千个县。大周王朝的东边是一片无边海洋，西边有一个桃山国，北面有巨人国，南边为万妖国。安平县地处王朝西南角，边界与万妖国及桃山场妖魔鬼怪就离自己很近。庆幸这几千年都太平无事。相比李半仙教自己的武功，这里的武学都要浅显易赏得多，要求也没那么高。以他现在的身体条件，应该很快就能将这些武功练成，没有难度。讲到这些珍贵内容，早就被人整理成书籍，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学到。除了武学，竟还有耕种、兵法、野贴这些不传之秘。若要考取武举，兵法乃是必考科目，武秀才只能当打手，武举却截然不同。用了3天，细细读完。以前跟着师傅学，总觉得懂了些什么，可直到今天，我才算睁开了眼，看懂了这世界的模样。眼界总算不再只盯着三岔子镇和安昌县城了。在大周王朝建立之前，这一片土地上，人类与妖魔鬼物混杂，宗派林立，普通人类只能依附于少数修仙大宗们，才得以苟且偷生。这些仙道大派实力确实不弱，门内飞天遁地的高手无数，足以保一方无忧。这些仙道大派虽然同属人族，但立场不同，甚至这些小山头内部又有许多不同的团体，面和心不合，不同的流派和山头各怀心思，相互之间攻打杀伐。人族之间3天2头地争斗攻打，就从来没消停过，以至于经常元气大伤，反而被妖魔所乘，连累普通人跟着遭殃。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散修出身的奇男子率领人族修仙者杀退妖魔，荡平四方，终于建立起大一统的大周王朝。组织强大的修仙者军队与周边妖魔鬼怪抗衡，对内又以科举的方式层层选拔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吸纳大量人才为王朝效力。为了天下安定，大周王朝将所有仙道修炼功法都收集到了官府手里，对于私自传修仙功法者治以重罪，普通人连修炼之法也接触不到。从此天下太平，无人敢有二心。据大周史记载，历史上曾经有好几次大规模的刁民作乱，当时声势浩大，但朝廷派出由修仙者组成的大军，举手投足之间便已经将作乱的刁民屠杀得干干净净。大周王朝的民风愈加淳朴，那些刁民再也刮不起作乱的刁风。合上这本书，心里头沉甸甸的。我得庆幸生在了这个太平的年月。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经是炼气3层的修仙者了。师傅他真的没骗我，他是真的冒着杀头的风险把仙家功法传给了我。我竟然还怀疑过他，我真是猪油蒙了心，恩将仇报。下次遇到师傅一定得好好报答。可师傅他老人家淡泊名利，看不上俗世的钱送钱送物，反而污了他的仙风道骨。哎，还是以后多奉几盏茶吧。炼气3层
好像也没什么可自傲的。大周史里提到的人物，随便一个不起眼的，都是筑基以上，路还长着呢。果然是，什么书都有，就是一本功法典籍也找不到。大周史所言非虚，为了天下安定，便于统治，官府收走了民间所有功法典籍。副堂主，何处可寻得功法？民间功法早被收走销毁，考取武举人方可获赏赐。对面可是张秀才？正是，不知有何见教？丁家庄富甲一方，跟司马家差不多，这请帖就值几百钱。既然盛情邀请，就顺便去打打秋风。我们俩是丁家庄的丁秀清香，奉家主之命，特来邀请张公子到丁家庄做客。好，有劳带路。作为一个农民，他走到任何地方，第一眼就会下意识地观察庄稼长势。但现在已经是秋冬季节，百草凋零，其他的地方和稻谷早就收割了。你们这里的稻谷怎么还没收割？哈哈哈，这个正是我们丁家庄的特产猫牙米，在整个三阳郡都很受欢迎。县城里鸿雁楼就用我们这个米煮饭酿酒。村庄很大，起码有上千户人家。世上竟然还有如此富饶的地方，都不关门，不怕小偷吗？锁门，丁家庄没小偷，挂锁防贼，太不尊重。张秀才，稍等片刻。趁日头烈，把草除完。二狗子曾经听司马懿说起过，人参种植极为困难，但世间有一种地，天生适合人参生长，便是灵田。就是面前这块地，竟然是一小块灵田，不愧是安章县数1数2的家族。哈哈哈，张老弟远来是客，咱们庄户人家也没啥好招待的，炒点青菜，杀只老母鸡下酒。张老弟要是觉得好吃，到时候包几斤回去，细细品尝。多谢丁家主。见过家主。哈哈，两位不用客气，请坐。这位是张二岛张秀才，这两位是沐风王英，往年的武秀才。这些食材竟都含灵气，简直不输我那黄皮葫芦转化的功效。他们极少吃这等食物，为何如此隆重？老夫有事，烦请两位陪张秀才转转。多谢丁家主。张兄弟，看看咱这儿。还是读书人主意多。他建议把二狗子堵住的山路重新打通，总比每天晚上在山脚下转悠强。这张二狗真不是个东西，早知道当年就打断他的手脚。闪开！张二嫂，我要你血债血偿！丁庄主盛情款待，晚辈感激不尽。然家中尚有农业未布，不敢久留，特来辞行。张秀才家中事忙，老夫就不强留了。沐风、王英，替我送送张秀才。日后若有闲暇，丁家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看这丁家庄如何？很富足，比别处都好。只是，这庄子没佃户吗？哈哈哈哈哈哈！这整个村庄除了丁老爷一家子，其他人全都是佃户。赵老四，你说是不是？我当然是丁家的佃户，只要丁老爷不嫌弃，我愿世世代代当佃户。这是为何？佃户没有地，每年至少要把收获的一半上交，吃糠咽菜才能勉强活着。他以前做梦都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若非迫不得已，这佃户狗都不想当。眼前这人给丁家当佃户，竟然还一副很自豪的表情，并打算世世代代当下去。在丁家庄当田户，比起别处自然大不相同。就算种自家的地，至少需要向官府交纳30%的税赋，但我们丁家的田户只需要交2%地租就足够了，剩下全都是自己的。这样的好事儿，离开丁家还上哪儿找去？丁家主是武举人，免交关税，收2%地租也绝对不亏。丁老爷仁义，大家平时遇到困难，他都会相助，借贷钱粮，从不收利息。我们几个人常住在丁家庄，每年都能领到5升灵米。张老弟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刚才吃的米饭之中便掺了少许灵米。灵米10年一熟，能强身健体，武者吃了能提升修为，能修仙。煮完米的锅都得刮得发亮。两位现在感应到天地灵气了吗？他记得自己好像是14岁那年成功感应天地灵气。没有，我们俩加入丁之庄的时日尚短，另外有好几位年长的武秀才早就感应到天地灵气，最强的恐怕已经修炼到炼气2层了。这灵米的禾苗长啥样？能带我去看看吗？当然没问题，不过灵田有专人看守，咱们不能靠太近。你看这个猫牙米，其实就是丁家老祖用灵米与普通稻米种植到一起之后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灵气不多，略胜于无，但如果长期食用，应该也能强身健体。
修建这么大一座水库，动用的人力起码得好几万人才行吧？要知道全县才10余万人，等于动用好几个县的人口来修，还得管吃喝，这几乎无法完成。几十万倒是不用，丁家初代家族是一位筑基期老祖，他老人家亲自使用土系法术，能顶10万民夫。不过修建这一座水库，也是丁家庄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前后调动上万民夫，才最终完成。丁家祖上是筑基老祖，族谱有载，可惜再无筑基，现任家主有望冲击。筑基施法，数代之功，这人工湖泊便合理了。丁家族人以举足之力修建湖泊，造福一方，实在令人钦佩。这座湖水清澈甘甜，张兄弟要不要试试？整个丁家庄都喝这里的水，水里含有少许灵气，长期饮用能强身健体。果然也蕴含很淡的灵气。踏上湖心小岛的那一刻，感觉精神一振，这座小上灵气竟然比其他地方浓郁了许多。沐风王毅，家族重地，你们怎么带个外人来了？丁毅，这位张秀才是家主的贵客，我们是奉了家主之命，陪贵客四处看看。原来是家主的贵客。这是铁荆棘，看似纤细，实则坚硬柔韧，普通刀剑难伤，乃是丁家老祖从上古修仙遗迹中寻来，肥育多年，已生长成一片荆棘墙。若把这荆棘种在山里，以后出门便放心多了。向丁老爷求取或买下，实在不行，只能偷了。这就是灵谷稻田，大概今年又能收获一批了。整个安川县就属丁家庄的月牙灵米产量最多，品质最好。岛上还有很多余地，为什么不全部种上灵谷？你有所不知，灵谷的生长过程中需要持续吸纳灵气，此地有一条微型水灵脉，然后利用湖泊将周围的水灵气聚拢，才足以开垦出这几亩灵田。若是种植太多灵物，相互争夺灵气，最后缺少灵气，谁都长不好。有这5亩灵田，就足保一个家族兴旺长盛不衰了。安城县就这么几块灵田，普通武者一辈子吃不上一回，咱们投靠丁家庄是天大福分。张秀才，你可有兴趣同我们投入丁家庄？除了猫牙米，还有白银100两，10年以上的老人参1株。张二狗如果没有得到黄皮葫芦，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但现在他手里有黄皮葫芦，蛇口山种了10几亩人参，葫芦还能为普通食物提升灵气，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5升灵米投靠别人。引气入体成修仙者，但世俗功法早被销毁，没有法术终究一场空。丁家出过筑基修士，加入丁家就能得功法。你们2位得到功法了吗？我们资历浅，等感应到灵气就能求。他最终还是没有加入丁家庄。他对于丁家庄以及丁秀的第一印象都还是很好的，对于加入丁家庄成为门客，从心理上并不排斥。回想自己这些年来，现在如果为了修仙功法加入丁家，重新寄人篱下，跟他的初衷背道而驰。哪怕他想要考武举人，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守住自己那1亩3分地罢了。至于修炼功法，凭借师傅留下的功法，照样磕磕绊绊修炼到炼气3层了。丁家主为人真豪爽，我拒绝拉拢，又要求种子，实在有些不知好歹。他竟一口答应，免费送我。今天村里好热闹，难道是黄老财死了？还是去随个香烛钱，顺便吃个席？原来你没死啊！托张老爷福，是你大伯死了。他怎么突然死了？听说是暴病而亡，头天还红光满面，一晚就死了。世道不安宁，你住蛇口山上，晚上注意安全。多谢提醒，去大伯家看看情况。人既然死了，看小蛾子份上，去看看。你来干嘛？你还有脸来？你冲我这么大火气干嘛？你爹又不是我害死的，你有什么资格再冲我瞪眼？以前在大伯家寄人篱下，但现在他再也不用看大伯一家的脸色。这颗鹅蛋竟比普通的鹅蛋大了1倍有余，才1个月时间，猫牙米就可以收获了。剥了一粒试味道，发现比丁家庄所种植的猫牙米还要香一些，而且米粒里面蕴含的灵气也更多了一点点。特别是收进葫芦储存3天后，味道更好，灵气也更浓郁，比我原来种的那些普通稻谷强太多了。
同一时间种下的铁荆棘，生长速度就慢了很多。想要铁荆棘开花结出种子，还不知道要等多久。秀才老爷家养的鹅都是天鹅，张秀才老爷可能已经修成仙师了。同样是一个村的，两个张秀才老爷，一个仁义，一个刻薄。怎么弄这么多菜？过年也没这么丰盛呀。小门小户没好东西，秀才老爷别嫌弃。老爷，求您个事儿，想保荐小娃去正武堂。现在没法答复，下次去我帮你问问堂主。多谢了，大恩人！满仓，快磕头！头都磕了，年后我多上点心去问问。一晃17岁了，风灵剑法仅用1月便练成，书上说去10余年苦练，看来是夸大其词。有仙道修为加持，练这些普通武功没什么难度，威能还成倍提升。使那么多花招，还不如一剑斩过去，简单有效。这便是大道至简。借回来10几本书，足够学习很久。除武功外，还有农经兵法。种了一山药材，医武不分家，医药之理必须掌握。培元固固板丸的配方，这药丸在县城红安堂卖10两银子1粒，还供不应求。打算去县城配齐药材做培元固本丸，但最早这批人参也才勉强30年药龄。这次竟用了2个月才看到小鹅破壳，就是这批崽子净挑食，没灵气的弄叶看都不看一眼。这些小鹅光吃不长个儿，好在跑得快，普通人别想抓住它们。这下我就放心了。去年冬天没下雪，一直到现在，一滴雨也没下。这一路走来，为争水打架的看了10多起，幸亏我的地靠着山泉水。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张秀才，就是一剑击飞考官的猛人。哈，还欠下巨款那位。没想到自己在县城竟然还小有名气。你现在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我能不赔钱就算不错了。大部分都是穷病、恶病，要是能吃几顿饱饭，吃2顿猪肉，这些病都能不药自愈。司马懿这种见不得人间疾苦的性子，就不适合做郎中这一行。以前我还小，不知道天高地厚，拿珍稀的灵物出来卖，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幸亏当年遇到的是他，一共328两，还全换培元固宝丸。先帮我采购这批药材，这方子加上人参，你要自己配，正好有几株人参，想自己配点试试。有了这些，足够我好好钻研一段时日了。保荐皇家那孩子的事，劳烦您费心。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想吧。万一大旱连年，连水都没得喝，得提前多备些水，以防不测。守着关了2个时辰，水位都降了，葫芦竟填不满。用了好几年，始终没弄清它的极限有多大。多谢张老爷，你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张老爷，地基做好了，石磨和冲臼也全做好了。多谢张老爷。不用客气，来年可能还要找你们干活呢。先是神通广大。主要备了2种人参，20和30年的。虽不到50年，葫芦能提升药力。经过比对，用20年人参制作的药丸，经过提升之后，完全能达到正品培元固本丸的效果。30年人参制作的药丸，比正品培元固本丸效果要强一些。以后如果对外出售，用20年份人参制作培元固本丸就可以。至于自己服用，
最好还是购买正品培元固本丸，用葫芦提升灵力之后自己吃。这便是开辟了上仙庭，这奇妙的雾气定是神识。以后将葫芦藏在识海之中，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了。啊！居然还能养鱼，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买鱼了。以后收放物品更方便，而且葫芦能隐藏在识海，再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进阶4层了，眉飞剑没灵主，目前猎人独望气术。望气术成了，不过神识只能覆盖1丈。这道法术有点鸡肋了，除了野外点火做饭，似乎用处不大。当然，随着以后不断练习，修为提升，这一状况应该能得到改善。不要太沉，最多连放3次，想必会彻底耗枯。普通的种子根本就无法承受真气灌注，直接就爆开了。看来只有使用特殊种子才行。也许将来铁荆棘的种子可以试一下，上面这么多刺和倒钩，比缠绕敌人再好不过。给我断！已经繁殖出500多株铁荆棘幼苗。500多株，已经勉强可以在上山的一些关键位置种上铁荆棘了。鹅崽子的体型比他们的父母辈还要高大，力量也更大，现在驮着我能飞1-2里远。东家，今年地里没有收成，能不能减免一些地租？今年一共收了多少粮食？加上我自己的那1亩地，51亩，共收了73镇稻谷。官府已经发下公文了，今年的户税、人头税、阳光税都要照交。不过考虑到灾年欠收，可以延缓2年再交。算了，今年的租子就给你免了吧。多谢东家，多谢东家。拿回去哄孩子吧，将来长大又是个种地的好把式。上次买的各种药材做成培元固宝丸，全都被自己吃掉了。修为越高，需要的灵力越多。他看那本《大周修仙叠笔》里面提到，有些职业的炼丹师能够把灵药炼成丹药，效果奇佳。只要是安宜县境内的事，他应该都能知道一二。这里人多眼杂的，晚上再来。想起自己今天给阿虎免掉的100寿地租，价值500两银子，至少能买50个媳妇儿，又有点心痛了。他等于大手一挥，就少了50个媳妇。起码得有炼气3层修为了。这名刀疤脸也是修仙者中的高手了。一次买这么多人口回去干嘛？来2个肉包子。今天损失了100道粮食，还是少吃几个肉包子吧。今天带了多少大力丸？一共6530粒。咦，你有神识了？前段时间刚刚突破的。以你的修为，明年可以试着去参加武举人考试了。如果能成功考上武举，你将成为整个三阳郡最年轻的举人。那我还是过几年再去考试吧。
现在拥有武秀才功名，已经可以不交税，也不用再受那些衙役的气。若成为最年轻的武举，到时候万人瞩目，那种感觉很不自在。万一谁看我不爽，要追查是私传功法的罪名，别想有好果子吃。你怎么也开始不思上进了呢？我本来就没想过当大官，只要有口饭吃，能在山上安心种地就可以了。好吧，你比我还不思进取。对了，这次的大力丸是换成培元固本丸，还是换其他的？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搞到丹药？丹药，这个有些难度。大周王朝的炼丹行业都是由官府专营专供的，安城县没有炼丹师，要到三阳郡府城才有官府设立的炼丹坊。安城县衙这边每年都会向三阳郡缴纳大量物资，郡府会发下几十粒丹药。我家有一块灵田，每年能收几株勉强拿得出手的药材，都是拿到郡府的炼丹房换回1-2粒丹药。所以丹药这个东西是狼多肉少，价钱很贵很贵。我大伯平时得到1-2粒丹药也是舍不得吃的，攒到要突破境界的时候才拿出来辅助突破。大概有多贵？就以最便宜的培元丹举例吧，1粒的价格能换你100东大力丸。现在大家吃的培元聚宝丸，据说就是根据培元丹的方子，用普通药材手搓出来的。还是帮我换成培元固本丸算了，100两普通的大力丸，差不多能卖3万两板子，要浪费他大量的时间，葫芦的提升效果他都没算进去。其实大部分人连10两银子1粒的培元固本丸，也不能像他这样经常吃。如果张有良看到二狗子这副很无奈的表情，大概会气得把祖坟都刨了。行，你明天早上过来取药丸就行。对了，你这段时间能不能多送点大力丸过来？大概要多少？这一次是多多益善。其实我每次倒卖大力丸都赚了不少差价，我现在需要一大笔钱。大概在他心里，赚朋友的差价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儿。如果司马懿在这里面1文钱都不赚，二狗子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好的，再过10来天就给你送过来。师傅留下玉佩必有深意，只是自己始终未能猜透。糟了！唉，挺俊的一个小伙儿，可惜了，给他留条裤衩。其实二狗子意识早就清醒了，幸亏这一家子还算讲究，给他留了条裤衩。还有点气儿，身上还没凉透，趁热倒带走吧。一次捡这么多，普通人家也吃不了这么多呀。难道要加工卖肉？比如肉脯、腊肉、肉包子？何老大，一共12具尸体，你查验一下。没错，一共12具尸体，每具尸体给你们1升稻谷，一共1斗2升。能不能再多给点？我们忙了一整天，走了几十里的路。涨价是不可能，现在粮食都在涨价，过几天这种尸体更不值钱。顺便帮我把这些尸体扛到山洞里去，我再给你们粮食，别往地上拖。把今天收的尸体和前几天的一起都收进养尸洞里。后天会有一名铁尸舵手带一缕汉魃大人的尸气过来，这些普通的尸体，只要沾上一点汉魃大人的尸气，只需1-2个月就会变成僵尸。平白无故被人这么一阵折腾，还差点死了。被耗尽的神识还只恢复了小半，不过只对付一个炼气3层的修仙者应该足够了。咦，这不是我昨天晚上搬过的那具尸体吗？嘿嘿，尸体活过来了，再弄死一次就行了。你怎么进来了？你是谁？
你是张秀才？你认识我？考场上把考官打晕的张秀才，整个安城县的武者多少还是有所耳闻的。我不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或者还是误打误撞。我劝你最好是现在就离开，当做什么也没发现。有些事不是你能掺和的。既然被认出来了，那就更要斩草除根，不留遗患。你是铁了心要和我作对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丹药？打算下次一起拿给司马懿鉴定。相隔较远，看不出具体修为气息，但大约能感觉到比自己应该强了一点点。但他也尤是，打不过可以骑到大鹅背上，对方只要不会飞，实力再强也没用。对方的修为大概上是炼气5层或6层，应该不会到7层。你好，前辈，你就是铁石舵主吧？李大巴人呢？他刚才正在修炼的紧要关头上，让我到外面来等候迎接前辈大驾。好了，走吧。前辈请。不错，现在有像你这般有礼貌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有一回遇到力量跟我一般大的对手，他似乎是毫无知觉，这样拼下去肯定是亏本的。这2个人是你杀的吗？杀人犯了王法，那我可就去报官了啊！这可是杀头重罪。咦，有点面熟，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咱们前2天路边捡的一个尸体吗？前几天以为你已经死了，都是误会，还请恕罪。东家好。现在地里没庄稼，马上就冬天了，怎么还浇水？明年春天有没有雨还不知道，我这块地离水源太远，肯定是分不到水的。趁现在没人抢水，多挑些水，把地泡透。要是能储备点水，就更好了。既然你要挑水，把我这辆牛车借给你用吧。那就太好了，谢谢东家。牛车上还有一些旧衣服，干脆也送给你们吧，都是捡来的，你们洗一洗，拆了改个样式再穿。这次因为好奇，用神识看了一眼玉佩，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不过师傅没骗自己，他留下的那块玉佩确实是好东西，只是自己现在修为太弱，神识都被榨干了，也无法读取里面的信息。既然是师傅留给自己的，肯定是修仙方面很重要的内容，可能是不方便直接明说，才用了这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再帮我看看这2样是什么东西。怎么样？这是丹药吗？最便宜的丹药也得几万两银子一粒，他这次得到5粒，岂不是发财了？确实是丹药，名叫血魄丹，确实是丹药没错，不过是用活人炼制而成的，值不了那么多钱。
用人炼丹，没错，就是要把活人当成炼丹材料，好像要用好几十上百个普通人才能炼制出一粒邪这样的丹药。上古时期，宗派林立，当时有很多魔道宗门就很擅长于把普通人炼制成丹药法宝。普通人类在这些修仙者眼中就是修炼材料，有时候一杀就是数万，甚至数十上百万人，这样滥杀无辜就没人管吗？当时确实有自居正道的宗门，不过没人管这种闲事。后来大周圣祖皇帝起兵，屠尽天下魔道宗门，但终究有些漏网之鱼。最近100余年，邪教越来越猖獗了。这个黑瓶子里面，如你所说，很有可能是汉魃的尸气。我就可以替你把这个瓶交给县衙，他们去调查，让他们去，也许能顺藤摸瓜找到这只僵尸也说不定。对了，我看到书上说旱魃一出赤地千里，咱们这里干旱会不会是旱魃引起的？不会，此地干旱范围有限，并非赤地千里。好吧，可能是我多虑了。那这块铜盘是什么？是邪教的身份令牌吗？也不是，这是黑市通行凭证。黑市通行凭证，凡江河所至，日月所照，皆为王土。但任何事物都有明暗两面，就算大周王法也管不到这里。黑市就是这么有一种地方。手持令牌，找到入口，对上口号，帮我买100吨粮食。按现在的粮价，需要500两银子，但比起这条秘密的价值，不值一提。以前确实来过一次，司马懿给他的具体地址，居然就是那家小药堂。需要堕胎还是看花柳？我要看花柳。什么症状？菜花状，偶有瘙痒，最近开始破泪流脓，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烟的，给弄了这么一套街头暗号。我帮你看看。这里大庭广众之下，不方便吧？跟我到房间里来吧。从这儿下去，一直走，走到头就是了。记住，别回头，别点灯。入场费每人10两白银。难怪财力雄厚，入场门票就要10两银子。这是什么药丸？是行军丸，2两银子1粒，买1瓶10粒还能赠送1粒，吃1粒相当于吃下1斗米饭。说是修仙者炼制而成，用3斗大米才能制成1粒行军丸，作为军粮之用，携带更方便。后来民间修士出门在外时，为了方便随身携带，也开始购买行军丸。看到中间的差价这么大，他甚至都很心动，想要在这座黑市里面摆摊卖大力丸。其实他也可以不把黑市的秘密告诉自己的，仅仅是那个暗号让他自己琢磨，想破头也对不上。这个稻谷能做种子用吗？可是可以，不过只有灵田才能种，灵气稀薄的地方死亡率高，产量极少，得不偿失。哦，1亩田差不多要1斗种子，100两一升，1斗就得1000两银子。那这些普通粮食怎么卖的？100吨售价500两白银，交易完成，凭票自行到县衙领取。县衙？没错，直接到县衙粮仓领取就行。果然，这处地下黑市的背景不简单，竟然能直接支取县衙官仓里的粮食。你这里收不收这个东西？当然可以，不过你这个灵枣的灵气不太足，比起灵米还是要差一些，我只能出价20两银子1升。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反正自己吃不了这么多，留着也是用来喂鹅的。这2个米本来就有亲属关系，外形也是一模一样。可以把猫牙米收进葫芦里，提升灵气之后，再当成月牙米卖出去。一谷产米400斤，10亩就是4000斤，除去自己吃的，还能卖3000斤左右。就算是普通的月牙灵米，也能卖个1两银子1斤。换成品质更好的猫牙米，再配上培元固宝丸，价格还能往上提。不过，在月牙灵米种出来之前，他还要留着给自己吃。自从进入炼气4层之后，就需要大量的灵气。培元固本丸所能提供的灵气也有些不足了。原本要生长10年才能成熟的月牙灵米，只需要1年就能成熟收割。你要的米粉都已经做好了，10稻谷一共冲出了7斗米，还剩下1桶米糠。工钱还是按照先前约定好的，给你1斗稻谷，米糠我不要了。谢谢东家。谢谢东家。 5天后我再来取。你不是已经知道黑市地址了吗？怎么还来我这里？
懒得往黑市多跑这么一趟，以后还卖给你算了，顺便找你看看病。你中毒了，可能还是上次和那只僵尸打了一架的原因，身上被抓伤了，一直没好。我原以为一点小伤，有个3、5天就好了，没想到这么久也不好，最近还忽冷忽热的。你中了尸毒，幸亏你还记得来问一下我，不然下次见面你可能就是一只僵尸了。今天先别回去了，我给你熬一锅药水，泡个澡。唉，原来洗热水澡这么舒服的。你没洗过热水澡？记得自己只洗过1次凉水澡。12岁那年夏天，后来他就没再洗过凉水。对了，你身上这么多的伤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挨揍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你看这一条疤痕，那天过节，沈娘让我煮了一锅白米饭，我想着尝尝白米饭是什么味道，就在开饭之前偷偷挖了一大坨出来吃了。你个小兔崽子！不过挨这一顿打也不亏，至少我把饭吃了，真好吃。你看这道伤就很亏，但司马懿却没法陪着他笑，才知道他们的童年差别这么大。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摔破一点皮，家里的丫鬟婆婆们轮流照顾，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现在你也有5秀才功力，你堂兄应该打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报仇雪恨？杀人犯王法要杀头的，你就实说想不想报仇吧。如果你想报仇，我保准你没事。其实我很纠结，他们应该是我唯一的亲人，他今年10岁，如果当着他的面把爹娘兄长都杀了，再等几年吧，等到小娥儿嫁人了。水凉了，出来让我看一下。痛不痛？不痛。你这个尸毒有点麻烦，普通的药材没有效果了。你等下去黑市看看，有一家鸿福堂药店是县太爷开的，你去问一下有没有解毒丹。如果有的话，用你手里那5粒血魄丹，应该能换到1粒解毒丹。需要交多少钱定金？我们这里不收白银，只收培元固本丸或其他珍稀材料。这是邪教炼的丹，拿到县太爷开的店里来消费，真的合适吗？解毒丹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你要不要摆点普通的解毒丸，暂时抑制毒性发展？要。几时200炼银晶，再要100粒培元质宝丸。师傅留下的法术之中有一门回春术，之前需要学习修炼的东西太多，一门门的修炼下来，目前还没轮到回春术。看到书上说这门法术可以疗伤，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解毒。这次他要提前修炼这门法术了，先试试再说。现在他用手戳到伤口上，能有一点点的痛感了。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也许不服用解毒丹，他的尸毒也能解。要不是他的葫芦能提升解毒丸药性，再加上会点疗伤法术，可能他人死了，也不一定能等到解毒丹到货。没照看好师傅的房子，有点惭愧。最喜欢吃的肉包子也不能吃了，谁知道里面是什么肉？粮价又涨了，这街上卖儿卖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哥，要不要买个媳妇儿回去暖被窝呀？你看看我媳妇儿，村里数1数2的美人，能干活能生娃，只要一时到己就卖给你。不要媳妇儿，如今我哪还看得上这些瘦得跟竹竿似的女子？你就看一下，不买也没关系。行吧，一时稻谷我买了，你自己去粮铺买稻谷。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把这件棉衣改一下，可以给2个娃做成棉袄。把我卖了，就不能卖娃了，娃还小，卖不起价的。这位小哥，你也看看我媳妇儿吧，我媳妇儿也挺不错，我的孩子8岁了，能种地干活，只要1斗粮食。一时冲动，带了这么多人回来。今晚上你们就暂时用这一堆稻草取暖过夜，明天再搭草棚子。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秋月。好吧，
以后这30几人都交给你了，你们所有人都听秋月的安排，用麻袋装一些，带出去给大家吃。哦。琴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秋月，带人冲米煮粥，那边搭几个草棚。哎，来，你们几个跟我来。去年冬天，他接连出手，一口气买了300多个人回来。他仓库里存的几十吨稻谷，根本就撑不了多久，买了200石粮食。原本需要1000多两银子，使用百炼银晶才花了10几两。这么大一群人，总得给他们找点事情做，让大家掏泥巴做土砖盖房子，盖好的房子给他们自己住。把这几亩田挖下去，还能改造成池塘。整个安陵县只有丁家庄没受到影响，粮食正常丰收，就是因为丁家庄有一座特别大的山顶水库。去年冬天又没有下雪，今年肯定还得干旱。300多人同时做事，效率还是挺高的。年前就已经盖好了2座土坯房子。占基德什么的，从来没想过，就是有点不忍心罢了。孤身归故地，我背着琴步步往回宫闱里。照这样下去，那1粒解毒丹可以省下来了。二高，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消息？还记得你上次得到的那瓶旱魃湿气吗？县衙觉得自己对付不了旱魃，就把那一尸交到郡城。他们根据这一瓶湿气，还真的找到一处邪教巢穴。郡府衙门出动上报高手，剿灭邪教巢穴，当场直杀邪教筑基期头领3人。你郡城、朝东条、县衙都有功劳。你虽然没参战，应该也会有一份功劳。过不了多久，奖赏就能发下。不过，那只拥有旱魃血脉的僵尸逃脱了，你上交的那瓶湿气用完了，如今也无法找到其行踪。那只僵尸大概什么实力的？如果到处更为窜，听说是拥有旱魃血脉，具体实力可能比普通的筑基修士还强一些。围剿战斗中，这只旱魃生撕了一名筑基修士，然后突围而去。好吧，官府会奖励什么东西给我？听说郡府那边参战的首领升了官，其他人都奖励了丹药，咱们这边应该也能分到1、2粒吧。丹药，客官看看，正宗的丹药出售。你这里真的有丹药卖？不会是假的吧？客官，这可是正宗的血魄丹，低价出售，您闻闻这灵气。请问一下，这个丹药从哪里进的货？不买就算了，别打扰我做生意。丁家庄主是个大善人，在施州还要招募民夫修水库，招家丁护院。丁家庄，不过蛇口山前面是蛇溪村，蛇口山的后面也是一大片荒山，也可以在那几座山之间修一座大水库，再把地势低的地方平整一下，就能变成一片良田。终于更进一步，他可以通过剑刃发出一道剑芒。这道剑芒只会消耗1半的真气，剑芒威能不如全力一击，却极为锋利，而且一招之后，他还能留有余力。也许还可以再弄一点飞刀、石头之类的，从天上往下扔，不一定能扔中敌人，但敌人永远只能挨打，无法还手，气也能把人气死。无人识字。张老爷，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黄老财，能不能帮个忙？你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帮我交给手下的几个汉子？张老爷，你是要培养铁匠，打造武器吗？这样的效果，还不如直接扔块石头下去。飞刀还存在问题，还需继续钻研改进。还有，有空的时候教孩子们识些字。大家看，这个字念人。除了刀不行，胯下的大鹅也差了点，载着它飞2、3里，最多3、5里就不行了。前几天，他每天给每只大鹅都喂1粒培元固补丸。有些人已经在暗中调查原因，吓得二狗子不敢再出手购买了。用20份的人参调制了一大批培元固本丸，悄悄地在黑市卖出去。培元固本丸的价格
又慢慢的降了下来。能自己制作培元质本丸喂给鹅群吃，自己仍然从黑市中购买培元质本丸，收进葫芦中提升之后再服用。但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把自己放出去的培元质本丸又买了回来。这一次受伤中毒，一直持续了半年才彻底恢复。人都安顿好了，也都各司其职。这2天还挖了5亩池塘。这300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现在他们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二狗子随手选出来的那个秋月倒是很称职。二狗子，聚居点的建设已经完成了大半，大家的情绪也都稳定了下来。这300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二狗子买回来，现在他们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二狗子随手选出来的那个秋月倒是很称职。你堂堂一个武秀才，竟然跟顽童一样跳到河里摸鱼，真是有辱斯文。那你吃不吃？当然吃，摸鱼的不斯文，吃鱼的斯文。来，把这条鱼拿到后厨去。你们城里人真讲究，一条鱼还能做出这么多花来。你喝酒吗？不喝，又呛又辣又苦，不好喝，还不如喝蜂蜜水。好吧，你上次要我帮你打听的那一片荒山，已经打听到了，谁家的？县太爷。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我一个小小的武秀才，连见面谈价的资格都没有。你不用灰心，还有一条消息，你上次提供僵尸情报的奖励下来了，是一粒丹药。真的？我没想到，一贯不靠谱的官府，竟然真的奖励了我一粒丹药。你也别高兴太早，这粒丹药你大概率是拿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丹药发到县衙，被县太爷家里的小妾弄丢了。也不是不给你，县衙给的话是什么时候找到了就给你。幸亏有司马懿请他大伯出面，跟县太爷一番交涉。张二考自愿请少抵丹药。县太爷仁义，你打算开荒种地吗？反正现在流民这么多，全都无所事事，不如让他们帮我开荒，先把山脚下那一块地开垦出来。跟修仙者的丹药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我要把那些荒山全都变成良田。我这里有60两2链银晶，你有空就帮我到集市里看一下，如果有卖人口的，无论男女，全都买下来。全买？对，全买，一个也不留给那些人牙子。好，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竭尽所能。天下大势如此，根本就不是1、2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经过他这些年的采玉，100年灵药，再有6年就可以达成了。只是最近蝗虫越来越多了，幸亏鹅群立了大功。这些蝗虫卵竟然蕴含比较浓郁的灵气。这么好的蝗虫肉，绝对不比稻谷差。现在粮食价格已经暴涨了10多倍，要10几两银子一担。除了黑市，手里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粮食。黑屋里都是官仓里的粮食，据说也被盗买空了。接下来，我要利用好这新得的荒山，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长期吃蝗虫，情绪暴躁，每天都有人打架斗殴。试着将一部分葫芦里储存过的蝗虫加到手下的饭食里。今天的饭好像格外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经过一段时间后，手下人的体质都增强了很多，而且那种暴躁易怒的情况也得到缓解。张老爷家的鹅怎么就能养这么大呢？肯定因为蛇口山上有仙气。你没看张老爷才住到山上才几年时间，就考上了武秀才。风水宝地，山下有泉眼，是镇压蛇妖。黄老财，你这地卖亏了。就算是宝山，也要有福消受才行。蛇口山在我黄家手里近100年，不过是一座石石，连树都种不活。老将驴一家子上蛇口山开荒，最后把自己累死老婆改嫁，子女卖作家奴。以前听老一辈说，蛇口山上有大蛇，见之必死。你还要试一次？你疯了！你自己摔了个半死，还害死了爹，你现在还要我们陪着你去发疯？记住了，
咱爹是二狗子害死的。如果不是我，咱家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只要能更进一步，咱们全家都能跟着飞黄腾。蛇口山上绝对有宝物，他二口子不过是一个喂猪打柴的，又何德何能坐拥宝山？不管能不能得到，但至少绝对不能便宜了二口子。虽然不缺吃喝，但作为一个从小挨饿吃猪食长大的人，是一粒粮食也舍不得浪费的。排好队，不排队的没有瓦头吃。也许是吃了很多灵物变异的原因，这些鹅除了力气越来越大，还越养越聪明。如今略通人言，能听懂简单的指令。张老爷，原来是王捕头大驾光临，失敬失敬。这位关老爷要找你，好像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带过来了。张秀才每天住在山顶，倒是好雅兴啊。王捕头过奖了，家中贫寒，还请进屋饮杯清茶解解渴吧。张老爷的茶可真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甜。果然是好茶，这些茶渣你还要不要的？如果不要的话，我正好包回去给家里的娃解解馋。多谢。这个王捕头真不要脸，竟然不顾身份跟他们抢要茶渣。不知王大人这次前来有何指教？益州各郡大旱连年，现在闹蝗灾，又有刁民趁机作乱，盗贼四起。当发下公文，前天当朝武秀征召全县40岁以下武秀才，抗击蝗灾，平定匪患，救急如救火。所有人明日午时到县衙集合。每天守着自己这1亩3分地，有吃有喝，是真不想离开。但县衙的征召令又无法违抗，只能连夜做一些仓促的准备。任何人都不许上山，安排至少200人轮流值守，日夜不休。这2只大鹅是用来对付蝗虫的，关键时刻它们还能带着我飞。帮我搭把手，我去方便一下。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你这么分就不够吃了，你以前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啊！流民太多，粮食难买，我也是软磨硬泡，才从大伯里搞到朝廷赈灾粮。赈灾粮，朝廷下拨了一批赈灾粮，早就到了，被县衙中几位压在手里，舍不得拿出来。我也是花了18两1吨的高价，才从他们手里买出来。难得有机会，这么多武秀才齐聚一堂，跟大家都不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县尊大人爱民如子。县尊大人每日为了安城县灾民，真是操碎了心。是啊，是啊。看司马副堂主的修为，好像比自己还差点。倒是张友良也达到了炼气1层，前不久他还看过一眼。当时张友良仍然是普通武者，并没有突破感气，突然就炼气1层了。大家目前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所有人分成20个小组，分别前往城外各个流民聚集点，征召民夫灭蝗。任何人只要参与灭蝗，县衙管饭。至少被克扣了2斗，也就是这5天口粮，实际只有8斗左右。必须即刻返回原籍居住，不得随意流窜，违者视为盗匪一类，杀无赦。都是县尊妙计定乾坤，既灭蝗灾，又化解流民之患。流民，安城县人民安居乐业，从来就没有流民，一切皆是谣传。就这个样子，别说是灭蝗。送过去就是给蝗虫群送加餐了。当地村民也想过捕杀，但接连有5个人被蝗虫群咬死，吃成了白骨，就没人再敢去招惹虫群了。原地休息，起灶做饭。这鹅好大，一锅炖不下。这一只鹅起码得有200斤肉。张队长。粥已经煮好了，我带了些肉脯，你要不要吃点？张队长，我这还有点柿饼和红枣，你也尝尝。多谢诸位好意，我这次出门比较匆忙，没准备食物，只有一些柿饼和红枣勉强可吃，也请诸位品尝一下。现在找遍全身，连一件普通点的食物都找不到，这味道绝非凡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清乡现有大的蝗虫群5群？较小规模的无法统计，几乎布满了整个大清乡。当地村民也想过捕杀，但接连有5个人被蝗虫群咬死，吃成了白骨，
就没人再敢去招惹虫群了。从大清乡南边开始，一路向北扫荡过去。他们应召而来是为了吃饭活命，可没有拼命的勇气。捕快，你在后压阵，谁敢逃跑杀无赦！遵命。200流民，轻伤92人，无一人战死，算是大胜。所有人原地休整。这一天，200流民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还有肉吃，比过年都丰盛。跟着队长拼一把就能吃上肉，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接下来几天里，他们差不多每天战斗2、3场。才短短几天，灭皇队员的精气神已经完全不同，没有人再畏惧逃跑，人人奋勇争先。老爷，收下我们吧，我们也能打蝗虫，我们不要粮，给口虫肉吃就行。大额的空中拦截为灭皇队分担了很多压力，减少了伤亡。和二狗子这边进展顺利不同，其他队伍往往损兵折将，士气低迷，进展缓慢。不过，除了二狗子这边，还有一支队伍的进展也比较顺利，就是他堂哥张有良的队伍。大哥，事情办成了吗？当然，110两银子全都花出去了，能不成吗？花这么多钱，就抄写了一张纸回来？你懂什么？这可是仙道法术，不外传的，每一门法术都珍贵无比。你没有关系，花几百两也求不来。我说了一箩筐好话，人家才抄了这一份给我。哪儿我多抄几份，然后100两银子一份卖出去，咱家就发财了。停！你以为天下就你一个人聪明？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别人不多抄一些仙家法术出来卖钱？私自传播仙道功法是要治罪的，轻则打板子抄家，重则杀头诛九族。修仙者之间，顶多偷偷抄写1、2份交换，谁也不能说出去。你要是这么搞，咱家明天就要抄家灭门了。有信？我知道了。圣人云：天下皆刁民，有戮民之术可弱之，贫之困之，切不可使其知之。我悟了！读书无用，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够了。我要踏上深道，将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正途，才是通天大道。你不会又从上面掉下来吧？你从这崖上掉下来过太多次了，全家人都跟着上线。我已经学会御风术，这次一定能成。虽然不能飞行，但只要稍微借一点力，就能顺着崖壁窜上去。哥，该不会摔傻了吧？我没事，没事就好，别往心里去。不就是一只扁毛处处吗？毛畜生，也敢吸我！扁毛畜生，我就不信打不过你！连续施展3次御风术，他体内的法力耗尽了。他自幼学武，苦练10几载，到头来连一头畜生都打不过。更可恨的是，这只畜生还是二狗子的。不就是一只畜生吗？圣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智也，故圣人斗智不斗力，区区禽兽罢了。咱不跟他比力气。我有一计。这山上的鹅可不少，你的药靠谱吗？你放心，我往稻谷里掺了10几包老鼠药，毒死10头牛都不成问题。忙了好几天，仍然一无所获。无论斗智还是斗力，难道自己兄弟俩人真的连触手都不如？队伍已经集结了上千人，但余下的好几个蝗虫群全都汇聚到一起，变成一个超大的虫群，5寸多长的变异蝗虫，至少有100只。
这些流民都是一盘散沙，打打顺风仗还行。如果战死100-200，余下的全都得逃跑。到时候可能手下这几个武者都有性命之危。让所有人休整1天，利用这1天时间做更多的战斗准备。但他们如今有1000多人，每天只有将近2斗粮食，100个人分2-3斤粮食，不战斗就意味着大家都要饿肚子。在所有人求战心切的盼望下，次日早上，二狗子让人将前几天攒下的蝗虫全都炒熟，2斗粮全部煮了稀粥。张队长，蝗虫群就在前面那个小山包着。赵秀才，把你准备的青草都拿来。现在天下大旱，为了找到这些绿叶子可不容易，费了不少心。这些绿叶被太阳暴晒了1天，原本已经萎靡不振，在吸收了一些清水之后，立即又散发出勃勃生机，显得更清脆了。加大火势，快点，多扔火把！不能放走一只。这么大的蝗虫王，就是这对后足撞断了我的白金重剑，他的力量应该已经化为传说中的黄妖。你们想吃？过几天再给你们吃吧，我是为了你们好。张队长，这次一共收获了156只变异蝗虫，应该怎么分？这种蝗虫除了美味，还蕴含一些特殊能量，能增长气力，壮大体内真气。还是按照老样子，变异大蝗虫平均分成7份，每人1份，剩下的给灭蝗队当口粮。孙秀才已经死了，他还要分吗？当然要分。任何人战死都不应该克扣他的东西。他从小只会砍柴喂猪，在遇到李半仙之前，从来没人教过他为人处事方面的知识。自从进入正武堂藏书室，他就像发现一片新天地，能从书上学到很多以前从来没人教过他的东西。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兵书，书上说带兵打仗最重要的是赏与罚，有功者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也要赏，有过者哪怕是位高权重者也必须罚，这样做才能维护威信，令行禁止。救命啊！兴旺真武秀才，多谢了。请问兄台高姓大名？结识了那么多朋友，怎么就没早点结识这一位？我姓张，这几位是赵秀才、钱秀才，想必你们早就认识了。才来的第1天，招募的流民就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几十人。后来他们又持续招人，又持续伤亡逃跑，没几天时间就又遇到一支规模特别大的蝗虫群，同队的武秀才也死了2个，因为扫黄队经常死人，现在招人都不好招。你也是逃回来的？什么逃回来？我是回来向县太爷复命的。前段时间派出去的20支灭蝗队，好几支队伍都散了，剩下的也都在苦苦支撑，打得很艰苦。还有一些队伍干脆躲起来混日子，不敢去招惹那些规模大的虫群。其中一部分家境不错的武秀才索性逃回县城，不干了。出来这么多天，想家了。算起来，离开蛇溪村已经1年了。今年家里的收成还算不错，芝麻和粟都收了不少。谢谢东家！哇，枣好甜！我离开的这些天，一切还好吗？有小偷来过。几个小孩前几天在后山脚下捡到一些老鼠和鸟的尸体，想要拿回来煮着吃，正好黄老财也看到了。
他说不对劲儿，就把那些东西给埋了。然后大家在后山找到了一些洒落的稻谷和被毒死的其他小动物。之后他们晚上增加了一批职业的人手，特别是后山附近藏了100多人，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抓到人。好，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晚上多安排一些人值守，绝对不能让任何人上山。那些有毒的稻谷的尸体，记得一把火烧掉，免得被人捡回去吃了。在这重重防护之下，就算是县太爷或典史那种高手亲自前来，也难以突破蛇口山上的防火。一共11名百夫长，这样一来，队伍就显得整齐好管理多了。有什么事只需要找这11个人就行。大周始终也很多次，特别是大战前后，将将会纵兵劫掠几天。不学了，在军规中增加了一条，不得进村劫掠，更不能杀人放火，违令者斩，绝不允许士卒欺压劫掠平民。这一点违背兵法就违背了吧？反正他一个种地的农民，又不是什么大将军。这些人散漫惯了，根本就没把规定放在心里。大人饶命啊！大人，我再也不敢了。张队长，我们接下来怎么安排？休整1天，然后往黑山镇方向出发。今天人还真多，大概都是为了那1粒丹药而来。都在炼气6层以下，也许就跟培元固本丸一样，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这种丹药的帮助就不大了。话说这枚丹药的来历呀，那可是大有来头。倒霉蛋换荒山，县太爷仁义为怀，县太爷他老人家爱民如子。听着这些翻来覆去的陈词滥道，只觉得厌烦。不过是一群蛆虫，看什么看？老子早晚一锅端了你们这些蛆虫！不知是哪里来的道友，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道玄宗的清风子，有本事就到道玄宗来找我。好，我记住了。你根本就不是道玄宗修士，为何要嫁祸道玄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道玄宗修士？难道你是？不错，我就是正主道玄宗清风子，望诸位不要误会。我道玄虽然被官府所不容，但只想潜心修道，从未有过谋反之意。这种上古遗留下来的宗门，一直在夹缝里求生存，要是彻底惹怒官府，很容易被灭门。这是1粒1品培元丹，本店不收普通的白银，为了方便大家竞价，统一以培元固本丸出价。拍卖成功之后，可以使用培元固本丸交付，也可以使用其他等价的灵物。起拍价1000粒培元固本丸。我出2000粒培元巨补丸。不过，我出2500。二字以前听司马懿说过，培元丹至少也要3万两银子才能买到，换成培元巨补丸，起码要3000粒才行。3000粒。 3100粒，3032。300杀200炼银晶，刚好价值4000粒培元固本丸。这种材料可用于修仙者炼制法器飞剑，价格昂贵。不过现场只有1小块，炼不成法器。将这块材料融入到它的重剑之中，以增强坚韧度。诸位，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件拍品。这只蝗虫王已经生出了灵智，成为了黄妖。当初为了斩杀它，可是扯损了我们好几个高手。这体内蕴含着极为浓郁的灵力，直接服用可增长修为，用来炼丹更是绝佳的材料。花了我几万两银子，还欠了一屁股债。这丹药明明是我的，却还要我花钱买。没办法，为了尽快提升实力，只能先这样了。道友究竟意欲何为？四处挑拨我道玄宗与官府的关系。你们道玄宗藏得太深，我要不是这样，你怎么会主动现身呢？哼，就算找人，也无需出此下三滥的手段吧？我是真的找你们有事，切，没兴趣。别急着走嘛，只是想请你们帮忙炼制一只炼丹炉。你们不是有炼丹炉吗？那么多血魄丹，应该就是出自你们之手吧？咱们道玄宗传自上古正道，跟你们这些邪魔外道向来都势不两立。以活人炼丹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道玄宗绝不助纣为魔。何必急着走呢？任何事都可以交易，可以谈条件的嘛。正邪不两立，伤天害理的事，
没有任何条件可谈。道玄秘藏，你真的有道玄秘藏的信息？你说，你手里有没有道玄秘藏的信息？何必这么急呢？我手里自然是没有的。你就算杀了我，也得不到任何信息。哼，我手里没有，但我们教主自然是有的。你该不会以为仅仅炼制一只炼丹炉就能换到这么重要的信息吧？这我自然知道，区区一只炼丹炉不过是举手之劳。你想要什么样的炼丹炉？我回去之后1个月就能交货。好，爽快。炼丹炉，我要的是3足圆顶，炉身要大，能容下3人怀抱；炉口要开，便于投放药材；炉耳要大，方便我等搬运；炉身要雕龙刻凤，彰显我等身份；炉底要空，便于我等烧火。是不是从1品变成2品了？1天1夜，终于晋升了1级，神识也增加了3丈范围。现在的真气水平，连施4道剑芒没有问题。如果再遇到蝗虫王，相距2、3丈远就能施展剑气，对其一击必杀。果然，施展法术需要修为做基础，对于那些腿脚灵便、会逃跑的敌人也有一定威胁。老夫青丹宗金丹期长老，道号白鹤真人，一生钻研炼丹之术，而今宗门被大周朝廷覆灭，自身难保之际，老夫不忍将一生心血带于黄土，留下这份炼丹传承。炼丹一道，手变灵药，此3者为炼丹基础。人参生于极阴之地，性温；灵芝长于绝壁之崖，性平；诸果结于九阳之木，性烈。哈哈哈，我将要成为一名炼丹师了，而且是不受大周朝廷控制的野生炼丹师。现阶段也只能先把炼丹的基础知识学好，再慢慢找丹炉。玄铁在葫芦里提升之后，品质更强，想必现在没那么容易断了吧？东家，你试一下这个，看好不好用。好，不错，辛苦了，帮我再打造一些，越多越好。张队长，那只虫群目前在5里之外，正在向我们这边移动。这一只蝗虫群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一直往我们这个方向飞。你们就不用管了，让虫群继续往前飞，我来想办法对付。
秋月，带人过来打扫战场。张二犬呢？张队长追踪一只大规模虫群去了，还没有回来。我看他是擅离职守，县尊大人追究起。大人，您看，这是小的刚刚抓到的几只蝗虫，您看。张秀才，你倒是逍遥自在，可知道整个青州府蝗灾肆虐，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而你的灭蝗队却在这里踌躇不前。张秀才，你可知罪？我等仅以每日3、4斗的口粮，昼夜浴血，荡平周边5镇蝗灾，何来踌躇不前？你别以为有个秀才功名，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县太爷有令，让你即刻率领灭蝗队去城西镇协助灭蝗。总算到了。收获不错啊，恭喜恭喜！司马兄，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闲逛？快请坐，正好有刚刚猎杀的变异蝗虫，一起吃点。好啊，正好我还带了一坛酒。张兄弟，你也喝些。我喝不惯，感觉酒不好喝。有买酒的钱，还不如买点蜂蜜冲水喝，嘴里甜丝丝的，这才是享受。你现在还小，等你再大一点，就能体会这种美妙滋味了。张兄弟，你今年18也不算太小了，有没有考虑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我有一个堂妹，年方16，长得极为标致。对，我自己想静静。好，那我就不打扰了。二兄弟，丁兄、丁姑娘，我这次来呢，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丁家庄。是啊，二兄弟，你就加入我们丁家庄吧。多谢丁兄美意，只是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二狗子是吧？是，典史大人有请，只要你愿意，以后就是典史大人的人了。多谢典史大人抬爱，只是我习惯了自由自在，恐怕不能胜任。我乃道玄宗修士，可愿入我宗门？入我宗门，可享长生之福，成仙之望。多谢前辈厚爱。典史大人，我们已经连续战斗1天1夜，能不能让我们撤出去休整一下？撤退？你身后还有小母的珍贵灵药，你担待得起吗？任何人再有临阵怯战者，杀无赦！所有人冲进辣椒田，继续灭蝗！县尊，现在要不要启动？下面那支灭蝗队快要耗尽了。不用，再等等，还有一只大虫王未到。虫王不死，终究是功亏一篑。再驱赶几千人去辣椒田里，暂时拖住虫群，不要让虫群离开辣椒田。县尊，现在可以启动了吗？好了，动手。要不要把灭亡队那些人都撤出来？废话，把人撤出来，蝗虫群岂不是也跟着跑掉了？做大事总要有人做出牺牲的，牺牲他们这一小部分人，能灭这一大群蝗虫，值了。是。无背景者，终是其子。不好！所有人随我来！万妖国的妖孽，大周王朝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引起两国交战吗？
采你一株良药而已，何必那么小气？我相信以大周王朝天朝大国的风范，断然不会为了区一株灵药而发动战争。妖孽，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放箭！所有人放箭，给我乱箭射死他！还愣着干嘛？没箭的用石头也把他砸下来，打中一次奖10粒培元固本丸。他曾经笑有不要忘记。你为什么不去追？我刚才受伤了，2只鹅的毛被烧掉了，飞不起来。贻误战机，导致万妖国妖孽逃脱，罪不可恕，给我抓起来，押入地牢。我已经不将朝满岁云过自飘渺。还是不肯吃，灵骨也不吃。听说青州府城有一种专门控制灵兽的法术，不过此去来回20-30天，大鹅早就饿死了。况且这种级别的法术要公务效立下大功，或拿出像的财物才能换得到。嘿，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一头扁毛畜生，你就看我怎么治这头畜生。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你。给我飞！孽畜，快停下来！还不快停下！破破苍穹，一个人不断天明红色，手臂和我所是谁的？司马县尉，你不是在带兵剿匪吗？如何了？哎，匪患山贼越来越多，绞杀不尽，每天杀，每天都有新冒出来的山贼作乱。那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我来是想向你讨要一个人。张秀才，张秀才贻误战机，放走了万妖国的妖孽，这可是死罪。我正要上报郡府，大概年前就能问斩。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我作为一县之父母，自当遵守国法，为民之表率。你看这株百年人参能否为张秀才赎罪？既然司马县尉亲自出面，我当然要卖你一个面子。人和鹅你都带走吧。多谢。侄儿答应大伯的事，自然会做到，那就好。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你为了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的夜路来找我，但人心隔肚壁，人家心里不一定把你当朋友。司马懿，还不快点开门，要我请你吗？司马公子息怒，这就开门。走吧，这里面太臭了。这次差点死了，多谢你了。没事，不过是举手之劳。你的2只大鹅死了1只，还有1只暂时关在回春堂后院。我已经求大伯把你调到他的手下。你现在是县城军中一名武长，手下目前没有兵，只是一个空职。你如果想去军中，就可以跟着我大伯去剿匪；如果不想去军中，回家也没事。只要我大伯还是安堂县尉，其他人就支持不了你。多谢了。都闪开，让我来！别打了，我服了，我招了，我全招。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我叫羽山，雄性，来自万妖国飞羽部落。大周邪教勾结万妖国，透露我大周边军虚弱，鼓动其出兵，承诺在内部制造动乱配合，家贼难防。我还知道万妖国北山下有一口灵泉，喝了能生4胞胎。停，今天就暂时招供到这里吧。别杀我，我还有很多情报，我还有200岁的老母亲要奉养，我还是个孩子，我会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你去推一下那个石磨，如果能推动，就留下你。好，暂时留你性命。如果想要逃跑或者干活不卖力，就跟这块石头一样。火灵草是5灵草之一，可炼筑基丹，提升筑基成功率2成，但它需要火灵气浓郁之地，消耗极大，会让土地贫瘠百年。
整个安完县也仅有2株。42只大鹅，7只灵兽。东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好，跟着我，出发吧。这果树在葫芦里可以正常生长，但需要每天浇水，维持10倍速生长。此行就是用它吸引蝗虫，为过冬做准备。张老爷，我想求你一件事。什么事？是这样的，最近太乱了，我想带着全家搬到蛇口山脚下来住一段时间。张老爷，你放心，待到旱灾结束，我立马就搬回去。哎，张老爷，我们也想搬过来。流民为饥饿所迫，这是抢劫，抢上了瘾，便聚集成组，杀人越货，危害更有生物，半径县病患四起。三岔子镇周边有闯天、黑劫匪，甚至有修仙者为首，而山下多是妇肉和年轻女子，出境极不安全。各队报数。师傅，我看大周王朝这些官员都烂透了，朝廷拨付100万矢赈灾粮，最终没有一粒粮食进入灾民肚子里，全都被他们分了。哪怕你们吃肉，多少留点汤也行啊。据我所知，青州府其实只收到50万镇粮食。唉，大周王朝立国上万年，早就没有当年开国之时的锐气。如今人人只想为自己捞更多好处，再这么搞下去，大周王朝也要完蛋了。这种话可千万不能乱说。我大周历代君王都爱民如子，受天下万民所敬仰。尤其是现在的陛下，自登基以来至今128载，亲贤臣，远奸佞，励精图治，朝野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之势。雕虫小技，不好！这是困龙大阵，趁大阵尚未合拢，我用全力送你离开。雨山，你这几粒药丸搓得不够圆，还有这几粒大小不一，重新搓一下。好的，主人。他神通尽失，却又不甘奴役，屡次逃跑，但每次都被鹅群抓回，毒打一顿后，便会安分很长一段时间。这片地是我特意为雨山开垦的，他空有一身修为，却无法施展。我怕他想家，就给他找了点事情做。主要是雨山不够努力，不然还能种更多。每天吃一蒸，功效强于10粒培元固本丸，3亩地产出足够自用。这些培元固本丸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以后就用来喂鹅，奖励手下，或者拿出去卖。你继续制作吧。雨山，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不要想着逃跑。东家，我没什么事，你们继续练习吧。他们只有单衣，冬天可能冻死人。我得去县城一趟，备些物资，盐、油、布、铁，还有药材。粮食的话，先去黑市看看。官仓里有粮，但官府严空，还抬价。你门口那么多乞丐呢？
我也难得的可以轻松一天。今天是个好日子，晚上带你一起去混饭吃。混饭吃？今天是县太爷过寿，在鸿雁楼摆下酒席，你跟我一起去吃就行了。现在全城的乞丐和流民都守在鸿雁楼的后门，等着晚上的残羹剩饭大餐。县太爷的寿诞嘛。是啊，这县太爷的寿诞是大事啊。怎么卖？限购一论，50两一论。去县衙办正事，百般刁难，但拿黑市的票去官仓领粮，却畅通无阻，足斤足两。符纸这东西，以前只看过道玄宗和邪教的人用过。你这个是什么符？这2张是隐身符，这1张是敛气符。一般隐身符可以隐去身形，炼气4重以下没有产生神识的人都无法发现。遇到拥有神识的修士，神识一扫便能发现你的气息。就要再配上1张敛气符。要多少钱一张呢？不收钱，只要赔原固本丸，1000粒赔原固本丸换1张符纸。这3张我都买了。请帖，里边请。那是司马公子，那是谁啊？是那个武秀才。武秀才。味道怎么样？好像是白萝卜味道。就是用白萝卜雕刻的。一般这种盘子里摆着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都不是用来吃的。你看这一小盘菜，这是雀舌尖，只能取刚学会飞的荷花雀，将其舌尖割下炒制。这一小盘菜要捕杀好上1000只荷花雀才能做成。你看这道菜，看起来只是一道很普通的白菜叶子，其实要耗费好几只鸡，用几个时辰将鸡肉的滋味煨入白菜之中。所以这道菜看起来是白菜，你闭上眼睛仔细品味，又是鸡肉的味道。做完这道菜之后的鸡肉呢？鸡肉里面的鲜味已经被熬出，没有用了，大概是当下脚料扔掉了吧。你再看这道菜，这是将活驴绑在树上，用热油对着驴臀浇淋，将肉烫从活驴臀部片下熟肉。还有这道鸭掌，将铁板上撒满调料，把活鸭赶到铁板上，下面放火。这个粉丝汤其实是鱼翅，这是佛跳墙，灌汤黄鱼。我得多吃点，把本钱吃回来。你慢慢吃，我去方便一下再来。哎，你什么人？怎么跑这儿来了？出去！出去！嘿嘿，鸿雁楼是县太爷的产业，不拿白不拿。我吃饱了，要不咱们走吧？真不吃了？不吃了。据司马刚传过来的信，现在外面全都是闹事的刁民，杀不胜杀。县尊大人，你说我们要不要开仓放点粮食，稍微救济一下？你这是妇人之仁，刁民闹事就给他们吃的，岂不是更加助长刁风？以其他刁民纷纷效仿，没饭吃了就闹事，此等刁风绝不可长。留下来的才是谨守本分的良民。落花远朵，你会远着谁？谁也不许抢，不然我就不发了！所有人都坐回原位。冲动了！不仅用掉了1张隐身符，1分钱没赚回来，还倒贴了2张符钱。本来想着那些食材能回本，结果一时兴起，全施舍出去了。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要攒钱，财富是需要积累。天上的道友救命！这难道是那只逃脱的旱魃？好恐怖的气息！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道友救命！必有重伤！这家伙不会飞。你尽量把距离拉远一点，还不够，你把距离再拉远一点。
右前方有一片石林，你把僵尸引到石林里去。你忍一忍，很快就结束了。这只僵尸拥有筑基实力，还带有一丝汉招血脉，一身铜皮铁骨，你才炼气修为，伤不到他的。那你能出手杀了他吗？我受伤太重，手里连件法器也没有，同样伤不了他。你只能像刚才那样，从高空中往他脑门上扔箭头。唉，僵尸的心脏应该值点钱，其余的碎肉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哦，好的。多谢你救命之恩，能否留下姓名，日后必当厚报。你就不能现在就报答吗？拖到日后，难道是想赖账？我的储物袋炸裂了，身上什么都没留下，要不我给你写一张欠条吧。你叫做姬苍，是真名吗？姬家子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如果信不过，我现在就把命还给你。好吧，别砸了，我信。再说了，你现在砸死了对我有什么用？你顶多能卖1斗粮。如果要报答我的话，记得到蛇溪村来找张二嫂就行了。哼，一群刁民，给我杀，一个不留！区一个山贼，竟然也拥有了炼气2层的修为，看来你的背后还有人啊！老子背后的人，你没资格知道。你自己能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他们拦不住，那我呢？4名炼气后期。铁马飞几个，剑为何？不管我天色。混齐天下，给我个官儿呐！大家下去，给我个封官儿！现在全天下都反了，咱们还不反吗？要不我和姐妹们连夜给你缝一套漂亮的戏服，明天也称王算了。看样子就要下雪了，还是踏踏实实种地吧。趁冬天无事要开垦黄山，等明年春天种粮，大家才有饭吃。司马懿大伯已死，上次自己坐牢，多亏对方搭救，如今要抽空去县城吊丧。我乃破天大王座下，大将军牛二蛋，特来招降你们的。原来是牛将军，快请进。我家大王拥有雄兵数万，朝中猛将如云，将来是要杀上京师做皇帝的。趁早归降，我家大王还能赐你们一个好前途。你们这里有漂亮的黄花大闺女，可以给大王当嫔妃。像你这种脸上有疤、长得比较丑的，我家大王自然是看不上的。不过我牛二蛋不挑食。滚！我们蛇口山有几百个黄花大闺女，还有100多个小媳妇，但都是东家的人。让你们那个什么破王死了这份心思。方圆几十里为蛇口山未返，这些牛鬼蛇妖看中的其实都是这里的人口和粮食。如今外面到处缺粮，局势险恶压抑，招揽过去也只是抢粮、吃小孩、女人沦为玩物乃至军粮。现在全天下都反了，你怎么不反呢？别人都反，就你一个人不反，到时候第一个要打的就是你。我只想安心种地，还不如关心一下自己身上的伤吧。大概再有个把月，你应该能变成一只纯粹的僵尸了。到时候可别咬我。不知他什么来头，都半死不活了，每天仍嘴角上扬，骨子里透出骄傲。区尸毒罢了，我应该还能撑3个月。我有一粒珍藏的解毒丹，你要不要？
你怎么不早说？我先用普通的解毒丸给你试一下，如果解毒丸能治好，就能省下1粒丹药。我可跟你说好了，这粒丹药很贵的，你以后要赔给我。两人非亲非故，二猴子真舍不得给这么贵的丹药。没问题，区1粒解毒丹罢了，我到时候还你100粒。那好，你给我写个欠条，就欠我100粒解毒丹。看他的穿着打扮，像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趁他病要他命，占点便宜没什么心理负担。品质还不错，有这粒解毒丹相助，大概半个月就能清除尸毒了。那你好好休息。你们可以试着改变一下队形，把用长矛的和用短刀的分开，再把精壮的和体弱的搭配起来。好，大家听我命令，重新列队。原来你还懂得兵法，略知一二。那请问一下，兵少路遥，何以破之？以正兵，兵法数千里，非正兵无以致远。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坐之而知动静之理，行之而知思想之地，教之而知有余不足处。策之就是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坐之就是激怒敌人，行之就是示行于敌，教之就是与敌人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哦，这就是兵法的最高境界。书上说大周王朝有一支很强大的镇国军，现在还有吗？镇国军啊，这是大周立国之时太祖亲自带出来的军队，立下过赫赫战功。只是大周东有海妖之祸，西有恶鬼围猎，北有巨人侵扰，南有万妖国窥命，镇国军早不如前了。现在确实是造反的大好时机，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叫做蛇口山大王。老子就要秋月，谁也别跟我抢！踏平蛇口山，今晚分娘们！活了几十年还没睡过黄花大闺女，给我留一个！你就只有这些财物吗？张秀才饶命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你中秀才那天，我还给你送过礼，大家乡里乡亲的，能不能放我一马？有点印象，你是怎么当上山贼头目？这身修为又是怎么回事？这2年不是吃不上饭了吗？我就带了些兄弟做起打家劫舍的买卖。他们说来了一拨人，只要我给他们送些人，他们就给我修仙功法和丹药，我就照着做了。我敢造反也是他们撺掇的。那个神秘势力在什么地方？怎么交易的？我不知道，每次都是我攒够了人口，他们在晚上找过来，给我几粒丹药，然后把人带走了。痛，别打了，我们是亲戚。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丹药和功法呢？床底下有个暗格。这些人大概就是破天大王们的军粮。没想到你还很有善心。唉，我能有什么善心？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他们被当成军粮吃掉罢了。本来就没几粒粮食，这下又多了200多张嘴，喝西北风都不够。圣人云：恻隐之心，人之端也。说明你是一位仁义之人。你这也算是为天下苍生做了一件好事。不，我不是，别给我戴高帽。你那些欠条我可是都留着的。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什么大仁大义的好人，只要自己能好好活下去就够了。像书上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好人好事，他是坚决不干的。大概是交友不慎，受了司马懿的一些影响，有时候头脑一热就会做一些亏本的事。你带着他们去安顿一下，然后加强巡逻。因为这次被偷袭，蛇口山这边也死伤了10几个人，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才行。好，干得不错。从今以后，蛇口山就是你的家，你也应该把这里当成家一样。
不要总是想着逃跑了。你看，辣椒田里长草了，还有那些稻谷也该收割了。好的，我等下就去。我连猪食都能吞下肚子，但这种用活人炼制成的丹药，实在吃不下去。我现在的功法已经修炼到了瓶颈，若是转修这血煞诀，说不定能有所突破。到底要不要修炼这门功法？一共也只见过2部修仙功法，很难分辨出其中的优劣。姬大哥，你的伤怎么样了？好了吗？这次受的内伤太多，手里又没有疗伤丹药，1年也不见得能好。我给你带了一块肉，也许能对你养伤有帮助。送你一块肉，怎么能让你打欠条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是的。鸡哥，这肯定是误会，这是我诚心送给你的，希望你能早日恢复。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这么小气的人，突然送我一块驴肉，肯定有事。鸡哥，你真是慧眼如炬，瞒不过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本功法？我能练吗？这是一门魔道功法，大周朝廷早就禁止任何人修炼这一类魔功。这门功法不完整，有很大的缺陷，擅自修炼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险。反贼联军攻城，县城危急。青州各郡县皆反，目前无兵可派，固守待援。援军无期，城外贼军日夜攻打，城内刁民不断闹事，总得找个背锅的。终于练齐1层了，这是对大伯的承诺。现在有病的是整个大周王朝，大周王朝从上到下都病了，只有走武举之路，才有机会为大周王朝治病。下医医人，上医医国。难道是反叛军打进来了？怎么是县衙的人？奉县尊大人命令，查抄司马家族，任何敢反抗者，格杀勿论。将司马家族的人全部押入大牢，听候发落。如此巨贪，天理难容。接下来几天，县衙查封司马家所有产业，搬运持续半个月。县太爷趁机将自家陈粮与司马家新粮调包。这些年来，本官忙于公务，以至于被奸佞之辈所蒙蔽，让各位乡亲受苦了。青天大老爷，本官知道，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司马家族的人也想狡辩，把人带上来。抬起头来说话。本官问你，姓甚名谁？是。罪民姓司马，名东，出自司马家族，现为司马刚嫡4子。司马家族为富不仁，贪赃枉法。我已经洗心革面，与司马家族彻底割裂。司马刚这个人面兽心之徒，从此不再是我的父亲。你可知司马刚贪污赈灾粮之事？罪民知道，司马刚将朝廷下发的赈灾粮食全部搬进了司马家的仓库。罪民曾经劝说过，司马刚却道：“我司马家自有粮满仓，管他刁民恶肚肠，关我屁事。”老实点儿。本官也万万没想到，司马家族表面忠厚，背地里干出这么狼心骨肺的事情。司马家族贪得无厌，为富不仁，他们根本就不缺粮。这是我在司马家谷仓里查抄出来的10年陈粮，家里粮食放到发霉，还要贪墨我们的救命粮，我们误会县太爷了。
县太爷才是青天大老爷呀！都是司马家族造的孽！幸亏懂牧民之术，否则自己就是发泄对象了。各位父老们，司马家族酿成如此大祸，本官也有失察之责，决定绝食3天，以自罚。此等大案本该上报朝廷，由上官定夺，但如今非常族斩首存待刨。今决定对司马族中全部存粮分发给全城百姓。青天大老爷，美丑、好坏、清贪皆由对比产生。有司马家做反面教材，更衬出我的清廉。在百姓快饿死时，我力挽狂澜，分粮救民，犹如他们的再生父母，声誉已到顶峰。最让人沉醉的，还是这种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的快感。你如果敢亲自动手行刑，本官考虑放你一马。启禀县尊大人，司马家其他人或许有贪污，但这位司马公子为人极为心善，经常施舍城中饥民，给贫苦百姓看病少收钱或者不收钱。想必在场的很多人都曾经受过司马公子的恩惠，草民斗胆，想请县尊大人网开一面，饶司马公子一命。是啊，这个司马公子是好人，还请县尊大人网开一面。我以前家中富足，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没想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在为我求情，知足了。还不能这么白白把人放了。以前听县委说过，此人天赋不错，留下此人，后患无穷。我只问他施粥送药的钱粮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都是从你们身上贪来的？现在给你们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们感动了，用你们的钱粮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来收买人心，沽名钓誉罢了。怎么？难道真是他？放手！给我松开！着火了！着了！快救火！其他人随我上城墙！公子，咱们快跑吧！快让开！让开！人呢？多谢你们了。恩公对我们有活命之恩，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这些乞丐正是经常守在回春堂门口的那群人，他们全靠司马懿罩着，才能平平安安活到现在。我们在公子被抓的那一天就开始谋划了，我们还组成了一个义字营，利用这段时间挖了一条小小的地条，直通外面的护城河。东家，多谢你这几年的关照。将来如果封侯拜相，如果田百相飞黄腾达，一定提携东家一把，以报答今日的恩德。我爹当年舍了一条命，为家中换到一薄田，但也只是多了1亩地，过得并没有比以前更好。我也想赌一把，赌一把更大的。如果成了，从此翻身，子子孙孙再也不用种地了。如果赌输了，死就死吧，还能躺下休息几天。二狗子只是他的东家，不是他的主人，无法决定别人的命运，更不能阻止别人升官发财的梦想。好吧，祝你早日飞黄腾达。多谢东家。二口子只是他的东家，不是他的主人，无法决定别人的命运，更不能阻止别人升官发财的梦想。好吧，祝你早日飞黄腾达。多谢东家。要不要一起去赌一把？不许去！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2条腿。咱们黄家往祖上18丸树过去，都没有这种富贵命。你还是踏实的跟着张老爷，安安稳稳打铁。鸡哥，天冷了，要不要给你缝一件大棉袄？你身上这件衣服破了好多洞，要不要我拿去帮你洗洗，缝一下？不用，现在这身就挺好的。我这是法袍，冬暖夏凉，不染尘埃的。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法袍，应该很贵吧？他早就看出姬苍这件衣服不一般，想要弄过来瞧瞧。法袍就跟法器一样，每一件法袍的制作成本都很高。普通的修仙者攒点钱，首先是给自己弄一件法器，如果有盈余的钱，才有可能去置办法袍这种奢侈品。我也不知道贵不贵，
出门的时候，家里人随便拿的几件换洗衣物，可惜我的储物法器在战斗中爆炸了，不然倒是可以送你几件。啊？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不着急，伤好了自己回去，或者家里派人来接我。哦，你好好养伤吧，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开口，千万别客气，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好了。雨山做饭的技术越来越好了，这鱼煎的外焦里嫩，鲜香诱人。雨山，辛苦了，你也休息一下，自己做点饭吃吧。好的，我不累，我干完这点活再吃饭。雨山的思想觉悟越来越高了，二狗子感到欣慰，有了精神追求，思想得到了满足，每天都充满干劲儿。虽然每天吃的都是昨天的剩饭，但是感觉特别香。你别光吃饭，这还有一些野菜叶子。我跟你说，你现在过得比我那时候好太多了。我以前每天干活，连稀饭都吃不饱，经常只能偷猪食吃。你现在都已经能吃上干米饭了，顿顿管饱。就这种日子，那是地主老财才能过得上的。我领悟过来了，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吃苦。所以我说，吃亏是福。你今天所吃的每一分苦，都会成为以后的财富。我也是这么过来。我吃饱了，先去干活了。地里朝天贡椒已经红了，今天一定要摘完。这小子最近越来越有精气神了，已经好久没有逃跑了。县城又被18路反王包围，没法拿去黑市卖，找不到销路，真愁人。山脚下好像还住着一个大户人家，也不知道他吃不吃。虽然收不到现款，存几张欠条也可以，以后慢慢守债。姬苍，你怕不怕辣的？辣椒嘛，我们姬家人什么都不怕，尤其是不怕辣。要是连辣椒都不敢吃，怎么能成就大事？这么说你是不怕辣的了？当然不怕辣，你有什么辣椒尽管拿出来，最好能把我辣死。安城县特产朝天贡辣椒，怎么样？哎，爽啊！这个辣椒地道，好久没吃了。姬苍专门备了笔墨纸砚。你还有辣椒吗？我给你写欠条。张老爷，救救司马公子，他被叛军抓走了。这个乞丐有点面熟，好像以前在回春堂门口经常看到。他被叛军才抓了。司马懿竟然造了这么大的祸事，刚出牢笼又掉进虎穴，逃出来。司马懿被叛军擒住，只余下他一个人成功逃到蛇口山。秋月，你们守好家，我出门救个人。姬苍，我不在的这些夜，麻烦帮忙看护一下，回来还你一张欠条。叫做靠山王的乌龟，给我出来！快点给老子出来！我的眼睛！这种朝天贡椒的辣度远超普通辣椒，普通人皮肤沾上一点点都会火烧火燎的难受。二猴子趁机拿出好几个竹筒，对着下方大肆喷洒辣椒水。你是什么人？我与你无冤无仇。我问你，前几天抓了一个头发雪白的青年，你把他关在哪里？饶命啊！他走了，我抓回来的当天他就逃跑了。真的假的？他往哪里逃了？真的，千真万确。人嘴最不靠谱。张老爷，张老爷，张老爷！我们几天前被这里的人抓住，一开始就和公子分开了，没有关在一起。这些孩子年龄小，血气不够，卖不上价钱，是用来当口粮的。以司马懿的性格，如果逃脱，
应该会回来救这些小乞丐。你们跟我来，你们帮我看住，别让他们跑了，我来一个个拷问。挺痛的吧？很痛。等一下还会有更痛的，要不要试试？你还有那么多手下，我先去一个个的拷问，等下再回来问你。等一下，我说，我全部交代。就在昨天，我把他交上去换成弹药了。在什么地方交易的？就在距此5里的一个山沟沟里。今天把靠山王这里灭了，逃走很多人。刚才听说附近的黑山大王跟靠山王有仇，他抓住这边的人，大概会用来换丹药，可以试着混进去。快点，磨磨唧唧。黑衣人实力不强，一剑就能剁死，但很容易惊动其他人。大家一起关在这里等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有一个人能逃跑，就不好无辜了。使用符箓时不能动用体内真气，一动真气隐身就会露出破绽。今天运气不错，弄到了1食粟米，终于可以换个口味了。是啊，每天吃2脚羊，吃腻了。也不知道那新来的小子能不能熬过今晚。管他呢，能活下来就是自己人，活不下来就是一堆烂肉。让他们吃些苦头。此人起码有炼气5、6层的实力。现在找司马懿要紧。幸亏自己没有轻举妄动，眼前这个人的实力起码也有炼气6、7层，硬碰硬占不到便宜。但现在自己还没暴露，偷袭就说不定。舵主，热死我了，快点拿水来。这以血炼煞之法，修为增长确实快，就是太热了，受不了。啊，这是什么水？我怎么感觉越喝越热，火辣辣的？孽障！老夫哪点对你不好，竟敢如此谋害老夫！舵主息怒，属下对你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好一个忠心耿耿！好啊，你还胆敢还手！老夫今天就要清理门户！事情好像不太对劲。你是谁？说，怎么才能救活他？如果救不救他，让你生不如死！
他体内精血都已经被我抽干，救不活了。你说不说？有没有办法救活他？你急也没用，他救不活了，被你拔掉钢针，死得更快了。老夫一时不慎着了你的道，老夫只是教内一个小小的分舵主，你得罪了神教，摊上大事了。现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幸亏刚才偷袭弄死了舵主，不然舵主凭着炼气后期的实力，再操控飞剑，长9个脑袋也不够砍。御切术，才试了一会儿，丹坛里的真气已经少了一大半了，上丹坛里的神识也少了很多，现在随时都有危险。不能把真气耗尽了。这期间一直没有黑衣人进来，可能因为这里是舵主修炼的地方。只是柱子上那个麻子脸的尸体已经没有精血流出，余下的那几个活人也死了2个，精血不够了。现在为了救司马懿，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了。反正这里是邪教自己搞出来的东西，这黑衣人也很乐意参与的。到目前，他们应该还没发现，他们的舵主已经死了，散发出来的气息比我还强了很多，就是没有醒来，不知道是不是药效还不够强。司马懿，你什么人？怎么突然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心里空落落的？这下子心里终于踏实了，怎么可能丢下这么重要的东西不顾？看来司马懿短时间不会有事，应该为黑衣人担心才对。这些黑衣人没一个好东西，早就把东西卷走了。余下的这些实力都不强，司马懿一个人就能搞定。乱七八糟的，倒是收了很多东西，自己用不上的，手下人应该也能用得上。司马懿，你瞧，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帮你把衣服穿上。司马懿，你疯了！费尽千辛万苦才把他救活，现在总不能又用飞剑给斩了吧？把他关在那种暗无天日的地方，一关就是好几天，关得他精神抑郁，快要怀疑鹅生了。
大概是得到消息，到这里来增援的。别以为你今天骑鹅飞走了就没事，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竟然练成了血煞！杀得太快，想留一个活口拷问的机会都没有。这些人出门也不知道多带点钱财，一个个摸过去，总是缺少一点惊喜感。走吧。你恢复了，没事了，谢谢你。好，那就好，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疯了呢。那咱们就回去吧，去我的蛇口山怎么样？暂时还不能回去，山洞里还关了一些人，先回去把那些人放了吧。大鹅下来，上来吧，咱们飞回去快些。哎，怎么活动活动筋骨？算了，咱俩走回去吧，正好我也活动活动筋骨。大哥，幸亏人还活着。你们怎么还没走？这里是老巢，到时候找回来，又把你们全都抓进去了。我们想追随两位恩公。是啊，是啊，我愿意为恩公当牛做马，只求恩公收留，我什么都不要，我愿为奴。不要，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粮食，养不活你们，还是自谋生路去吧。我们不要两位恩主养，我们自己解决，哪怕吃草、吃树、吃土都行，只求追随两位身后。那行，你们喜欢跟，那就跟着吧。跟上，快跟上恩公！你不是说出去就一个人吗？怎么回来这么多？你这是打算扩张势力，称王了吗？我哪里有空去当王？每天要修炼种地都忙不过来，是他们自己主动要跟过来的，撵都撵不走。鸡哥，这位是司马懿，我朋友。司马，这位是姬苍，姬大哥，现在是咱们蛇口山的大管家。鸡哥，你知道什么叫做血煞吗？司马之前在山洞里突然失控，变得嗜血，战力暴涨，十一会的回邪教老者惊呼出了血煞这个词。血煞，我只是略知一二，这应该是上古时期的魔道功法，包括你上次得到的那本不完整功法，也是属于这一类。1万多年前，大周圣祖立国之初，荡平天下所有魔道宗门，焚毁魔道修炼功法。为了防止有人修炼，连皇室都没有保存这些功法。现在存世的资料不多，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机缘巧合，在体内练成了一种血煞。但魔道功法讲究速成，拥有强大威能的同时，总是会有各种缺陷。血煞这种东西会蒙蔽人的心智，使人变得残忍嗜杀。正常的修炼都是人控制各种各样的功法与法器等外物，讲究的是以我易物，而非物易我。但魔道修士往往反客为主，搞到最后反而被功法或者法器等外物控制了人，会变得残忍嗜杀。而且随着体内血煞的增强，随时都有失控的风险，那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只会杀人的怪物。目前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要再继续吸收精血，可以尝试着炼化体内的血煞，直到彻底被你掌控。多谢指点。我承诺过还你一张欠条，你想要哪一张？哈哈，不用还了，你再给我2斤辣椒吧。我上次可是给了你10斤，全都吃完了吗？他只用几斤辣椒熬成的辣椒水，最起码放倒了好几千人。吃完了啊。恩公，你叫什么名字？回恩公话，小的姓孙，名旺财。好，这名字吉利。我给你一些稻草和2毡粮食，你带着人去那边荒山脚下居住。那2座山，山脚下有一片荒地，你们可以在那里暂时居住，等到明年春耕继续开荒。确实需要一些人手，到时候可以考虑让这些人帮忙干活。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恩人！都起来，别磕了！二狗子让秋月从库房里搬出2室粮食，交给孙旺财。粮食你们省着点，搭伙吃几天。稻草每人1捆，挡风可以生火，也可以搭个临时的窝棚。孙旺财，你负责分发，维持秩序。都别急，听恩主分领排队。谁要是敢乱，就别怪我孙旺财不客气。
辛苦了。不辛苦，为东家分忧是我该干的。只是这葫芦太大了点儿，要是能小点就好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你的死活与我家无关。若是被人发现我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还长势极好。木半山，你的药丸虽好，比起培元固宝丸还是差了很远。我最多只能给你50文钱一粒。好，从今天开始，守口山就算卖给你了，但必须每年还款40两白银，1两不能多，1两也不能少，不能提前还款。这难道就是书中所说的灵气？我能感应到灵气了！道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教你一些剑道，倒也可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14岁拜师学武，至今大约2年半。尔等今后当勤勉忠君，报效朝廷。我不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或者还是误打误撞。我劝你最好是现在就离开，当做什么也没发现。去年冬天，他接连出手，一口气买了300多个人回来。老夫清丹宗金丹期长老，道号白鹤真人。多谢你救命之恩，能否留下姓名？日后必当厚报。你就不能现在就报答吗？拖到日后，难道是想赖账？我以前家中富足，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没想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在为我求情，知足了。自从收了雨山之后，每次出门归来，山上都被打理得妥妥帖帖。幸亏当日没有一冲动就把雨山杀了。最开始是打算当场就杀掉的，免得泄露自己的秘密。后来发现这人实际上挺怂的，特别怂，留下来当个苦力看合不合用，不好用的话再杀掉也不迟。雨山，我给你挑了件衣服，有点大，你把袖子卷一卷，应该也能穿。谢谢东家，东家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东家的恩情。没事儿，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安心种地就行了。东家，我一定好好种地，把这里当家。这次出门收获的好东西确实不少，现在自己不花1分钱，也捡到一柄法器飞，待到将来修炼成熟之后，3、5丈之内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梦寐以求的炼丹笼，这次也得到了，有总比没有好，只差灵药和灵炭就可以开始炼丹了。这株灵药名为七叶虚骨草，是一种能够疗伤的灵药，需要生长70年，长出7片叶子才算完全成熟。这次在邪教洞穴里还得到2只木箱子，竟然全是符篆。好家伙，竟然有200多张！可惜都是些普通符篆，竟然还有隐身符和敛息符，这2个我喜欢。这些也不错，一丝真气就能瞬催动，就是普通人用精血也免能重定动。3000两银子，1000多粒培元固宝丸，20多颗血魄丹，还有上百件衣服。七哥，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块清心石，
能够清心除躁，让人保持平静，防止在修炼中走火入魔。看来当时麻子脸是打算给舵主用的。羽山泽这早饭真及时，怎么回事？新来的人闹事了。东家，我们想卖给你。卖给我？对，我们想把自己卖给东家。只要东家能收下我们，为奴为婢，当牛做马都可以。只要东家能收下我们，为奴为婢，当牛做马都可以。不买，我现在不想。东家，我们很便宜的，只要1个铜板，自愿为奴。东家，如果不愿意给钱，1个铜板也不给也没关系，契约我们都自己写好了。如果能活，谁不想有尊严的活着？但是现在，卖掉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对比那些反王手下，二狗子这会儿更幸福。这是大周王朝的耻辱，是大周王朝上至皇室，下至文武百官的耻辱。皇室大臣每天吃着民脂民膏，却让天下百姓沦落至此。他竟然想得和我一样。大周王朝早就病入膏肓，需要一个良医下猛药，刮骨疗毒，才有一丝改变的可能。可是良药苦口，刮骨疗毒之痛，谁能受得了？而且这种良医又到哪里去找？我要成为这样的良医。卖身契我收下了，不过我手里没有这么多铜钱，就给你们每人1升粮食，算是抵债吧。谢东家恩德，谢东家恩德。这1升粮食就是100文也买不到啊！这些库存的柿饼和红枣还能扛一段时间。秋月，你带几个人把量具摆开。孙旺曹，你维持下秩序。存粮也不多了，等到开春野草长出来就好点了。得再开5亩地，都种上稻谷，加上之前的2亩，半个月就能收一次。1个月下来，这7亩地能收50多吨稻粉，一天10多稻粉，3000人吃，勉强不会饿死人了。蛇口山外的各方势力都在互相吞并，壮大实力，毁掉邪教一个老巢，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血魄丹的炼制。反叛军中出现了大量修仙者，就连反王也靠着吞食血魄丹到炼气中期，但人口资源越来越少了。这1年，整个青州百姓都无心过年，活下来10万姓，有一口吃的更是万幸中的万幸。运气不好，直接成了别人的晚餐。今年真寒酸，才10几个菜，连鲜鱼都没有，就是些吃腻了的鸡鸭猪狗。几十年了，没过过这种苦日子，这帮刁民还不省心，整天喊饿。今天过年，白米饭管饱，大家都敞开肚皮吃。这2头驴只在屁股上被割掉了一点点肉，其他肉质极新鲜，在火光里隐约带一点肠子，仔细分开，其他部位都还在。驴皮弄干净，熬成胶，可以入药，也可以充饥。这2头驴竟然还带有灵气，难道是妖？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好的东西，当然是偷来的。难道天上能掉？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把偷东西讲得这么理直气壮。打又打不过，不能明抢，除了偷还能怎么办？对了，过完年我要离开一下，提前跟你说一声。啊，这么快就要走了吗？那你欠我那么多债怎么办？你可别坑我，我这种单门小户的庄稼人可比不过你们大户人家，亏不起的。那这一堆欠票我该找谁要呢？我也许还会回来的，如果我没回来，你拿着这些借条到青州府衙门就能要到账的，或者到京师来找我也行。你家住在京师吗？那你有没有见过皇帝老儿？他是不是吃饭也要用金碗金筷子？小时候听人说，皇帝老儿家里用来挖土的锄头、挑大粪的扁担都是纯金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以讹传讹了。县太爷都从来不种地，皇帝老儿怎么可能挖土挑大粪的？当今皇帝全称叫做英明睿智、文治武功、德备苍生、万寿无疆、至高无上、龙兴圣皇帝。要是在京师也这么乱喊皇帝老儿，会治你个大不敬，要被抓起来砍头的。至少也要称呼为龙兴圣皇帝。经书这么凶险的吗？我在人少的地方说，他还能听到。王朝耳目遍布天下，尤其是京师重地，随时随处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别说京师这种地方，你就是到了三阳郡、青州府这些城市，说话做事也要谨言慎行。山野之人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犯了某些人的忌讳。
说起当今隆兴圣皇帝，我确实见过，他吃饭不用金碗，而是用更贵的玉髓雕刻而成，甚至还有更贵的。算了，还是不说了。姬苍，希望他不要赖账才好。年也过完了，该开垦荒地了。人多干活就是快，2个月就把荒山400多亩地和20亩水塘都开垦出来了。因为是旱地又是新田，还是养不活这么多人的。蛇口山顶上培育了3种树苗，无法种种的边边角角就都种上树。橡树顽强到在1指宽的石缝里也能生长成活，成年的橡树每年能结好几斗橡子，不过得用清水反复漂洗，不然味道又苦又涩。哎，你怎么又受伤了呢？遇到了邪教的高手，没打赢。另外，我还打探到一些不太好的消息。什么消息？青州府的军队也被邪教叛军打败了。啊，不是说青州府那边有很多高手的吗？据说青州府连金丹级的高手也有好几个，怎么会被邪教打败了？邪教有这么强吗？邪教原本是不强的，但是经历这1、2年的快速发展，也培养出大量高手。同时，万妖国那边也派出一支人马攻打边界，牵制了青州府很多军队和青州了。现在不仅的好几个州郡也开始有叛乱出现，有叛乱蔓延的迹象。二狗，我想求你一件事，我给你开欠条。什么事？我想请你组建军队，扫平周边叛乱。不干！我现在既要养3000多人，还得种400多亩地，叛乱关我屁事！上次灭皇带出来的2000人，也是精心培养的，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杀，还给手下分了很多好东西，最后却被县太爷当成炮灰，一把全都坑死了，还被县太爷抓进大牢。要不是司马懿死救，就出不来了。我这次可以给你开一张很大的欠条，怎么样？灵丹、灵药、灵石、法器、修炼功法、土地、州府的房产。失去这一次机会，你就算再奋斗几10年，也不一定能得到这些宝物。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写下欠条，事后我马上归还，保证1根毛都不会少。不要，再好的东西也要有命花才行。那么多高手，连青州军都被打败了，我算老几？其实是你不需要跟邪教大军正面战斗，只需要在后面捣毁基层的那些小分舵，以及摧毁那些叛乱称王的小势力。这些简单的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一直没人做。因为这些叛乱的小势力和大量分舵才是邪教的根基，能源源不断的为邪教高层提供资源。毁掉其生存的根基，邪教就相当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死不远了。如果任由邪教发展下去，最后青州各郡县的人口都会成为邪教的修炼资源，以后就算朝廷大军剿灭邪教，青州也没几个活人了。所以现在不仅仅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青州无数百姓。如果按照邪教和叛军这种搞法，最后人大概真的会死光，只剩下极少数高手。原来的1000人大部分都是女人和小孩，至于新收的这2000人里面，确实是男性精壮比较多，但是饿了2年没啥战斗力。挖邪教的根基，人家不得跟你拼命，到时候最先死掉的可能就是自己这一波人。也许司马懿能做到牺牲自己照亮别人，但自己真的无法做到舍弃自己生命来保全别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一定有人记得。最后还是县太爷的政绩上又多出一道功劳，然后县太爷凭此升官发财。不干！刚开垦出几百亩地，我要趁着春耕把粮食种下去，不然这几千号人吃啥喝啥。秋月、孙旺财，明天开始春耕播种。好的，东家。蛇口山下的50亩良田原本是店租给阿虎的，听说阿虎在张友良军中敢打敢拼，还真的当上了将军，手底下管着好几百人，养得更好点了。可惜现在找遍整个安城县也找不到一只牛羊。现在有水了，大片田地被抛荒长草，却没几个人愿意踏踏实实种地了。蛇溪村的田地才耕种了1/3都不到。
站住！狗蛋歪嘴，原来是你们俩啊！我进去找张有良谈点事儿。大胆！梁王的名讳也是你能随便呼喊的？我们俩现在是梁王座下10大中郎将，李狗蛋将军、陈歪嘴将军，你们让不让？军令如山，不让。好吧。我找张有良，让他来见我。大胆，竟敢直呼名讳，王不可辱！住手！狗子哥，你怎么来了？小蛾子，我找你哥谈点事。好的，先进屋吧，大家先散了吧。现在灾年也没什么可吃的，将就一下吧。你哥不是称王了吗？怎么还没有饭吃？家里原本也存了点粮食，但这几年都没有收成，人口又多，早就没剩下几粒了。他们吃的那些肉，我又吃不下。我那边还囤了点粮食，你要是吃不惯这边的饭菜，以后就到蛇口山来吃饭吧。这有点不太好吧？没事儿，我那里有3000人呢，又不差你这一份饭菜。好的，谢谢狗子哥。哟呵，稀客啊！这两人在这短短时间修为提升太快了。张有良已经到了炼气4层，张有信也修炼到了炼气2层。既然你来了，咱们兄弟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加入我大哥麾下，让你当一个大将军怎么样？没兴趣。今天来找你，就是看你们那些田地都荒着，有些可惜了，想要向你们购买一些田产。原来是求田问舍的，当今群雄逐鹿，你竟然还想着那1亩3分地？那你卖不卖？不卖，荒着长草也不卖给你。我用1斤肉换你10亩地，别不知好歹，不要逼我动手来抢。小蛾子，吃点鱼肉。谢谢狗子哥。你确定是用1斤这样的肉换10亩地吗？没错，换不换？换。蛇溪村还有600多亩土地，全都换给你。也就是在这个乱世，才能用60斤牛肉换到600多亩土地，加上这600亩良田，他手里已经拥有1000亩田地，总算能养活手下的这3000人了。现在邪教和叛军之中，已经有很多修炼魔道速成功法的修仙者。你这样训练放在平常时期自然是没事的，但如今特殊时期，遇到这些强敌会死伤惨重。那应该怎么做呢？鸡哥教我。方法倒是有一种，我这里有一门适合军阵修炼的仙道功法，你要不要？算了，不要了。私传修仙功法可是死罪要杀头的。姬苍主动传授他军阵修炼的仙道功法，肯定是想让他们去跟邪教拼命。别这么着急拒绝嘛，我又不要你付出任何代价，你拿去让大家练就行了。真的这么好说话？当然。那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份书面文书？你要替我承担责任。这门功法需要所有人同时修炼，仿佛将数百上千人连接成一个整体。功法一共有9重，今天传授你们第1重。你哪来这么多丹药？偷来的。从14岁开始拜师修炼，到现在一共修行5年，到现在炼气6层，这份修炼速度比起很多天才人物也要快了很多。终于炼气6层了，神识又增强了，又可以进玉佩学炼丹术了。培元丹得要100年人参，这只有50多年的。还真丹嘛，7叶续骨草倒是有，还差地龙根啊。先用50年人参试试看，普通煤炭放进葫芦里也能增加点灵气。这只丹炉品质还不错，又是偷来的？当然是偷来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不偷人家能给我吗？打又打不过，只有偷了。绝对不能让他去我家做客。炼丹炉其实也属于一种法器，而且比普通的刀剑之类法器更难以炼制，成本更高，价值有多贵？起码也要几百块灵石吧。就你熟悉的那种培元丹，100粒也换不到。而且以目前大周王朝的情况，手里有灵石丹药根本就买不到。这只丹炉好是好，就是可惜被污染了，对丹药成品有点影响，容易出现异变的丹药。当你炼制出异变的丹药时，不要服用就行了。你会炼丹？万一我在炼丹方面天赋异禀呢？你这样等于白白浪费药材，还不如拿着这些药材去炼丹房换几粒丹药。灵药浪费了再去偷呗，与其辛辛苦苦偷灵药，还不如直接去炼丹房偷丹。算了，你还是炼丹吧，万一你真的很有天赋呢？
千万就别浪费了你的炼丹天赋。我也这么觉得，当年我师傅就说我天赋异禀。在生生世世，因为断肠有所过，了解爱，送一片祝福，再默默相助，恐怕你以后不是血流回路。竟然真的被我炼制出培元丹了，修为竟然增长这么快，那再吃几十粒岂不是能突破炼气7层了？总比手搓好多了。这2粒特殊丹药还是单独放吧，扔掉可惜，万一之后用上了。该来的终于来了。前2天你还让秋月加紧巡逻，你早就猜到了吗？不是猜到的，而是必然的。现在天下大乱，他想独善其身，怎么可能呢？他不想去打别人，邪教和乱军早晚也会找上他，最后还是你死我活的结果。前面平静了几个月，现在秋收结束，正是各大势力打仗抢粮的好时候。军阵最大的作用，就是聚集无数弱者的力量，战胜实力更强大的敌人。王大脑袋这群人真是废物，平时吹牛皮吹得震天响，那么多修仙者，那么多人，还败得这么惨。蛇口珊珊运转流畅，杀戮高效的轻巧。不是王大脑袋太差，而是蛇口山这边太强了。王大脑袋这一支队伍在周边10几里范围算是最强的了，之前好几个村镇的势力都被他消灭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战子功劳。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再去其他更远的地方勾搭1、2支队伍过来？反叛军实力都差不了太多，再勾搭几支过来也是送菜。对呀，就让他们来这里送菜，来的越多越好。哎，我听说啊，那蛇口山可是个宝地，那蛇口山可是有仙人留下的灵药，只要吃了就能修为大涨。只要咱们占了蛇口山，就有吃不完的粮食，还有漂亮的女人。哎，听说了吗？要是真有那么多宝贝，蛇口山一时间，蛇口山成了人人向往的圣地。有姬苍和司马懿在山顶专心修炼，人参倒是还有，不过辅药都用完了，还是得去县城看看。我还在打仗，但对比去年已经少了很多势力。这丁家庄竟然还能保持着安宁平静。当初的18路反王，如今也只剩10道了。幸亏这纪律差，直接扮成小兵溜进去就行。看来就连县城也是急缺各种物资。就这一包，也只够再炼10几炉丹药。果然灵药也没有。哟，这不是典史那老小子家吗？作为曾经的下属，探望一下病情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就凭我现在的样子，大门肯定进不去。果然还是符篆好用，大摇大摆就能进。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带点身外之物。竟然粮食如山，几乎还有这么多粮食，加起来得有上万担。幸亏我的葫芦能装。这起码得有1万丈以上吧，有些竟然都生腐了。这么多干货，点痣老小子肯定吃不完，全都收走。这些钱财留着也没用，也一起收走。我可真是助人为乐的大好人。
竟然没有一点药材。就算没有丹药，灵药总有几株吧？再不行，培元聚宝丸总得有吧？奇怪，连茅坑都找了，这老家伙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老爷，轮到奴家了。这了。这老家伙没完没了了，试试看投石问门吧。谁抓贼呀？抓贼呀！抓贼呀！来人啊！老爷，没了，全没了！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老爷，没了！住口！粮仓里的粮食全没了，都被人偷走了。全部？是的，除了粮食，相邻的其他仓库物资也全都被偷窃一空。你怎么不早说？竟然全都搬空了，一点都没留下。整个安城县能做到的，只有县太爷了。好啊，搞到我头上来了。上次灭了司马家，就有种隐隐不安的感觉。钱财还能再搜刮，那间密室可千万别找到了。好东西果然在这儿，这才是大户人家。邪教密室简直就是狗窝。这么多好宝贝，钱财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只要把这老家伙弄死，这些就都是我的了。出来吧！难道他发现我了？藏头露尾还不出来？需要老夫请你吗？万一是想炸我呢？老夫已经发现你了。幸亏当年被师傅逼着练了这套风刮不尽、雨泼不透的剑法。算了，不能白来，拿了再说。不行，还是得加点重量。怎么了？下山倒了，有血迹。还是得尽快出城，县城毕竟不安全。本来还想去县太爷那个老东西家看看，万一有陷阱，那就成自杀了。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下，看看腿。典史这个老货太阴酸了，一点武德也没有。就偷点用不着的东西，至于这么狠吗？回去我也得在兵器上涂点毒药。幸亏当时手快，把这玉盒偷到手了。要不先放葫芦里3天，等药效更强了再吃，万一多发更严重呢？现在吃还是3天后再吃？过2天看吧。如果能控制，那就不用浪费了。张兄弟，好久不见！丁家主，张兄弟这是去哪里了？哦，我就在这周边看看情况，哪儿都没去。庄上正好准备了一些土鸡混酒，张兄弟要不要到庄上吃一顿饭再走？多谢，我身上还有事，今天就不打扰了。这样啊，我还想跟你叙一叙当今的局势，想请教一下张兄弟的看法。哎，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庄稼人，能有什么看法的？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踏踏实种庄稼，谁当了皇帝老子，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再见，张兄弟，以后有空常来啊！我跟丁庄主比还是差远了。
清点下这次的战果吧：5株地龙根，2株聚灵草，3株百年人参，5粒培元丹，2枚解毒丹。有了百年人参，就能炼正品培元丹了。地龙根和7叶续骨草也有了。这又是哪一个大户人家倒霉了？大户人家吃不完，我搬点回来正好。啊，小蛾子怎么来了？小蛾子，你来的正好，过来吃几块腊肉。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小蛾子可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没有人欺负我，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嫁人了。嫁人？你还这么小，嫁给谁？张有良兄弟竟然要逼着13岁的小蛾子嫁人？不认识，没见过，听说是神教的一个大官。肯定是张有良为了巴结邪教，把小蛾子往火坑里推。走，我带你去找张有良，必须得去找张有良兄弟算算账了。必须阻止这场婚事。后来考上武秀才，一直隐忍，就是不想让小蛾子太难过。你又来干嘛？小蛾子的婚事我不同意，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与你无关吧？反正我就是不同意。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到时候你如果作为娘家人来喝杯喜酒，我们自然欢迎；如果不喜欢，你也可以不来，不要胡搅蛮缠、无理取闹。若今日是别的事，我也就放下了，但这事我就蛮横无理了。反正我就是不同意。我不同意，你这件婚事就别想办成。二狗子，你这个逆子！不要再提养我10年这种事。我父母留下的家产可全都被你吞了。我每天起早贪黑为你们家干活，就算是一头牛马也得喂点草料吧。每次开口就是养恩，实则把我当牲口一样使唤。好啊，吃干抹净就不认账了是吧？当年你父母早死，留下你们2个几岁的小子，如果落到别人手里，你们兄弟还有命在，早就死了，尸体都喂狗了。老娘养了你10年，不懂得感恩，恩将仇报的。反正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你就办不成。你凶，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哎呦，打人啦！你个会忘恩方的，打死我啦！娘，我没你这样的女儿，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还胳膊肘往外拐，整天向着白眼狼，命苦啊！男人是个短命的，儿女一门心思向着外人。撒皮无赖还真是远不如婶娘。小蛾子，跟我走吧，这婚事就是一个火坑，不能同意。你要是敢出这个门，老娘就死在这里。老娘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现在要跟着一个白眼狼跑。狗子哥，我嫁人算了。那就是一个火坑，听我的，别嫁，谁也强迫不了你。小蛾子，我们女儿家反正迟早要嫁人的，嫁谁都是嫁，就算把这条命还给爹娘了吧。可惜小蛾子终究拗不过婶娘。等小蛾子嫁完人，张有良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这些当嫁妆应该能保她一辈子吃喝不愁了。至于灵药，我是不会让她落入邪教妖人手里的。腿伤未愈，走起来还是不方便。罢了，给小蛾子撑场面，也对自己大方一回。一叫吉时已到，红红郎。邪教老巢竟然在城西镇参与灭黄时，差点死在这灵田里。看来又种了不少好东西。邪教准备的饭菜能吃吗？算了，小蛾子出家吃一些吧。狗子哥，虽然不爱喝，但今天这杯酒必须得喝了。狗子哥，一个不胜酒力，快扶他回去休息。还想用毒酒毒到我？我哥呢？哪一个哥？如果问的是张有良，他已经回蛇溪村了。算一下时间，现在应该正在攻打蛇口山。有神教的人马和你哥联手，
应该很快就能拿下蛇口山。狗子哥人呢？二狗子吗？他这一刻应该是死了吧？为什么？我要去见狗子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老实坐下！人是你自己敬的毒酒，亲自毒死的。现在尸体都凉了，猫哭耗子有什么用？竟然是我亲手毒死了狗子哥！是你们设的计，你们害死狗子哥！你又何必那么激动？他的父母也是被你父母害死的。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肯定会报仇，杀你家满门，还不如早点把他弄死。所以张有良在自救，我是在帮你们。为什么？既然你问为什么，我就修修戏跟你说说，好让你死了这条心，以后也知道自己该往哪一边站。这必定是个宝贝啊！直接神教，自己得来的宝物，凭什么交给神教？要是他不上交，那就一点好处都分不到了。有回忆没事。神器勾成，二狗子打！你也不想想，你们村里黄老财都供不起孩子学武，就你们家那几十亩地，怎么可能供得起张有良习武？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钱财的来源吗？原来狗子哥的苦难都是我们家造成的。幸亏还有这解毒丹的药效，解了腿上的毒，又正好解了毒酒。这么贵的丹药差点就浪费了。现在他们估计以为我已经毒发身亡了吧？应该是刚刚中毒落在了客厅。幸好葫芦里还有一柄飞剑，在葫芦里放着，看起来更锋利了。大喜日子，连个守卫都没有，不愧是老巢，比上次的山洞大了不少。酒席上的邪教人员也多了很多。那个老头起码有炼气10层，深不可测，还是得小心点。符卷也不是万能的，上次那个点身就识破了我的隐身。竟然才这么点人，酒席上的高手都去哪儿了？村外那片灵田还有很多灵药，去找找用得着的。这新种的朝天贡椒还没开花结果，倒是有了，这些等结果了再来摘。火灵草没了，还变成了荒地。邪教身家很丰厚嘛，这么多灵药，那就不客气收下了。反正是移栽的，拔起来不心疼。培元丹和疗伤丹的主药材都有了，之前的东西应该都在这儿。这铜锁可拦不住我。给我出来！竟然挂了铃铛当警报。狗子哥，是不是你的魂魄回来了？变成鬼还不忘偷点东西的，也就只有狗子哥了。狗子哥，原来你没死！果然是你，小看你了。虽然符钻能在战斗占据优势，但就是太贵了，普通人用一次得心疼半天。狗子哥，我还以为你死了。我死不了，你走远一点，免得误伤到你。小蛾子，这个男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要不要？不要了。幸亏我修为更高，神识一开，这些攻击都被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竟然还拥有飞剑！小蛾子，这人叫什么名字？在邪教里面当什么官的吗？名帖上有他的名字，我没注意看，好像是神教的护法。你小心点，跟在我身后，不要乱跑。嗯，好的。狗子哥，听说我大哥和邪教的人一起去攻打你的蛇口山了。
啊？你听谁说的？你不用赶着回去吗？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以邪教徒走路的速度，这会儿顶多刚刚走到蛇口山脚下，我等下飞回去比他们快得多。再说了，山脚下有姬苍和司马懿，还有那3000人手，短时间你哥占不到便宜。嘿嘿，带回去伺候，明年就有10几只羊了。狗子哥没死真是太好了，但要是他知道他父母都是我爹娘害死的该怎么办？狗子哥从小吃的苦都是我们家带来的，我们家得到的一切也都是爹爹告密得来的。估计是吓到了，回去缓缓就好了。实在没东西了，这辣椒还没熟，等下次熟了再来摘吧。你这边来吧，让我骑。唉，这要是平时，慢慢走回去也行，我就不信了，你还能经得住我的诱惑？你看这粒丹药，灵气浓郁，吃了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让你翅膀更硬更大，羽毛也更加漂亮，心动吗？想不想要？那可就说好了，给你一粒丹药，你要载着它一起飞回去。这一趟的路费也太贵了吧！这傻大鹅真好忽悠，反正没吃过也辨不出真假。你别往心里去，那个邪教徒不是什么好东西，死了就死了。等你再长大一点，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婆家。要是新找的婆家对你不好，我就把她杀了，再重新找。在姬苍的指导和灵气食物的帮助下，我们队伍平均实力那可强得多，对方别想占便宜。你们俩倒是挺清闲的，那么强的实力，也不帮忙杀几个敌人。你小子也是学过兵法的，慈不掌兵的道理应该知道，不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怎么能培育出优秀的将士？我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得了几个钉？倒是你，去吃个喜饭，怎么把新娘子还带回来了？新郎官被我杀了，邪教老巢也被我抄了家，当然就把人带回来了。这下子想不和邪教对上都不行了。抄了邪教的老巢，是不是又偷了很多好东西？那是肯定的。你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灵石，果然是灵石。这就是让狗子哥爹妈身死的灵石吗？姬苍，这是一种毒药，能毒死修仙者。早就想弄点毒药了，这不就来了。再问一下，这个毒药应该是内服还是外用？这种毒药内食外用都可以，吃下去见效会比较快，外用见效慢点。毒药见效快慢还跟对方的修为强弱有关系。这种低层次的毒药对于筑基修士作用就不大了。把毒药放进葫芦是会更毒，还是中毒同时加点修为呢？你小子是不是有一只储物袋？我隐藏多年的小秘密，没想到被你发现了。既然看出来了，那承认就是了。谁那么倒霉，连储物袋都被你偷了？这次你可就冤枉我了。我这储物袋来路可是正得很，是我的授业恩师所传。他老人家法力高超，早已经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区1、2只储物袋，随手就送给我了。反正师傅已经承担这么多了，再多个储物袋也不算什么了。看来这李半仙果然名不虚传啊！你们在这里掠阵，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大白鹅，走！都是熟人，以前一起长大的玩伴。阿虎去年还在我手下做佃户。算了，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蛇溪村乡亲们听着，给你们一次机会，立即撤出战场，事后我绝不追究。大家不要中计，现在是各为其主，考验你们忠诚的时候到了。如果这次战败，事后肯定要清算你们的。传我将令，任何人胆敢后退半步，杀无赦。此战胜利之后，每人奖励粮食1斗。无伤虎意，忽有害人心。不想下死手，但人家却有杀他之心，不想善罢甘休。
他混了几十年，就从来没见过这种从天上喷辣椒水的打法。教主，不好了！你哥人呢？从开战到现在，一直没见到你哥的影子。这一次都是张有良出的主意，最后又是邪教损失最大。蛇口山没抢着，连老巢都被抄了。我哥一直在战场，马上就回来了。我直接捷足先登，把好处吃干抹净，稍微留一点点残汤，哄哄邪教那个老头子就可以了。当初爹就是在这儿被石头压死的，今天我必须登上蛇口山顶。终于成功上来了，二狗子真可笑，以为这点荆棘就能挡住我了吗？哎呦，失算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位道友，帮帮忙，救我，救救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请问道友高姓大名？我叫雨山，是主人最忠诚的奴仆。你不要惊慌，不要想着逃跑，逃跑就会挨揍。既然来了，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我每天只需要拉磨、种地、除草、浇水、煮饭、喂鹅就可以了。主人夸我很能干，主人对我很好，主人的恩情这一辈子都还不完。欢迎你加入蛇口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牛马都没这人能干，竟然如此甘之如饴。你能不能先把我弄出来，然后我再帮你家主人干活，怎么样？什么叫我的主人？主人这么好，你难道不想给主人当奴仆吗？我时常都在感恩，遇到主人是我的福分。天哪，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不愿意给主人当奴仆的。我愿意，我也愿意。刚才是口误。这就对了，给主人做奴仆一定是你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你忍着点儿，我帮你取刺。哦，痛！你忍着点儿。自己的队伍输了，而且是大败。小蛾子，你怎么一直都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狗子哥，我一边是父母兄长，一边是狗子哥，我该怎么办？别难过了，我带你在这周边玩玩，散散心。我从县太爷手里换到后面的2座荒山，现在已经把荒山都开垦成田地了，还有好几个鱼塘，里面都养了鱼。我带你去抓鱼吧。我到底该怎么办？要是说出真相，以后可能就是仇人了。父母虽然有点偏心，更喜欢2个兄长一些，但那也是血浓于水的父母兄长。那狗子哥呢？他是活该吗？不行，狗子哥是无辜的。狗子哥太苦了，他需要知道真相。如果他要杀了我，我也不怪他。狗子哥，我跟你说一件事。什么事？你这一整天都心事重重的，就是为了这件事吗？如果说出来更舒服，你就说吧。不，我已经决定了，一定要说，应该让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你爹娘的死因。什么人？这次竟然还是失败了。大哥，你怎么在这里？我还没找他算账，他倒先当起贼来了。二狗子，你别过来，有话好说，咱们好歹也是堂兄弟，一家人。你还有脸说这话？你看在小蛾子的份上，放我一马，以后再也不与你为敌，怎么样？大哥这次真的错了。小蛾子，你倒是帮我说句好话呀！妹妹，你倒是帮大哥说句话呀！小蛾子，当着小蛾子面杀他哥，是不是太残忍了？狗子哥，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什么事？妹妹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其他的？我想说的是，你爹娘的死因。不许说！畜生！小蛾子没有修为，扛不住张有良这全力一击的，在邪教老巢，我都能护得他毫发无伤。没想到，竟然伤在自己大哥手里，伤太重了，内脏都碎了，丹药的灵力都溢散了，气息越来越弱了。
找司马懿，司马懿一定有办法。司马懿，司马懿，帮我救救他！司马懿自幼学医，在这方面更擅长，一定有办法。别着急，我看一下，我没把握能救活他，只能尽力吧。这只瓶子里还有3粒肺疗伤丹药，都交给你。幸亏在老巢还得了5颗，刚刚喂了2颗，还剩3颗。狗子哥，我可能要死了。有一件事，临死之前必须要告诉你。你爹应该死不了了，只是他的身体太过脆弱了，短时间难以恢复，需要慢慢调养。多谢，他就交给你了。秋月、孙旺凑，你们做好准备，3天后出发，咱们反攻回去，彻底剿灭邪教。是。主人，昨天来了一个人，我劝他留下来安心给主人当奴仆，他竟然还不愿意干。我知道，那个人已经被我杀了。多谢主人当年不杀之恩。没事，只要你好好干活，咱们都是一家人。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真让人难以接受。不想了，先做好眼前的事。这次在老巢收了10几种灵药，葫芦里放一段时间，灵气更浓郁了。没想到父母竟是因为这个死的，难怪张友会对蛇口山念念不忘。灵气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雨山，你看好家，不要逃跑，我去杀几个人就回来。东家，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我要去打叛军和邪教了，你要不要去？我去看看热闹也行。出发！鸡哥，帮我看着点，我去镇子里面看能不能抓几个活口。去吧。这些普通人不值得浪费精力。练气张老爷，我是隔壁村的王秃子，大家乡里乡亲的，能不能放我一马？当年偷了人家媳妇的老家伙。张有信呢？他人在哪里？信王他，张有信这个狗贼，他霸占了乡正家的院子。这老东西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上次办理户籍名册，还来过乡正家，人都不见了，只剩一地血。这声音，小蛾子现在生死不明，我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我的好侄儿，快救救婶娘！哎呦，痛死我了！看在我养了你10年的份上。说起这个我就……哎呦，痛死我了！好侄儿，帮帮我！哎呦，我是你婶！哎呦，咱们可是一家人！哎呦，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哎呦，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好侄儿，救救我！你还在埋怨我以前打过你吗？你不懂，打是亲，骂是爱，这都是为你好。哎呦，要是别人家孩子，我还不打他。没有婶娘这么多年的教导，你哪有今天这么大的出息？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哎呦，好侄儿，快救我！只要把婶娘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答应。我问你，大狗子是不是你们害死的？怎么可能？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侄儿，我待你们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们那么小就没了爹娘，我和你大伯疼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害死他呢？哎，这孩子命苦啊！哎呦，痛死我了！好侄儿，你先把我救出来，其他的以后再慢慢说。哼，不用装了，我爹娘都是你们告密，然后被邪教杀死的，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你爹得了宝物，舍不得与大哥分享，想要独自藏起来发财。像你爹这种不仁不义、狼心狗肺的人，死了也活该。你那个哥哥竟然敢当着我们的面嚷嚷着要报仇，在老娘手底下讨饭吃，还想报仇。那天晚上，我和有良按住他的手脚，你大伯撬开他的嘴巴，将一碗毒汤给他尽数灌了进去，没过一会儿就断气了。这死鬼小小年纪力气还挺大，我都差点没按住。
把老娘的胳膊都抓破了。你这货倒是贼精，每天老老实实干活，逆来顺受，才让你活到现在。没想到包藏祸心，早知道当初就把这小鬼也弄死，就不该贪这小便宜。我不该，我真不该，当年就把你们2个小畜生都给杀了。大狗那个小畜生，他拼命的挣扎，我真该把你们2个一起给弄死，痛死我了！你个杀千刀的，你有本事就一刀杀了老娘啊！我不会杀死你，我要你生不如死。幸亏用了脸西服，掩盖住了气息，逃过一劫。娘，儿子，你没死太好了，快救我出来！哎呦，痛死我了！娘，你小声点，等下二狗子又回来了。这么多废墟一件件搬开，就得花很长时间。现在可是逃命的关键时刻。娘，你安静一下，听我说。儿子，你有什么主意？娘都听你的。娘，大哥这么多天没有回来，很有可能已经死了。嘘，别哭，惊动别人咱们都得死。可是娘，你现在伤成这个样子，带上你，我就逃不脱了。儿子，你的意思是不救我了？可我不想死，我怕死，我还没活够。好不容易等来的亲儿子，竟然不救我，这还不如让二狗子杀了我。开始还以为是张有信，一路追了出去，结果只是一个邪教徒。邪教徒也是必杀的目标，追了这么远也不能白费，干脆继续追。上次在洞窟里得到一箱符钻，全是乱七八糟的品种，果然有风信符。奔跑追杀，那可是我的强项。用了符钻，速度和灵活快了很多。不好！小贼，看你还往哪里跑！小贼，你毁了我的分舵，老夫今天就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炼你的魂魄。活了几十年，就从未见过如此无耻的修仙者。整个村庄除了砖头房子搬不走，只要是能带走的东西，全都没了。就连厨房里的铁锅菜刀，也都被这个小贼搬走了。要不是那个贵公子的气息吓得我心惊胆战，早就找二狗子报仇了。幸亏设了这个计策，把二狗子勾引出来再杀。老贼，有本事抓住我再说！攻击范围跟自身的神识差不多，没有神识掌控的地方，攻击就没了准望。逃到攻击范围外，先放鹅。只要企鹅飞上天，筑基以下就拿我没办法。不好，他冲着大白鹅去了。好险，只能硬挡了。该死，他的飞剑力道好沉。去搬救兵，把机舱喊过来。飞走了，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现在只能靠自己撑住了。又来了，这些神识我都不如他，飞剑威力、范围、操控精细度都比不过，这下麻烦了。拼了几下，真气就消耗过半了。他的飞剑越来越近，人却离我那么远。这么打下去，我必输无疑。拼不过飞剑，就拼近身。我这一身力气可不是白长的，只要让我近身，就能一剑剁了他。近了，更近了，就是全身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吃我一剑。剑坏了，但机会难得，不能停。对了，拼法力和神识我打不过，但拼力气和近身，他不如我，就这么打。
线断了，但还能打。小贼，今天算你走运。只知道另一个巢穴的大概位置，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你拷问邪教的分道位置，不想缩在蛇口山种田了吗？鸡哥，你上次跟我说的好处还有没有？当然还有，我说过的话一直作数。你想要些什么东西，我现在就给你写下欠条。东西肯定是越贵越好，但具体要什么嘛，还是得好好想想。欠条上让我思考几天再说，我还没想好。没问题，随便你。倒是你，怎么突然就转性了？我也是武秀才，突然觉得在此危难之际，应该挺身而出，报效朝廷。来了，最后的洋料，吸收了这些，我的筑基之路便再障碍。高手？哪里有高手？你说的是天上那3个傻子吗？黄口小儿，休得猖狂！休得猖狂！天地玄宗星，去死吧！鸡哥，差不多就得了，你悠着点儿。拜见齐王！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床上的那具尸骨。这小男孩叫许峰，这名字好像听到过。这片地方必须拿下。对，咱们现在不战，迟早会冒出新的山贼土匪。张有良一完蛋，这方圆10几里就成无主之地了。司马和姬仓都说必须战下，我不战，又会冒出山贼土匪，乱糟糟的。可我哪有那么多人手去管？不如把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吧。战后有很多叛军残兵四处流窜，正好可以收拢他们，安置到各个村庄里，让他们安稳种地，重新做人，也算是我和义字帮出一份力了。好，你去吧，这些都是吃惯了人肉的，别太心善了，该杀的就杀吧。放心吧，我知道的，治恶疮也要剜肉剔骨才能药到病除，医者仁心，但也会用刀的。司马懿愿意接手最好，他带走了受伤的小蛾子。秋月，你带一批人，多准备一些干粮。孙旺财，你去队伍中挑选出2000名最精壮的，过几天准备出征。这次出征干粮要备足，2000精兵应该够了。接下来得找姬仓要报酬了。那个鸡哥，我想问一下，你打算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宝物？想了2天，还是没想好到底要啥，干脆先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怎么，你想了2天还没想好吗？你感觉自己最缺什么就选什么，不就行了？我想是想好了一些，又怕太贵重了，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你说来听听，我考虑一下。以这家伙的性子，准没好事，我得防着点，不能把话说满，免得被他讹上。需要我帮你什么？其实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什么，你随便给我1000粒筑基丹就行了。1000粒筑基丹？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他这表情，难道我又说少了？看来你是真不知道1000粒筑基丹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就敢狮子大开口，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也好，让他知道知道天高地厚。 1000粒很多吗？那就少点，500粒、300粒怎么样？不可能的，整个青州也没有这么多筑基丹。筑基丹原材料需要数百年份的5灵草，而这5种灵草又必须在特殊的灵地才能生长。筑基丹产量有限，需求又多，每一粒都很珍贵的。那就50粒，怎么样？
你该不会连这么一点筑基丹也没有吧？从1000到50，我已经做出巨大让步，你好歹也是大从家，不要太抠门了。你怎么不开价1万？从1万到50，你的让步更大。咱们俩谁抠门？你心里没点数吗？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随便拔一根毛也比我的腰粗。筑基丹只能给你1粒，多1粒也没有，还必须到郡府衙门登记。1粒？书上都说珍贵，看来是真的。县太爷那么贪都弄不到，姬仓竟然真给，嘿嘿，赚了。不过1粒有点少，得再试试，看能不能替司马懿也要1粒。再给1粒，2粒怎么样？我帮司马懿这小子也讨1粒。不行，每个人只能登记领取1粒，这是王朝律法，我也不能违背。你私人送我1粒筑基丹，也需要到郡府衙门登记吗？当然，在大周王朝，炼丹坊里出品的每1粒筑基丹都是有数的，绝对不能让筑基丹落入到奸佞之人手里，凭空增加不安定因素。你看这一次叛乱，邪教徒里面大部分都是些炼器修士，叛乱再大也难成气候。只要朝廷抽出手来，举使投足之间，便可将祸患消灭于无形。筑基丹绝非真的稀缺到1粒难求，国库里甚至多到放坏。筑基丹便是通往王朝上层的门票，是筛选和掌控的工具。这张票必须由朝廷牢牢攥在手里，此乃帝王心术。掌控筑基丹，便是掌控了晋升通道与人心欲望，只能做不能说，表面上只能是物以一息为贵。他之前开口1000粒，等于要1000张官票，圣上也没这么大方。既然筑基丹这么珍贵，邪教的筑基修士又是怎么来的？邪教得不到筑基丹，往往会使用一些上古魔道的邪门法术。你上次救司马懿的那洞窟布置，应该就是为了筑基做准备的。还有一些邪教徒会勾结万妖国，从万妖国得到一些类似的宝物。那功法的事，筑基丹是硬通货，受管制，功法秘籍，尤其是我个人所学的，反倒自由些，只要不涉及皇家秘传，给他一门也无妨。看他的路子，正好有套合适的。我看你有一身蛮力，又喜欢使用重剑，我传一套剑法吧。开山断水剑，刚猛无回，以立正道，正适合他这猛。这股子蛮劲儿和那柄重剑，默写出来给他便是。不过我身上没有功法原本，只是以前看过，还记得一些。这2天我默写出来给你。开山断水剑，名字就够霸气，一看就是好货。姬仓这家伙这次倒挺大方，让我看看怎么练。好家伙，这威力，果然是1粒破万法，爽！跟之前领悟的光路子很像，但更猛更直接。这一剑下去，啥玩意儿扛得住？主人威武！这不算啥，你把这些石头捡一捡，这块地又能种一些灵药，威力不错，还能顺便开荒，一举两得。山顶这灵药园子越来越有样子了，等武灵草凑齐，说不定真能自己炼筑基丹。雨山，我这次要出去一段时间，你看好家，等我回来。主人放心，雨山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奴仆，主人的恩情，雨山一直牢记在心，将用一生来偿还。所有人听着，投降不杀！哼，留群乌队合之众，等司马懿来收拾，大队继续前进。这趟出征看来比想象中顺利，太顺利了，顺利的不对劲。大半个安州县都拿下了，可一个像样的有修为的头目都没抓到，邪教的据点也一夜之间全消失了，像从来没存在过。这帮家伙躲哪儿去了？当外界一片兵荒马乱，唯有这丁家庄宛如风暴中心的风眼，平静的奇异，美好的不真实。这片远近闻名的灵田，这道防备严密的荆棘墙，守护的或许并非仅仅是灵米，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入口。哈哈，痛快！那狗官的人头就是老子砍的，睡了县令的小妾，那滋味儿。如今咱也是号人物了，说话得有点派头。诸位，干了这碗！赵大王，赵大王！一群不知死活的蠢货，死到临头还在做白日梦。罢了，反正都是祭品，就让他们最后快活一会儿。诸位久等了，请随我来。这恐怕已经到水库底下了吧？这是自然，那条水灵脉就在水库的底下。听说在灵脉上面修炼，事半功倍。灵脉啊，要是能在灵脉上修炼几天，说不定老子也能突破。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好了，到了。赵大王，你不一起进去吗？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不一起进去呢？一起进去？进去当祭品吗？祝你们早日被圣法吸干，神功大成。下辈子吧。池子里还有好多血迹未干，
真讲究，地上还要刻这么多的花。这些花纹好像是符文或者阵法。咦，亮了，果然是阵法。还是宋大将军有见识。咦，我怎么流鼻血了？我也流血了，好冷！这封邪门血，我怎么无缘无故流血了？我的功力动不了，身体不听使唤了！救命！放我出去！赵狗贼，丁庄主，你们不得好死！来了，最后的洋料，吸收了这些，我的筑基之路便再障碍。播下的种子，如今终于到了收获的涅解。这些蠢货真以为天上会掉馅饼？你们修炼的越勤快，功力越深，我这血煞大法收割时效力便越强。筑基就在今日。筑基已成，力量倍增，但这还不够。那些邪教徒修为比泥腿子更精纯，是更好的补料，一个都不能浪费。是姓赵的，你搞什么鬼？里面的人呢？大家一起上，冲出去！血煞诀，我改良过的功法而设，专为闹修炼了几层，在我面前不过是待宰的羔羊。感谢天地，馈赠予我如此丰美的庄稼。终于出关了，这气息好可怕，人都处理干净了，只剩下我一个。家主神功大成，顺利出关。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在叛军之中分发功法与血魄丹，都是你一手操办。老夫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功劳。工具用得好，也该安抚一下，让他走得安心些，无牵无挂，方是慈悲。我从小父母死得早，全靠家主一手把我养大，此生能为家主效力，是我的荣幸。家主待我恩重如山，没有他，我早就饿死冻死了。这条命本就是家主的，只是对不住家里的妻儿了。只是苦了你了。戏要做足，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感恩。该上路了，得把尾巴都清理干净。所有知道丁家庄秘密的，还剩下几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谁？必须死。任何知晓此度秘密的，都必须彻底消失。就是城西镇的那个铁舵主，前段时间被蛇口山的张秀才打败，然后就不知所踪了。倒是一只老狐狸，你放心，我迟早会把他揪出来。当务之急是处理好眼前这个最知情的。多谢庄主养育之恩，属下只剩一件心事，希望家主能善待吾家中妻儿。家主，求您看在我这条命的份上，照顾好他们。小宝、小贝，爹对不住你们。你放心，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妻儿一样善待你的妻儿。来生你可还有其他愿望吧？没了，死而无憾，只愿来生能再为家主效命。庄主下山了。下山了。庄主好，好，都好。看，这就是我的庄稼地，我的子民，多么淳朴，多么可爱。我会继续好好照料你们的。庄主爷爷。老赵啊，你看，你的种长得真像你。放心，爷爷会替你把他们都照顾好的，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谢谢庄主爷爷。庄主，你老就是太惯着他们了，快要把他们俩宠上天了。多好的一家人，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我这个当长辈的，自然要多多照顾才是。看，我答应过老赵，会像对待自己妻儿一样善待你们。现在你的妻子是我的了，你的孩子我也会视如己出。老赵，你可以安心了。快，都麻利点儿。是，庄主。真是好人呐，庄主真是大善人呐。老赵家遭了难，全靠庄主操持，这样的东家打着灯笼都难找。庄主爷爷，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带你们去该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和你们一样无父无母的好苗子，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这里有很多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他们也都没有父母，都是可怜的人。我把你们接过来，大家年龄都差不多，一起生活也好有个伴。另外爷爷还传你一套修炼功法，你们好好修炼，以后有大本事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好好修是爷爷给你们最好的礼物，修炼的越勤，根骨养的越好，将来收成才越丰硕。多谢庄主爷爷。
庄主爷爷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弟俩永生难忘。庄主爷爷是好人，是大恩人，爹妈都不在了，以后我们要听爷爷的话，好好练功，报答爷爷。庄主爷爷，多好的苗圃啊！这些都是未来的希望，好好长吧，孩子们。爷爷会给你们最好的焚料——血煞诀和血魄丹。庄主把我们都叫来，还让带上家伙，这是要干啥？难道有山贼要打过来了？今天召集全庄的精壮汉子，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扫平那些叛乱，让大家都可以回到村里安安心心的种地。还是庄主仁义！既能保境安民，赢得好名声，又能削弱潜在对手，顺便看看有没有值得培养的新种子。邪教的人像地老鼠一样钻没了，叛军头目也跑得精光，就剩下县城外那帮乌合之众。打他们，岂不是帮知县那老狗解围？最好让叛军冲进去，宰了那几个老家伙。县城那些渔民善恶不分，害死了你的家人，你还要救他们？杀，都该死！他们都只是普通人，不明真相，被县令蛊惑才犯下此错。这些人顶多只能算是被县令利用的刀，甚至连刀都算不上。冤有头债有主，真正的幕后凶手是县令和典史。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况且黄老财那老小子担心他儿子，有空一定要经常去我们丁家庄做客。这小子倒是个实在的愣头青，实力不错，心思也单纯，若能拉拢或可利用，即便不能结个善缘也好。就是这几只扁毛畜生，坏了我的大事。原本能让我冲击金丹大道，全被他们吓得提前收割了，可恨，可恨啊！又跑了，这帮泥鳅，肯定是跟邪教有勾结，听到风声就跑。娘的，白忙活一场。司马懿，他竟然没死，还拉起这么大一支队伍，还有那个乡下小子，真是养虎为患。两个泥腿子，翻了天也是民。司马懿更是铁案逃犯，本官有的是法子拿捏他们。先稳住，秋后算账。狗官就在眼前，杀了他们！冷静，现在不是时候。众目睽睽，不能连累二狗子和兄弟们，血仇必报，但不是现在。多谢诸位义士来救，本官一定会上奏朝廷，为诸位义士请功。本官在县城鸿福楼备了些薄酒，为诸位庆功。姬苍，带你去混酒席去。哼，不去。干嘛不去啊？又不要钱，不吃白不吃。我又不缺这一口饭，这些人没资格与我同席。唉，这家伙又装上了，还是欠条不够多，生活没压力。哟呵，还装起来了。平时看你在山脚下跟大家一起吃野菜窝窝头，你不也吃得挺欢快的吗？不一样，你理解不了的。好吧，你继续留在这里啃干粮吧，我要去鸿雁楼吃烧鸡了。吃饱了，告辞。道不同，不相为谋，与仇敌同席，如坐针毡。这顿饭吃得恶心。黄满仓这小子，差点饿死在城里。雨山又跑了，还偷了我的灵药，我辛辛苦苦从外面一根一根偷回来的。雨山这个天杀的，他知道为了偷这些东西有多难吗？偷的那一刻有多提心吊胆，真的挨打有多惨吗？他人往哪个方向逃了？追！看来是想逃回万妖国，偷灵药是其次，但他知道太多秘密了。好可怕的气息，都不敢喘气了。完了，主人亲自来了，我的逃跑计划又失败了。主人，我错了，我仍然是你最忠诚的奴仆。主人，我想家了，想回家看一下就回来。这怂包每次挨打都拼命求饶，最近很久没逃了，都疏忽了。这次留的大额太少，让他有了机会。主人，你待我恩重如山，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奴仆。是我猪油蒙了心，竟然想着逃回家去看老婆孩子，差点做出违背良心的事儿。先糊弄过去再说。我羽山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主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仁慈的主人，你对我的恩情这辈子都还不完。主人，你最忠诚的奴仆诚心向你忏悔。每次都这样，认怂特别快，跪在地上忏悔大半天，都听腻了。行了，去把你挖出来的那些灵药重新栽种好，浇上水，1株也不能少，少1株我就打断你1根肋骨条子。根据经验，打人不能打手脚，影响干活，肋骨断了会痛，但还是可以坚持干活。谢主人开恩。雨山到底要不要留呢？已经逃了10来次，要是杀了，那谁来干活种地呢？自己干就没时间修炼了，还是得留着雨山干活。我不累，给东家干活，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点也不累。那你感觉苦不苦呀？不苦，只要每天能跟在主人身边为主人干活，生活过得比蜜还甜。那你冷不冷呀？山上风大，我给你拿了件衣服。不冷，只要在东家身边干活，我的心就是热的，数九寒寒也感觉到全身暖洋洋的。还是加一件衣服吧，山上风大，万一着凉就不能干活了。你对我这么好，我猪油蒙了心，竟然还想着逃跑，我以后再也不跑了。身上的伤还痛吗？痛，肯定是痛的，特别是干活的时候被牵扯，就更痛了。哎，你看，逃跑就会挨打，以后别跑了，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主人，我以后再也不逃跑了。嘘寒问暖还真有点用，现在这样看，放心多了。跟着姬苍学了不少东西，用在雨山身上还挺管用，不过好像还要恩威并施。虽然打过了，但还不够，之后恶人还是给大鹅来当吧。这鹅群的数量稍微少了点，自上次爆发式下蛋后，1年没再下过蛋了。书上说，实力越强的生灵，繁衍能力越差，鹅群规模无法扩大，就只能想办法提升实力了。当初县衙就是用这玩意儿把蝗虫群引诱到辣椒田里，当初那么多黄妖，不可能全死绝了，应该藏起来修炼了，用这个试试能不能引诱几只出过来。20了，时间过得真快，个子总算撵上那小白脸了，就是这身皮晒不白，不过男人黑点结实。炼气7层了，离筑基又近一步，最卡人脖子的筑基丹早就跟姬苍预定了，只希望这家伙到时候别赖账。我跟你说，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只有吃得苦中苦的人才能成为人上人。主人说的太对了，我也发现了，每天白天干的活越多，晚上就睡得越香甜，睡得越踏实。雨山，把这只老鼠拿过去洗剥干净了，等下分你1条老鼠腿。好的。这花妖果树散发的气息总是吸引周边的野兽赶来自投罗网，去年冬天还来了头变异大野猪，让手下众人过了一个肥年。前几天刚杀了1条小蛇，今天又来1条蛇妖，难道传言是真的？如果一直有1条蛇妖存在，但没吃我，也算是万幸了。也不知道是只有这1条蛇，还是藏着其他蛇。如果还有其他蛇妖，干脆早一点引诱出来，藏在暗处终究是隐患。鸡哥，看看这个。嘿嘿，鸡哥你太客气了，每次都给我写个欠条，怪不好意思的。别酸文假操的了，帮我搭把手，把蛇皮剥了。好的，这张蛇皮品质还不错，可以做一件软甲，送给你了。多谢鸡哥。真难以想象这么辣的菜竟然是我做出来的，看来还是吃点不辣的蛇羹算了。这2个货捅了马蜂窝，现在打不过，就往我这里逃，把叛军也引来了。二狗兄弟，帮个忙！事已至此，就算不想打，那些叛军也会杀到这里来，也不会放过蛇口山。前面的叛军听着，我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请速速退去，否则休怪我手里的石头不长眼。哈哈哈，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飞蛾将军，老夫正想会会你。这一直在天上纵横无敌，还是头一回遇到也能飞的对手，对方还是筑基的高手，这下麻烦大了。马老头，你想独吞咋的？见者有份，这几只大鹅我也看上了。这2个货究竟捅了一个什么样马蜂窝，惹来这种强敌？搞不好今天蛇口山这些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鸡哥，救命！鸡哥，差不多就行了，那可是3个筑基高手。高手？哪里有高手？你说的是天上那3个傻子吗？黄口小儿，休得猖狂！休得猖狂！天地玄宗星！去死吧！鸡哥，差不多就得了，你悠着点儿。蛇口山怎么就冒出这么强的高手了？幸亏我收手早，没有暴露身份，不然……县尊大人，胜局已定，我就带着人先回去了，正好还能赶上春耕，回去先把地种上。鸡哥，原来你这么厉害的吗？你的伤好了？筑基与筑基之间天差地远，就这几个草包，也配称筑基？扶我一把。鸡哥这姿势，我以为他摆着好看，原来是不行了。鸡哥，你休息一会儿，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哈哈，没有筑基修士的天空就是我的天下。砸，砸，让你们尝尝爷爷的手段。额分都给我拉准点儿。孙旺财，差不多了，收兵吧。那是又来了一支援军。这叛军怎么跟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糟了，是筑基修士！鸡哥现在动不了，司马懿又疯了，这下怎么办？难道天要亡我？大鹅张嘴，咱们拼一把，这是最后一点药了。大鹅，对不住，咱们爷俩今天就把命豁出去，吃下去，给我力量！对面的小子，只要你把灵兽大鹅交出来，可免你一死。老夫劝你不要自取灭亡。2个草包筑基也敢叫嚣，不知死活！好强的反震力，真气快不够用了。不过这一剑应该伤到他了。这些变毛坑手，跪下！跪下！什么怪物？精血在流失，自己体内的一丝丝精血不受控制的活体而出。姬苍教的这门剑法威力确实很猛，但对体内真气的消耗也很快。看到姬苍斩杀筑基修士，跟杀鸡屠狗一样简单，自己上手才知道有多难。炼气和筑基之间相差太大了。给我死！终于成功干掉一名姬苍嘴里的草包筑基，一共42只大鹅，现在加上胯下这只鹅王，一共只剩下8只，其他大鹅全部战死，自己身上也受了不少的伤，好几次差点死了。怎么才能帮司马懿一把？2人纠缠得太近，动作又快，从上面扔飞剑肯定不行。
司马懿看样子已经失去神智，也不会配合我。想起一个伤敌1000，自损1000的笨办法，就是苦了司马懿，要吃点苦头了。有完没完了？今天怎么就有这么多筑基修士？难道谁捅了叛军筑基的老窝？怎么办？现在无论是姬苍，还是他，或者司马懿，都没有能力应对这么多筑基修士。难道是天要亡我吗？他们好像是在逃命。邢队长，我是州府夏家的人，任安城县令。那这些又是什么人？他们全都乱臣贼子，都是叛军。没想到县太爷这老小子会突然使出这种阴招。县太爷他纯粹是公报私仇，想要诬陷我们。胡说！本官作为一县之父母，向来一县孺子爱明若本人，一心为公，只有公敌无私仇。你说说，本官平日之官风如何？我们的县尊大人爱民如子，每日为了全县百姓饥而操碎了心。县城被贼军困1整年，县太爷与城内居民同甘共苦，县尊大人苦啊！我们这些做百姓的，无法为县尊大人分忧，时常夜不能寐。这次回去再运作一下，大概能捞个肥缺了。县尊大人为了全城百姓省吃俭用，废寝忘食，但有些人却不顾百姓死活，中饱私囊，私吞朝廷赈灾粮。他就是他司马家族。火候还不够，还得再加做。一切恶一把火。他修炼邪教功法，还勾结叛军，与叛军里应外合，打伤衙役。将军，误会啊！你不要被他的一面之词蒙蔽了。其实他只是看起来很凶恶，实际上他才是一个大善人。赈灾、施粥、免费看病、救人于危难，样样好事都做的。一群刁民，证据确凿之下，还想狡辩？你们这些刁民、反贼，统统给我跪下！违者杀无赦！大胆！你为何不跪？你是在教我做事啊？此人面如冠玉，唇红齿白，看起来气质不凡，跟那些泥腿子改行的叛军截然不同的，至少也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富贵人家有钱有粮有资源，还可以做官，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傻子才造反。虽然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大人物，一个也不敢得罪，否则刚才也不会卖县令一个面子。哪怕大人物家里养的狗，也不要随便去踢。你是人字部哪一支的？我是镇国军人部丙字队的。哦，原来是陈胖子的队伍。他人在哪里？让他来见我。遵命。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搞不好就是打蛇不死，反被蛇咬。这家伙究竟是不是虚张声势？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敢说姬苍身上有几根毛都一清二楚，腰上那块玉佩也拿在手里把玩过的，感觉平平无奇。还没他身上的法袍值钱，之前看不上，不然就用几斤辣椒换过来了。鸡哥，你如果是虚张声势的，我建议你现在骑着大鹅逃跑。无妨，安心等着就行了。这家伙虽然改不了吹牛的毛病，大部分时候还是靠谱的。
感觉承受不起，要不要跪回去，或者上前把人扶起来？活了20年，还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镇国军人字部丙队拜见齐王，拜见齐王。起来说话吧。谢殿下。属下来迟，还请齐王殿下恕罪。无妨，是本王自己不想暴露。叛乱平息了吗？回齐王殿下，青州的叛乱已经被肃清，至于少数贼首还在逃窜。我这里也没什么事，不耽误你们干活了，该忙什么就去吧。是，属下遵命。感觉怀里的欠条有点烫手，会不会把我这个债主给杀了？饶命啊！都是误会，小人受了奸人蒙蔽，误听谗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齐王殿下把小人当个屁给放了吧！都给我抓起来带走！早就是在书上多次看到镇国军的事迹，这回终于见到真人，果然名不虚传。雨山这次竟然没有逃跑。主人，你终于平安回来了。我在山上看着，都为主公提心吊胆的。主人，你看，我用稻草搓了一条长绳子，用来晾衣服。哎，不错，就是这绳子用来晾衣服还略粗了一点，长了点。山上晾衣服的绳子已经够用了，不用再搓了。最珍贵的是那株火灵草，这株灵药可是炼制筑基丹的主要之一，得好好保存。经常有筑基修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火灵草实在太显眼了。之前因为姬苍老远就徒步过来，镇国军没人敢飞越蛇口山。等以后姬苍离开，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别人从山顶飞过去，看到那么珍贵的灵药，很难不让人生出歹意啊。这次也斩杀了5名筑基修士，除了每人有一柄飞剑，一些血魄丹，好像也没多少值钱的东西。鸡哥，西王殿下，你小子装什么装？以前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吧？草民不敢，草民以前不知天高地厚，有眼无珠，得罪了齐王殿下，就是再给草民100个脑袋也不敢了。你是不敢，还是不愿意？知道是圣皇子的时候，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很，总把他当成一只肥羊使劲的薅。现在很心虚，记得上次送一坛酒，还让写了一份欠条。自大周王朝开国以来，你是第2个敢让皇族给你开欠条的人。你的勇气哪儿去了？齐王，那第1个是谁？称呼鸡哥了这么久，习惯了，现在改口总是不太自然。不过更好奇第1个债主是谁了，死了没有？第1个名叫许峰，死了，死得很惨。我以前跟你开玩笑的，这些欠条都当不得数，现在都还给你吧。现在好吃好喝供着，早晚磕几个头，烧几炷香，把人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多好。君无戏言，怎么能不算数呢？难得还有人敢让皇族开欠条，都留着吧，一粒丹药也不会少你的。从镇城国君那边传来消息，那个安城县令在狱中胡乱攀咬，仍然一口咬定你们俩是罪民。二狗子还好，芝麻大点事儿，不算什么。司马懿这边的罪名就大了，已经被定成了铁案。现在叛乱已经平息，一切都要重新回到正轨。就算背地里有什么操作，明面上还得按照规矩法度来。这官场之上，谁的拳头硬，谁就是道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你现在唯一的罪名，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我自知罪大恶极，甘愿领死。家族赈灾粮的事，罪证确凿，将永远是我身上的污点，无法洗白。先不用着急，你顶多算是从犯，请我师父在朝中走动一下，还是能兜得住的。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对于司马懿的人品还是了解的。出淤泥而不染，更难能可贵。这样的人不重用，还有谁可用？圣祖当年为天下苍生而立国，若今日之大周，连一个真正山路的人都容不下，活该毁灭。我这2天就要回京师了，相识一场，你们俩想不想跟我去京师？正好可以提携他们，给他们一场富贵。我愿意随齐王殿下进京，此行不为荣华富贵，只为实现心中抱负。戴罪之身，想要参与科考已经很难，只有跟着齐王进京，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生的抱负。上衣一国，我要给这个重病的大周王朝治病，要不就是大周王朝活过来，要不就是我死下去。你呢？可我就是个偷吃猪食时长大的庄稼人，没有大额的傲气，
他们看不上的荣华富贵和钱财都是我的最爱。每天像县太爷一样用金碗吃饭，蜂蜜漱口，搂漂亮媳妇儿睡觉，再修成1、2门神仙高法，做梦一样的好日子啊！鸡哥，我好奇问一下，你以后会继承皇位吗？要是鸡哥能当皇帝，那我还犹豫个啥？赶紧抱大腿啊！以后跟人吹牛就说皇帝是我兄弟。嘿嘿，我父皇青春正茂，如今才1800多岁，传皇位之事还早得很。而且我父皇一共生了99个儿子，最大的今年也有1000多岁了，我是最小的，今年才20多岁，有98个兄长在前面，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我本就与皇位无缘。哦，这样啊，当不了皇帝啊，可惜。京城当官的心眼多，我这点脑子肯定玩不过人家，还是村里好。实在，我的宝贝葫芦也不能让人知道。我不去了，蛇溪村这么多人，这么多田地，舍不得啊！马上就春耕了，现在播下种子，到秋天至少能收几千吨粮食。无论如何，人都要吃饭的，种粮食才是正道。从没见过这么金碧辉煌的大房子，而且这大房子还能在天上飞。姬苍带走了司马懿，司马懿又顺便拐走了小蛾子，真是女大不中留。从此以后，整个安川县最大的地主老爷非我莫属。不过二狗子，你切记，莫要贪多，此秘法耗时耗力，更耗资源。筑基寿元不过200余载，若一味追求极致，恐寿元耗尽，亦难进阶。能炼制5、6重，便已远超同辈矣。地有了，秘法也有了，先不想那么远，把眼前的地种好，让大伙儿今年都能吃饱饭。等秋天收了粮，手头宽裕了，再好好准备武举考试，把功名考上，就能免税了。嘿嘿，一步步来。唉，10户9空，地多人少。以前是佃户求地主，现在是地主求着佃户喽。地多心里就踏实，慌着就慌着，看着也高兴。这地价现在不买，啥时候买？黄老财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啥是根本。现在虽然人手不够，无人耕种，但我就是喜欢囤地，看着这一大片土地，心里舒坦。这批人都是姬苍亲手调教出来的，战斗力不错。加行我的威名，应该能守住这片灵田。所有人注意，按照原定计划开垦灵田，种植灵药。雨山辛苦了。不苦，别把自己累着了，注意休息。雨山，这里为什么少了2株灵药？奇怪，昨天还看过2株灵药好好的在那里的。主人，会不会是大鹅偷偷吃的？大鹅只会在田里乱采乱啄，绝不会挖这么整齐的坑。雨山，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偷了灵药？主人，我对你一片忠心，怎么可能会偷灵药？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绝对不是我。这辩解多少有点苍白无力了，毕竟前科摆在那里，很难让人相信。雨山，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你为什么总是改不了呢？主人，我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从来没有小偷小摸。大王，你怎么伤成这样了？没事，有我在呢，我会照顾好你的。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给你弄点吃的。现在就剩下那么8个了，要是不培养强壮一些，到时候连雨山都扛不住。伤势都恢复了，实力也有所提升，唯一遗憾的就是不爱下蛋，种群短时间没法扩大呀。主人，你看，铁荆棘的种子成熟了。培育了这么久，终于开始成熟了。念咒。你不用紧张，你是我的家人，这种荆棘都是用来对付外面敌人的。我不紧张，我是为主人感觉到兴奋。对了，雨山，你上回逃跑的时候说想回去看家里的亲人，你家里一共有几口人呀？如果想家里人了，就跟我说，我去走一趟，帮你把家里人都接过来，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多好啊！多谢主人好意，这里就很好，我现在不怎么想家了。哎，都是我平时疏忽了，没怎么关心你。其实一家人还是要住在一起比较好。你
你是我最好的主人，但我现在真的不想家。男子汉志在四方，不能老想着家。好吧，既然你这么有志气，我也就不勉强你了。我出去一趟，你看好家。好的，东家你放心，人在山在。往年春耕时期繁忙，如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在地里耕作，大部分田地都抛荒长草了。以前人来人往的官道，现在长满了杂草。还是头一回看到，县衙竟然还会免费发放粮食。多谢青天大老爷。丁青天一来就开仓放粮。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恭喜恭喜，恭喜丁庄主荣升县令。都当上县令了，却仍然是穿着朴素，看起来像一个人憨厚淳朴的庄汉。唉，大乱初定，全是烂摊子。二狗兄弟来得正好，我有些事想和你商量。抱歉，抱歉，让诸位久等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今天来的都是安城县境内地主和富商，上一任县令在的时候，可是跟县令说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诸位父老不要多礼，我今天请大家来是有要事跟大家相商，是有事相求。丁青天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是这样的，经历这场大乱之后，整个安城县人口锐减，食不存一，一派荒凉凋敝。我作为一县父母官，每每看到这种荒凉的场景，都忍不住凄然泪下。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想为安城县百姓做点事，重现安城县往日的繁荣。好，丁青天真是难得的好官，我等愿效犬马之劳。虽然有阿谀奉承，但也夹杂了少量真实的情感。谁不希望能遇到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县令？但这件事情做起来很难，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这第一件便是要在场的地主回去就给佃户减租，佃户少交租才能吃饱饭，才有余粮，晚上还有心思生孩子。只要一家生4、5个，生6、7个孩子，几年时间人口就能翻倍。朝廷以免青州3年赋税，此时减租正是时候。至于今天被请来的富商们，则有另外一个任务。诸位行走四方，见多识广。丁某要求各位在外行走时，遇到流民乞丐，皆可劝其迁来安昌，只要能带来人口，县衙按人头给予奖励。安城县终于遇到一个能为民做主的好县令。现在整个安昌县的空地实在太多了，电婚不够用，根本种不过来。前年因为心软留下的3000多人，战后还剩下2600多。这批练过武的，战能冲锋陷阵，平时还能作为劳动力，干农活一个顶2、3个，拉犁耙比牛还快，工钱都省了，就是胃口好，能干也能吃。仅剩少数位置比较偏远、不相连的土地才租出去。这些佃户是去年平定叛军时司马营安置在村庄里的，熬到现在都是最抢手的壮劳力。响应丁县令，地租降到2成，佃户能吃饱，才有力气给我种地，也才会安心留下来。其他地主招不到人，地只能荒着。3年后朝廷一收税，他们就得亏本卖地。现在金银不值钱，地价便宜，此时不买，更待何时？东家，我们不要红枣，想要卖身给你为奴。卖身为奴？这孩子看着有点面熟，他怎么在这儿？这不是当初替自己扶摇役啊，贵儿子吗？你怎么在这里？你的爹娘呢？还有你几个叔叔伯伯们呢？我爹和叔拔他们有一天都走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我娘带着妹妹嫁人了，换了好多好吃的给我，都吃完了。当年阿贵把自己卖了20栋粮食，买了1亩地，可惜搏失败了，最后家破人亡。我们几个想卖身给东家为奴。这小子倒也聪明，知道现在年龄太小，连当佃户都不合格，就想到了我这里。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爹娘都叫我狗剩子，说这样的名字吉利，好养活。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还有你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吗？听说丁家庄那边也收小孩，每人给1袋谷。我们不想去丁家庄，东家随便给点就行了。行，你就跟着我吧，我也给你们每人10谷，去那边找秋月报道就行。二狗子哥，我们会好好的。快去吧。
每天的生活都过得无比充实，从来不会无聊，一点烦恼也没有。咦？灵药怎么还会飞？终于找到偷灵药的了，害得我白白挨了一顿暴揍。丢了灵药，又要挨打了。你这只蠢鹅，没看到那株灵药飞走了吗？小偷小摸太可恶了，主人品德高尚，就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这跟其他药丸还是没什么差别呀，这就奇了怪了。主人，什么也没有啊。他在哪里？长什么样子的？刚才真的出现了，我正在那里搓药丸，然后就看到一粒药丸漂浮到空中。你留意一点，下次有发现就告诉我。好的，好的。要么是雨山骗我，要么是那个小偷实力不强，看到我就躲起来了。留个心眼吧，睡觉睁只眼睛留屁外面。啊！嘘，我也做惯了小偷，用隐身符和敛息符。这小偷绝不是这两符钻，而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然不会观察不到。有意思，跟上去看看，这玩意儿到底要飘到哪里去？到底是谁在搞鬼？这手法有点门道。竟然是这蛇口泉，可惜洞口太小，温和大鹅都进不去。因为蛇妖吃人传说，当地小孩都被告诫不许来这里玩。手下倒是有很多小孩，但应对能力差，也没什么战斗力，还是不合适。主人，抓住小偷了没有？被冤枉了这么久，挨了这么多打，今天终于有希望洗净冤屈，沉冤得雪。还没抓住。雨山，小偷害得你总是挨打，现在你报仇的机会来了。小偷在哪里？我去揍死他，终于可以重振雄风。想当年一人独斗县太爷和典史联手，如今折翅的鸟人不如鹅。我带你下去。好。那个贼就藏在这里面，我进不去。你体型小，可以爬进去把贼揪出来。这洞口这凉风吹得我一身鸡皮疙瘩，还是算了吧。主人，我已经原谅这个小偷了，挨点打也没什么事儿。今天的苦难必将成为我明天成长的养料。雨山，拿出你的勇气，不要害怕，我会始终站在你的身后。进去吧。里面情况怎么样？当然不能说进去睡了半天，只能撒个谎了。主人，山洞里面太深了，我往里面走了很远，里面还有很多蛇妖。我跟那些蛇妖战斗了大半天，还被蛇咬了。主人，你看，这是被我打死的大蛇。手臂粗，勉强算是妖兽，没太大威胁。不过，里面要是有大量这种蛇妖，确实也不好对付。雨山好样的。都是主人平时教导的好，我只是出了点微不足道的力强。这几天冤枉他了，让他白挨了好几顿揍，给他弄点好吃的，算是补偿吧。这几天天天进洞查探，躲在山洞睡觉，生活美滋滋，都胖了1斤。探洞没进展，山上田地缺少打理，已经长满了杂草，还是得先放弃探洞。看来不把这个小偷揪出来，这事没完。以后山上就别想种植灵药了。主人，要不要我爬进去？雨山进去战斗力太弱，这回我要把山洞直接挖开，挖出一条能走进去的路。挖了10来天，这洞竟然越来越宽敞，不挖也能勉强通行了。雨山竟然没告诉我。
9条大蛇，3条筑基实力在沉睡。万一哪天某一条大蛇苏醒了，爬到山顶上把我和雨山都吞了，想想就后怕。书上说蛇会冬眠来节约食物消耗，看来变成蛇妖后，蛇仍然保持了这个天赋，而且会更强大。在这种自我保护下，可能会直接睡死过去，就像现在这样。偷灵药的应该不是这些蛇，没有这本事。附近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这蛇嘴里倒是有一株丢的灵药，估计是在偷了给他们促进复苏的。我猜你肯定藏在暗处，能不能出来谈谈？出来吧，别躲躲藏藏的了。你偷了我的灵药，再不出来，我就杀你的蛇！玉质温润，应该值不少钱。神识竟然被门挡住了，进不去。人手蛇身，死去应该很久了，衣物血肉都腐烂不见了，仅剩的白骨也开始腐朽。你在这里面吗？你领我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床上的那具尸骨。这小男孩叫许峰，这名字好像听到过。上次姬苍说，第一个敢要皇族打欠条的人就是叫许峰，不知道和小男孩是不是同一个？你看这个字念人。对了，来把药喝了，喝了就不难受了。引气入体，感应天地灵气，纳入己身。影像中有女子教导许峰修炼的详细过程，这意味着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学习功法。许峰，筑基是踏入修仙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一定要牢记我对你给说的种每一句话。筑基时会帮你打通全身的经脉，洗髓法骨。看了大半天，神识已经耗尽了，只能暂时退出浴池。你就是想让我看这个吗？你就不能现身一见吗？我可以不追究你偷灵药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干净眼前这个人仿佛不存在一样，无法沟通，真让人头大。我来问你，如果回答是，你就上下点一下；如果回答不是，你就左右摇一下。我问你，是不是无法现身？我可以把这个玉尺带回去看吗？玉尺应该是那个女子的，经常拿在手上，许犯了错误就用这个打，使用久了，已经被磨得光滑润泽。你偷灵药是为了复苏那些蛇吗？你是谁？问了也是白问。你会写字吗？好不容易遇到个奇怪的东西，竟然还是个文盲。要是会写字，直接在地面上写方便多了。你是他？你这又点又摇的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跟文盲沟通的困难程度起码要翻10倍。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你跟他有关系，但你又不是他。猜对了，果然是这样。他和这位蛇女前辈有关联，但又不是他本人，是他的灵宠、厨人，还是某种执念或造物？你是他生下来的儿女？那你是他的爹娘或者亲戚？不是后代，也不是亲属，那还能是什么关系？尸骨的回忆里，只有他和许峰。等等，许峰？那你是许峰？你跟许峰有仇？跟文盲沟通太费劲了，总是这样连肯定带否定的，没法交流了。你偷我灵药，就是为了让那些蛇复苏吗？你以后不要再去偷我的灵药了，能做到吗？这种连本体都找不到的文盲，油盐不进，还真是死拿他没办法。你看，咱们住在同一座山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偷东西是不对的。当小偷会被人人唾弃，那些大蛇如果复苏，就会咬人吃人，周边的村民可能都会被蛇吃掉。你这么做等于是助纣为虐，
不要再偷灵咬蛇吃了，好不好？这东西不像是人，倒像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行，他既然能听懂人话，就该讲道理。苦劝无用，头一回遇到这种。其实我每天在山上修炼，感觉特别的孤独寂寞。好希望能交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也有一个好朋友，他名字叫雨山，你可能已经见过了。他是一个诚实、善良、勤劳、勇敢的人。我把雨山当成自己家人一样，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比亲人还亲。我每次从外面回来，要是第一眼看不到雨山，就会特别想念他，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只想找到他。你愿意做我的朋友，成为一家人吗？这又是什么意思？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只能靠猜了。你是要考虑一下才能决定，是吗？那就好吧，你慢慢考虑。反正我们是邻居，以后我会经常来找你玩的。对了，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本体到底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原来藏在这下面。这块玉石就是你吗？玉石不是你，那就是你住在这里面。哈哈哈，我终于找到你住的地方了。这玉石起码也是上等炼器材料，这样就太好了。以后我随时都能到这里找到你，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我今天先回去了，过2天再来找你玩。以前诸事不明文姬哥，可惜现在无人可问，只能自己找答案了。你这几天别去我山上偷良药了，好不好？自己清晰了。许风求蛇妖于此，竟然是他！浴池里那个被蛇女养大、天赋异禀的少年许风，是他把蛇妖囚禁在这里的。他和蛇女不是母子吗？他们之间后来发生了什么？主人，抓住小偷了没有？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凶的蛇？遇到蛇了，里面那么危险，你也不早点跟我说。主人，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我是怕你太担心。辛苦你了，我回屋休息一下。被耗尽的神识用了2、3天时间才恢复过来。这玉尺和白鹤真人的传承不一样，真人的神识必须要达到一定强度才能学习新的内容。这个玉尺第2次进入，可以直接接着之前的位置继续往后看。看得有点激动了，我也好希望过这样的生活。每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女人在家门口等着我。唉，以前16、17岁还有很多媒婆来说媒，最近2年都没有了。唉，还真是一点都没变。黄老财家的2闺女现在都已经嫁人，生了2个大胖小子了。那个曾经出现在梦里圆脸圆腰圆屁股的大女孩，曾经的梦想。不过也没后悔，一个雨山我都没搞定，娶个媳妇儿回来总不可能用铁链子锁住吧。断断续续用了1个月时间，终于是看完了玉尺中记载的所有影像，全是蛇女和许风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一直到完成大婚，后面就没有了。连洞房花烛夜这种激动人心的场景都没有详细记录，只看到2人走进洞房门关上就没有了。除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还从中学到了不少修仙相关的知识。这些上古时期很普通的技能，如今都被大周王朝掌握或销毁了。幸好目睹了许风炼制法器的全过程，对于炼器算是有所了解，还听到蛇女和许风讲解过很多次阵法、炼器、阵法、上古功法，这些现在直接都被朝廷垄断了。许风和蛇女前辈随手展示讲解的东西，放现在就是绝学。这1个月值了。最想知道的一点没提，那绿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符文玉石又是做什么用的？玉池里全是他俩你侬我侬，半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那贼还不消停，又偷，还好是幼苗，化妖果树还是收起来保险。可别被那馋嘴的蛇惦记上。他和那些蛇之前都是沉睡状态，原因竟是我一直在山顶上浇葫芦里的水，有一些渗进山里被他们吸收，才促使他们复苏了。每次渗的不多，日积月累也不少了，他们醒过来是迟早的。此剑重240斤，长3尺8寸，宽7寸，刻画有9道符文阵法。自从上次放完血，睡觉的时候好像感应到与某个东西有了一点联系。很微妙，若有若无，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模糊的轮廓，竟然是一整座蛇口山。果然，这一整座就是一件法宝。我有名字的，大名张二狗，修仙界人称骑鹅大将军。我的好朋友雨山，他最喜欢称呼我为主人，你叫我主人也可以。啊，
主人吗？这种称呼感觉怪怪的。一个称呼而已，不必太过在意。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现在的长灵儿应该是蛇人死后，魂魄意识没有完全消散，融入这件法宝之中，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重新孕育出的一个新生命。这一整套的每一件单品，都达到了中品法器级别，每一件单品上都刻画了阵法，防尘、防火、防水、防汗臭等功能。你试试防护效果。好，好，多谢了。案犯张有良、张有信勾结邪教叛乱，按律当诛9族，现皇恩浩荡，只诛你3族。虽然手里还有很多土地，但像蛇口山这样比较隐蔽的却还没有。关键对那个看不见的人毫无了解，也没法掌控，对那个玉石地板也是一无所知。如果能了解这2样东西，也许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是飞着快也安全，下面那些山路不知道藏着多少想捞过路费的。我这大鹅比什么马车镖局都强，就是带着它进城不太方便，得在远处落下。这郡城比起安和县要气派多了，街道也更宽，像鸿雁楼那样的高楼，这里已经有10几座了，甚至还有更高的。但我早已不是当年的乡巴佬进城了，现在可以认识皇子的人，我鸡哥的船会飞，就连船上的装饰品都是金光闪闪的筑基修饰。我找杨铁，帮我通报一下。这人看起来牛逼哄哄的，一副不好惹的样子，怕是什么大人物，还是不敢刁难了。您稍等。你就是张兄弟，跟我来吧，咱俩找一个地方说话。郡守大人竟然真的亲自出来接见，还亲热地拉着此人离去，幸亏刚刚没有刁难他。齐王临走时吩咐过，让我等着张兄弟，没想到你过了这么久才来。有些事情耽误了，我今天是想来领那个筑基丹。果然很不错，至少没摆什么郡守的仆啊。以前总是被一个县吃夜压得喘不上气，今天这郡主竟然对我这么友好，还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张老弟，你要不介意，称呼我一声杨兄就行。杨兄你太客气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次来时给你带了点土特产，这朝天贡椒对修仙者来说不算贵，但名气大，加上皇族的人喜欢吃。等了你几个月，终于来取这粒筑基丹，不然我都守不住了啊！杨兄，你不是三阳郡最大的官吗？还有谁能从你手上抢丹药？我这只是明面上的，我是八王爷推荐的，你是齐王的人，咱们也算是自己人，有些事情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皇子的债主这事还是不适合四处宣扬，至于这八王爷，没听过，应该是姬仓关系比较好的兄长吧。青州这一块地界，真正的主人是青州太守夏明远，就算是当今隆兴圣皇帝的圣旨，在青州这边也不见得比夏明远的话更有用。他们夏家数代人经营青州，早已经根深蒂固。我这三阳郡下辖11个县，其中4个县令是夏家子弟，还有3个是攀上夏家关系的。郡府里里外外都是夏家的人，我的郡城是夏家子弟，掌管兵马大权的都尉是夏家的女婿。我来三阳郡上任的第1天，就娶了个夏家的女子当小妾。就连我府里掏大粪的，都是夏家的人。夏家这是准备要造反吗？目前还不至于。夏明远算是封疆大院，年头长了，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夏家人多，只要沾亲带故的，谁都想占个好位置，捞些好处。你想，夏家在整个青州占尽了好处，为什么要造反？难道造自己的坊不成？夏家怎么有这么多的人口？普通人娶1个媳妇儿，一生之中少则生4、5个，或多则生10来个孩子。但夏家是大户人家，调养得好，
生下来的孩子存活率高。大户人家的男丁娶3、5个、10几个，甚至几十个妻妾，也没什么稀奇。按照最保守的方式估算，假如一个男丁娶5个妻妾，平均每人生8个子女，就有40个了。夏家是大户人家，孩子死亡率低，就算死掉5个，还能剩下35个。几十年后，这35个人就能变成数百上千人，子又生孙，孙又生子，无穷尽。没准儿现在给我们做菜的厨子也是夏家人。像我在这里当个几年的郡守，积攒一些资历，再有3、5年就调走了。双方只要保持官场上的体面，不撕破脸，那就是相安无事，好聚好散。但我做事终究还得看一下夏家的脸色，所以你那1粒筑基丹要是不尽快拿走，我还真不一定能守得住。鸡哥好歹也是皇子，他送出的1粒丹药，夏家人也敢拦截？夏家人连西王的面子也不给吗？夏家是封疆大吏，排在前面的几位皇子也想跟夏家搞好关系，也就是这个齐王殿下自知排不上，无欲则刚，才会把夏家的人下狱。若是其他的皇族在此，多少会卖夏家一些面子的。好吧，等下我就把这粒丹药领走。官场关系错综复杂，人均几百个心眼子，我怎么可能玩得过人家？躲在蛇口山上安心种题修炼，自给自足就可以了。这杨铁既然是姬仓托付的人，能跟我讲这么多官场秘遣，想必是信得过的。没有用拓印原件，这还是我对照着纹路用笔重新描画了一遍，像是什么书上抄下来的。杨兄，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些符文？不太看得懂。这种符文一般都会组成阵法，用于一些法器的中枢控制。不过你这些符文又有点不一样，看起来更加玄奥，我也不是很懂。既然这些符文石用于控制法器中枢的，那么那块地桩可能就是一件法器的中枢。杨铁说这些符文更加玄奥，难道会是一件法宝？那可是金丹以上的修仙者才能使用的。也许我的整个蛇口山就是一件巨大的法宝。顺便打听下郡城这边的商品价格，有没有类似黑市这种地方？一顿饭下来也了解差不多了，有熟人就是好。这官府的炼丹房竟然就在郡府衙门旁边，只有一道不起眼的小门。感觉有一股强大的神识把我里里外外扫了一遍，却连骨头都被他看透了。面前的可是堂堂郡守大人，就没人打算过来拍个马屁，堆上笑脸，献上鱼词？这些人难道不怕被穿小鞋，或者是不想升官发财了？这一幕跟整个大周王朝的官场显得极不协调。这里面都是些炼丹师，他们都是由朝廷统一培养，各地炼丹房的所有经费和资源也由朝廷统一提供，不受听从地方官府限制。这跟官府不是同一个体系，只有这样，朝廷才能继续掌控全国的丹药，不受地方官府影响。张兄弟，你以后手里有灵药，也可以拿到这里来换取丹药。筑基丹终于到手了，拿在手里心跳都加快了不少。朝廷必须清楚每一粒筑基丹的去向，要保证做到有据可查。拿到丹药之后的登记已经算是比较简单流程了。很多人已经会丹药3个流程了。其实官府每发放1粒筑基丹，都要经过好几个衙门、几10道程序审批，好几轮博弈，才能最终确定下来。难怪当初管姬仓要1000颗筑基丹的时候，他那么吃惊。以前每次走进这种官府衙门，总是处处小心，连衙门里的蚂蚁也不敢踩死半口。还敢冲我龇牙！大人，这人不是安城不县上一任县太爷吗？竟然不仅无罪释放，还又在郡府当了个小官。你怎么在这里？我当初有眼不识泰山，误认了齐王，但罪不至死，已经被处罚过了。郡守大人连我守卫县城评判有功，便又赏了我一个小官。筑基丹只能本人服用，不能转卖给任何人。未经登记而擅自筑基者，一律按邪教徒处斩。服用筑基丹后，无论成功或失败，都需要到郡府衙门重新做登记备案。你可明白？明白了。只有登记了，将来筑基有成，才是官方认可的筑基修士。如果没有登记，那也是野修，会被当成邪教徒诛杀。正是因为所有修仙者都在大周王朝的掌控之中，才保证了王朝这1万年的太平盛世。只有登记在册的修仙者，才有资格在官府中担任各种职务。恭喜张兄弟，从此
平步青云。杨大哥客气了，还要多谢杨兄。不过举手之劳，不必在意。我知道，你心里肯定还在想着下主簿的事。当你踏入官场之后，才会明白，每个人都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要是再不放人，可能明天就因为某些罪责被下狱，就再也回不去了。到这个位置，没有一个人屁股是干净的，相互之间都抓着把柄才能放心。没有把柄的人，谁敢用？杨兄不必多说，我只是区区一个庄稼汉，本就无权过问这些官府里的事情。要不是姬仓出手，安城县还要在夏县省的统治下，哪里有如今丁县省治理下的安居乐业？反正我是不想当官的，没必要过多的去了解这些官场内幕。张兄弟能够理解就好。其实我这么做，八王爷也是默许的。对了，你武举考试报名了吗？才1炷香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手续，果然官府有人好办事。记得当初考武秀才，可是折腾了好几天。最后求到司马懿才把事情办成的。你下个月拿着这份名册来考试就可以了。你手有1粒筑基丹，回去的这一路上要小心一点。官方的人不会抢来路不明的筑基丹，但邪教的人不会在乎这些。好的，多谢了。这小药房竟然跟安昌县城的一模一样，只是老头不是同一个人。你要堕胎还是看花柳？我看花柳。什么症状？菜花状，最近溃烂流脓。这暗号设计的真有毛病，什么缺德猥琐的人想出来的？关键2个黑市竟然是同一套暗号。这同门看起来也很眼熟，这黑市比起安监县的大多了，更加热闹繁华，几乎全是修仙者，这才是适合修仙者逛的地方。这里交易至少也得100炼银，还有很多人用灵石交易，手里原本有的5块灵石，灵气吸光了，灵石就变成粉尘，但是如果消耗大部分灵气，没变成粉末就直接收进葫芦，就又能重新恢复灵气。只要按照这样反复操作，就能拥有用不完的灵气。可惜之前浪费了3块，真是培元丹，一共只有2粒培元丹，3块灵石1粒。果然贫穷限制了他们的勇气，只能畏畏缩缩，反复犹豫，很难做出购买的决断。他们4个回去要怎么分呢？是4个人轮流每个人舔一口吗？都想要，但都买不起。灵石不好赚啊，看来散修的日子确实挺难的。剩下这么多人，就是凑不出3块灵石。这个世界并不是缺少灵石，只是恰好这群围观者都没有罢了。哎呦，夏爷，您来了，里边请。哎呦，夏爷，您里边请。哎呦，夏爷，培元丹售价3块灵石，少1块也不卖。别给脸不要脸！你知道我是谁吗？太臭了吧！这大黄牙上还沾着菜叶。你是谁？三阳郡都尉大人的马夫罢了。好大的口气，敢瞧不起都尉大人！你又是什么来头？我一个普通庄稼汉罢了，不敢瞧不起都尉，仅仅是单纯瞧不起你。还有，离我远一点，口太臭了。今天这粒培元丹，我要是买不成，谁也别想买了。黑地里其他人不敢得罪他，还真没人敢买了。不卖了，只有这几块灵石暂时也够用。你的培元丹除了我，谁也不会买。哎呦！这件飞剑卖30块灵石，飞剑价格太贵，大部分人都只是好奇问问，买不起的。眼前的少年才炼气期，看起来也不像是富贵人家，就算把命卖了，也买不起一柄飞剑。这些飞剑是你这里炼制的吗？不错，店里的法器都出自老夫之手。这个也是你炼制的吗？正是，老夫炼制的法器上都有一道这样的符文，这是本店的独特标记。原来邪教手里的飞剑都是在这里买的，这家炼器店铺的实力应该很不错。是这样的，我想定制一件法器，我可以帮你把这柄飞剑溶解进去，另外再添点材料，但还是不够。看起来其貌不扬，也不像城里的达官贵人，竟然能一次性拿出5柄飞剑。要不就是某个大官的弟子，或者就是邪教里面的高层。你看这些飞剑都融进去，够不够？够了，够了。这飞剑比平时炼制的货品质还提升了不少。这少年背后
一定还有高人。因为你需要的这柄重剑比较大，消耗的材料比较多，就算融了这5柄飞剑，我也要往里面添加大量材料。你再补给我50块下品灵石。我手里没有这么多灵石，用培元丹可以不？当然可以，只有官府的炼丹房才有丹药卖，丹药比灵石更加难得，手里有灵石也不一定能买到丹药。请。此剑重240斤，长3尺8寸，宽7寸，刻画有9道符文阵法。好，不错。我想请教一下，法器上的这些符文都有些什么功用？又少了一颗灵药，这小偷还真是不死心。主人，你终于回来了！几天没看到主人，我心里都发慌，总感觉不踏实。雨山，你辛苦了。不在的这几天，幸亏山上有你，不然我回来又要乱了套。还行，跟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大部分蛇都还没有复苏，少数复苏的蛇也是懒洋洋的，行动迟缓。朋友，我来找你了，能出来聊一会儿吗？我问你，这个房间是一件法宝吗？又是这种奇怪的回答方式，既是又不是。不过总比刚开始完全否定要强多了。我再问你，这一块刻满符文的玉石地板是不是法宝中枢？算了，这叶子本来就是个文盲，不懂也有可能。既然他提供不了帮助，只能自己干了。之前跟炼气阁的老者聊天，了解到了炼化法宝，法宝是金丹才能用的。以我现在的真气和神识水平，如果强行去炼化一件法宝，大概率会被吸成一具干尸。但是有一种方法叫血炼法，用自身的精血不断的喂养法宝，慢慢的跟法宝之间产生联系。这玉石地板果然能吸收，这一次放的血都能做好几道菜了，现在全被吸收的干干净净，一滴没浪费。这玉石地板果然能吸收，这一次放的血都能做好几道菜了，现在全被吸收的干干净净，一滴没浪费。自从上次放完血，睡觉的时候好像感应到与某个东西有了一点联系，很微妙，若有若无，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模糊的轮廓，竟然是一整座蛇口山。果然，这一整座就是一件法宝。这个傻子每天来这里放血干嘛？他喜欢自虐吗？没看到那叶子啊。趁着他在这里放血，我去山上偷2株灵药下来喂蛇。这声音肯定就是那个神秘的小偷。看来这小偷抱着灵药的时候没法在山体中自如穿行，而且离开山体后，小偷的身体会虚弱，必须快速回到山里休养。放血放多了，和蛇口山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这家伙根本没有固定形状，只要在蛇口山的地盘上，谁也拿他没办法，除非使用大神通拆掉整座山。原来是个家养的小鬼，离不开这座山，灵智不高，像个小孩，这就好办多了。先听听他都说些什么。原来这小偷跟法宝是一体的，不怎么聪明，跟几岁小孩差不多。平时住在那地板石里，没法离开蛇口山，一旦脱离，身体会快速消散，回到山里才会重新凝聚，但是需要时间。难怪他要间隔这么长一段时间才能去偷一次灵药，因为每次抱着药材往回飞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在消散，要回到山体里面要很久才能恢复。这个小傻子怎么总是往这里浇血？这么傻，还想跟我交朋友？把我睡觉的地方都弄脏了，等大蛇醒来，我就让大蛇咬他一口。你要是再喊我傻子，我就往你这里吐口水。小傻子，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说了别喊我傻子，再喊我傻子，我就报复。真的是你，你能听到我说话，太好了。好啦，以后我再也不喊你傻子了。大聪明，你什么时候能听到我声音的？我有名字的，大名张二狗，修仙界人称齐娥大将军。我的好朋友雨山，他最喜欢称呼我为主人，你叫我主人也可以。啊，主人吗？这种称呼感觉怪怪的。一个称呼而已，不必太过在意。好的，二狗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常灵儿，应该就是这个名字啦。玉石床上那个蛇人的名字便叫做常灵儿。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现在的长灵儿应该是蛇人死后，魂魄意识没有完全消散，融入这件法宝之中，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重新孕育出的一个新生命。你继承了长灵儿的意识，那他在生前有没有藏点宝物什么的？好像不太合适，这样对死者不尊重。我的意思是说，他生前的洞府在什么地方？我想把他的骨骼送回去安葬，帮他入土为安。想不起来了，我只继承了一部分记忆。许峰真不是东西，是个坏蛋。对，许峰是坏蛋。他最后为什么要把长灵儿囚禁在这里了？我也不知道，就记得有一天，他突然就脚踏七星红光出现在长灵儿面前，将长灵儿囚在这件法宝里了。许峰是个大坏蛋，山洞里的这些蛇也是许峰放在这里的，防止外人前来打扰。你要是给我一些灵丹灵药或者灵石，我就能把大蛇救活。你是说这些蛇都会听你的号令，你能指挥它们？对呀，这些蛇以前都会听长灵儿的指挥，现在也会听我的话。你看，嘿嘿嘿，我的蛇宝宝都很乖的，是不是很好玩呀？好玩，你真厉害，你的蛇宝宝也好聪明。可是还有那么多的蛇宝宝醒不来，他们都快要死了。你和山上那个怪人都不让我偷灵药，不让我偷灵药救蛇宝宝。偷东西是不对的，会被人谴责，人人唾弃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和我成为好朋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你去偷，我拿一些灵药下来给你。真的？这么好？那当然，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相互帮助的。好，好，我要和你交朋友，我要和你成为一家人。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以后就应该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对不对？对对对。那以后如果来了坏人，是不是应该让大蛇出点力，把坏人咬死？对对对。我看大蛇每天闲着也是闲着。对对对。要不让他们去山顶帮忙翻地、除草、拉石磨，这样还能锻炼身体。对对对。这大中午的太阳晒着，还是感觉不到一丝温暖。这段时间失血过度，太虚弱了。再过几天，郡城里的武举考试要开始了，这几天不放血了。那些大鹅太高傲，惹不起。这几条傻蛇听不懂人言，更不会顶嘴，只能继续埋头干活，开荒耕地。快点干，这片地今天必须弄完。现在看来，买牛的钱可以省下来了。山洞里还有那么多蛇妖没有醒来，明年开春让他们全都去耕地，让蛇妖耕地拉犁耙都比牛强多了。二狗子，我让蛇宝宝帮你干了5天活，翻了那么多土地了，你答应我的灵药呢？你要是再不给我灵药，我就自己偷了。长灵儿，你这就不对了，一家人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你就不能太计较得失，那样会显得很见外。再说了，灵药都是土里生长的，不好好种地，哪里来的灵药呢？对不起啊，是我太着急了。这就对了嘛，知错能改，还是好孩子。这些灵药都还是幼苗，没有多少灵力，留在地里还能再长一长。你看，我有这个，还真有点舍不得。哇，原来你还有灵石，也不早说，早知道我以前就偷灵石了。以前偷灵药太不划算了，亏大了。走吧，我们把这块灵石交给大蛇吸收。长灵儿，这6条大蛇是不是已经死了？唉，已经死了。我如果早几年醒来，也许还能偷些灵药给他保命。把这些蛇的尸体交给我来处理，怎么样？你要怎么处理？这些蛇的尸体可以卖很多灵石，有了灵石又能复苏更多的蛇，而且这一整座山也是要补充大量灵气。蛇口山虽然是一件很大的法宝，但被扔在这片荒地已经上万年了，灵气慢慢往外溢散，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和普通凡物一样了。也就是我机缘巧合，在山顶浇了几年灵水，补充了一些灵气，才让长灵儿复苏。想要让这法宝恢复，还需要消耗大量灵气，最便捷的就是用灵石。都已经死了，留在这里也活不过来，你要拿去卖就拿去吧。你卖的灵石必须要分给我一半。师傅，我打听到筑基丹的详细消息了。这次郡府衙门那边确实放出了1粒筑基丹。哦，你可知道花落谁家？
又被哪个狗官得了去？师傅，你猜错了，这一次得到筑基丹的人不是狗官，是我们的老熟人。谁？二狗子？他一个喂猪的，凭什么能比我混得好，还跟齐王称兄道弟？而我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真没想到，竟然是他！当年从他爹手里夺了灵石，现在又要从他手里抢筑基丹，我这一生的机缘啊，都在他们一家身上了。师傅，现在消息已经泄露，有很多人知道了，我们要尽快动手。咱们先下手为强。他本人其实没什么实力，无非就是有几只会飞的鹅。咱们悄悄地摸到山上去，我还弄到几张符箓，一种隐身符，一种敛息符，悄悄地靠近，得手之后就能成功逃脱。不错，你做得很好。待为师筑基之后，绝对不会亏待你。这座山是二狗子的福地，却是我们一家子的伤心地。徒儿，你在这里接应，我独自上去就行。何方毛贼！小子还有点本事。以前我也最喜欢贴上隐身符偷东西，没想到今天我也会遇到。敌人在暗处，随时可能会偷袭，得全神戒备。看来藏在这里。在劫难逃了。师傅，师傅你别作声，我带你走。好徒儿，今日为师多亏了你，等到为师伤势恢复，一定把最拿手的绝活传授给你。好徒儿，为师没看走眼。师傅身上流了这么多血，吸了。好徒儿不必担心，为师休养几天就好了。可我不想再养了。你这逆徒，为何害我？你既是我师傅，就应该助我修炼。张老弟，你对这次武举考试有什么计划没有？就是参加考试，拿一个武举功名印，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看来张兄弟还没明白，我意思是问你有没有打算拿榜1或者前3的名次。我就想混个功名，不用交税，在官府面前还有点地位，不容易被拿捏。这个倒是没考虑过，只要能中，考第几无所谓。考前10，或者是考到10名以后，差别还是很大的。只要能进前10，将来授官任职都有很大优势。这里没有外人，我就跟你实话实说，目前暂时定下的榜首是夏家的夏元，排第2的是夏家的一个女婿。这不是还没考吗？这些官老爷竟然这么厉害，还没开考就已经推算出来了。呵呵，只是考生还没入场罢了，背后的人早就考完了。你以后也要进入官场的，有些规则你应该要知道了。武举人考试关系重大，在考试之前，各方的势力相互角逐，最后是相互妥协，达到某一种平衡，才能定下排名。至于最后考生入场，就是走一下过场。如果你想要拿到榜首的位置，我可以帮你运作一下，大概花费几10块灵石就可以了。相信夏家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要给齐王面子的。多谢杨兄，这榜1我就不争了。还有，既然榜1那么值钱，我这个榜4是不是也能卖些灵石？你真的不要吗？别看只是榜4，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连前10都挤不进来的，这对你以后任官资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切不可贪一时的便宜。多谢杨兄好意。如果能换成灵石或其他资源，我可以排到10几名，试剂历上的说明意。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也不便强求。我帮你问一下，大概换个10几块灵石还是没有问题的。筑基丹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已经被很多邪教的人盯上了。这次没有齐大鹅是从小路绕过来的，这帮邪教古怪手段太多了，还是少出门好。再怎么猖狂，也不至于到郡府衙门里来抢。长老弟，事情办妥了，你的排名往后挪了挪。我更看好徐文石，他拥有炼气6层的实力，进入前10应该没有问题。哼，你懂个屁！这个人是内定的第8名，还得想办法输给他。为了灵石，只能丢点脸了。夏家修士胜，肾虚修士下去吧。为了15块灵石，忍住，总不能为了区面子，连灵石都不要了吧？为了这15块灵石，接连输了好几场了，只能偶尔赢1、2场，保持在中下游水平。连都尉的马夫也跑来这里靠武举人了。小子，上次在黑市算你跑得快，这次在台上看爷爷我怎么跑治你。原定这场该我输，可这也太恶心挑衅了，忍不住了。不对啊，这局应该要输的，我的15个灵石啊！要不你爬起来再打我一拳，我不还手，很容易的。好厉害的真气伤人秘术！这跟事先说好的对不上啊，真是为难啊，这该怎么评呢？唉，一个受伤，一个吐血晕倒，这对比胜负已分呐。本场比试下马夫胜。唉，可惜啊，可惜，这二狗。唉，可惜这么一下子算是坐实了我的肾虚修士的称号了。哈哈，道友别来无恙，快快请坐。没去那考场那边看考试吗？已经考完了。这竟然是一整张2阶蛇妖的皮，保存的极好，一点损伤都没有。那就麻烦你帮我炼制一套软甲。好，请跟我来密室里商议具体的炼制方案。本来还需要一大笔灵石，不过这张蛇皮很大，还能剩下很多边角料，就留给百炼阁当炼器的费用了。这一整套的每一件单品都达到了中品法器级别，每一件单品上都刻画了阵法，防尘、防火、防水、防汗臭等功能。虽然是皮革制成的，但是很柔软，要害部位还增加了好几层皮革防护，全部穿上又会连接成一个大型的符文阵法，提供更强大的防护。你试试防护效果。好，好，好，多谢了。前10的每个名字，果然跟杨铁说的名单一模一样。恭喜张老弟，成功中举。还得多亏了杨兄帮忙打点。这次如果不是有杨铁帮忙，别说考上武举人，报名这一关都不一定能闯得进去。这是你的灵石，你清点一下。正是他把原本应该排名第4的位置让了出来，卖了这15块灵石。为了这些灵石，他可背上了不少的骂名，外加一个肾虚修士的外号。杨兄，多亏了你帮忙，这几块灵石还请你收下。不错，你领悟得很快，我倒是不缺这5块灵石。今天顺便又教你一点，以后无论任何人求你办事，该收的各种好处只能多收，但绝对不能少。为什么？哼，我就知道你不懂。你如果觉得好处太小，看不上，就算收回来烂掉扔掉，该收的好处也必须收，不能坏了规矩。如果就你一个人不收任何好处，或者少收好处，你猜是什么结果？就显得整个官场只有你一个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你想其他官员能容得下你吗？确实，不过我也没想做官，也从来没想过必须当什么好人。司马懿之前还托人寄了信，说小蛾子的伤已经好了，托姬仓的关系，他在京城衙门里谋了一个小利，
以司马懿那种性子，该不会混成整个官场公敌吧？我年轻时也曾想过要报效朝廷，要为天下百姓谋利，要造福一方，要当个名留青史的好官。唉，现在想来，那时候还是天真了。首先要生存下来再说。再有几个月，我就要离开三阳郡了。你如果想在官府里谋个什么差事，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尽快考虑好，我还能帮你一把。啊，你要走了？我评判有功，升官了。如果没有这一次动乱，我还需要在这里苦熬10几年，或者更长时间，也不见得能升官。所以每一次危机都是机会，抓住机会就能平步青云。自从考上举人，这每天拜见的、请客的排了好几条街，真是吓人。城里富贵人家的闺女，那模样是真的漂亮。要是去个2、3个回去，帮忙种地、洗衣服、烧火做饭、生娃，想想都觉得幸福。算了，现在还是不太方便。除了明面上的人，邪教的人也在找我。虽然阵营不同，但目的一样。总算是瞒过了那些邪教的耳目，平安回到蛇口山了。二狗子，有没有卖到零食？又有一条蛇宝宝快死了。有的，一共卖了3块零食，我分你1块，怎么样？怎么这么少呀？我记得筑基蛇妖的尸体很值钱的。你那些记忆都是1万多年前的，现在沧海桑田，连这件法宝也变成了普通凡物，行情早就不同了。这几条大蛇还是很有必要救回来的，这可是一大助力。不过这蛇只听常灵儿的，那就先让他欠点钱，以后才好说话。不过你现在要救蛇，我可以借一些零食给你用，以后记得还给我。你不是说过一家人不能太见外吗？为什么借给我零食，以后还要还？亲兄弟还得明算账，亲归亲，有些东西还是要算清楚的。哦，这样啊，我明白了。一条筑基大蛇大概需要多少灵石能够苏醒？还是先集中复苏一条大蛇？之前把一条沉睡的小蛇放进葫芦里，灵气确实强了，但是没有复苏。最起码也要100块灵石。好，那我就借给你100块灵石。七藏那一堆欠条都还没还清，现在身上又多了一张欠条。山脚下住着那么多人，让他吃几个人好不好？不行，一个人也不能碰。妖就是妖，人类牲畜在他们眼里都只是食物。常灵儿前身也是蛇妖，想必思维方式都差不多。我的蛇宝宝很善良，很温顺的，现在很饿，就是想吃几个人填填肚子。我看到山脚下好像还养了一群羊，能不能给我几只羊？不行，那些羊我养着做种的，自己一只也没舍得吃。要不让你的蛇听话一点，我带它去别的地方找食物吃。安昌河里应该有很多鱼虾，够这条大蛇吃了。好像不行，它们和我一样，受到这座山上的阵法限制，无法离开。要不把雨山给大蛇吃掉算了，它笨手笨脚的，干活还不如大蛇。我有办法了，你们在这里等我。今年是个大丰收年，收获的粮食，到时候把所有粮仓都塞满，都装不下。还能拿出一部分粮食炼制一些行军丸，以便于保存。很多外地移民不远千里也要来这里定居。安城县已经成为整个大周王朝的乐土了。原本动乱后人口10不存1，现在不到1年，已经恢复了2、3成。怎么还是没有看到邪教的人？难道我在邪教那里已经不吃香了？虽然被人追杀的感觉不爽，但被人瞧不起、被忽视的感觉同样不是很舒服。算了，出安昌再看看吧。跟安昌一对比，这里显得真是贫穷荒凉啊！仅剩的活人还迁徙到安城县来了。等着被追杀，原来也很无聊啊！怎么还没有人来杀我呀？要不是有披甲防护，这一次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堂堂一个筑基修士，竟然藏在暗处偷袭我一个炼气期晚辈！小子，你从蛇口山出来的时候，我就盯上你了，也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倚仗，也敢出来引诱老夫，费了老夫这么多时间。
大概这件皮甲就是你的倚仗吧？我的针呢？好东西啊，能避过神识，淬有剧毒，见血封喉，真是偷袭阴人的利器。这种好东西怎么可能放过？当然是要收入囊中啊！收进葫芦里，对方根本感应不到。嘿嘿，中计了！大蛇已经饿着肚子等很久了。你们说，刚才是不是有一个人追在东家身后的？我也看到有人的，突然就不见了，还以为是我眼花。刚做的新衣服就被这家伙捅了好几个小洞，幸亏皮甲有好几层，还很结实，没伤到我。下次进城去百炼阁让老头给修补一下。不过也还是收获到了一根法器针，还有一柄飞剑。这2件法炮也能弥补皮甲上的损失了。二狗子，快来看看！什么事？让你这么着急？是许峰，我感应到了许峰的气息，你下来到蛇窟里来看一下。这块木牌是那个人身上的，我的蛇宝宝消化不了，又吐出来了。但我能从这块令牌上感应到许峰的气息，一定跟他有关。这都上万年前的事了，你确定跟许峰有关系？我肯定，绝对是许峰的气息。他的气息我知道，永远忘不了。好吧，就算这是许峰的，又有什么用？过了1万多年，他应该早就死了。姬苍曾经说过，有个叫许峰的人敢要皇族给他打欠条，后来死了，死得很惨。就算不是同一个人，过了1万多年，应该也死了。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的下落？怎么，你是想要鞭尸，还是要把长灵儿的尸骨跟许峰合葬？就算找到许峰的下落，也只能做这2件事了。都要做，先鞭尸，把他的尸骨打成粉，然后再跟长灵儿的尸骨合葬。行吧，我如果遇到机会了，就你打听打听。对了，既然许峰的本事都是长灵儿教的，你看看这个木牌上的符文，认识吗？木牌上的符文我看了，可能是某一座阵法的通行令牌，或者相当于阵法的钥匙之类。好吧，这块木牌我先收起，以后遇到邪教的人了，抓1-2个活口来拷问一下。不过我现在修为还不够，在外面总是受气，要筑基之后才能去帮你打听。你让大蛇好好种地，种出更多灵药，我的修为才能更快。好的，我让他们往死里干。幸好蛇妖不会煮饭做菜，不会搓药丸，不会帮主人扫地叠被子，能为主人做事，我真自豪。有了蛇妖的帮助，山顶有开垦出来10几亩田地，灵药生长缓慢，就算浇了葫芦里的水，有10倍的生长速度，也要很多年才能收获。只有一次多种一些才够用。一共9条大蛇，6颗死的，3颗沉睡的，用灵石复苏了1条，剩下的还是先不救了，吊着不死就行。都救回来没有那么多食物给他们吃。不知道有什么事？我此来是代表道玄宗邀请道友加入本宗，多谢道玄宗看得起。这是第2次邀请了，第1次还是考上武秀才的时候，当时那人还挺高昂的。不过我曾经给自己立下2条规则，一是不做官，2是不入邪教。我只想安心种地修炼，不想把脑袋别到裤腰上，每天跟人打打杀杀的。我现在才20岁，已经修炼到了炼气7层，山上有灵药，手里还有筑基丹，什么都不缺。关门要去受这份罪，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再过几年就能成功筑基。你先听一下我们提供的条件，我想你一定会心动的。首先，只要你能加入道玄宗，每个月可以提供1粒培元丹。每月1粒丹药，确实还不错。换成其他修仙者，听到这条件，怕是连命都会交出去。我自己就会练，每2天就要吃1粒，要不是身体炼化不过来，每天吃1粒也不是不行。除了丹药，待你筑基成功之后，宗门还会给你提供一部筑基期的修炼功法。姬苍那儿还有1条命的欠条，除了皇位什么换不到。张道友，
你觉得这2项条件如何？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没了？就只有这些？就这点好处，还想诱惑我加入邪教？我是不做官、不入邪教的。你们能给我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肯定是想从我身上得到更重要的东西。我求之不得的东西，在别人眼里竟然视之如粪土。张道友，这位是我师叔，人称九星道人。张道友，既然你不愿意加入道玄宗，也不便强求。老夫今天来，是想和你做一笔交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交易，我可不会贩卖人口的。张道友太小瞧我们道玄宗了，在万余年前，我们道玄宗也是正道大派，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们从来不屑于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我们是想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得到一块木牌？大概是这个样式。这是什么牌子？有什么用吗？一块木牌，虽然有点年头，不过是一件信物罢了。对于道玄宗内部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对外人却没什么用。哦，原来是宗门信物啊，可惜我没见到。如果我什么时候捡到了，一定还给你们。前2天让清风子来邀请，肯定也是为了这木牌，肯定不简单。我这次是带着诚意来的，张道友如果捡到了，我们愿意用宝物交换。本宗可以用一部能修炼到金丹期的功法，与你交换这块木牌，如何？后墙就是蛇口山，有长灵儿在旁边盯着，一旦有危险，大蛇一张嘴就能伸过来。好自然是挺好的，可惜贵宗这么重要的信物，怎么可能落到我手上来？唉，老夫也跟你实话实说吧，这是一件道玄宗流失在外的重要信物，前2年才刚刚查访到一些信息，原来是落在邪教修士的手里。我们正打算跟这位邪教修士交易，但他贪图道友的筑基丹被山上的大蛇给吞了。老夫猜测，他随身携带那块木牌应该落在道友手里了。啊，原来是这样，我真不知道大蛇竟然吞了这么重要的东西。现在就难了，这条大蛇就算把法器飞剑吞进肚子里，也会炼化得一干二净。道友若是不信，现在就可以为一柄法器飞剑给他吞吃试一下。还请张道友替我多多留意，那块木牌的材质非同一般，不一定会被蛇妖炼化。行，以后这条蛇拉屎的时候，我让人送过来给你查看一下，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到一点残骸，再拼凑出来。这10几万亩田地，终于迎来第1次大丰收了。粗略估计得有20多万石。大家都是从饥饿中走出来的，对于粮食都是发自内心的珍惜。今年过冬不愁了，还是得让手下这帮人把精力用在修炼上。已经有几10个人到炼器阶段了，还有好几百人在突破炼器的门槛上。我这武秀才当的，不会是我爹用银子买的吧？不仅打不过瘸了腿的我哥黄富贵，就连二狗子手下那些庄稼汉和洗衣服的小媳妇，只用1个手就把我打败了。终于突破到第8层了，再有2层就可以筑基了。杨铁已经升官发财调走了，竟然还提醒我，让我尽量不要招惹夏家的人。夏家知道我有齐王罩着，只要面子过得去，不会太为难我。如果万一把夏家得罪死了，最好是尽快离开青州。我跟杨铁原本没什么交情，但对方能看在机舱面子上对我这么照顾，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杨铁还教了我许多官场上的内容，将来若是有机会，还是要还杨铁这份人情。见识到了大蛇的厉害，近几个月都没有邪教徒来送死了。上次秋收，本想让大蛇帮忙驮一些粮食，结果这货离开修蛇口山之后会这么虚。因为这座山上有阵法，如果有一天你能完全炼化法宝，就能放我和蛇去远一点的地方自己找吃了。拜见英明睿智、文治武功、德位苍生、万寿无疆、至高无上龙兴圣皇帝，仙福永享，寿与天齐。陛下，洪福齐天，
青州刁民叛乱自此结束，四海升平。尚有一批有功之臣，还未论功行赏，请陛下过目。差不多就得了，还一批又一批的跳出来领功讨赏，导致青州叛乱的根源，你们心里就没点数吗？还敢舔着脸在这里领功？想当初和姬苍一起去青州，完全就是一副人间地狱，还差点死在那儿。陈红叶，你什么意思？那你来说说，那些刁民为何造反？说就说。青州之前虽然经历旱灾，但也是3分天灾7分人祸，百姓早就被这帮官吏压榨，反复的搜刮油水，穷得叮当响。当地官员和富户还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就连朝廷拨付的赈灾粮也没落到百姓手里，而是放到黑市高价售卖。青州百姓断了生路，沦落到吃树皮草根，吃观音土，甚至义子相食。百姓最初造反，无非是为求一条生路罢了。青州叛乱完全是3分天灾7分人祸，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陈红叶，你的屁股歪了！身为朝中重臣，竟然站在刁民的一方，为叛军开脱洗白。照你这么说，刁民叛乱还有理了？你现在吃的、用的一切开销都从何而来？此等言论一旦传出去，只会助长刁风。说出来确实痛快，但这些事情大家心里有数，其实不该明面上说出来。现在我说出来，就是扯掉了遮羞布，主要责任就不再是刁民，而是当地官员坏了这规矩。我也因此站在了满朝大臣的对立面。启禀陛下，为遏制刁风，臣建议将陈红叶革职下狱。陈红叶当斩。原本按照以往，参加叛乱的刁民都得抄家灭族，但这次规模实在太大，杀光了百姓，那就没人种田干活了。但又必须震慑这些刁民，那就只诛为首的头目，但每个县都必须杀一批人，才能以一儆百。这叫我怎么舍得下得去手啊？都是我的心头肉啊！这果树终于成熟结果了，8只鹅，5个果子，这该怎么分呢？这鹅王是和我一起坐过牢的，还是会偏心一点。这样就好分了，每只鹅半个果子。终于下蛋了！你上次不说化妖果能让妖兽增强实力吗？怎么变成催情了？普通的变异兽吃了化妖果，真的可以变异成妖兽的。对于妖兽来说，催情也是增强实力的一种方式，还能繁衍出更多的后代。主任，现在谁要是敢拦住发情的大鹅，绝对会被大鹅按在地上打的。那这个化妖果对人有用吗？对人用？我不知道，我们那边都是给兽用的，要试过才知道。主人，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但我不是人类，试了也是白试。况且，这山上不是蛇就是大鹅，想想就不寒而栗。这次一共下了30只蛋，全都孵化成功了，都是变异小鹅，成长潜力更强。这雨山伺候这些小鹅跟亲爹一样上心，有时候背着我，雨山还跟这些小鹅崽子嘀嘀咕咕。那些小鹅毛都没长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傲气，对于雨山的热情总是表现出爱答不理的傲慢。你说你们这些小鹅崽子毛都还没长齐呢，就这么傲气？傻子，还想教大鹅说话？由雨山负责打理，还有长灵儿催促蛇妖耕地。现在山上的一切都不用我操心了。地里最早那批人参，现在到70年了，经过葫芦提升品质，已经达到了100年。用这种人参炼制培元丹，成丹率大幅提升，一炉能出4、5粒。目前手里只有1株火灵草，能凑齐其他4种，那就能炼制筑基丹了。可惜这玩意儿需要登记在案，没有登记，就算筑基成功，也会被当成邪修处理。现在能炼的只有3种丹方，一个是培元丹，主要是人参，但是现在修为提升，对我来说这效果已经不如从前了。一种是聚灵丹，主要聚灵草，效果比培元丹好。不过现在手上的药材不多，还是上次从城西镇灵田得来的，这些灵药的数量不多，目前还在繁殖中，我没舍得用。还有一种是还真丹，疗伤用的丹药，手握数10种丹方，由于灵药材不够，目前只能炼制这3种。
手下这些人也都是些见过血的，包括小媳妇、大姑娘在内，就没有一个温顺的。一个是在考场上被我揍了一顿的下马夫，另一个是齐娥摔伤的典史。案犯张二狗还不束手就擒！前段时间杨铁不是说，这夏家看在齐王的面子上不会为难我吗？案犯张有良、张有信勾结邪教叛乱，按律当诛9族，现皇恩浩荡，只诛你3族。你作为张有良同族，自然也在诛杀名单之内。还犹豫什么？拿下！夏大人，请息怒，也许这里面有些误会。你可知道当今三阳郡新任的郡守大人是谁？谁？该不会是安阳县上一任的县太爷吧？正是。看来张举人是早就知道了。县太爷守城平叛有功，升任了三阳郡郡守。你现在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吧？什么怎么办？手里大部分土地都是从上一任县太爷手里以1两银子价格买过来的。现在杨铁走了，对方肯定是想要回土地。郡守是想要把土地拿回去吗？不，大老远的，郡守大人也不好打理，还是卖给你了。不过要收点本银和利息。这意思是以前被我吃下去的，现在要连本带利吐出来。如果不吐出来，那就该官兵动手了。郡守大人想要收多少锦溪？50块灵石。要知道，很多炼器修士修炼了几10年，也没见过灵石长什么样子。拿出1、2块的，也算是有点身家了。面对官府最难处理，别说现在兜里没有50块灵石，就算他有，也不能轻易交。今天能找个由头敲诈点钱财，只要尝到甜头，明天还能另找一个由头，隔3差5来一套，直把血吸干为止。你们谈好了没有？我这就要动手拿人了。张举人，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我劝你最好不要为了区钱财而断送了性命。灵石我这里没有，不过我手上有张很值钱的欠条，能不能抵债？价值100粒培元丹的欠条，只要欠条是真的，当然没问题。给。今欠培元丹1粒，必当100倍偿还。姬苍。这不是齐王殿下的名字。你这份欠条我不敢要，你自己留着吧。凭借一张齐王殿下的欠条就想保命吗？你犯了大周律法，按律当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动手，把人拿了，明天砍头。且慢，你无非就是要我一条命，正好还有人欠了我一条命，今天就用他的命来替我赴死，应该没问题吧？我相信他一定很乐意替我赴死的。今天要我的命没有，欠条1张，要的话自己去京师把姬苍拿了砍了，我敬你是条汉子。以后真有什么罪责，大不了都往姬苍身上推，反正都是姬苍训练出来的。没想到齐王殿下竟然欠了这小子一条命，还用血写下欠条。如果把这小子杀了，齐王肯定会报复，夏家肯定不会为了我去得罪齐王。走。长灵儿，有什么办法能让大蛇暂时离开蛇口山吗？没有，除非你修为提升，进一步炼化法宝，才能解开禁制。你还不如刚才就让大蛇一口就把他们吞了。你小孩子不懂，在这里杀了人会被官府追究，要吞也得离远一点。气息没有衰弱，只是进入葫芦就昏迷了。看来葫芦还是有点效果的。怎么一下子开始变虚弱了？再过几息就会死去吧。气息不再下降了，开始慢慢恢复了。咦，我的蛇宝宝呢？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我带蛇妖去吃几个人就回来。长灵儿这种无形无迹的，根本没法收取。夏马夫这群人肯定没走远，带了这么多人来，总要搞点油水的，不可能空手而归。幸亏带了长灵儿的肋骨，这畜生的灵智竟如此之高。大蛇连筑基修士都能一口吞下，这群才练气的食物一口能吞好几个，
点使这老家伙竟然贴上符钻逃跑了！好宝啊，动不了了。这么短时间，气息就衰退到炼气初期了。要不要向郡守大人汇报，顺便再咬二狗子一口呢？安城县这边消息灵通的，可是都知道，蛇口山有一条能生吞筑基修士的大蛇啊。反正只要是值1个铜板的东西，一件不留。我用不上，手下那么多人还能用呢。走得这么小心才被射，等下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地板掀开，把机关陷阱也搬走。要是以前，我肯定很高兴，现在嘛，心里很平静。原来是一本专门布置机关陷阱之类的书。打包带走，回去慢慢看，慢慢整理。东西都收光了，门板也拆下来带走了，回去能打造好几10件武器。上次偷完没过多久，这仓库会不会很空啊？这么快又都装满了，这么多粮食、腊干果、铜钱、酒，还有这么多行军丸，大概是打算拿到郡城里换修炼资源的。我真是任劳任怨，搬空了这么多仓库都没喊累。劳动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还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可惜了，这么一个好地方，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偷了。要不是没法化解，以后隔3差5来偷一次，比种田可强多了。看来点使密室的机关都和这本书有关。现在的进度，再过1、2年就可以准备筑主机了。但是筑基的功法还没着落，实在不行就先伪造一块木牌，看能不能和道玄宗换一份功法。识破也无所谓，大不了不换呗。实在换不到，就只能去京城找姬苍了。听鸡哥说，他们家的姐姐妹妹都老漂亮了，虽然1000多岁了，仍然貌美如花。想远了，想远了，我对公主可没兴趣。派到安城县的那一队官兵，竟然被蛇妖吞了。仅仅逃回来5个，蛇口山里就藏着一条大蛇，还吞过好几个筑基修士。除了二狗子还能有谁？死了一队人倒是没什么，再招就是了。原以为二狗子只是齐王的小跟班，不算什么重要人物。前段时间得到消息，齐王师傅被抓入狱，正是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可没想到这二狗子竟然是齐王的救命恩人，还留下了欠一条命的血书。如果齐王知道了，真不顾一切报复起来，那我可是真承受不起啊！现在明知是二狗子报复，也只能吃个暗亏了。安城县点使失踪了，家里密室和仓库还被搬空了，连铁钉都没留下一颗，这肯定是二狗子干的。除了报复，其实也是想我示威。明面上他斗不过，但他可以从暗处下手。那大蛇都能吞了筑基修士，大概也能一口把我吞了。没想到在安城县当了几10年土皇帝，谁见了不战战兢兢？现在升官都到郡守了，竟然还要跟一个举人忍气吞声。郡府的官兵再也没有来找过麻烦。如此安心的时间过了将近1年，修为又提升了一步，达到炼气9层。服用培元丹的效果也越来越差，只能另外炼制了一批聚气丹服用。经过葫芦提升之后，功效更强，修为增长再一次加快。修为境界越高，需要吸纳消耗的灵气就越多，修为进展的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很多人从小开始修炼，苦熬到了50、60岁，也只能修炼到炼气中期，终生筑基无望，便是这种原因。修炼需要大量的资源，至于仅靠打坐吸纳天地灵气这种古老的修行方式，在当下已经收效甚微，灵气不足与资源不足，以至于很多邪修把目光瞄向了同类，把人类当成了修炼资源。原本妖兽也能当成修炼资源，奈何大部分妖兽都太强，打不过那些邪修，只能把目标瞄向更加弱小的同类。也就是1万年前，大周王朝建立，荡平了所有魔道宗门，才暂时刹住了这股不正之风，否则人类自相残杀到最后，可能整个世界都不会剩下几个人，最后还便宜了其他种族。大周王朝收缴流通的功法，并禁止私自传授，
有资源也不一定能换到功法。我14岁拜李半仙为师，又得到修炼功法，凭借葫芦培育出来的大量资源的修炼速度就从来没有变慢过。我现在23岁，一共才9年时间，终于可以准备筑基了。雨山，我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任何人都不要靠近石屋，小命掉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主人放心，谁要是想靠近你，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2年里，我偶尔学习那本千机引，对机关陷阱也有点钻研，已经把典史家密室里得到的那套机关安装到石屋周围。筑基丹被收进葫芦里储存过后，品质又提升了一大截，想必功效会更好。修仙者从炼气期突破到筑基期，需要把丹田中的真气炼化成为法力。法力相对于真气更加精纯浓缩，具备更大威能。好强的药力，全身经脉都胀得发疼，必须稳住心神，按照法诀引导，将这股力量引入丹田，炼气为业，开辟气海。3天了，要成了，就是此刻。气旋凝液，筑基之始，给我凝！就这么小的一个坑，还好意思叫做丹田之海？看来古人的典籍都有点名过其实了。你怎么把鼻涕揉进药丸里了？难怪很多人说我的药丸有股咸味，原来是雨山把鼻涕眼泪都揉进了药丸里。幸亏我最近服用丹药，没再吃这些药丸。主人，我刚才是太激动了，每次看到主人我就激动，然后就什么都不会了。这才半个月不见，你身上的衣服怎么又破成这样了？干活时被挂破的。脸上怎么还青一块紫一块的？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的。以后注意点，别再把眼泪鼻涕揉到药丸里了。主人放心，我再也不敢了。什么事？我想问你，一般筑基修士的丹田之海会有多大？一般啊，我想想，长灵儿当时的丹田之海起码有好几丈宽吧，一般筑基修士至少也得有1尺宽。你确定有这么大？错不了，我记得长灵儿的丹田之海至少有好几丈。我问你，如果一个人他的丹田之海只有几寸大小，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草包呗，这种草包筑基很废物，没有前途的。你说的这个草包筑基，该不会是你吧？你闭关这么久，该不会练成了一个草包筑基？不是我替我一个朋友问的。肯定是修炼的时候过于急功近利，修为增长太快了，没有打磨好基础。那我这个朋友还有办法补救吗？补救的办法倒也不是没有，继续提纯压缩法力，慢慢的拓宽丹田之海，还是可以的。能补救就好，我回头告诉那个朋友一声。那就好，那就好，还有机会摆脱草包这种令人耻辱的称呼，我这就去修炼。不过那种可以提纯法力、拓宽丹田之海的秘术，很珍惜难得，所以还是安心的当一个草包筑基，认命吧。我手里正好就有这样的秘籍，姬苍临走前送了一本9重筑基。这本书不是那种可以炼化灵气的主修功法，但却是一门可以提纯法力、拓宽丹田之海的秘术。原来姬哥早就看透了我的本质。这门秘术没别的功效，就是反复的修炼提纯法力，让法力变得精纯浓缩，同时也有一定开拓丹田之海的作用。丹田之海面积确实拓宽了一丝丝，丹田之中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法力，又少了半点。不过目前手里并没有筑基期的修炼方法，吸纳炼化灵力的速度太慢，还不能直接把灵气炼化成法力。
还是得弄一部筑基期的修炼功法才好。目前只有从道玄宗或者姬苍手里弄了。2年的时间，曾经荒芜的蛇口山脚，如今已建起了一座规划严整的村庄。村庄内部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极易迷失方向。还利用在千机引中所学到的知识，在村庄里布置了大量的机关和陷阱。若是再遇到以前那种叛乱，大家退入村庄里面，也能将敌人磨死。手下的2000多人，大部分都已经感应到天地灵气，踏入炼气期。一些修为较高的，甚至已经达到了炼气中期。原本按照大周律，私传功法，运养私兵，规模还达到了2000多人，绝对是抄家灭族的死罪。不过这一切都是姬苍干的，跟我二狗子有什么关系？各位乡亲，从今天起，我们蛇溪村的规矩改了，粮食和药材不再按人头平分，而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一股鼻涕味儿。为什么我每次吃这个药丸都有一股鼻涕味儿？胡说，这是药，这是药，哪来的鼻涕？你怎么知道鼻涕是这个味道？是真的，就是有鼻涕味儿，还有鼻屎味儿。你难道不舔鼻涕的吗？你平时抠出干鼻屎也别不吃的吗？大人谁会干这么恶心的事？这是药，酸甜苦辣都有可能，天下万物皆可入药。也不知道羽山道境王里掺了多少鼻涕眼泪，能让小孩尝出味儿来。幸亏我有很多年没吃过培元治本丸了，羽山做出来的培元治本丸都卖到了黑雾里，或者是分给手下人吃掉了。回到山顶就踹羽山几脚。恭喜张道友成功筑基，多谢九星道友，这边请。九星道友，我向你打听一下，一般筑基修士丹田之海是多大？丹田之海啊，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所不同。那些急功近利的邪教修士急于求成，有的人丹田之海才3-5寸。我们正道修士讲究稳扎稳打，筑牢根基，一般筑基之后能达到1尺左右。老夫的丹田之海有1尺2寸，不知张道友筑基之后丹田之海有多大？实际尺寸真是让5寸应该也算1尺左右吧。我跟大家差不多，也是1尺左右。不知那块木牌有没有找到？九星道人的消息果然灵通，幸不辱命。真的？一共做了10几份假货，只有这1份最满意。这块木牌质地极为坚韧，怎么会破呢？而且现在用手指也能抠破，有点太粗脆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从蛇粪里面帮你们筛出来的，累得我一身臭味儿。道友，能不能把这块木牌先给我？我带回去让众多同门一起参考鉴定一下。不行，我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种地的庄稼人，可斗不过你们道玄宗。可是我现在无法判断真伪，也不能贸然把功法交给你吧。不如我们各退一步如何？怎么个退法？你把那块木牌给我带回去，我先给你一小段功法，如果是正品无误，我再把后面的功法补给你。这是什么各退一步？好处都让你占尽了。我用道玄宗的名誉担保。好吧，筑基初期和中期的部分功法到手了。长灵儿，帮我看看这部功法可有问题？功法应该问题，可以放心修炼。你这样费尽心机才骗到一部很垃圾的筑基功法，还不如去找到许峰的下落。当年长灵儿自己的妖族功法不适合人族，就专门为许峰寻找到一部人族顶尖功法。你如果找到许峰的下落，没准儿还能得到这部功法。再等等，我现在实力还不够。聚气丹是一种炼气期服服的丹药，对于筑基修士而言，药效还是太弱了些。丹田之海也达到了6寸宽，1尺有望。张道友，为何给我一块假木牌？是觉得道玄宗好欺吗？
九星道人稍安勿躁，我劝你最好是别飞这么高。那条大蛇最喜欢生吞活人，我也控制不住的。九星道友，我以诚相待，你是不是想吞了我的宝物，然后不给我功法？那块木牌就是假的，那块木牌我拿回去一试就灰飞烟灭了。九星道人，你这是何意？我看你是想吞了我的木牌，然后不给我功法。道玄宗自称正道，却欺负我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张道友，这件事暂且搁置争议，我想与道友分享一些信息。什么信息？你可不要坑我这种老实人。以前看二稿子觉得挺憨厚老实的，现在鬼才信你是老实人。是这样的，你交给我的那块木牌，关系到一份宝藏。什么宝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大周开国12功臣？我在大周史上看到过一眼，但描述不多，不是很了解。可以说，如果没有这12功臣相助，就没有大周王朝。他们每个人都为大周王朝的建立付出了所有。其中一人名叫许峰，曾经担当过我们道玄宗的宗主。许峰率领全宗修士，为大周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然后主动解散道玄宗。大周开国之后，许峰被封为镇国公，后来又因为叛乱被圣祖皇帝诛杀。许峰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真是活该被人杀。二狗子，你快帮我问一下，许峰死得有多惨？真是大快人心。许峰在被诛杀之前留下了一份宝藏，里面藏有大量万余年前的修仙典籍。修仙界大量的传承都已经被大周王朝收缴或者销毁，也只有这份宝藏里面保存了一些孤本，修仙界东山再起的资本。而那块木牌正是开启这份宝藏的钥匙。现在张道人应该知道这块木牌有多重要了吧？你上次给我的那块木牌才刚接触宝藏阵法，就已化作飞灰。如果张道友能找到另外一块正品的木牌，我愿意与道友分享地图，一起进入宝藏之中寻宝。另外，关于藏宝的机密，你知我知，不要想于对任何人泄露。如果文的不行，后面肯定不排除会动武。至于去寻宝，到时候高手会技，又是龙争虎斗，我区一个草包筑基，这副小身板如何能扛得住？我说，你真的不去宝藏看看吗？要是有实力，肯定就去了。我跟宝物又没有仇，那么多宝物不要白不要。你说我一个筑基初期，这点小身板去凑这种热闹，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原来你是怕死，胆小鬼。人家修仙者都是逆天而行，与天争命，只要有一线机会，就会用命去拼，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怕死的。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庄稼汉，老老实实种地就行了，与天争什么命？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但你要答应我去藏宝地，找到许峰的下落。什么秘密？你先答应我，我就告诉你。不行，你先说。万一这个秘密不值得我去冒险呢？再说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何必这么斤斤计较？不行，你先答应我。不，你先说。我把秘密告诉你，但你以后不能欺负我。好，我保证不经常欺负你。我们都是一家人，应该相互帮助扶持，怎么会经常欺负你呢？其实我每天睡觉的那块地板，就是这件法宝的中枢，炼化中枢就能够控制整件法宝。我教你一段口诀，可以单独炼化那块地板，炼化完成之后，就可以把地板单独取下来。地板可以当成一件强大的法器使用，还可以通过这件地板控制大蛇，就算带着它们离开蛇口山，也能保存大部分时。我把这么重要的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去不去？以后别干这么傻的事，任何承诺都有可能反悔的。不知张道友考虑的如何了？确实挺巧的，我前几天在山上又捡到一块木牌，可能就是你说的那块钥匙。一码归一码，上次我们谈好的交易条件，你拿走了我的木牌，还没给我修炼功法。现在可以谈正式合作了吧？不过我才刚刚筑基，还需要做一些准备。那你打算要准备多久？ 10年。不行，
太长了，恐怕迟则生变。那就5年，反正那处宝藏藏在那里已经上万年了，也不差这3、5年的吧？你是不知道，那处宝藏不止我们道玄宗知道，还有其他的邪教也发现了。若是拖延时间太长，恐怕会生出预料之外的变数。2年，最多2年。半年了，这段时间不眠不休，每天坐在地板旁边炼化。起！长灵儿，二狗子，你答应过不欺负我的。你仔细回忆一下，我上次说的是保证不经常欺负你，偶尔欺负1、2次，不算经常欺负吧？好啦，我们是一家人，我怎么会欺负你呢？起！张举人，把你手里的木牌交给老夫，否则老夫今天就夷平你这座山。就只有你们4个人吗？看这几个人的样子，应该不是道玄宗的修士，而是手里有木牌的消息泄露了。对付你，有我们4个绰绰有余。不要以为有一条筑基蛇妖就万事大吉了。老夫奉劝你，还是主动将木牌交出来。这等好东西，幸亏没被大蛇囫囵吞掉毁了。雨山，给你一套新衣服穿，你身上那套衣服也太寒酸了。你看这件衣服料子多好。主人，你对我太好了，你的恩情，我这一辈子只有当牛做马才能报答主人。此生能遇到主人，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用跟我客气的。对了，你这么多年没回家，你家里人会不会想你？要不要我骑上大鹅，陪你回家看望一下亲人？我这次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让你们全部落的人都知道，你现在有出息了。不用了，谢谢东家关心。家里没有蛇口山上的风景好，我在这里很快乐，不想回家。那就好吧，我过段时间要出一趟远门，你帮我守好蛇口山。有这么一个东西做掩饰，以后从葫芦里往外面拿东西就方便多了。这是玄元丹。九星遥有，不知所谓何事。张道友，我们要提前出发了。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大半年，怎么就要提前了？唉，道玄宗门内出了奸细，消息泄露了。这地方果然有问题。看来我们来对了。哇，好多的人呀！我的蛇宝宝有口福了。二狗子，快把我的蛇宝宝放出来，把它们全都吃掉！我的蛇宝宝每天干那么多活，还吃不饱，都饿瘦好几圈了。别吵，现在还不能吃。小小年纪毛都没长成，竟然也修成了筑基，估计也是个速成的草包。这只鹅看起来不错，让我骑一下。你这人下手也太狠，他不过是给你开个玩笑罢了。如果感觉我好欺负，别说进入道玄秘藏，我可能连门都进不了。九星道人，等你们好久了，怎么这样磨磨唧唧的？
快点把藏宝秘境打开，让大家进去。老夫在这里等了你好几天了。诸位稍安勿躁。这玩意儿就是地图？没错，只要这个红点移到正中间孔洞位置，就是倒悬秘藏的入口。走吧。就在这里了，麻烦大家一起出手，将黄沙挖开。张道友，现在就看你的了。二狗子，地龙翻身了！动了！别动了！冲啊！果然跟荒漠之中完全不同，这里的灵气很充足，周边的房舍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寻找宝物与传承。更远处还有人在战斗，应该是发现什么好东西了。原来房间里只是一块墓碑，安置修仙者遗骨的地方。这块碑有点不一样，你把手伸到上面，神识探进去试一下。这个战死的道士，应该就是黄风道人。里面记录了黄风道人的生平事迹。此人出生于平民，后来跟随宗主许峰，一次战斗中身死道消。这一段信息之中，还包含了黄风道人生平所修炼的一门功法。果然有功法传承。没出息，你没看到他才筑基修为吗？常灵儿虽然不太懂事，有点天真，但在见识方面又确实比我强。沿途的每一座房屋之中都竖着一块墓碑，这里与其说是功法传承的秘藏，不如说是一片墓园。你们继续，打完之后尸体别浪费了，留给我。倒悬秘藏那边进展如何了？启禀将军，属下按照将军指示，半年前已经安排人在各地散布消息。现在各地的邪道修士都已经得到信息，正赶往倒悬秘藏。干得不错。目前有多少人进入倒悬秘藏了？据属下探子1个时辰前回报，已经有300多人进入秘藏，其中筑基200多人，余者都是炼器，没有金丹修士。也许有人隐藏了修为，也有一定可能。这些邪修年龄越大，修为越高的，反而更加怕死。面对这么好的机缘，竟然还沉得住气。一条大鱼也没有，先等一等，暂时不要打草惊蛇。还有，不要继续散发信息了，凡事过犹不及。属下遵命。不要打草惊蛇，继续。一定有大鱼的，只要能抓住一条大鱼，就能顶无数小虾米了。万年前，远古修仙界万族林立，互相征伐。为了生存，为了资源，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大道，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上古时代，邪修残杀同族。我们是人族，不是蝼蚁。千机老人之墓。因为千机老人造出的这些武器，对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千机老人最后被人刺杀身亡。神识消耗太大，感觉头很晕，仿佛身体都被掏空了。很多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大鹅这股不怕死的倔莽劲儿，真是自叹不如。
不知死活！别吞！唉，又是一柄上好的飞剑，价值好几十块灵石，就这么没了。蛇宝宝干得漂亮，把它们全都吃掉！回来！那种恐怖的威压，隔了很远都觉得心惊肉跳。这样的威势，以前只在镇国君那个陈胖子身上感受过，竟然是金丹修士在斗法。听说前面发现了元婴强者的功法，有2位金丹高手打起来了。除了元婴期功法，好像还有其他的传承。听说是炼丹传承。金丹修士的斗法太恐怖，有多远躲多远。要不是神识还没恢复，我早就逃跑了。这种金属片有点熟悉啊，之前学过千机引，很多机关都会用到这种金属片。这里就是千机老人的埋骨之地，如果布置了类似的机关陷阱，也毫不稀奇。反正现在外面动静太大，也不适合打坐修炼恢复神识。找到了，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呢？我感应到有许风的气息，就在这里面。有没有陷阱？千机老人可是很擅长设置陷阱的。二狗子哥哥，你进去看一下好不好？昌灵儿，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讨厌啦，干嘛这样凶人家？人家听到外面那些女修也是这么说话的。然后男修就答应他们的请求了。好好说话，不然我就不进去。那个女修和你这样说话，你不是很喜欢的吗？你当时心跳都加快了好几分，脸都红了。啊？不可能！我平时最讨厌这种不正经的女子。你这么说，我心跳快，我脸红，那是我当时正好累了。反正以后不要学那种不正经的女人。你要是敢乱学，我就把你绑在地板里面。好吧，二狗子，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找许风下落的。你左手边那面墙，你推开看看，我感应到那面墙后有许风的气息。就是这只盒子，那股气息就是从盒子里发出来的。这只盒子木质似乎跟我得到的那块木牌是一样的，质地极为坚韧。这是许风的手臂。你确定？没错，就是许风的手。他就算化成灰，我也认识。他的手臂我帮你找到了，你想怎么处置吧？我还没想好，先留着吧。行，那我就帮你收起来，回去再慢慢琢磨。你想鞭尸也好，合葬也好，喂狗也好，都行。这里也没什么东西了，我们走吧。啊！什么东西？是刚才立在石墙前那个长满青苔的小狗雕像，没想到竟然是个活物。咦，哪里来的野狗？你这条狗想干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来历，不敢打，也不敢惹，还是把这一截裤子切下来吧。你这条死狗，竟敢咬人，还吸我血！我是许风，你看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
将军有大鱼上钩了。有几条？目前4条。启禀将军，原本只有2名金丹的，因为前天有人在倒悬秘藏里发现一座密室，里面找到可以辅助修士进阶元婴的宝物，然后立即就有2名金丹修士闻风赶到。这宝物的吸引力可真是不小啊！这就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如果这道消息继续传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金丹修士闻风而来。我们是现在收网，还是再等一等？为了不打草惊蛇，等待这些大鱼，这2天跑掉了好几条小虾米。做好准备，今天晚上统一收网，不要放过任何一条小鱼小虾。这些得到传承的邪修，让他们逃出去，就是大周王朝的祸害。属下遵命。本因为神识消耗过度而头晕眼花，现在被吸走大量精血，头更晕了。那只打不死的小狗死死咬住我吸精血的行为，原来是一种主动的认主仪式。刚才吸饱我的精血之后，竟然就认我为主了。看来他这一顿打是白挨了。又不早说，我怎么知道他是要认主？还以为要袭击我的。幸亏这只小狗很结实，比我更能抗揍。这小狗身上软乎乎的，很有弹性，手感极佳，就跟没有骨头一样，怎么揉捏都没事。这狗咬了我一口，挨了一顿揍，又折腾了这么久，到现在小狗的眼睛仍然闭着。要不是那若有若无的鼾声，还以为是条死狗。许峰在身死之前竟然把他的传承藏在这只狗身上。不过这家伙一直在睡觉，我也没办法，先带在身边吧。一只活了上万年的狗，真是个怪物。除了很能狂揍很能睡，似乎一无是处。难道妖兽界也有草炮废物？走，现在连许峰的传承都找到了，打算回家了。金丹修士也进了倒悬秘藏，在这里面打打杀杀，我这种筑基很危险。好险！要是我自己走在前面，可没有大蛇的脑袋硬。对方应该都藏在比较远或者更隐蔽的地方。哼！小子，你在里面得到什么宝物？交出来！小黑狗真可怜，被那么多刀剑劈砍，都被打得严重扭曲变形了。就找到一条残肢，你们要不要？2撮红色毛发，颜色又变浅了一些。不用跟他废话，先打死再说。至于能得到什么宝物，大家各凭手段。鸡哥教的都是好东西，此刻剑气纵横，所到剑气，轻易如入无人之中。蛇宝宝，好多的食物，快点吞！也不知道许峰从哪里找来的奇葩小狗，太好用了。一群废物，跪下，奉上宝物！不甘心，鸡哥贵为齐王，也从没让我跪过。这条小狗还不错，交给老夫看看。正是以前得到的那枚毒针，细如牛毛，最有剧毒，可以规避神识，偷袭阴人利器。长灵儿，我要做一个实验，你帮我看着。其实当时发现葫芦里面能装活物之后，就一直想把自己装进去试一试。万一出不来，是不是就要困在里面一辈子？万一进去后，葫芦又恢复成得道时的样子，摆在地上，岂不是又便宜了别人？现在被逼到绝路上来了，只能试一下了。在白茫茫的世界之中，分不清上下与东南西北。好像成了一粒细小的尘埃，在其中随波飘露，感觉飘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边。这种感觉很压抑，很难受。能进出就好。二狗子，你刚才藏到哪里去了？我找不到。
什么也没看到吗？没有，就看到有一粒很普通的尘埃掉到地上。奇怪了，难道还能在老夫眼皮子底下逃跑不成？刚刚当着上百人装逼的时候，被这筑基小修扎了一针，现在竟然还让他全身而退了。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还有很多宝物等着我呢。不好，官兵杀过来了！杀！一个不留！捞鱼的最喜欢看到鱼儿在网里面扑腾。反正早晚是死，大家联手突围！好，一起进攻！哦，这双鞋子还不错。启禀将军，倒悬密藏的邪修已经全部诛杀，未能逃走一人。不过这些人里面，发现有好些属于官府中人，有些是邪修渗透进了官府，还有一些则是官府中人没能抵挡诱惑，被倒悬密藏中的传承吸引。总之，都是一些对大周王朝不忠诚的官员。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回头再一家家的查，该抄家的抄家，该灭族的灭族，将那些藏在幕后的全都揪出来。是。将军，玉盘地图和木牌都找到了。当初这2件物品就是从我手里放出去，在外面兜兜转转了几年，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之前青州叛乱能搞出那么大的阵势，背后都有邪教修士搞鬼的影子。这一次把所有邪教骨干都诱杀于此，至少能为大周王朝内部赢得200-300年太平。这2件宝物收起来，过几百年应该还能用。刁民跟邪教又是相互滋生，就相当于人身上的恶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刀子割除。割完毒疮之后，再施以少许恩惠，又将是几百年的太平盛世。只是最近这几千年，刁民闹事越来越频繁了。不过，绝对武力都掌握在大周王朝手上，只要自身不出问题，区区刁民不足挂齿。将军，战场已经打扫完毕，那些尸体怎么处理？都是修炼者的尸体，也别浪费了，带回去剁碎了喂灵兽。还有，让人把地面上的血迹也都清理干净，那些房子和墓碑能修复的，就尽量修复一下。这里面埋葬的，可都是我们镇国军的前辈，为大周王朝立下过赫赫战功。是。下一次打开，可能又是几百年后。短时间我是绝对不敢出去的，万一从葫芦里一出去，正好撞到那名金丹修士的刀口上怎么办？先在这里面藏个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一点再出去。虽然也只有几丈宽，但总比变成一个小光点飘来飘去的好多了。把以前收进来的各种物品全都拉到这块陆地的旁边。现在人不能出去，得尝试下如何把神识从葫芦里面探到外面去。
太恐怖了！这威压比先前那名金丹校士更加强大，怎么把镇国军也招来了？正好我的鞋子破了，不如把这双鞋子就分配给我吧。不行，最近我也缺一双鞋子，我也想分这双鞋子，放弃了其他一切战利品的分配，另外还让出了一些好处给其他人，终于是拿到这双鞋子了。当时好几个人都发现了，这双鞋子发出了一点点像是神似的biến动，能有这种奇异反应的鞋子，肯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宝物。鞋子绝对是宝物，肯定是我还没发现其中的奥妙罢了。难道需要炼化认主？难道是我炼化认主的方式不对？有些宝物太高阶，是需要使用精血才能炼化的，还是不够。修仙者都是心性坚毅之辈，我陈胖子从来不怕吃苦，也不会因为任何困难而止步不前。可惜这双鞋子还是平平无奇，还是没有发生惊天巨变之类的反应。看来时机没到，今天也只能暂时到此为止，以后再慢慢的琢磨。真想不明白，我在道玄秘藏之中躲进了葫芦里，怎么一眨眼又落到了镇国军手上？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镇国军将领发现了葫芦的秘密？反正葫芦里有水，有土地，还有大量存粮，生活几年都没有任何问题。原来这里没人，害得我白紧张一场。这靴子是那个金丹邪籍的，怎么会被泡在精血里？这镇国军的人在搞什么邪门血炼？这么多好东西，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反正也没人看见，拿一点应该没事吧？就拿一点，就拿一点点。哎，这里有一大盒灵石，干了！有100多块灵石，这里还有一瓶丹药，10粒轩辕丹。上次仅仅炼化了4粒轩辕丹，就修为大涨，每粒轩辕丹的效力能顶得上炼气期修炼好几年之功。这双鞋子染满了鲜血，一看就是用了什么邪门手段，最好不要碰。密室外面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万一从密室里刚一出门就被人抓住了怎么办？算了，还是安心把丹药服下，炼化再说。多一份实力，逃跑的时候也能多一份成功的把握。跟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除了血液变干了一些，再没有任何变化。咦，密室里的东西少了很多。这双鞋子果然有问题，难道这双鞋子能吞噬灵物？果然是一件至宝，绝对不是什么凡品，最少也是产生了灵智或者气灵的。既然这个气灵喜欢吞噬一些灵物，我陈胖子也不是吝啬之人。如果气灵从鞋子里出来，还可以顺便跟气灵拉好关系，得到其认可。可惜军队中还有事情，不能一直守在这里，只能暂时离开。鞋子旁边竟然又摆放了几10块灵石。事实证明，这双鞋子的气灵真的能吞噬灵物。吃吧，都是给你吃的，吃饱了才能长大。我明天就去赚更多钱。难道这个气灵害羞？我守在旁边，气灵就不好意思出来了？哎哈！咦，好宝贝，好宝贝，好宝贝，这么充满灵性的宝贝还真是很少见，这回赚大发了，绝对不能让我的大宝贝饿着。将军疯了吧？快坐！这几瓶都是我最喜欢的玄元丹，还是3天后再把桃子吃掉，然后桃核种到地下吧。密室的主人只要脑子还正常，
应该已经发现了房间里丢了东西。连续偷了2次之后，对方不但没有防备，还故意摆那么多东西放在红鞋子旁边。肯定是密室的主人发现小偷，故意把一些物品放在鞋子旁边，想引我上钩的。要不是强大的毅力，早就坚持不住了。器灵发现我之后似乎受到惊吓，又逃了回去。逃回去的时候还不忘把我留下的灵物一口吞噬了，真是个淘气的小宝贝。又想偷了，真是恨不得把这2只手给剁了。但好歹也是自己手，活了20多年，一共才2只手，多少有点舍不得。上次不应该偷窥器灵进食的，把器灵吓到了，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南边万妖国犯边，边境守军快要防不住了，不知道又要打多久，只能把鞋子收进储物袋。我要出征，你们几个帮我把密室里面打扫一下。哎，不是给你吃的，我的丹药。好好的一粒玄元丹，就这么没了。这条狗好像也是要吃东西的。这么喂了一段时间，竟然把我都给吃穷了。也没有什么万年灵兽霸绝天下的气势。我叫许峰，很高兴有人能继承我的传承，继续为人族命运而战斗。许峰在传承之中竟然并没有提及他和长灵儿之间的关系，一个字也没有提。长灵儿哪怕是死了，过了1万年，心心念念全都是许峰，而许峰的心中有整个人族，乃至装下了整个世界，就是没有长灵儿。让我继承功法，那是100个乐意。至于抛家舍命为人族而战斗，我又不是司马懿那种人。许峰的主修功法名为鸿蒙炼神，这门功法最大的优势是擅长神识修炼。修炼有成之后，神识强度是同阶修士的无数倍，甚至还能超过更高阶的修士。这门功法除了能够修炼神识之外，而且是可以从炼气期一简单换气的，一直修炼到化神期的。从此以后，不需要再为了区区一门功法而到处奔波冒险了。小黑，你作为一条狗子怎么能怕臭呢？以后还怎么吃屎？我跟你说，做狗子就不能怕臭，做泥鳅就不能怕舞，做人就不能怕累。你作为一条狗子，居然还怕臭，这简直是狗界的耻辱啊！以后会被其他狗子嘲笑的，懂不懂？自从上次旱灾过后，怕吃到熟人，已经有好几年没买过肉包子吃了。给我来10个肉包子，还是来200个吧。请问一下店主，这是哪里？这是青云街，前面那条路叫大正街。我是说这座城池叫什么城？啊，这是青州城啊！你顺着前面那条大正街一直往前走几百步，就能看到青州府的衙门了，很显眼的。多谢。青州城是整个青州最大的城池，听说城内有很多金丹期高手，筑基和炼气修士比狗还多。这条死狗又懒又馋，肚子像个无底洞，整天就知道睡，还喜欢看美女。你要堕胎还是看花柳？花柳。什么症状？菜花。真是服了，这个黑市竟然在整个大周王朝都有连锁，连街头的暗号都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编出这么龌龊的暗号。在密室里得到一大笔灵石，正好用这笔灵石买各种灵药，带回蛇口山上种植。灵药价格不算太贵，官府垄断了丹药渠道，各地是因为大周王朝炼丹传法这绝对垄断，各地的丹药价格都极其昂贵。官府垄断了所有的炼丹资源，导致丹药价格居高不上，有价无市，一丹难求。像培元丹这种在修仙界只能算是最低级的丹药，我经常用这种丹药喂鹅，黑市丹药的供不应求。我学了白鹤真人的炼丹传承，手上掌握了好几十种丹方，算是极为稀有的野生炼丹师。只是空有技术，一直苦于没有灵药炼制。一般炼制法器都用金属灵矿，很少有用木质的，除非是能找到品质极佳的灵木。这些木质法器都是由数百年的灵木炼制而成。请问你这些法器是用什么灵木炼制的？我这些都是用300到500年的铁木炼制而成。
你看我这些陵木炼制的法器，价格比那些金属法器要便宜多了。我想问一下，道友是不是有铁木树苗或者种子？家族中确实种了很多几百年的铁木，但是不往外出售树苗的。培元丹，培元丹这种最低等的丹药对我已经没效果了，除非你手里有很多。如果你能拿出这个树，我可以换给你一株幼苗。要50粒培元丹才换一株幼苗，这也太贵了。试试看能不能从50粒砍到10粒左右。以前司马懿就吃过这种亏，还是先试探一下。你要5粒，这也太多了，最多2粒。不行，至少也要4粒。最后以3粒丹药换一株幼苗，大家皆大欢喜。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后续的结果。去过道玄秘藏的人都没有回来，难道我是唯一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人？以后对于道玄秘藏绝口不提。我是大周王朝的武举人，与邪教势不两立，始终忠于大周王朝。东家回来了！东家，我们想你了！耶！我也要！东家，你可算回来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家里有什么事吗？东家不在的这段时间，确实有点事。东家不在的这段时间，有很多小地主找上门，想要把自家土地廉价卖给东家，然后给东家当佃户。以前穷的时候，做梦都想当个小地主，种自己的土地，无论如何也比当佃户强吧？为什么？因为从今年开始，官府给的3年免税期限已经到了，小地主每年要向官府缴纳税赋，至少需要2-3成。咱们这里的地租，上好的良田才收2成地租，薄田才收1成。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当佃户比当个小地主还要强。还有，边境正在和万妖国打仗，现在官府还在催缴军粮。那催粮的官差每天都在各村镇抓人，听说除了额外缴纳一笔钱粮，还要抽很多壮丁服徭役。这种徭役大部分都是有去无回，死路一条。在大周王朝，官府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主要靠的就是这些有地的小地主。只有这些有地的小地主，他们有家有口，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和田产，他们跑不掉，也不敢轻易跑。倒是如此，我这样的举人算起来都是官府的人。因为东家不在，我们不敢胡乱做主。行，如果再有人找上门，你就看着收吧。地里确实没长多少草，但这么长时间，田里的灵药也没怎么生长，应该是没怎么浇水的缘故，草也不长，灵药也不长。记得离开之前留下很多水的，此时运水池已经快要见底。蠢鹅，叫死！影响大爷我睡觉。主人，你终于回来了，我可想死你了。这货竟然没有逃跑，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一看就是没挨过揍，看体型竟然还长胖了一些。雨山先别急着忙，把这些灵药都种下去。算了，这次看在你没有逃跑的份上，把原来的人参铲掉一部分。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怎么会逃跑呢？此生跟定了主人，就算打也打不走的。以前炼化1粒轩辕丹需要花费5天时间，现在只需要2天时间，就能将丹药完全炼化。把这些丹药炼化之后，又用9重筑基锤炼了一遍，丹田之海已经被拓展到1尺6寸，差不多2尺宽了。虽然还没突破到筑基中期，但如果遇到9星道人那个水平的中期，完全有一战之力。像鸡哥那样轻轻挥一挥手就秒杀3名筑基修士，才是我的目标。听长灵儿说过，前世的长灵儿丹田之海有好几丈宽，我将来起码也要搞到1丈宽，在长灵儿面前才能抬得起头来。不过轩辕丹用完了，现在只能吃一点聚气的，太慢了，还不如吸纳灵石里面的灵气修炼，效率还高一些。而且我的灵石可以放到葫芦里补充灵气，几乎是用之不绝的。这段时间躲在葫芦里修炼，已经把神识修炼到能覆盖20丈，超出了普通筑基初期修士。在跟同阶修士斗法时，就能大占优势，相当于我在20丈之外就能打到你，你却打不到我。
在蛇口山的后方，原本是一大片连绵不绝的荒山，经过这几年的改造，在山峰之间形成一座巨大的人造湖泊。湖泊里面蓄满水之后，足以浇灌方圆数十里区域。现在铁荆棘还没长大，干活的人手也不够。等以后把羽山的家人们也都接过来，就可以把这大一片区域全都种上灵药。当然，这一切都还需要羽山的努力。羽山，你的翅膀没了，修为实力还能增长吗？如果服用一些灵物，或者使用一些灵石，虽然不能飞，修为实力还是可以增长的。那就好，我还担心你的实力无法增长了呢。你每天干活辛苦了，这一瓶培元丹拿去服用吧。主人，真的给我？哈哈哈哈！当然是给你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谢谢主人，主人你对我太好了，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仆人。哎，羽山，我之前可能有点苛刻，苦了你了。其实咱们是一家人，以后这座蛇口山都会交给你，你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你要好好修炼，增强实力，将来才有能力接手这一大片土地。你看咱们山上那些蛇笨手笨脚的，大鹅连话都不会说，那条狗又懒又馋，只有你才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一直都对你抱以期待，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厚望。主人，你对我真好，我真是狼心狗肺，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跑了，我要努力干活，我要为这个家做贡献。最近这一两年，寄去京城的好几封信，司马懿那边都没有回复，如石沉大海。今天的这封信直接寄给齐王，孙旺财如今也修炼到了炼气4层。怎么回事？我寄信回来的路上，顺便抓了2个奸细，这2个家伙吃里扒外，当了邪教的卧底。东家饶命啊！我们俩就是贪图邪教给的2斗米，什么坏事都没做啊！东家饶命啊！当初爹和大伯也是为了2斗米加入了邪教，为了2斗米就铤而走险，手下的佃户还是太穷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们知不知道，加入邪教可是要抄家砍头的？知道，你们还敢？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一是把你们押送到县衙，由县老爷处置。我选第二个，我选第二个，我也选第二个。拜见使者大人。马老二、马老五，你们最近可有蛇口山那边的消息？有啊，我也有。一个一个说，只要情报有价值，每人奖励1斗米。这种为了1斗米摇尾乞怜的神态，我可瞧不起。马老二，你先说。好的。蛇口山下的羊群又下崽了，那只花角母羊下了4只崽，死了2只，现在羊群有200、300、200。浪费2斗米，成天就是这些破事儿。蛇口山上有很多大蛇，我前几天看到他们让大蛇拉车，那条蛇有这么大，那么长，一条蛇同时能拉2辆牛车，还跑得飞快，比啥牲口都好使。这种情况我们早就掌握了，但总比那些羊下崽、牛吃草的情报好多了。马老五提供的情报有点用，可以奖励你1斗米。这里应该不是邪教窝点，只是家。这一家子都住在这里。东家，那个邪教徒的住处找到了，很好。继续追查，不要打草惊蛇，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东家。孙旺财办事稳重，我很放心。上一次叛乱的时候，那些邪教徒和叛军首领一夜之间都销声匿迹。先顺藤摸瓜，把邪教的底细摸清楚，把他们的据点和暗线全都找出来。我这里还有一些符箓丹药，你都拿着。修炼炼血诀，把人当作修炼材料的邪教，跟其他邪教有本质上的区别。东家，经过查探，
那名邪教徒手下一共管着20名卧底，分别位置西沟村、坝子村、湾里村，如同狗刨一样的字迹，比我的字还要丑。得亏黄富贵每天又打铁又当先生，才教会了这些人识字。现在谁都能写出一手歪歪扭扭的字。继续暗中调查，不要打草惊蛇。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可以再调几个人过去帮忙，要把邪教徒的上级和他们隐藏的窝点找到。司马懿回信中说起，他这段时间坐牢去了，坐了2年，刚从大牢里出来。他从大牢里出来之后，还升了一点点官，得到1粒筑基丹。司马懿还说起齐王的师傅前几年因言获罪被打入大牢，现在也出来了，官复原职。信中还说起齐王准备帮我弄个小官，过一段时间就能有结果了。鸡哥知道我不喜欢当官的，为什么非要给我弄个官呢？难道鸡哥打算要当皇帝？我才不要当什么官呢！但如果鸡哥想当皇帝，非要我做大官，我也只能勉为其难，混个虚职，领点薪水就行。今天还是没什么变化。自从上次受到惊吓，我的宝贝鞋子好久没吃过东西了。哪怕弄了很多珍稀灵物投喂，鞋子仍然不吃不喝。明知道这双鞋子的器灵很害羞，当时还是没有止住好奇心，躲在门后偷看，吓得我的小宝贝儿好几个月都不敢露脸。进来，将军，我们最近追查邪教漏网之麻，但查到一个人不太好决断。所有相关的人，该杀的杀，该抄家的抄家，有什么难办的？将军，这个人你认识？不可能，我从不跟邪教有任何牵扯。将军，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曾经在安城县蛇口山下见过齐王？当然记得，当时手下众兄弟还因此得过奖赏的。怎么，这件事跟齐王有关？是当时跟在齐王身后那个齐大鹅的少年。有点印象了，看起来挺淳朴，很忠厚老实的一个人。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那个少年跟齐王的关系不错，深得齐王的赏识。齐王不可能跟邪教有牵扯，也必须没有牵扯。硬扯上齐王，到时候咱们也吃不了兜着走。无论这个人是谁，都把他摘出去，少杀一个邪修无关痛痒。牵扯到齐王，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先禀告姬将军，相信他也会同意我的做法的。另外，再给齐王写一封书信，告知此事。可是将军，这件事情不太好摘除。为什么？就当把这个人的记录抹去，只要没发现他这个人不就行了？以后的麻烦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可是这一次进入道玄秘藏的钥匙就在蛇口山那个武举人手里，还是他亲自打开的大门。你等着，我去见姬将军，由他亲自定夺。你说的这个武举人名叫张二脑是吧？是的，安城县人士，在平西叛乱中立过功，得到1粒筑基丹的奖励，于数年前筑基成功，是三阳郡登记在册的筑基修士。张二狗此人数年前被齐王委派，卧底于邪教之中。此人不惧生死，亲自打开道玄秘藏的大门，将邪教徒诱入其中，为此次诱杀邪教徒立下首功。果然不愧是将军，3言2语就把事情解决了，还送了齐王一个很大的人情。你就照此办理吧，上奏朝廷，为所有将士请功。好嘞。违反大周律法的事情，最近还真没少干。难道是事情败露，被官兵找上门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看到自己攒下来的这么大家业，就这么跑了，又有点舍不得。命没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钱财要是没了，下辈子都不一定会有。安城县武举人张二巧，为人本分，忠勇体国，为国之栋梁，深入龙潭虎穴。现授张二巧为三阳郡农都尉，为国屯田练兵，守护西南国门。怎么就立下大功了？我怎么不知道？英明睿智，文治武功，德备苍生，万寿无疆，至高无上，龙兴圣皇帝，大周王朝千秋万载，一统天下。幸亏读过书，以前姬仓也教过，不然这回就得变哑巴了。恭喜张都尉，
你这份官差可是隆兴圣皇帝御旨亲批的，比起其他的那些都尉可大有不同。多谢大人。对了，不送礼怎么行？这段时间过得太顺，差点把杨铁教的那些规矩都忘了。其实送出这些零食，人家并不会因此为我多说几句好话，仅仅是不会暗中使绊子害我罢了。农都尉的官职，以前在书上看到过的，职责就是屯田、练兵、备战，并没有什么实权。姬仓为什么要给我弄这么一个官？原来鸡哥是怕了。蓄养私兵，意图谋反，这罪名到时候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鸡哥这是何意？原来鸡哥是怕了。蓄养私兵，意图谋反，这罪名到时候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现在弄了一个这样的小官，以后手下这支人马就算是大周王朝名正言顺的军队了。就是不知道鸡哥是怎么运作的，给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老夫率领安亲县衙备上一份宝礼，还请张督军笑纳。丁清官来就来呗，还带什么礼物？零食5块，培元丹3粒，百年人参2株，聚灵草1株，培元固本丸2斗，肥猪10头，鸡100只，鸭100只。这一份礼单，对于丁县令这样的清官而言，已经是一份很重的负担了。也不知道今天究竟是什么黄道吉日，这来的人是一波接一波。我这刚和丁县令聊的投机。请问哪一位是张都尉？这是在下正是。恭喜张都尉，老夫这次正好路过，身上也没带啥礼品，只有3粒玄元丹。多谢前辈。前辈吃过饭没有？厨房里已经在杀猪了，要不要吃顿饭再走？不了，我还有要事，这就要离开。对于这种只送礼不吃饭的客人，心中真是充满敬意啊！带人去后院杀猪宰羊，鸡飞鸭笑的大摆宴席。爹，人家张老爷那么大的官了，你送2只鸡有什么用？我听说周边好几个县衙的人都来了，人家一出手就是10几头猪，还有丹药之类贵重物品。老子当然知道，求人办事要送猪牛羊，要送丹药。问题是你有吗？咱家的猪还是小猪崽子，丹药都让你小子给吃了，我上哪里找去？要不是你哥帮张老爷干活，收入不错，经常接济，你小子连丹药是什么味儿都尝不着。经过这几年折腾下来，现在家里有个100多亩地，还要交赋税。那会考武秀才报名遇到困难，张老爷，黄老财也是这样的笑容，手提一串猪肉，领着我到镇上求乡政开具户籍名册。黄老财，你来就来了，还送什么礼？快请坐。秋月，去泡壶好茶来，再去厨房看看，弄几个热菜，快些端上来，我和黄老财满仓兄弟一起吃顿饭。黄老财，来了就是客，你就放心吃，敞开肚子吃就行了。二狗子，快坐下吃，饭都盛好了。吃菜别光吃饭，敞开肚皮吃，白米饭管够。张老爷，我今天是想求你一件事。什么事？我想让满昌去考武举，你看可行吗？竟然也修炼到了炼气4层，确实有考武举的资格。曾经给过黄富贵不少丹药，难怪他修为一直增长缓慢，原来都接济给这个弟弟了。否则以黄老财那点财力，黄满仓现在能修炼到感气，就算不错了。不过以黄满仓现在炼气4重的修为，想去考武举人还是有点勉强。而且排名靠前的武举人全都是提前定好了的，只会露出2、3个名额，给这些没有背景的武秀才争抢，算是留下一线希望。以我现在的地位，想要一个排名靠后的名额，应该不难。所谓人情往来，不过是对利用价值的一种肯定，将来要还的。断了，以后还是不掺和他们官场上的事，安心在蛇口上种地。既然领了朝廷的俸禄，该做的事得做好，手下的人得好好培养起来，以防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帮满仓运作名额很顺利，既然要帮就帮彻底。这瓶培元丹拿去给满仓堆修为，把握就好多了。神识又增强了很多，现在已经能够笼罩到方圆30丈的范围。
东家，终于找到一处邪教窝点了。在什么地方？有多大规模？这个邪教窝点藏得好深，快要藏到边境去了。我回来的时候安排了几个人在那里盯着的。东家，咱们要不要现在就去灭了他们？要不要禀告县衙那边？原本是打算把所有窝点都找出来，永除后患。但这1年时间里，仅仅找到这一个窝点，就耗费了几十个人力，好几百张符箓。原本是打算通知县衙，双方一起抓捕邪教，现在就想独吞一些邪教的战利品，以找回之前这1年多的损失。大不了等邪教徒抓住之后，再把人交给丁县营，让他也沾点功劳。为防夜长梦多，咱们今天晚上就动手。你去清点全部人手，负责抓捕藏在各地的邪教使者和卧底。今天晚上子时同时出手。邪教巢穴那边，我一个人去就够了。好的，我保证那些邪教徒一个也别想跑掉。大蛇自从上次在道玄秘村里吃了顿饭，一直饿到现在没吃东西。二狗子，你一直让我的蛇宝宝干活，干了那么多活，却不让他们吃人。常灵儿，你这种想法就不对。大家都是一家人，干点活怎么能计较这么多？每个人为家庭付出都是应该的，就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你再瞧瞧雨山，他为了大家庭每天有多努力。你还有你的蛇宝宝，应该向雨山学习。可是我的蛇宝宝干的活更多，一条蛇能顶好几十个人，蛇口山下那么多人，你一个也舍不得给蛇宝宝吃，你还有没有良心？你摸着良心问一下自己，你这样做对吗？有让家人每天都饿着肚子干活的吗？那是你的蛇宝宝太挑食了，哪有肚子饿了就要吃家人的？就算不让蛇宝宝吃人，那也不能让他们吃草吧？草怎么就不能吃了？你没看大鹅每天都吃草，别人都能吃草，就你的蛇不能吃。好好反思一下，难道不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东家，我们一直守在这里，他们就藏在对面那座山里，那块大石头后面就有一个山洞入口。只有这一个入口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出口？东家果然料事如神，还有2个出口，一个在山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在旁边那座山脚下，我们都有人在那里看着的。我去里面看看，你们继续守在这里，如果发现有人逃跑就抓起来，死活不论。长灵儿，这里面就有很多人，今天就让你的蛇吃个够。长灵儿，里面的人都被他们吃掉了吗？那肯定，我的蛇宝宝连筑基都能吞，这里不过是一些炼器小修。唉，看这样子，损失无法挽回了。东家，里面怎么样了？要不要我们进去战斗？不用，全都死了。带上这几个人回蛇口山。一次抓了这么多邪修，还真不好处理，直接杀了吧。大部分人就是些种地的农民，不过是穷昏了，贪图邪教那几斗米，目前也没做过什么恶事。不杀把人关起来，又没这么大的牢房，还要给他们吃饭。张大人，听说你连夜捣毁邪教窝点，抓捕了一大群邪教徒。我听到消息，连夜赶来，想助你一臂之力。多谢丁青天，大家都是为国为民，不用谢的。本县辖下竟然藏了这么多邪修，老夫上愧对朝廷，下愧对黎民百姓。不知张大人打算如何处理这些人？确实还没想好，我没有这么大的牢房。我还没想好呢。既然张大人没想好，不如把他们都交给我，我带回县衙一一审判发落。丁县令是远近闻名的青天大老爷，自然会公平公正的处理。其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于仁慈，有点妇人之仁。好，那就麻烦丁县令了。你老这一次可不要再心慈手软，下手一定要狠一点，杀一杀邪修的气焰，震慑全县百姓。张大人放心，面对邪教徒，老夫必定不会心慈手软。这次要大开杀戒了。当官的还是得杀伐果断一点才好。我有时候心太软，就不适合当官。东家，我还需要继续追查邪教吗？暂时不用查了，等待县衙那边看能不能审出一些有用的情报。
这段时间辛苦了，安心修炼吧。睡一觉真舒服啊。雨山，休息一下，别累着了。雨山是不是病了呀？感觉他最近变傻了。这叫付出，你懂不懂？一个不懂得付出的人，永远不会取得成就的。你和你的蛇宝宝都应该向雨山学习。可我也没看到雨山有什么成就呀。你不能只图眼前，要着眼长远。而且，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快乐。你看雨山，他现在就很快乐，他乐在其中。当你学会付出之后，才能体会到他那种快乐。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大道理能张口就来，教育一个小孩子还是很容易的。东家，东家，东家，又出事儿了！东家，马老二和马老五这两家子10几口人全都死了，被人杀死的，死得很惨。孙旺财，继续查。是。把调查的范围放宽一些，不仅安城县，周边郡县也看看。还有，目光不要只放在农夫身上，那些地主还有衙门里的人也都悄悄查探一下。最开始由马氏兄弟提供线索，这件事情是保密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收网之后也没向外透露，只跟丁县令提了一嘴。当时只有衙门里的2、3个重要人物在场，难道是官府？你们父子俩干嘛去？托张老爷的福，我们正打算去郡城考试。哦，放心去吧，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排名第17，不算差。多谢张老爷。爹，我觉得考武举人好像还不如拜到张老爷手下做事。你为什么只让我哥在那里，不让我也去呢？蛇口山下那些村夫莽汉，任何一个人都比武秀才厉害。我上次就在一个流鼻涕的小孩手下吃过大亏。张老爷仁义，在他手下做事确实很好。但你们兄弟2个如果分开，有点事儿还能相互扶持照应。而且你想想，在张老爷手下虽然有实力，但是没有功名的。将来如果万一能够修炼到可以筑基的地步，这么多人是得不到筑基丹的。只有考得武举人的功名，将来为朝廷立下功劳，才有一丝机会。我早就打听过了，整个青州地带最强大的家族是夏家。你要是遇到夏家的人，千万不要得罪了，哪怕是受点气，忍气吞声，也总比把小命丢了强。咦，爹，你发现没有？这份名单里面没有几个姓夏。不可能啊！今年夏姓的考生为何这么少？名册上仅有的那些姓夏的考生，也都是夏氏家族的旁支。从名单可以看出，大家族的人都没有参加这一次武举人考试，集体退出。难道是腾出位置，给贫寒子弟更多机会？儿子，咱不考了。为什么？就因为那些大家族没有参加，咱们就要弃考吗？如果放弃这一次机会，下次还有脸去求人吗？情分这种东西，只会越用越薄的。机会确实难得，但也没有小命重要。考武举人，又跟性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幕，但以我活了几十年的经验，这种豪门大族也看不上，甚至还极力逃避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爹，我听您的。黄满仓跌出擂台，判负。是黄满臣吗？是，不知差爷有何贵干？我们老爷是想问一下，第17名的武举功名，你们还要不要了？我们这样还能拿到武举的功名吗？比斗之中败阵弃考，确实有点难度。但如果在兵书战策考试中拿到满分，就没有问题了。多谢老爷好意。黄满仓他摔断了骨头，短时间难以下床，只怕耽误了国事。等伤好之后再来重新考试吧。行。
回去就把家里那头猪送到蛇口山下，就算弃考，也要好好感谢张老爷。那头猪崽子不是还没长大吗？养了大半年，也有好几十斤了。张老爷手下有那么多人，可以继续养个1年半载再杀。今年的武举人数量也比往年多。恭喜各位新晋的举人老爷，多谢多谢，祝各位举人老爷以后步步高升，升官发财。青天老爷出来了，下青天！诸位武举人不必多礼，本官先祝各位金榜题名，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多谢郡守大人。好男儿志在四方，如今正好有一次报效朝廷、建功立业的机会，需要诸位大展身手。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等效劳，我们作为举人，自当奋勇争先，为朝廷效命，哪怕前方有刀山火海，吾等也当向死而生。好，诸位能有这份忠心，本官就放心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南边的万妖国前几年趁着我青州大旱之际，与邪教里应外合，侵犯我大州边境，掠夺边境的人口。经青州府决定，今年中榜的武举人全部派往万妖国边境建功立业，守卫大周王朝疆土。踏平万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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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都烘托到这一步了，刚才还表过态，这么多眼睛盯着，现在总不能说不敢去吧？只有我们这一届的武举吗？没错，历届的武举人虽多，但他们也都身处要职，暂时抽调不出来。诸位都是忠勇体国的栋梁之才，想必不会贪生怕死。大家回去准备一下，3天后启程出发。违令者斩！哈哈哈，老爹，你真是料事如神。没啥，就是多活了几年。咱们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也别高兴太早。边境战事既然到了这一步，最后倒霉的终究还是咱们这些种地的。因为边境战事，这些年官府在各地都征了大量的粮食和民夫，用于供应前线。蛇口山周边的很多小地主不堪重负，都已经把自家的地卖掉，入到蛇口山当佃户。原本计划着儿子考中举人就能躲过这一劫，现在放弃了举人功名，满仓的武秀才功名只能暂时顶一段时间，但真到了紧要关头，不一定有用。哟，新进的举人回来了，秋月还不快去搭把手？怎么能让举人老爷抬猪呢？张老爷，你就别取笑了，我们有负你的厚望，弃考了。弃考？唉，是这样的，差点就误了黄满仓的性命，还好黄老财人老成精，关键时刻懂得取舍，有决断。放弃了也好，等以后没事了，我再举荐你去考。多谢张老爷。张老爷，我们今天来，除了向你表示感谢，还想把家里那些田地卖给你，只求给老爷做佃户，还望张老爷能够成全。你确定要这么做？已经决定了。没想到黄老财也会走上这一步，那也别当什么佃户了，给我当个管家吧。黄满仓，你识文断字，又是读过圣贤书的，就到队伍里暂时当个大队长，专门教那些糙汉子们读书识字。等以后你想去考武举人，我再给你保荐。多谢张老爷。黄老财，你家的田地就交给我来打理吧。至于黄老财家的那些田地，加起来也不如一粒培元班值钱。行了，以后啊就安心在这儿干吧。是。东家，
我又发现一只邪教了。在什么地方？距离我们这边还有10几里路，目前还只找到几个小鱼小虾，还没找到窝点。好，继续调查，不要打草惊蛇，这一次要全部揪出来。这条狗自从上次传了一部分功法之后，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啥活都不干。唉，吃东西还挑3拣4，没有灵气的不吃，特别抗揍，怎么打都没用，就连把它收进葫芦里面，如果抗拒的话都收不进去。葫芦里那片土地已经扩张到1亩宽，种植了一大片玄元草，现在年份最长的还只有几10年。只需要集齐木、火、土、金、水5种灵药，就可以炼制筑基丹。但一是没有集齐这5种灵药，二是就算炼制出筑基丹，也不敢给手下人服用。没被官府登记在册的筑基修士，一律按照邪教处理，人人得而诛之。由于最近没有合适的丹药服用，修炼进度慢了很多。到目前，丹田之海宽度也才2尺1寸。为什么县衙在这么大的力度抓捕邪修？邪修仿佛永远杀不尽，越杀越多。为什么黑市里面的血魄丹供应充足，价格低廉，跟以前旱灾时期有的一体？继续查，注意隐蔽。这张猪腰子脸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脸型太有特点了，让人过目难忘。上次找到一个邪教窝点，里面就有一个猪腰子脸的邪教头目，照理来说应该是死了的。这个猪腰子脸更上一级的人是谁？这个猪腰子脸绝对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头目，如果再找到他的上级，差不多就能将整个邪修揪出来了。哎，这个搬到这里来。都别动，把手举起来！走走，你们干什么？这些粮食竟然都是从丁家庄运出来的。你们2个把这封信拿回去，交给东家，我在这里盯守。此人本该被官差抓走了的，现在又出现在面前，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跟丁青天有关系。猪腰子脸的直属上级，竟然真的是丁青天！张二狗，你作为朝廷命官，竟然与邪修勾结，本官今日就要将你捉拿归案。丁县令，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查到证据，你才是真正的邪教徒。没想到丁县令的反应会这么快，而且贼喊捉贼，还先一步杀上门来。本官是远近闻名的青天大老爷，全县百姓有目共睹。你说本官是邪修，可有证据？有谁会信你？而你孕养蛇妖为害，吞噬生人无数，手下更是修炼邪法，这些证据有目共睹。这二狗子怕真是个灾星，丁青天可是为民做主的好官，筑基大蛇不要焚了。就是，肯定是他把这妖物引来的。把人带上来，大家应该都能认识，这就是你手下的孙旺财，他修炼邪法，残害生命，被我抓获了，你还有何话可说？孙旺财，你可知罪？张二嘎，我劝你现在束手就擒，若是冤枉，待我本官查明真相，必定还你一个公道。就算再怎么鬼迷心窍，也不可能束手就擒，把小命交到别人手里，等待别人还自己清白。丁县令，我劝你束手就擒，如果有冤枉，本官必定还你一个清白。我可是登记在册的筑基修士，此刻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显露出筑基修为，已经被大周律划分到邪修一类了。哈哈哈哈！看来你是不肯束手就擒，要本官亲自出手了。张二哪，凭你筑基初期修为，绝不是老夫的对手，跪下求饶，本官给你一个痛快。得知丁县令是邪修的时候，就猜到肯定有伪装，不过也没想到这家伙藏得这么深。
老夫早就知道你蓄养蛇妖为害，既然找上门来，怎么可能没有准备？蛇妖实力再强，终究不过是畜生罢了，只有自身的力量才靠谱。废话真多。这一剑的威能非比寻常，远远超出了筑基初期应有的水平。虽然他修为高一个小境界，但最近吞噬的人比较多，修为增长太快，导致法力不纯，根基不稳，修为太虚浮，不耐用，后劲不足。放开他！老夫今日放你一马，希望你回头是岸，早日到县衙自首。丁县令在动身来蛇口山之前，竟然就已经放出消息，诱骗全县百姓去县城领米。看来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至于能不能成功污蔑我，纯属有枣没枣都打一竿子的行为。秋月、黄满仓，你们带人去官道上拦截，让这些村民不要去县城。不让我们过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乡亲们不要去县城，这是个陷阱，会有生命危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大家还是回去吧。去一趟县城能有什么陷阱？那就没有吧，顶多就是白跑一趟。走！我看他是想挡住我们，好自己独丁吞丁青天发下来的好处。乡亲们，你信我一句，丁县令就是个邪修，他骗大家去，就是助他修炼邪法的。一派胡言！丁青天是天底下最好的青天大老爷，人人都知丁青天爱民如子。丁青天爱民如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污蔑丁青天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丁县令真是神仙下凡呐！是啊，丁县令可是咱们的再生父母。是啊，咱们能有今天，全靠丁县令啊！丁县令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专门来拯救我们的。我说了，任何人再敢向前走的，杀无赦。你们几个捡一些引火的干草，去那座村子里放火烧房子。烧房子是来堵路的，现在杀了人，还要去烧房子做什么？对，就是放火烧房子，火势越大越好。但凡家里面没人的房屋都烧了。去做吧，东家如果责罚，我来承担。所有人听着，这3天内，胆敢离开自己家的，房子全都烧了。去县城领1斗米，或者是房子被烧掉。权衡利弊，好像还是房子顿尊更重要。快跟上！快点儿！这是什么地方啊？好舒服啊！现在丁县令有这一股冲天的煞气相助，还有这满城的血势，我毫无胜算。所有人都给我回去！这里面是陷阱！丁县令将人炼成血煞，气候已成，我得想法子自保。
遇到这种对付不了的存在，直接骑上大鹅到三阳郡告状。郡守大人，安城县10万百姓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全都盼着夏青天大人出手，解救万民倒悬之苦。我也是才筑基没多久的，如何能是那种老毛婆对手？张都尉，你先回安城县，我向州府禀报，让州府派出高手前来诛杀此魔。既然郡守不愿意随我一起去安城县，那我也只能先一步返回。看这个样子，等到丁县令出来的时候，起码是金丹实力。手下一共2000多人，经过这些年来，以前抱在手里的那些小孩，现在也有10来岁。如果真的对上丁县令，他们多少能有那么一点自保之力。大蛇上次中了丁县令的招，受了些伤，经过这几天的休养，已经慢慢恢复了。3条筑基后期的大蛇是主要依仗，联手的话，或许能与金丹期的丁老魔抗衡1、2。这些大鹅虽然数量多还能飞，但仅有炼气修为，高端战力实在太缺了。长灵儿，有什么办法能对付金丹期魔修吗？你要是能把蛇口山修复好，然后把宝物重新祭炼一次，用蛇口山砸下去，保准让它灰飞烟灭。你这简直就是废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修复法宝？祭炼法宝更是金丹修士才能做的。我要是拥有这个修为，就算没有法宝，也不用怕他区区一个草包魔头。苦等了10来天，迟迟没见到州府的高手。这帮人真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没一个靠谱的。这场残忍的炼化已经接近尾声了，可能就在这1、2天，血幕就要全部散去了。大鹅，咱们回家，明天就不来了。丁老魔出关了，大鹅快跑！二狗子，既然来了，吃一顿饭再走呗。多谢好意，家里的稻子还没收，我就先回去了。二狗子别走啊，老朋友见面哪有你这样的？如果留下来，大概我就是餐桌上的晚饭。我让孙旺财调查邪修，坏了丁老魔的好事，他肯定对我恨之入骨。这条血龙只是由血煞之气凝聚而成，根本就没有实体。二狗子，反抗是没有用的，成为老夫的一部分，老夫带你征服天下！一股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感觉浑身放松，昏昏欲睡。这样下去很危险，得屏住呼吸。意识越来越模糊。好像没死。刚才追杀我的那条血龙不见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在哪里？大鹅，怎么回事？小黑，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唉，这次没带玉石地板出来，小黑和大白鹅都是不会说话的。虽然刚才成功脱险，但也脱得稀里糊涂。县城那边是不敢再去了。难道丁老魔幡然悔悟，准备要改过自新了吗？是真的没想到，丁老魔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杀到我的郡城来。之前二狗子让我上报州府，请青州府派出高手来除魔，当时起了点小心思，
盘算着借丁老魔之手除掉心头之患二狗子。二狗子以前只是我辖下的蝼蚁，一个手指头就能弄死的平民。二狗子可能是出卖了身体，或者付出了更多，才讨好齐王。二狗子以前只是我辖下的蝼蚁，一个手指头就能弄死的平民。二狗子可能是出卖了身体，或者付出了更多，才讨好齐王。如今天降一个丁老魔，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来一个借刀杀人，我可能会后悔终生。哼哼，州府如果派金丹修士日夜兼行飞过来，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赶到。一直在前天得知丁老魔已经摧毁了周边好几个县，才向州府汇报。州府的高手大概明后天就能到，但现在这次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手里没有玄元丹，只能多吃点聚气丹了。好在成本不高，都是自己手里滞销的货。丹田中又增加了一滴法力液体。还是努力奋斗的人看起来最有魅力。雨山，过来休息一下。主人，我那边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你把这瓶丹药吃了，除了种地，还要抽些时间修炼，增强一些实力。大鹅，吃药了。大鹅如果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擅自筑基，会不会算作邪恶？那3条筑基大蛇应该也是没有登记在案的，好像也没人来追究。现在身边连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雨山，问你一个事儿。主人，你说。你们万妖国是怎么突破筑基的？我们也用筑基丹，每年万妖王庭会收集药材，统一炼制筑基丹，然后分发给各个部落。你们那边筑基需要登记吗？没登记会不会算作邪妖？当然不用，妖族寿元比较漫长，只要没被岁月熬死，经过数百年积累，自然而然就突破到筑基期了。哦，原来如此。原来妖类虽然没有灵智，但人家傻妖有傻福，靠时间积累也能突破。长灵儿，你上次说修复蛇口山这件法宝，具体要怎么修复？我也不知道，记忆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件法宝原本是很厉害的，能把长灵儿镇压在里面出不去，放在这种没有灵气的地方太久，灵气全都流失了。长灵儿的大部分记忆都只跟许峰有用。黄满仓，好的。东家，您找我。前几天你做得很好，这段时间太忙，一直还没来得及奖励你。我杀了人，还烧了很多房子，一直担心东家会责罚我呢。你杀了人，但救了更多的人，那些房子的主人都死光了，烧就烧了吧。哎，多谢东家。有功就应该奖励，这是你应得的。爹，爹，你看，爹，这些都是聚气丹，比培元丹贵1倍以上。爹，张嘴。这么贵的丹药，别糟践了。爹，你就吃一粒，试试味儿。不吃，太浪费了。分2粒给你大哥。我一把老骨头了，别浪费好东西。大哥那边我自然不会忘，你吃一粒。每个人性格不同，遇到同样的事情，会因为自身性格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硬要追究，首先我也有用人不明的责任。如果让小黑看守食物，让大鹅去种地，都有点强人所难。备战！
德可杀，可炖，可红烧，永不屈服。夏青山，他怎么来了？白紧张一场。唉，下官见过夏大人。张都尉，你这里没事吧？这股阵势，就算面对金丹修士也能斗一斗，特别是下方那支由2000多人组成的军阵，不可小觑。丁老魔出关后没到你这里来？还没有，我这里一直严阵以待，准备跟老魔血战到底，为国除魔。夏大人，我等了10多天，总算盼来了大人。州府5天前刚接到消息，老夫立即就赶来了。时间对不上，夏至守这个老货起码延迟了10来天才向州府禀报。如果齐大娥去州府一趟，起码得半个月，来回就是1个月时间。但我知道郡城有一件法宝，可以跟州府联络，当天就能上报的。丁老魔竟然失踪了。丁老魔出关后，先是在安城县周边大杀四方。夏青山这一路飞来，就几乎没看到活人。丁老魔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三阳郡，把全城人口都炼了之后，老魔就消失了。整个三阳郡只剩下夏郡守一个活口，被血煞侵袭，现在呆呆傻傻，被送回族中调养了。夏镇守这老货的命真好，全城人都死光了，就他没死。现在的青州真是内忧外患，边境与万妖国的战事不利，内部又有魔头作乱。这一切都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一个种地的庄稼汉。这种天下大事，当然要留给那些食肉者去操心。张都尉，你乃是朝廷命官，龙生圣皇帝御封的农都尉，值此危难关头，用人之际，正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挺身而出。这老家伙想忽悠我去当炮灰，以前当过1次炮灰，感觉并不好，不想再当第2次。我现在是有心无力啊。龙兴圣皇帝御封让我屯田练兵，没有圣旨，我也不敢擅自兴兵。我是皇帝封的，夏家还指挥不动，有本事让皇帝下旨命他出兵。皇帝也许是故意把我这么一个农都尉安插在青州内部，多少能对夏家有点制约。如果跟夏家走得太近，反而不好。话是这么说，只要你有为国出力之心，还是能想到很多办法的。你要是不放心，京城那边的事儿包在老夫身上。可惜我如今实在是抽不出身。你看，现在满山遍野庄稼都熟了，再不收就烂在地里了。张都尉好自为之。丁老魔应该还隐藏在这附近，山高路远，老夫不一定能及时救援。之前一直战战兢兢，日夜提防丁老魔上门。现在丁老魔灭了周边好几个县，把郡城都给灭了，却没有来蛇口山。上次被血龙追杀失忆时候，一定是谁重创了丁老魔。也许是小黑，其他高手恐怕没那么好心。那张像无底洞一样的嘴，永远吃不饱。在地下密室里，一睡就是上万年，身上长满了青苔，他都没死。奇怪的身体结构，随便怎么暴力拉扯，都能回弹成小奶狗的形状。还有小黑狗脸上那2朵腮红，好像变得更红了。可惜这家伙不会说人话，我也不会狗语，无法深入交流。现如今整个三阳郡，辖下10几个县都没人了，只留下漫山遍野成熟待收割的庄稼，还有大量空无一人的村庄。所有人放下手里杂活，全部出动收粮食。这个地方面积不宽，但灵气特别浓郁，有几株玄元草，已经生长到200年药龄，可以用于炼制玄元丹。居然有一株枯萎的木灵草，这株木灵草枝叶已经枯萎，看这样子就快要彻底死透了。又得到一株筑基丹所需的药材，又找到很多块灵田，挖了很多灵药，可惜再也没遇到武灵草。现在筑基丹所需要的5种灵药，已经拥有2种。
终于把整个三阳郡周边那些没人要的粮食都收割了一遍。东家，我们这次收回来的粮食一共有100多万担。组织人再多修几座仓库，把粮食保存好，别淋雨没坏了。哎，东家放心，已经让人在修了。葫芦里至少还藏了800多万石粮食。这次收获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丁老魔只吃人，粮食是一粒都没动。把这些灵田都搜刮了一遍，收获的灵药足够炼好几年的丹。玄铁矿洞里面的矿工全都死了。在县城和郡城也捡到一些灵矿，这些灵矿类物资凑在一起也有好几百斤，都收进葫芦里，到时候用于炼制一些法器。学的千机老人传承，炼制各种各样的物件，都需要很多材料。这次也借着丁老魔莫名其妙的发了一大笔财，而且这笔财还非发不可。如果不要，这些财物大部分会烂在原地。我可从来没有浪费的习惯。先去黑市里买几张藏宝图。这地方可真够邪门的，连个鬼影都没有。哎，这不是当初我买藏宝图的黑市入口吗？还是头一回进黑市不用对口号。郡城是丁老魔最后消失的地方，那些县城的黑市他都去过了，对郡城这座黑市始终有点忌惮。去吧，去黑。里面的人同样死光了，只能再找找，看有没有残羹剩饭。回去正好用来存放药材。这几套做工很讲究的桌椅也顺便收进葫芦里。小黑，咱们走了。小黑，你这是干啥？套老鼠？别着急，我帮你挖开看看。白鹤真人传承中曾经提到过一种物品，叫做肉灵芝。此物能强筋骨、增寿元，可生吃，也可蒸煮煎烤炸，还可用于炼丹。小黑，你别急，我还没看清楚。小黑，咱们商量一下，咱们把这个拿回去栽种，长大点再吃，好不好？那就见者有份，虽然是你找到的，但是我挖出来的，我们俩平分。啊，肉灵芝的下面土壤不太一样，比其他的土略黑一些。这好像是一种灵壤，灵壤跟普通的土壤不一样，更适合灵芝生长，只在有灵脉的地方才偶尔产生一点点。离开灵脉之后，只能时常以灵石滋养，保持其灵力不衰竭。也许是夏青山的储物袋不够大，很多体积大一些的物品，对方都没要。凑齐了一整套制服工具，可不管有没有用，先留着，万一以后得到传承了呢？这家店是来过很多次的，跟那位老年炼体师挺熟，曾深入交流过很多次。虽然都不是法器，但给手下人使用也不错。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财富，让我放弃，就跟割我的心头肉一样难受。黄满仓，让你带200人去守住郡城，你敢不敢去？敢。前段时间得到的聚气丹，让我的修为突飞猛进了一把。富贵险中求，不冒点风险，如何出头？好，我让你自己挑选200人，守住三阳郡城，以及郡城周边的几块灵田。一旦看到丁老魔的踪迹，立即逃跑，能逃多远就逃多远，钱财都可以不要。反正丁老魔更喜欢人，对于钱财这些身外之物，不是很赞重。雨山，给你找了2件漂亮衣服。主人，这些衣服太薄太娇贵了，干活的时候不耐磨，我还是穿粗布衣服更方便。
对于经常下地干活的人来说，还是粗布衣服穿着更舒坦。住在这山顶上，又没有外人，就算穿了漂亮衣服，难道给那些白眼的鹅看？好吧，那我还给你找了一张雕花的大木床，还有绣花的被子。主人，主人，你对我太好了，我就算做牛做马，也难以报答你的恩情。不用太在意，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整座蛇口山上，你是我最看重的人，好好努力，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漂亮！为了这些家具，还得造一座漂亮的房子。既然有漂亮的房子，还得配上几个漂亮的丫鬟仆人。灵壤被收进葫芦里之后，现在又重新恢复了灵气。这团灵壤数量太少，只够种植1、2株灵药。究竟该种哪一株灵药？现在还是种玄元草最合适。200年的玄元草可用于炼制玄元丹，现阶段对我帮助最大。果然是一份关于炼器的传承。千机老人的传承，跟炼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2种传承相互佐证，也许我可以试着将蛇口山修复。这一整个浴室房间，应该都算是法宝的核心。蛇口山变成今天这样，主要还是因为灵气流失的原因造成的。只要持续为这件法宝补充灵气，就可以让法宝慢慢的恢复。这第一步，便是将这些繁复的纹路应该差不多了。这就对了。亏了100块灵石，浴室房间确实增加了一丝丝灵气。原本打算在灵石没变成粉末之前，将灵石取出来，收进葫芦里，重新补充灵气。有了心理准备，提前收回灵石，但也只抢回了1小半。这些灵石被均匀地分散在浴室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想要快速收回并不容易。终究还是自己第一次刻画符文阵法，没经验，阵型设计的不太好。这种操作方法每次损失几十块灵石，几次之后，他葫芦里就只剩下几十块灵石。大部分灵石还是上次变成尘埃在那间密室里偷来的。如今灵石用尽，又有点怀念那间密室了。三阳郡都没人了。想换灵石，还得去青州城。不过到时候这个野生炼丹师的身份有可能会暴露。也许卖粮是一个很好的法子，至少比卖丹药强多了。计划以后要去一趟青州城，那边修仙者多，更容易换到灵石。青州高手如云，丁老魔又暗中潜伏，还是得稳妥些，多做准备。最近太忙，这空间陆地也没扩大，种了这么多灵药。都快挤不下了，长高了很多，起码增加了10来年药龄。种在灵乳中，再加上浇水，大约可以达到100倍的生长速度。一株玄元草从播种到收获成熟，200年的生长时间，而在这里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只可惜这些灵壤太少了，一共凑了7份炼制玄元丹的药材。在炼制第1炉的时候，还是差点就失败了。1份材料只炼出1粒丹药，一共7份材料，炼制出19粒丹药。上次在那间密室里偷了几10粒，让修为突飞猛进，提升了1大截。切，谁念叨我呢？宝贝鞋子还是没有开口吃东西。有时候甚至怀疑我当初是不是眼花了。但事实绝对不会骗人，当初放在密室里可是吞吃了好多灵物的。慢慢来吧，
反正修仙者从来不缺少耐心。启禀将军，有邪修混进押粮队伍，粮仓着火了。宁！前天刚运过来的一大批行军丸全都被烧掉了，还躺着10几具士兵尸体，全身血液全都被吸干，明显是邪修手段。又没抓住人吗？没抓住，我们赶来的时候，守粮仓的人已经死光了，这里也着火了。想尽办法也要把这个邪修给揪出来。是。可是将军，咱们又没粮了，剩下的粮食只能支撑2、3天。把这些丹药分发下去，这2天万妖国肯定会趁机前来攻打，打个仗还要老子倒贴丹药，竟是亏本买卖。是司马懿从京城寄过来的书信。据信上所说，司马懿又升官了。这家伙自从筑基之后就被齐王推荐升了官，就那么不大不小的一个官，他反反复复升上去，又被贬下来，升上去又贬下来，期间还坐了好几次的牢。也不是司马懿故意要跟整个官场为敌，他仅仅是坚守本心，独善其身，不想祸害人罢了。还是挺佩服司马懿这种人的，经历了这么多挫折，碰得焦头烂额，也没想过要同流合污。我有可能又要升官了，我什么都没干，这官运可比司马懿亨通。三阳郡被丁老魔毁了，仅存的下轴手痴痴傻傻在家中调养。隆兴圣皇帝不知道抽了什么风，说是要给天下仙士平等的机会，要任用最适合的人选，需要有实际农耕经验的郡守，最好养过猪，砍过柴，擅长种地，亲自，皮肤不能太白，最好是黑一点，朴素一点，显得更亲民。隆兴圣皇帝的这个任用条件，就差没有直接写上我的大名了。原来我也是那种几千年才出一个，万里挑一的人才。既然是鸡哥他爹的意思，那就勉为其难给个面子吧。原来现在整个大周王朝都不太平，不仅南边在跟万妖国战斗，西边与桃山国，东边跟海妖族都在战斗。唉，幸亏我不是皇帝老子，不用操这份心。就这样的烂摊子，鸡哥的那些兄长们居然还抢着要，真是搞不懂他们。原本三阳郡是属于夏家碗里的一块肉，现在被隆兴圣皇帝强行喂到我嘴里，夏家可能会恨上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二狗子为郡守，钦此。不过这一次升官之后，除了手下的一批人，再没有任何人来祝贺。三阳郡的官员全都死了，这样倒也好，正合了我的意。手底下能用的人不多，首先把郡城的位置暂时交给黄老财。马上就要开春了，整个三阳郡这一大片土地都无人耕种，只能学习丁老魔，把自己打造成三阳郡的青天大老爷，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来这里定居。乡亲们，三阳郡守仁德无双，只收2成地租啊！啥？只收2成地租？这是真的？那还有假？赶紧收拾东西，去三阳郡！对，去三阳郡，快走！大家都不要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小心烫。都是给我们的。秋月在这方面确实很擅长，让所有人都如沐春风。当然了，在春寒料峭中感受到家的温暖。为了提高耕作的效率，我从千机老人的传承中学会一种耕地器械的炼制。这种器械有用炼起的方法炼制而成，只要安上灵石之后，就能在地里飞快奔跑。只要把这些灵石在耗尽之前取出来，收进葫芦里，重新补充灵气，就能一直循环使用，几乎没有消耗。好家伙，这一头铁牛能顶几百个人，只怕顶几百个人还不止。人总是要吃饭喝水睡觉撒尿，这头铁牛可以不眠不休一直干活。让手下轮流带着这2头铁牛耕地，人休息，铁牛不休息。
整个青州还没有从上一次的动乱中恢复元气，人烟稀少，一个邪修就能害死几十万人口。丁老魔那样的邪修如果再多一点，人族就算一胎生10个，也不够他们祸害的。别用舌头来舔我！一股信息涌入脑海之中，是许峰的传承。第一次遇到小黑的时候，小黑咬了我一口，主动认主，得到了一部分传承。后来过了这么长时间，小黑只吃不拉，那张嘴就跟无底洞一样，再也没给过任何传承。仍然只有一部分。上次是以修炼方面为主，这次则是以应用为主，包括很多种实用的秘术。哎，你再舔一下，小黑，小黑，小黑。看这样子，小黑又要睡上一段时间，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这黑石也很热闹啊，修仙者比城里的狗还多。这吃羊草怎么卖？1块灵石3株，不还价。这么贵？我上次在官府炼丹房用5株才换到1粒最下品的氧气丹。哎，很多人买了灵药只能直接吃，或者是拿到官府的炼丹房里换丹药，往往是要好几份药材才能换到1粒丹药。上等黑玉灵米2块灵石1石，中等的金穗灵骨1块半灵石，下等的白牙灵骨1块灵石1石。手里这800万石由普通粮食转化而成的灵骨，品质算是比较低的，可能最多只值1块灵石。自己摆摊儿，零售价格确实会高一些，但效率太低，一天也卖不了几重。手里800万吨粮食，要卖到猴年马月，一天时间才卖掉100多石，进账100余块灵石，每天100多石，他葫芦里的800万石灵骨全部卖掉，起码要卖200多年。许峰的功法主修神识，这些秘术也都跟神识有关，比如其中一门秘术就是利用自身神识扭曲别人的视线和神识。这门秘术首先要求神识比别人强，许峰的鸿蒙炼神本来就是修炼神识的，有这个优势。我如今的神识水平比一些草调筑基中期还要略强一些。这门秘术入门还是很简单的，比如可以让别人看不清我的真面目，而且这只是最基础的操作，还可以身体隐形或者变换成其他一切形状。店家，你这里可有什么珍贵的灵药？本店经营多年，各种宝物自然是积攒了很多，就看道友有没有足够多的灵石。灵石是没有的，但老夫不缺丹药。怎么样？道友需要些什么样的灵药？本店积累还是挺丰富的。200年的玄元草有多少？有23株。不过这些灵药拿到炼丹房是可以直接换到玄元丹的。如果普通的培元丹、聚气丹，我们可不换。200年才能成熟的药材，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培育出来，存世并不多。这个自然。你把这些灵药拿到炼丹房，能换到几粒玄元丹？正常情况下，炼丹房里5株玄元草能换到1粒玄元丹。可你也知道，这炼丹房里的丹方那是何等的珍贵。以我现在的炼丹水平，5株玄元草足够炼制出20多粒丹药了。拿到炼丹房里，却只能换到1粒。炼丹的暴利还在一次次突破我的想象。现在看来，炼丹的收入并不比抢劫偷东西差。幸亏上次吃到最后几颗玄元丹的时候，抠门的毛病又犯了，留下几颗没舍得吃，今天正好派上用场。每天都能赚取暴利的感觉太爽了，简直是让人流连忘返，一点也不想回去。不如变成妖艳女子形象，这样就算以后有人追查起来，永远也查不到她头上。男女性别都不一样，与她何干？据书上说，这种间谍形象遇到其他男子会很好说话，做事事半功倍。夏掌柜，原来是蝴蝶仙子，你来的正好。这位道友愿出高价求购一批丹药。哈哈哈，在下夏人，久仰蝴蝶仙子大名。仙子果然人如其名，沉鱼落雁，貌美如花。有事说事，老娘对男人没兴趣。好，蝴蝶仙子果然快言快语。我想购买一批丹药，不知道仙子手里有些什么品种，有多少货？你如果不明白，可以去炼丹房里看一眼。官府炼丹房里有的丹药，我这里都有。不认识，没有印象。不过青州城大人物不少，我并不是全部认识。炼丹房平时对外销售丹药，除了价格高，还会严格控制丹药的数量。好，我想购买一批丹药，培元丹500粒，聚气丹100粒，玄元丹20粒，有货吗？没问题。
不过玄元丹不换灵石，要用玄元草交换，还是以前的价格。一定要玄元草吗？灵石行不行？那个，我今天只带了36株玄元草。36株只能换9粒丹药，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灵物？我手里有半株黑玉枝，除非你能把剩下的11粒玄元丹都给我，否则不换。这种灵药因为数量稀少，功效极佳，不好定价，没有固定的价格。黑玉枝，你确定是成熟的正品？好，成交。对方人数不止一个，这就不好动手了，只能想法子摆脱。哎，又有新的悬赏布告了，据说是这个女修思思调卖丹药，触犯了大周律，犯了死罪。任何人能提供蝴蝶仙子线索的，重重奖励玄元丹3粒。那个叫做蝴蝶的女修，抓住了没？启禀大人，自从上次完成交易之后，这个蝴蝶仙子就消失了，再也没在人前出现过。属下原本想着顺藤摸瓜，将盗卖丹药的团伙全部揪出来，没想到反被其逃脱。照理来说，整个青州的筑基女修数量并不多，几乎将所有女修都排查了，也没能找到此人。不知道这个人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又怎么突然就消失无踪的？炼丹房那边你调查的如何了？炼丹房那边，属下经过调查，确实也查出一些眉目。说来看看。有些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非要摆到桌面上，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赵正勾结炼丹师，虚报炼丹出丹率，将瞒下来的丹药偷偷倒卖。李明以次充好，调换灵药。你把这些调查资料整理一份，交给我，不用对外声张了。手上还是要拿着这份证据，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此事到此为止，不用再继续调查了。那个蝴蝶仙子也不查了？不用。就算查出来，你找到此人，确定能处理他？能够倒卖这么多丹药，背景绝对很深厚。到时候查出来，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依大周律处斩蝴蝶仙子，肯定得罪其背后的势力。若是不处理，又不好交代。查出来反而是把自己架到火上烤，两头为难。不过也要借这次机会敲打一下大家，让各家都管好自己的人，悄悄的发财就可以了，不要太张扬，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是。这次赚的实在太多，完全被巨大的财富冲得头昏脑胀。将近4000块灵石，还有几十株玄元草，攒下200多粒玄元丹。最重要的是，这半株黑玉枝上还带着少许粉末一样的种子。大人，你总算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青州府派了一名大人过来，要从我们这里征粮，征民夫徭役。人已经来了10多天，拿着青州府的文书，一直守在这里要人要粮。你不在家，我无法决断，只能说尽好话，先把人哄着。整个三阳郡的人都死光了，青州府又不是不知道，还向我这里要人要粮。来，你就是张郡守。你又是谁？本官青州府夏总兵座下军需官夏季，奉夏总兵军令，催征军粮与民夫。夏总兵军令，三阳郡需在西县1个月内交缴5万担军粮以及500民夫。军令如山。如今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张郡守还是尽快把粮食和民夫征上来吧。夏总兵难道不知，我们三阳郡刚刚遭了大难，人都死光了，如今正值百废待兴之际，哪里还有粮食和人口？这个我可管不着，本官只是奉令行事。
1个月内必须见到粮食和民夫。哼，你若是不服，可以事后再找夏将军，或者上奏朝廷也可以。反正当下的军粮和民夫，你必须得交。我种地种得好好的，又不是没饭吃，也不是没零食、没丹药，现在却因为这么一个郡守的位置，得罪了夏家。目前整个三阳郡还是只有3万多人，大部分是这几个月迁徙过来的穷人。要是向这些人征收5万吨粮食，人均1吨多，没准刚住下来又全都逃跑了。这次打算自己出点血，直接从仓库里调5万只粮食，就不向那些百姓征收了。至于征调500个民夫，反而好处理一些。黄老财，把这个告示贴出去啊，就说征调500民夫。征调500民夫，每人补偿10栋粮食，征满为止。都排好队，排好队，都排好队，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这就是你们准备的粮食，这要是运到军中，非得被将军骂死不可。夏大人息怒。新官上任以来，什么民脂民膏都没捞着，反而净赔5万5千担粮食，亏了这么多，现在只能多种些地来补偿损失了，一年能收好几百万担粮食。不过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口，无人耕种。黄老财，你会不会写奏折？哎呦，老爷你折煞我了，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地主，别说写，见都没见过。是，那小的就先告退了。手底下一个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只能自己写了。满仓，你亲自去一趟京城，把这一封信交给李大人。从三阳郡到京城这一路快马加鞭，来回至少也要2、3个月。满仓啊，这次辛苦你了。以前服务炼化1粒玄元丹需要5天，现在修为提升，只需要3天就能炼化1粒。2尺多宽的丹田之海中已经装了将近半池子的法力液体。老爷，我们招募人口方面遇到问题了。什么问题？记得之前丁老魔招人的时候挺容易的。我们周边的几个郡省都严格限制人口外出，违者重罚，甚至斩首示众。他们还派了衙役和官兵在各处巡查，不许居民迁徙。青州人口稀少，他们限制人口迁徙也在情理之中。周边郡县的官老爷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周边几个郡县不仅严查迁徙人口，还对往来途经的商贩收以重税，百般刁难。这就显得很过分了，明显就是故意限制三阳郡的人口增长，让我守着一个没有人烟的三阳郡当光杆司令。在控制货物进出，让三阳郡彻底困死在他们的包围之中。能让周边的好几个郡县同时出手，背后自然就是夏家在捣鬼了。如今最缺的是人口，守着大片地盘无人耕种。从今天起，给所有迁徙过来的人口，每人发放1担粮食安家费。1担？这么多？没错，就这么安排下去。如果恢复到三阳郡以前的几十万人口，就需要付出几十万只粮食。一次性支付几十万只粮食，确实挺肉疼的。不过跟1年收入上百万只度租相比，还是可以接受。是。不哭，不哭。总算有人种地了。鸡哥给的这门9重筑基秘法太强大了，比起当时轻描淡写的介绍要强得多。如果一直这么修炼下去，好像没有极限。现在已经突破到了筑基中期。丹田之海硬是被他扩展到了3尺宽，现在足以傲视大部分筑基修士，像姬苍一样冷哼一句草包筑基。丹田被拓宽之后，原本已经装了半池子的法力液体就显得不够，只剩下底部浅浅的一滩。如果丹田之海扩张到9尺，或者如常灵儿所说的好几丈，那得多少法力才能装满？主人，做饭这种小事就让我来吧。不用，我自己来。主人，我最近又学会了好几道拿手小菜，让我做给你尝尝味道。不用了，你每天干活都那么辛苦，还是多休息吧。做饭这点小事我自己来，我怕在菜里吃到鼻屎，就算吃不到鼻屎，反而更不放心。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吃雨山做的菜了。亏我以前还吃了好几年。
不过转念一想，再差也差不过朱石，这些年还是学了不少坏毛病，矫情了。你实在想帮忙，就给我烧火。好呢。不错，确实不错。雨山，你也来一串。主人，你对我太好了。我们是一家人嘛，你喝酒吗？这酒像刀子一样烧着喉咙，真畅快。没想到雨山竟然还是个爱喝酒的。雨山，我一直忘记问了，你家里有几口人啊？我们是一个小部落，一共只有几百号人口。族长是筑基修为，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长大后我们就成婚了，还生下了一个孩子。我千疮百孔的良心上，竟然生出那么一丝丝罪恶感。我的青梅竹马叫做雨熙，是我们部落最漂亮的女人，当时好多人追求她，最后还是嫁给了我。还有我家的孩子长得就特别像他娘，比我漂亮，有一身洁白无瑕的羽毛。你家里过得那么好，当时为什么要孤身来大周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炉多好。往事不堪回首，一时痴成千古恨。那一天，我家孩子刚学会喊爸爸，我正欣喜若狂。族长把我叫到家中，安排我出使这项任务。好了好了，不哭了。你想家人，下次我们把家人都接过来。不，我不想家，一点儿也不想。我眼睛刚才被烟熏到了。真的不想，一家人团圆多好。不想，小孩太烦人了，媳妇儿整天唠唠叨叨，埋怨我没出息。还是这里最好，我不想家。好酒，这酒在肚子里就像一团火焰在燃烧。主人，你要不要尝点酒？很好喝的。不，我喝不惯。雨山，我另外还有一个好地方，也打算交给你，你想不想去看一下？主人这么看重，我当然要去看一下。好的，你别动，也不要有任何反抗。雨山，以后这一块地盘也属于你了。主人，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样，很神奇吧？随着修为实力提升，掌控能力更强，每次损失的灵石越来越少。原本看起来很普通，凡人也能用力敲开的山石，如今吸纳灵气，品质正在缓缓改变。现在袖口山上的石头硬度已经跟普通的钢铁差不多，很难敲动了。修复这件法宝的同时，也在尝试炼化蛇口山。至于调动法宝，现在还不敢尝试。由于蛇口山的特殊性，拥有长灵2这么一个器灵，对神识的要求稍微小一点点，但对法力的消耗无法投机取巧。实力不够，擅自用法力催动法宝，搞不好会被吸成人干。还是积蓄更多法力再尝试。只有一个雨山，葫芦里和蛇口山上都需要雨山干活，只能两边换着来了。雨山，别动！张郡守，你这样躲起来不见人，可是玩忽职守。抱歉，本官的职守是屯田、练兵，为皇帝御民。所有职守之中，并不包含接客一项。我这次带了夏总兵的军令，命你筹备10万矢军粮，800民夫，不得有误。没有。看清楚了，这是夏正兵的军令，不得有误。听清楚了，我说没有。我又不瞎。如今正是秋收季节，你们三阳郡今年至少能收300万斛粮食。还有，这大半年来，你们把周边郡县人口都吸干了，导致其他郡县田地荒废。你这里起码有10万人口，现在才区10万担粮食，800民夫，你说没有？你看错了，三阳郡刚刚遭了大灾，没几个人，
更没有粮食。英明睿智，文治武功，德备苍生，万寿无疆，至高无上，龙兴圣皇帝有懿旨。交与不交，我可以自行酌情决定。好，有种，你就等着夏总兵治你的罪吧。原本葫芦里有800万石粮食，蛇口山存有100万石，还没消耗掉多少，现在又增加100万石，收上来的这1万镇粮食，可是一粒也没有贪污，全都炼制成行军丸，我亲自押送到青州城。我可不认识蝴蝶仙子，跟我可没关系。这位老汉，墙上贴的蝴蝶仙子是什么人啊？嘿，你是外地人吧？这个蝴蝶仙子可了不得，在青州城内犯过不少大案，现在全城皆知。啊，看起来挺漂亮的一名女子，还能犯什么大案？人不可貌相。据说此女一共从炼丹房里偷到了上万粒丹药，其中玄元丹就偷了1000多粒。我什么时候去炼丹房偷过丹药了？还偷了那么多？这还只是丹药，他还偷了几百株灵药，偷了青州府衙门几千块灵石。就在3个月前，朝廷拨破下来一大批行军丸、丹药、灵石等物资，用于边境军队作战的军需也都被偷走了。这明显是栽赃陷害，要把所有罪孽都背到蝴蝶仙子身上啊！军需也敢偷，那边境军队怎么办？可不是嘛！这个蝴蝶仙子做事太过缺德，缺大德了。某些人太过胆大包天，连军需物资也敢偷，而且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来过青州城了。衙门里已经发出告示，任何人遇到蝴蝶仙子，死活不论，都能到衙门里领奖。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相对来说，我还是差太远了。我觉得可以用美男计色诱蝴蝶仙子。也不知道此人从哪里来的自信。这位道友有没有兴趣一起行动？可是有5粒玄元丹的中奖。算了，我本事戚微，就不来扯各位的后腿了。别的东西还好，暂时拼拼凑凑还勉强能用几年。小豆是这样的，翻10倍。像食盐这种必需品，则是不买不行。好多人没有盐吃，身体都浮肿了。想多买点儿，人家不卖了。偏偏整个青州城还只有这一家专门卖盐的大商行，其他小杂货店的少量食盐都是从夏家这里买的。既然花钱人家也不愿意卖，那我只能剑走偏锋了。2天了，终于把底细磨得差不多了。现在火候未到，待我神识和秘术修炼得更强一点，不需要隐身符配合，就可以直接隐身。许峰这门秘术深得我的心意，也不知道许峰当年修炼这种秘术是用来干嘛的。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些盐大概有200石左右。就算把这200多石盐全部搬回去，我有10万人口，最多也只能吃1-2个月。就算是对自己没用的东西，总不能浪费吧。院门紧闭，门口也无人值守，看起来静悄悄的。以前没进来过，也不清楚物资会藏在哪一栋房屋里。不过在某些方面我似乎极有天赋，又加上丰富的经验，一眼就能分辨出什么样的房子是存放物品的仓库，什么房子是住人的。果然是一座很大的仓库，里面堆满了麻袋、木箱、箩筐等物品。仓库里堆满了一排排麻袋，里面装的都是盐，大概有1000石左右。把这些盐搬回去，总算能让三阳州撑一段时间了。看这个样式，应该是战场上官兵穿的兵甲。被蝴蝶仙子偷走的大量军需物品，原来都藏在这里。这个锅不能白背。夏兄，定金我们已经付过了，你这批物资什么时候能送过来？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必须找到合适时机，才能把物资给你送去。原来这个夏季作为军需官，竟然在倒买军需物资，反正都是些不义之财，顺回去还能造福一下三阳郡的百姓。这2年因为边境上战争不断，青州又是人烟稀少，种不出多少粮食，行军丸的价格已经涨了好几轮，以至于在黑雾里，行军丸也变成了硬通货。嘿，又遇到一个老熟人，真是巧了。上次听夏青山说夏巨手被血煞侵袭入体，整个人变得痴痴傻傻，原来躲在这里调养。
肋骨被踢断了，也不知道夏至手哪来这么大力气，而且夏至手竟然能准确看破我的隐身状态，这夏老头深不可测。更重要的是，挨了这一脚，我的身形显示出来了。幸亏来之前做了2手准备，用神识改变容貌，此刻看起来是一个干瘦的中年，不然的话，我作为三阳郡的郡守，堂堂筑基高手，跑这里来偷盐，以后都没脸见人了。现在整个青州人口不足，粮食产量不高，边境持续战斗，消耗量大，导致行军丸价格暴涨。自己倒是有很多库存的粮食，但炼制成行军丸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而且还要3斗粮食才能炼制成1粒。葫芦里那些食盐原本是有点苦涩的，收进去储存之后就不苦了，还带了一些灵气。老爷，有你的信。除了司马懿，应该没人给自己写信。果然，司马懿又被罢官了。距离上次收到司马懿的信已经过了1年，他不可能安安稳稳当这么久的官。这次不仅又罢了官，还又坐了牢，刚被齐王捞出来，原因是一个权贵子弟奸杀良家女子，而且是惯犯，在他上任之前就犯过好几次。马懿上任后，将其治依大州律治罪，原本想趁着那家权贵没反应来的时候，就将人犯处死，人没斩成，反而被反咬一口。最后那女子的家属也承认自己与司马懿同谋诬告，因此司马懿又一次关进大牢。司马懿说，今年很多地方收成不好，又要打仗，整个大周王朝都缺粮，今年冬天可能又会有流民作乱。这里不缺粮，不缺地，只缺人，严重缺人。有没有兴趣来三阳郡当个小吏？我保证我是真正的青天大老爷，不贪钱财，不会罢免你，还不会让你坐牢。又过了1年时间，才收到司马懿的信，距离太远。司马懿收到信的时候，又重新当上了一个小官，此时正在任上。他的目标是整个大周王朝，早已将个人的安危荣辱抛之脑后。司马家被灭门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重新活过来的他，不惜命，不图钱，只想改变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他连死都不惧，何惧罢官？这也许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吧。我如果受了谁的欺压，会不声不响，默默记在心里，逮到机会就报仇，弄死对方。司马家受了下县令的陷害，全家灭门，最后却认为是整个大周王朝的问题，想改变整个王朝。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现在是三阳郡唯一的地主，全郡20多万人，全都是我的佃户。要是哪天混不下去没饭吃了，可以到三阳郡来当佃户，一定把最肥沃的良田佃租给你。我猜等司马懿收到信的时候，应该又被罢官了。司马懿罢官的速度又太快，1年1次的通信，远远赶不上司马懿的节奏。在三阳郡2成以上的地租根本就顾不到佃户，自己更正还不如当佃户。最后这些地主只能把土地卖给我，另谋生路。到现在，全郡土地归于一家，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三阳郡第1人。三阳郡在我的管辖下，竟然没有一个人饿死，在整个大周王朝绝对是奇迹。手下这些人都是些苦出身，给了他们一条命，但这些年可能过惯了好日子。有些人已经学会关老爷的那一套。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随意骚扰殴打佃户，被我知道后，把这个手下吊起来，当众抽打了一顿，然后关进监狱饿了10来天，让他回忆一下以前挨饿的滋味。自此以后，全郡百姓言必称张青天。原本只是按照种庄稼的方式生搬硬抄，让全郡的佃户安心种地，我就可以收更多的地租，完全出于私心。当个青天大老爷好像也没那么难。吃够了人口不足没人种地的亏，得鼓励佃户们多生孩子多种地。以前村里的牛马下崽，主人都会喂一些精料，自掏腰包，任何佃户家庭只要有新生人口出生，就奖励1担粮食。孩子确实生下来了，一时粮食也领了。每出生的10个孩子里面，差不多有6、7个没养活的。没养活的孩子里，又以女孩占多数。刁民，一群刁民！这一切都是他们算计好的。不，我不能乱了方寸。正常情况下，大周皇朝婴儿出生死亡率大概是1/3左右，但在这1年里，三阳郡婴儿死亡率翻了1倍。老爷，我们奖励1审粮食的政令要不要停止？以往的人生经验里，没有应对的办法。读过的那些圣贤书里，全都是仁义，也从来不教这些。黄老财，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些牲口会弄死自己的崽，
怎么办？这种牲口确实有。以前我家有只母鸡，每次刚把蛋下出来，就自己把鸡蛋啄破吃掉。遇到这种牲口，只能把小崽子拿走，单独喂养。哎，我有办法了！我要你拿着这笔钱，在全郡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至少100个育婴堂。记住，这件事只能你亲自去办，绝对不能假手于人。走，去那边看看。快，这边，快！大人，现在怎么办？继续加建100座。来，张嘴，乖乖。乡亲们，咱们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靠张青天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阳郡守张二狗，牧民有术，治郡有方，特此嘉奖，钦此。总算挤进这肥得流油的三阳郡了，不枉费家里打点的那些银子。是啊，这破地方佃户这么多，有水。今年的修桥捐、防火银还没交齐，限你3日之内凑足，否则拿你家的牛抵税。老爷，青天大老爷定的租子，俺们1分没少，实在没有余粮余钱了。大人，证据确凿，李县令王献成等16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这是全部证词账册，按大周律贪墨害民，该当何罪？罪当斩首。考试开始，第1场骑射，凡舞弊、冒名行贿者，一经发现，永久剥夺考试资格，并一律严惩。这些人虽然考上举人，想要在三阳郡正式任职，还是要向朝廷禀报，得到批复之后才行。费了很大的劲，最后还是齐王帮忙，才弄到一个黄满仓的郡丞位置。郡丞该干的事务都扔给了黄老财，将全郡大部分事务都扔给了黄老财。我以修炼为主。现在我的修为又一次到了筑基中期，丹田之海更是达到了5尺宽。以我现在的实力，比起那些比较草包的筑基后期，也只强不弱。这位夏大人，我最近手里紧张，吃了上顿愁下顿，实在拿不出粮食。我可是亲眼看到那位夏季跟人倒卖军需物品的，我可不想老老实实把粮食交上去，最后又进了某些人的腰衣。张大人，我姓李，是朝廷派过来的官员，与夏家没有关系。这位军需官竟然破天荒的不姓夏，跟夏家也没关系，倒是难得一见。张青天，今年青州各地又是大旱，很多地方都绝收了，只有三阳郡仍然是大丰收。你能不能帮个忙，交点粮？前线士兵都已经在饿肚子了。前段时间又被邪修袭击了粮草，就连镇国军那边都在挨饿了。镇国军的陈将军亲笔给你写了一封书信，至今都难以忘记初次见面时镇国军展现出的强大实力。而且上次之所以能在道玄秘藏中脱除罪名，还立下大功，全都是镇国军向上禀报的。这位陈将军没有用大义来压我，也没有摆那些官场架子，只是跟我叙旧，顺便在信中提及镇国军当前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希望我能够帮忙。你们需要多少粮食？行军丸60担，如果没有，30-50上也行。行，我就给你60担行军丸。没想到传说中最抠门、最小气的张青天，竟然这么轻松就答应了60担。终于到了。杨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来，这位杨大哥很有长者之风，当初是我的领路人，还教会了我很多官场上的东西。
一言难尽。我接了一份苦差事，我早就知道张兄弟乃是人中龙凤，果然这么快就已经当上了3阳郡守，还被隆兴圣皇帝亲自下旨夸赞，牧民有术。张兄弟，我这次还给你带来了一份差事。3阳郡郡守张二狗接旨。张老弟，这次你我共事，我还得仰仗你多多帮助了。杨铁被任命为青州粮道，负责为青州前线筹备粮草物资。如今青州无粮，百姓饥饿，饿殍遍野。这次是朝廷下旨，让我们俩保证前线战场粮食供应。穷啊！德备苍生，隆兴圣皇帝请求赐给3阳郡几10粒筑基丹。秋月，此事关系重大，务必小心。是，二狗子哥。都麻利点，把这些行军丸分装好，今天务必全部发下去。杨兄，一切准备妥当，可以出发了。张兄弟短短时间竟然练出这么一支强军劲旅，没想到这位张兄弟看起来淳朴忠厚，不声不响的，却隐藏了这么强大的一支力量。杨兄过奖了，不过都是些种地的庄稼人，碰巧遇到齐王，随手指点了一些使枪弄棍的功夫，难登大雅之堂的。没办法，这些甲衣都是偷借来的，只改了一下样式，放在葫芦里，灵气有提升许多。美中不足的是，手下这么多人，严重缺少法器。虽然有一座玄铁矿场，但挖矿、冶炼、炼制法器都是费时费力的活。原来是齐王殿下亲自调教的，难怪如此精锐。杨大哥，咱们走吧。出发！这些村民看到官兵竟然都不害怕，不但没有逃避躲藏，还有很多人站在道旁围观，甚至还有些村民会给士兵送茶水、送鸡蛋。这些民夫都不是白干的，干完活都能领到粮食。大部分旱灾，只要人力提前有所准备，都还是能扛过去的。就算扛不过，也能减轻旱灾带来的影响。只是整个大周王朝的官府，没有几个人愿意这么干。二狗子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正是我少年时的梦想，是一直想做却没能做成的事。谁？一喜在哪儿？又是一个敌人也没发现。晚上没睡好，白天没精神。虽然都是有修为的，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这只死鹅大半夜的瞎叫唤，害得我们都跟着它疑神疑鬼。就是畜生终究是畜生。大鹅可是和我一起坐过牢的交情，有时候比人还靠谱。可是这鹅真的靠谱吗？靠得住，从来没有误报过。有张兄弟这句话，老兄心里就有底了。我们这支队伍可能被盯上了，所有人都给我听着，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懈怠，只要一松懈，丢的就是你们的小命。一起起来，都起来！
应该是他们有什么能够隐身的宝物啊，肯定还在这里。那些黑衣修士实力不是很强，应该跑得没这么快。我平时也喜欢隐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快速奔跑逃离反而更容易露出踪迹。那些黑斗篷修士此刻应该还没逃远。修仙界大部分的隐身并不会让人直接消失，只是看不见而已。撒石灰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有人来了！这个斗篷是一件法袍，材质是一种皮料，上面镌刻有很多复杂的阵法。这些黑斗篷人之所以能隐身，连我的神识都无法发现，应该和这件斗篷有很大关系。好宝贝，好宝贝，好宝贝！刚才出手太重，为了斩杀敌人，把斗篷都斩烂了，损失了1个亿。以后遇到比较草包的敌人，一定要先看清对方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下手要留点余地。这些人都是投靠了万妖国的邪修，也可以称之为人间，潜伏在大周王朝这边，专门干一些刺探情报、偷袭、暗杀、截断粮草、制造内乱之类的活。据他们交代，他们只是潜伏人间中的一支，至于其他队伍，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相互并没有交集，不了解。二狗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我们恐怕都要交代在这儿了。这是一枚筑基丹，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你一定要收。为了那草包筑气说这句话时，在我眼里不过是插标卖手罢。从丹田之海5寸，不敢跟人说，一直默默修炼到今天的5尺丹田。杨大哥，我问你一个事儿，如果一个筑基修士的丹田之海有5尺宽，算什么水平？一般丹田之海也就是1尺宽，如果筑基期就能达到5尺宽，只有2种可能。这个人是天纵英才，整个修仙界都找不出几个，这就是修炼了逆天的功法。但这种能把丹田之海套宽到5尺宽的功法，可遇不可求。除非眼前之人可是跟齐王有一腿的，他说的那个朋友大概率就是齐王了。以齐王的身份地位，倒也不奇怪。至于二狗子，虽然表现出强大实力，应该还不至于。皇室那么珍贵的功法，不会轻易传授的。张兄弟，你身上怎么带了那么多的石灰？昨晚那一手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每样都带点儿，有备无患。眼前这道雄伟的城墙，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民夫经过无数年时间修建而成。快点，快点！不修完这一段，谁也别想休息吃饭。万妖国的妖人从这个缺口冲进来，谁都别想活。走，快！二狗子，你要记住，我们守护的是身后的百姓。在千机老人的传承中，看到过这种灵弩的炼制方法。这种灵弩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消耗灵石为动力，普通人也能使用。如果在没有灵石的情况下，修仙者往里面输入法力，也能推动灵弩。原来千机老人的这一门手艺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大周王朝仍然有保存。张兄弟对这种灵弩感兴趣？就是觉得做工挺精妙的，多看几眼。对这些也不太懂。这可是朝廷专管炼器的降造鱼亲自打造。粮草可曾送到？回将军，末将押送粮草，已至城下。好，你且在此等候，我去就回。你们这次送来的粮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但前线战场的人太多了，这点粮食根本就吃不了几天。哎，仅仅是我负责的这一段，就有几万民夫、几千士兵、100多镇国军，一天也要消耗几万斤草料，多少还得让他们尝点粮食的味儿。这一次，朝廷从各地运来一批物资，包括1万粒丹药、2万块灵石、500石行军丸。当他们到青州府接收的时候，各种物资已经少了2/3，1万粒丹药只剩下3000多粒，还以次充好。轩辕丹变成了聚气丹，聚气丹成了培元丹。原来大家早就适应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惊小怪。杨铁、张二狗，我这次需要你们俩帮个忙。有点眼熟啊。陈将军，请说。是这样的，粮草问题终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粮与敌才是上上之策。我一直想派遣镇国军潜入到万妖国腹地抢粮食，但奈何我们的人被对方盯得太紧，只要我的士兵一离开，
他们就会对前线发动猛攻，根本抽不开身。若是为了些许粮食把防线弄丢了，那就得不偿失。本将一直有心无力，想做却又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手，直到看到2位俊杰。深入敌后，并非易事，咱们还是从长计议，不必急于一时。杨铁，你作为青州粮道，现在前线将士都食不饱腹，你该当何罪？还有朝廷拨付下来的粮食军资，为何少了2/3？你又该当何罪？若是哪一天因粮食不够吃而发生哗变，本将也只能借你人头一用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不追究的时候，你好大家好；但如果想要向你发难，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都会成为罪证。而且大周史上因为粮食问题斩杀粮官以安抚军心的例子还真不少，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启禀将军，我愿深入敌后，哪怕肝脑涂地，也要为大周尽忠。当然，此行并不是让你们去送死，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护你们周全。给你们的2种符箓，一种名为千里传音符，每人4张，可以在300里范围之内任意传讯。剩下的那1张是给你们保命的，名为千里挪移符。这些符箓就跟大周官府一个德行，说是千里传音符，也就能传个180-10里；说是千里挪移符，实际上也就只能挪个30-40里。这要是在战场上，不定要耽误多少事儿呢？接下来的10天里，我们每天都会主动攻打万妖国，给你们创造机会。2位大人，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祝2位大人好运，期待你们凯旋归来。告辞。再往前30里，就有一处万妖国的仓库。我们脚步如果快一点，今晚就能赶到。还是先在附近看一看哪个地方最安全，随便弄点物资，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躲个5、6、7、8天，然后就可以回去交差了。咱们不过是当一个小官儿，没必要拼命。天塌下来有他们高个的顶着。啊，是。这大周的军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这大周打的什么主意？熊将军，大周那边的邪修传来情报。什么情报？邪修人间又从大周王朝那边倒卖了一批军需物资，准备过一段时间找到机会就送过来。说起来，万妖国养了这一批人间真是划算，回报巨大，比起养狗一类的家畜强多了。把人间撒入大周王朝，这些年收获颇丰。不过据说新上任的那2个粮道官员，在被陈胖子秘密接见了一次之后，就失踪了。正是用人之际，怎么会让他们俩失踪？失踪的时间又正好跟陈胖子发动疯狗式反扑的时间契合。这2个失踪的大周官员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做杨铁，是个官场老油子，为人奸猾的紧；另一个叫做张二鼠，小名二轴子，三阳郡守，是个愣头青，喂猪砍柴的出身，除了种地啥都不懂。把他们俩的画像制作几百份，悄悄传到后方，只要见到这2个人就抓起来，最好是留活口。将军英明，属下对将军的佩服之情如滔滔江河之水，连绵不绝。行了行了，赶紧滚！大哥，看来咱们不用那么紧张了。
看来他们这里也有自己的秩序。又到了新货，快来看看。这把刀得磨快点儿，今天的活儿该干完了。这样一直躲下去也不行，好歹也要弄点物资回去才好交差。反正这种小村庄里也没有高手，以我俩筑基期的实力，自然可以为所欲为。10天后，我们再以传讯符联系。告辞。这样子走在万妖国各地，自由自在多了，没人再怀疑我。羽山，我到万妖国来了，你想不想回老家看看？这里挺好的，现在不想家。好吧，那你先忙，我不打扰了。还想让羽山当向导来着，最近总是在一些村庄里偷偷摸摸，收获太少，早就腻了。弄点大的，偷一把大的就收手。走你！这家不得了，养了2只妖兽金毛猪，有500多斤。相信天下实力是一，不知还是在实力上，能在江湖身不由己，除暴安良一身正气，闯荡江湖无人能敌，哪怕不知去向何方，10几匹妖兽战马，努力下去就是希望。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勉强塞满了30多个，如果后续找不到其他物品，这样回去也可以勉强交差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官，江山也不是我的，没必要冒这个险。站住！难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你走那么快干嘛？你被征召了，跟我们去干一趟活。你还有你，过来，被征用了。原来万妖国也有强行征民夫的习惯。看着方向是要往大洲那边去。官爷，我上有老下有小，能不能放我们回去？小队长，我好怕。怂货，放心，死不了。老子又不是来找死的，前面有人接应，来，走。不许喧哗，不许大惊小怪。没想到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哇，从第一眼就感觉这个人有点面熟，终于想起来了。此人当时从那位姓夏的军需官手里购买物资，原来竟然是万妖国的奸细。每人扛一只大麻袋就走，轻点，不要发出声音。得找个机会开溜。这伪装如果遇到神识比我更强的人，就会被识破。蜀参军大人，物资已经接收回来了，请过目。只有筑基后期，幸好。把货都放在地上，让参军大人过目。没错，再来几个人，帮我抬到仓库里来。好嘞，参军大人。拜见蜀参军。把阵法打开。是。把东西都搬进来。好东西还真多，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灵丹灵药。万妖国通过人间把大周王朝的物资都搞到这里来，然后再用这些物资培养人间，养万妖国的军队，用于攻打大周。看什么看？还不快点放下麻袋，滚出去！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散去吧。是。长官，我家中还有老母要侍奉，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既然来都来了，还回什么家？你要实在想念家人，我让人把你家里人都接过来，都听明白了吗？好，既然没人想家，明天早上去前线修造工程器具。万妖国跟大周王朝只是种族不同，很多规则都差不多。这些没实力的妖人，跟大周王朝的甸幕差不多。
哼哼。啊！拜见参军大人。把门打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暴安良一身正气。不仅有堆积如山的行军丸，还有大量的丹药、灵药，就连大周王朝那边极为紧期的玄元丹都有10几瓶。妖人果然罪大恶极，把这么多好东西放在仓库里吃灰。幸亏我今天来了，那么多的假衣法器，看款式全都是大周王朝那边倒卖过来的。咦？罪过，罪过！这一坨铁拿回去又能打造10几块铁力逼。奇了怪了，这玩意儿神识完全看不见，只有肉眼才能看到，跟传承中所说的空明铁有点相似。不过这一块的纯度不太高。二好子，大胆！何方妖孽，竟敢冒充本官！我才是蜀参军，你是何人？我看你一定是人族奸细！你们几个还不快快动手，把他抓起来！住手！你们这些蠢货，我才是真的！蠢货！我去找将军，他老人家自然一眼就能认出来。千万别让他跑了，他想找借口开溜，你们还愣着干嘛？快抓住他！抓他！他才是假货！妖孽还不现出原形！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蠢货！见到将军之后，一定将你们全部处斩！此人是人族派来的奸细，已经伏诛。你们看好尸体，不要乱走。我去禀报将军。你不能走！大胆！谁给你的胆子，敢挡我的路了？哼！张二脑！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再偷就剁手。奇怪，应该就落在这里的。我就不信你能藏到哪里去！何人敢在此撒野？还不快滚！对不起，前辈，小熊无意冒犯，我这就滚，这就滚。这下可不敢出去了。这丹药效果真不错。灵气浓郁的远出寻常，不好！灵气提升了，原本就想糊弄一下交差，现在这些有点惊世骇俗了。难道再去偷一些普通的？筑基期可用的玄元丹有180粒，2天炼化1粒，足够服用1年。另外还有100多株玄元草，我现在的出丹率已经达到了60%，可惜炼丹炉品质差了些，成丹率提不上去了。不过这些玄元草也足够撑到灵田里的玄元草成熟了。大周军需司监制成药行军丸100瓶，妖兽肉30斤，制式法器20件。自己如今的神识强度和范围，很可能已经突破了筑基后期的极限，或许能与初入金丹期的修士一较高下。唉，又是一个无聊的日子。活了上千年，连男人滋味都没尝过。跟我同龄的老母牛都嫁出去了，几个姐姐人家好歹也尝过滋味，只有自己形单领只。我也曾想走出这里，寻觅知己，可他们都怕我，躲我如避蛇蝎。空有绝世容颜，却无人懂得欣赏的痛苦。谁能懂我？今日这几罐蜜酿滋味尚可。外面是什么？软软的，湿湿的，神识穿不透，但好像没危险。只能让小黑先去探探路了。啊，没动静，不能再躲了，必须出去看看。急死了！这东西怎么这么结实？总算挖了个洞，这是茧子、山洞，这么多，不好！糟糕，有人来了，头卡住了，回不去。哎，你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太好了！你说我美吗？这腿确实美得惊人。美，很美。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啊，真的吗？他说我美，他说我美。1000年了，终于。真的，当然是真的。珠儿小姐，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这位美丽的女子，你能不能放我出来？哦，我差点忘了。完了，动不了。这力气比熊将军还吓人，被他抓住，怕是生不如死。这位美丽的姑娘，你能不能放我下来？我自己会走路的。我放你下来，你可不要想着逃跑。果然，这鬼蛛丝砍都砍不断，难道要断手求生？不行，先试试别的法子。力敌不成，只能智取。美男计。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想当年在蛇溪村也是一枝花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美色，呸，是智慧。稳住他再说。你放心，我不会逃跑的。人生能有机会见到如此绝美的女子，你就算赶我、打我、骂我，我也不会走。真的吗？那就太好了。那如果我要吃你，你走不走？不走。看到你的第一眼，我早就沦陷了。我整个人都是你的，我的心，我的肝，我的肉身，一切都属于你。跟我走吧。大姐、二姐、三姐、4姐，我找到男人了。还是一个纯粹的人族，这可很少见呀。是呀。对了，他喜欢你吗？来了，致命拷问，稳住，戏要做足。我自然是喜欢的，从看到的第一眼，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他了。我看这个男人油嘴滑舌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挂起来吃掉算了。大姐，不要！他是我的男人，我相信他。五妹，以大姐我2000年的阅历，这个男人只是外表憨厚老实，实则奸猾得很。这种男人留着只会害了你，不如现在就把他吃掉。好吧，先由着你。完了，这大姐不好糊弄，杀心是真的。我的小花招在她面前就是笑话，得赶紧想办法，不然迟早要被她找机会弄死。寸步不离，这蛛丝有古怪，葫芦进不去。不行，强拉她进去，我的身世根本不够，反而会暴露葫芦。这招不能用，风险太大。我前世一定是只蜘蛛，才能有幸今生遇见你。他说的真好听，原来被人喜欢，被人夸奖是这种感觉，心跳的好快。但终究人妖有别，若是人族姑娘，大概就从了，只能暂时稳住对方，找机会逃跑。珠儿，我对你的心始终如一，但我还有家人，能不能让我回家看望一下家人？有家人当然最好啦，我去请大姐，把你的家人都邀请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喝咱们的喜酒。这样贸然去接，他们肯定不来，最好是我们俩亲自去，
才显得有诚意。这样啊，你的家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的家人比较多，一个是在青州边境的陈将军，那是我大哥；一个是青州的夏明远，那是我大表哥，跟我关系最好了；一个叫做姬苍，住在京城，那是我姬哥，我们俩可是过命的交情。就只有这些人吗？就这些了。大姐，不要！老五，你不要被他骗了。这份名单里其他人我不清楚，但这个夏明远乃是青州总兵，还有这个姬姓的，肯定是个皇族。京城里的元婴强者，就算没有几百个，也有70、80以上。这个小白脸不安好心，想骗你我去送死。老五，这个男人绝对不能信，更不能和他结成夫妻。大姐，我感觉他就是我等了1000年的男人。是他让我的世界有了颜色，有了心跳的感觉。他说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这一定就是对的。我等了1000年才等到他，不管他是谁，从哪里来，名单是真是假，我都要他，他就是我的。小子，我警告你，要是敢伤到老五，我必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大姐放心，我对珠儿爱都爱不够，怎么忍心让她受一点点伤？你少跟老娘面前油嘴滑舌，这一套对老娘没用。你只需要记住我的话就行了。二狗，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家人，我陪你去找他们。感觉自己跟大周史上那些红颜祸水有的一比。为了逃跑，只能出此下策，当一回贱人了。不过大姐不相信你，肯定不会同意的。要等到大姐出门的时候，咱们才能悄悄走。从这里到大周王朝有很远，咱们先收拾一下东西。这束蛛丝上残留着你的气息，我想时刻留在身上，每次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你拿错了，那束蛛丝是我三姐的，上面是我三姐的气息。虽然这是你三姐的物品，我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一点点你的气息。这个茧壳看起来也是宝贝。这个石头的光能照出你的影子，我想带着，就像你一直在我身边。大姐应该出门了。你怎么知道？我大姐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离开山洞好几天，我带你回大周去找家人。三姐，老五，你们要去哪里？三姐，我要带二狗子去找他的家人，你不要拦我。老五，你不要被他骗了，这个男人不是好东西。大姐走的时候就说过，让我看着你，不准你出去。三姐，你让开吧，他就是我等了1000年的男人，就算不是好东西，我也认了。不行，大姐吩咐过的，绝对不能让这个男人把你拐跑了。老五，你疯了！为了一个男人，你要跟我动手？打起来了，再拖下去就完了，拼了！小黑对不住了，借你一用。
西，可恶！划不溜手，斩不断也捆不住，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不好，分神了！三姐，你休息一天就好了，我带二狗去找到他的家人，就回来和他完婚。你平时不出门的吗？我从不出门的，有事都是我大姐二姐在外面走动。你把我手上的蛛丝解开，我飞到天上看看方向。对啊，从天上看就容易多了。300年没出门，我都差点忘了我还会遁法的。二狗，还是你最聪明，一下就想到了。珠儿，你这是什么遁法？能不能教我？这个叫蛛丝遁法，我生下来就会的，不过要达到金丹期才能真正领悟使用。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回去问一下大姐，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教你。哦，那还是算了吧，你大姐太凶了，没有你这么温柔可爱。绝对不行，她大姐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点心。其实我大姐也很好的。她就是有1000般好也不行，我心里就只有你一个，已经装不下你大姐。讨厌，你又这样乱说，我大姐有意中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降服他大姐这么凶猛的女人？那咱们大姐夫他人呢？有机会一定要跟姐夫见个面。大姐夫已经死了。啊？什么人杀了他？或者是老死的？是被我大姐吃掉的。你大姐竟然如此恶毒，连自己亲夫都吃，什么样的蛇蝎美人，竟然吃了自己的亲夫？幸亏我遇到的是温柔可爱的珠儿，不是你大姐。二狗，你觉得我大姐这样做是不对的吗？当然不对，就是大错特错。夫妻就应该相互扶持，白头偕老，怎么能把自己男人吃掉呢？难道不应该是喜欢一个就要把他吃进肚子里吗？怎么可能？喜欢一个男人就要好好保护他，不能让他受伤，有什么好东西都给他，全心全意的为他好。你难道不愿意被我吃掉吗？你以前说过的，你是我的人，你全身都是我的，你心甘情愿被我吃的。观念不合的2个人在一起会很痛苦的，除非是其中一个人吃掉另一个人。得尽快逃走，果然女色是穿肠毒药，丝毫留恋不得。我以前说过的，肯定都是发自内心。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把心掏出来给你看。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是我等了1000年的那个男人。我肚子饿了，我们去下面城里找点东西吃吧。好呀，我们下去。这些妖族的爷们儿都太俗了，连一个主动找事的都没有。看气息，此人至少也有金丹期的修为，也许跟珠儿不相同。看什么看？小兔崽子，别以为傍上个高手就敢挑衅老夫了！敢动二狗子！快砍断！快砍断！机会来了！
二狗子被拴着的位置，连一丝气息都嗅不到。二狗，你在哪里？为什么找不到你？我把你弄丢了吗？二狗不见了，他还有很多亲人，我要去找他的亲人。不能总靠运气讨命，必须得有自己保命的本事。应聘是找死，得用巧劲儿。千机老人，对，他的传承里全是奇巧之术，以弱胜强，正是我现在需要的。世上没有无法战胜的强敌，只是你还没找到打败他的方法。机关、陷阱、奇门兵器，这些传承里的好东西不少。看看我这年搜刮的家当够不够用？嘿，还真不少。这块金铁能用，这节雷击木不错，这些碎灵石可惜没火。对了，上次收进来的那些木炭，先练手提存材料，道面开始发暗，泛红，渐渐变得通红透亮。力气小了点，但控制力还行。熟能生巧，成了。样子是丑了点，好歹能算件法器了。无影丝也成了，这下阴人就有本钱了。能动就行，能搬东西也能当肉盾。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再想好和坏。炮灰就要有炮灰的觉悟，能远程攻击，能自爆，就算废了也能最后咬敌人一口。可惜材料用完了，只能先这样。这外面也太颠簸了，怎么感觉天旋地转的？总算停在一个能移动的地方了。好像在一辆车上。白天人多眼杂，晚上再行动。先看看有什么可偷的。不对，我发过誓不偷了。可顺一点生活庇护品，算是偷吗？补戒要紧。东南角那辆车的粮食最多，西边那辆有腊肉和酒，很好，没人发现我的探查。金丹初期的神石果然好用。再有2站，我们就能到飞羽部落了。飞羽部落的娘们儿可真漂亮，又娇又嫩。飞羽部落算什么？我还是最喜欢牛头人部落，那里的娘们儿更带劲儿。小心点吧，上次在狼人部落差点就死了。飞羽部落，这名字好熟。等等，羽山那小子是不是提过？羽山，你以前的部落叫什么名字？叫做飞羽部落。主人有什么事吗？想不想回家看看？不想。其实我们家那地方穷山恶水的，丝毫不值得留恋。原来羽山这家伙说谎，他的家乡挺美的。雨熙，等等我！羽西，羽山的媳妇儿好像就叫这个名字。嘿，巧了，这就是羽山日思夜想的媳妇儿，长得也就那样。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等等，我怎么想到那蜘蛛精了？打住！羽山，我看到你媳妇儿了，你要不要见她？真的？当然，那还能有假？名字叫羽西，是不是最漂亮我就不清楚了。你想不想见？不想见我就走了。想，回来了，真的回来了。那棵树，那块石头，一切都还在。是羽西，她就在那里，她还是那么美，像在发光。可我的翅膀没了，我现在的样子又脏又破，
怎么配得上他？他会认出我吗？会嫌弃我吗？主人，我突然不想回家了。地里还有很多活没干完呢。那个女的不是你媳妇儿吗？平时说梦话都喊着雨熙的名字，现在人就在面前，你不想过去？地还没种完，回家也没什么意思。好吧，那你可别后悔啊。咦，你是谁？你是我们部落的人吗？不是，我过路的。大家快看，这个人没有翅膀！他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大家好啊，我回来了。雨熙，我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咱们的孩子呢？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我不在家，苦了你了。娘，这个奇怪的人是谁？你们认识吗？孩子，我是你爹。这个小机灵鬼可真聪明，不愧是族长的孙子。雨熙，你说话呀！快告诉他我是他爹。雨熙，你说呀，我是他爹。你不应该回来的。你为什么又要回来，打扰我平静的生活？爹爹，梦，都是梦，原来都是假的。小崽子，没大没小，欠收拾。小孩子就是欠打，连自己爹都不认了。你是什么人？敢打我们小少族长？我是雨山的家人。雨山，你走吧，他不是你的孩子，我已经有新的生活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你真的跟少族长在一起了？那孩子……当初我不懂事，你就忘记我吧。如果你曾经对我是真心的，又何必在乎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跟着你能有什么前途？你快点走吧。少族长，少族长，少族长，少族长来了！雨山混成这个废物的样子，你还有脸回来？雨峰，你们是故意把我调走的！是又怎么样？就你这样的废物，有什么资格拥有部落第一美人？不安心死在外面，搞成这个废物样子回来，给谁看？你们，就你这样的草包筑基，也敢嚣张狂妄？少族长，少族长！住手！什么人？
提我飞羽部落无人吗？筑基后期，花架子，正好试试我的门板大剑。所有人住手，有事好商量，以和为贵。这位壮士，我们素不相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跟你没有任何误会，今天就是给雨山出气的。雨山，感觉怎么样？你想要怎么处置这些人？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他居然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完了，生死全在雨山一念之间。雨山，你杀了我吧。是我贪图富贵背叛了你，放过孩子，放过族人。曾经的美好，那些誓言，难道都是假的吗？杀不杀，我该怎么办？雨山，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这么怂！不，我不想杀你的，雨熙。主人，能不能够救活雨熙？他背叛了你，还要救吗？雨山，你还是那么怂。娘，孩子，其实他才是你亲爹。雨山，你这个怂货，当年我就不让你去，你偏不敢向族长拒绝。你一去数年没有音讯，现在亲儿子都不认你，你也没有办法。雨熙，以后我们3个人一起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先养伤。迟了，我每天盼着你回来时候你不出现，我等了你3年，你知道是怎么过的吗？我对你彻底死心了，决定重新生活，你又回来干嘛？回来打我脸吗？想要借此羞辱我吗？你以为今天回来了就能扬眉吐气了吗？不过是借助别人的力量罢了。你永远是个怂货，是个废物。你还是那个连自己女人和儿子都守不住的废物。一场空，终究是一场空。我到底回来干什么？我想修炼，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打败族长。你先去把那块地翻一遍再说。我不去。咦？我不想再怂下去了。我帮你干活，你帮助我修炼。否则，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干活。你真的不怕死啊？其实我早在10年前就该死的。苟且偷戳到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你的想法当然没错，谁不喜欢自己雄风万丈，受万人敬仰？你干活需要报酬也好说，一切好商量。多谢东家。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咱们也有10来年的交情，今天干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你没必要把一个女人的话太放在心上，她们女人懂个屁。雨熙没说错，我就是太怂了。不，想一想，当初你们族长安排你出来做任务，你真的能拒绝吗？
在飞羽部落，族长就是天，你怎么拒绝？如果族长真想弄死你，就算你不出任务，还有10000种办法。最后你死了，仍然会扔下媳妇儿孩子，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所以，第一件事，就不是因为你怂，而是族长权势滔天，你没有任何办法，无路可走。第二，那个女人说你没出息，肯定是跟少族长相对比了。族长拥有全族的资源，他儿子自然也能从中沾光，这能怪你不努力吗？是。东家。还有第三，你第一次闯入蛇口山的时候，看破了我的秘密，当时要是不怂，肯定就被杀了。那个女人只说她等了你几年，她又何曾知道你这些年所受过的苦？你为了活下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每天心心念念的都想逃回去老婆孩子，连说梦话都喊着她的名字。你受了这么多苦，她又何曾问过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东家。哭出来就好，憋了10年，也该发泄出来了。东家，我干活去了。你放心干活去吧，以后一定给你报酬，1块灵石丹药都不少你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帮你弄一粒筑基丹。下次回飞羽奔落的时候，一定让你风风光光，当着全族的面打败族长父子，让羽西以及所有人都知道，你羽山不怂，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的，谢谢东家。出来快1年了，不知道家里那边什么情况，得抓紧时间赶回去。唉，那小子怕是凶多吉少了，可惜呀！孤身深入敌后，与万妖国敌军周旋半年，最后为大周尽忠，战死沙场。何方妖孽！我叫珠儿，你认识陈将军吗？本将就是。我是张二球的未婚妻，我把他弄丢了，你有没有看到他？眼前的女子应该不是敌人。如果此女和对面的熊将军联手，可不好招架。二狗有没有回来？我找遍了，也找不到他。唉，你节哀顺变，张二狗已经死了。他怎么死的？被对面熊将军杀死的。张二乔，我蜀大爷与你不共戴天，此仇不报，誓不为妖。呸！张二乔，将来有机会，我要把你抽魂炼魄。你很恨张二口吗？我当然恨张二乔，我们将军也恨张二乔，我们全营将士都恨他入骨。果然是你们害死了他。放我出来！何方妖孽敢来我这里撒野？
你就是熊将军。不错，本将就是。你是彩衣娘娘的人，我与你无冤无仇。彩衣是我大姐，张二镐是我男人，我是来为他报仇的。原来你是张二镐的同伙，本战只能得罪了。怎么回事？斧头变反馈，是越压越沉，越推越滞了。蛮力而已，看我如何困住你这蠢物！撤！儿郎们，快拿火来！这娘们的蛛丝肯定怕火。这是万妖国军队专用的紧急求救信号法器，不能再犹豫了。熊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光天化日之下，体面何在？狼将军救命！来者何人？敢擅闯大营，你可知罪？走开！给我放箭，射死他！夫君，我抓住他了，可是你再也回不来了。我该去哪里？还能做什么？没有你的世界，再美再好，又有什么意思？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喜欢一个人，就要把他吃进肚子里。原来是这样。只有吃下去，才不会分开，不会失去。大姐、二姐，我现在懂了。此战首功记在二镐兄弟的遗孀名下。首功，张二镐遗孀。
你为何要帮助人族杀死这一营将士？他们杀了我的男人，我要为我男人报仇。为了你一个男人，就要杀这么多万妖国国将士？他们这些人加起来，都不如我男人的一个手指头。你这孽障，助纣为虐还死不悔改，看我杀了你！朱兄稍安勿躁，真杀了他，他的2个姐姐拿副面子上过不去。那我这几百将士就白死了？将士死了就重新招一批吧，咱们拿着他向彩衣娘娘讨个说法。哼！老五，大姐，这根针是你的？我是怕他逃跑，并没想伤他。你家小五太任性了点儿，杀了我手下1名金丹，数百名将士，连带着8座军营被人族所破。小五，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男人呢？大姐，二干死了，被这里的人杀了。死了？死得好，省得我动手了。这傻妹妹总算不用被那个人族骗子继续迷惑了。没事的，一个男人而已。天底下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你要是喜欢4条腿的、6条腿的，大姐也能帮你找到。不一样的，二狗这样的男人只有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天底下这么多男人，总能找到其他合适的。大姐明天就给你绑10个回来，10个不行就找100个、1000个，随便你挑。我不要别人。痴儿，现在人都死了，你仇也报了，先跟大姐回去吧。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为你们出手一次。多谢彩衣娘娘。反正我本来就排行第2，叫二狗子，现在改成熊二也很合适。这个名字不错，低调又顺口。这可是好东西，您看这成色，绝对最多3块，卖不卖？这些妖人真是暴殄天物，这么好的灵药直接生啃，难怪炼丹师少，丹药贵上天。这简直是给我送钱的机会！用丹药换灵石，再用灵石买矿石灵药，1本万利，1本万利。熊二这个身份真是方便。听说了吗？城主府家的那几株宝贝灵草，小声点，那可是城主家的命根子。土灵草，居然是筑基丹的主要之一，这东西我必须弄到手。见过2位统领，我家寨主想求见城主。我想用我家寨主的一件宝贝换您的一个消息。白天不行，那就晚上来。我就不信找不到。先踩好点，熟悉下环境。这牛头一家还挺讲究，天天拜祖宗。祠堂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这果子灵气不错，不拿白不拿。味道确实可以。哪怕不知去向何方，努力下去就是希望。没人敢偷，难道是祖宗显灵了？祖宗，是你老显灵了吗？不孝子孙牛耿，求祖宗赐下一粒玄元丹，助我修为大长。
这老牛想得挺美啊，几颗破quả子就想换玄元丹？这是前天的灵果，灵气更足了。感谢祖宗的恩赐。祖宗吃下贡品之后，3天后会返还一半，但这一半品质提升了一大截，总价值远远超过之前供奉的。这是天大的机缘，绝不能被任何人知道。守住这个秘密，不但有望突破到金丹境界，甚至更高的境界也大有可能。普通灵果已经配不上祖宗了，把我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投入越多，回报越大。不够，还是不够，把库房搬空，不，把全城的宝贝都找来，供奉给祖宗。祖宗啊祖宗，您胃口真大。感谢祖宗的恩赐。难道祖宗太忙忘记了？祖宗，你可不能坑你子孙啊！祖宗是不是打瞌睡了？土灵草到手，筑基丹的主要凑齐了3样，只要再找到剩下2种，这次万妖国之行值。当小偷偷偷摸摸还被人骂，骗可就不一样了，东西送上门还得磕头感谢，这感觉妙啊！总算要回家了，不过熊将军那地方得绕着走，上次差点被他拍成肉饼，想起来骨头还疼。前面那营地怎么静悄悄的？怎么回事？妖人军队呢？熊将军呢？怎么全是咱们大周的兵？先别急着出去，看看情况。哈哈哈哈！杨大哥，你受苦了，兄弟。大家都以为你死了。陈将军给你写了请功折。珠儿，他真的来了，还替我报了仇。二狗子兄弟和那位蜘蛛妖女到底是什么关系？听起来恩怨纠葛很深。张二狗，你没死！启禀将军，属下侥幸未死。坐下说话。为何去了这么久？属下深知大周疲惫，物资匮乏，一心想要为大周找到更多物资，深入到敌后，满载而归。快说说，你这次收获了多少好东西？幸不辱命，这50只储物袋都装满了。好，大功一件，都是灵骨，发了。这回是真的发了，有了这些，老子能打10个妖人统领。你这次深入险处，为大周立下不世之功，我要上奏朝廷为你请功。有了这批粮，定要让他们知道厉害。误报必须得是误报，是这小子深入敌后，为获取重要情报，不得已诈死脱身。对，就是这样，不仅无过，反而彰显其智勇双全，忠肝义肝。这次一起出去做任务，2人约好了一起摆烂，
没想到张二狗弄回那么多灵骨和行军丸，这样一对比，就显得他很废物。张兄弟，为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杨大哥，你尽管说。张兄弟，你可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团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小弟在圣贤书上自然是看到过的，只是这一次确实有难言的苦衷。张二狗死了，消息可确凿。那三阳郡可是块大肥肉啊！三阳郡乃我夏家故地，此次务必拿下，不能再让外人窃据。二狗兄弟，可惜了。大周看似强盛，实则内部早已被这些世家大族蛀空了。朕的政令出不了这皇宫多远，税收、人才、军队处处撤走，朕这个皇帝当得憋屈。此人背景干净，又与青州夏家不对付，是枚好棋子。朕本指望他能像西子一样盯在青州，搅动一池死水，多少制衡一下夏家。陛下，臣举荐，臣以为不妥。三阳郡本就是我夏家，本就是夏鞅。800里加急，边境大捷。哦，竟有此事。此女是张二狗之妻。可惜天妒英才，张二哪已死，追封个虚爵，抚恤其他，以示皇恩，也能激励边军士气。至于三阳郡，哼，让那些人继续争吧。只是可惜了这把好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追赠张二镐为一等忠勇伯，铭刻忠勇石碑，永享祭祀，以彰其功。钦此。追封个死人为伯爵，倒也罢了，反正爵位是虚的，又不能世袭罔化。正是，况且他那个妖人媳妇儿也算有功，一并打发了便是。一个虚名换来边军士气，陛下也高兴。800里加急，边境军报。张二哪还活着？什么？张二哪没死？废物，一群废物，连个人是死是活都搞不清楚。这个张二寡果然是个有福气的，大难不死，还立此奇功，传朕旨意。全郡几10万人如丧考毙，哭得死去活来。老黄这信写的也太夸张了点吧？又丰收了，葫芦里还有1000多万担，粮食多的吃不完，仓库都快堆不下了，还修了新仓库。这无底洞小黑在睡觉，不然还能消耗点。看来得想想办法处理这些陈粮了。又增加了10几万人口，土地快不够用了。这粮食要坏，人口要吃饭，这总不能白给吧？那都是我的血汗，舍不得。可粮食坏了更亏，真愁人。不能让粮食烂掉，也不能白养闲人，得让他们干活。干活，对，干活。用我的粮食雇他们干活，给我开荒修水利，这样粮食消耗了，荒地变成了我的良田，以后还能收租子，完美！既解决了粮食囤积问题，又安置了流民，还能把荒山野闪岭都变成我的田产，以后收的租子能翻几番。哈哈，我这脑子不去当大掌柜真是可惜了。兹尔张二狗忠勇可嘉，特吹封为一等忠勇伯，铭刻忠勇石碑，以彰殊荣。钦此。臣张二求领旨谢恩。一等忠勇伯，圣旨到，张二拿献粮有功，特赏筑基丹1粒，钦此。臣谢陛下隆恩。筑基丹只有1粒，给谁呢？黄满仓那小子倒是合适，有将才，有功名在身，
杀！郑国军，冲啊！杨大哥，同样是筑基修士，郑国军的战斗力为什么强了那么多？我修炼鸡哥给的功法，消耗了那么多玄元丹和灵石，才把丹田之海扩到6尺，自觉实力提升巨大。可郑国军那些家伙看起来也穷兮兮的，为啥个个那么猛？这不合理啊！这个我还正好知道，郑国军的选拔和培养都是极其严苛的。筑基之后，丹田之海必须要达到2尺宽。1尺8寸都算是天才，丹田之海能达到2尺的，都是少有的天才人物。你知道丹田之海2尺宽是什么概念吗？为兄的丹田之海1尺8寸，在我的家族中已经被认定为天才，是整个年轻辈最杰出的新秀。6尺，6尺，那是传说中的存在了。杨兄，你说咱们这趟差事是不是比在衙门里看那些老头子脸色强多了？准备动手。张老弟，你为何总是抱一只土狗？没啥，就是感觉这只土狗的毛发很舒服。每天抱在怀里揉捏，能让我心中平静，充满安全感。天底下土狗这么多，你为什么偏要抱这一只？因为这只小土狗的手感极佳，柔软又富有弹性，带着一丝丝温暖，冬天还能当个暖手炉。杨大哥，你摸一下，手感特别好。确实很软，很弹。大人，前面有一片靠水的平地，我们是否在那里停下休？